刘子嫣订婚礼，2品纯元丹1枚，退婚后返还价值10倍的2品上阶金元丹。江玉燕订婚礼，2品紫灵剑1把，退婚后返还10倍，返还500下品灵石。秦书宇订婚礼，2品护甲1件，退婚后返还。青兰宗第4封上，一个少年盘坐在地上，清算着面前摆放的一堆修炼物资。清算完后，陆萧轻叹了一口气。他师尊徐须道陨落才半个月，已经有好几个未婚妻前来退婚了，靠这些迫不及待上门跟他撇清关系的未婚妻，他也含泪怒赚了几笔。今晚一口气将这些东西炼化，应该差不多能让我封印破除，血脉觉醒了。当然，要是再来几个退婚的，那就更稳妥了。话音刚落，一道倩影降临他前方。陆萧缓缓抬头，只见一个冷傲的白裙少女亭亭玉立站在了他面前。我叫云清雪，第3封准圣女，今天是来退婚的。陆萧激动起身，说曹操道，这老天爷送温暖送的还真及时。退婚好啊。云清雪是吧？没记错的话，当年我师尊送你的订婚礼是1枚2品下阶的淬灵丹，按照当年双方之约定，若女方退婚，此礼当10倍奉还。只要你遵守承诺，将订婚礼10倍返还于我，我保证守口如瓶。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跟我这废物有过婚约吧？云清雪脸色错愕，别人被退婚都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家伙居然这么兴奋，有病吧？还恬不知耻的要他还10倍订婚礼。他有些肉痛，可转念一想，真要被这废物将2人曾有婚约之事宣扬出去，那他岂不是要沦为众人笑柄？想到这，他咬牙拿出一个玉瓶，这是一瓶2品上阶的聚灵液，效力不比10枚淬灵丹差，就当喂狗了。陆萧立马打开玉瓶检验，确认是2品上阶丹药后，脸上露出喜色，一脚把一个木盒丢到云清雪脚下。你的婚书就在里面，自己找吧。云清雪翻开里面一看，当场傻眼了。苏映雪，主封圣女，夭瑶姿，陈霄亲传弟子，洛清仙，大商皇朝将军府千金，叶静灵。除了他的婚书外，箱子里居然还有10来封婚书。他嘴角抽了抽，这废物跟这么多人有婚约，搁这选妃呢？苏映雪，新任第4封封主苏泽之女，夭瑶姿，乃青兰宗主封圣女，天纵奇才，身份尊贵，且天生媚骨，一颦一笑都能让男人为之疯狂，与第4封的圣女。如今第4封封主苏泽的季贤姬冷月，并称为青兰宗冰火2大角色，而洛清仙则是他的好姐妹，如今第5封的圣女。至于大商皇朝，那就更了不得了，乃是东荒域里的一流势力，比青兰宗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心中震撼的同时，他深吸一口气，清仙也跟这废物有婚约。不行，我得跟清仙说一声，让他也赶紧过来退婚。他淡漠看了一眼陆萧，警告道，从此之后我们再无关系，记住不要跟别人提起我丢不起这个脸。说着，他气劲一吐，将自己的婚书震碎，转眼消失在陆萧视野之中。片刻后，陆萧笑容收敛而起，眼中也升起一丝紧迫感。他知道退婚只是一个先兆。半个月前，师尊被派往东阳国执行宗门任务，却意外陨落，尸骨无存。从那以后，他和师娘师妹在青兰宗的地位就急速下降，现在更是到了人人可欺的地步。他必须变强，替师尊保护好师娘和师妹。突然，他耳朵一动，缓缓回头，嘴角展露出一抹笑容。映雪，你来了。一个白裙少女缓缓走来，一脸悲愤，替陆萧打抱不平。萧哥哥，他们也太过分了。以前徐师叔在时，他们怎么不来退婚？陆萧淡然一笑，眼中难得露出几分柔和。我有你一直在身边陪伴就够了，他们就算不来主动退婚，我也会退的。苏映雪，当今第4封封主苏泽之女，也他的未婚妻之一。苏映雪温柔一笑，是他们有眼不识真龙。我相信萧哥哥你不是废物，10年前你可是我们青兰宗第1天才，而且还身怀绝世道骨，一飞冲天只是时间问题。陆萧也有些感慨，10年前他曾1月连破9境，震惊了整个青兰宗。也就是在那时，师尊徐须道发现了他身怀道骨，当时道骨尚未大成，怕他道骨遭人觊觎，就给他下了一道封印，让他以血气养骨，待道骨大成之日，封印自破。可连师尊和苏映雪也不知道的是，这常人梦寐以求的道骨才是他真正的封印。对了，苏映雪话锋一转，萧哥哥，你身上道骨的封印何时能破？今晚即可破。陆萧握紧拳头，苏映雪眼中闪过一丝炙热，但很快便掩饰了下去，嫣然一笑，好，萧哥哥多年来以血为我改变资质，今夜换我为你护法。深夜月如钩，青兰宗后山，陆萧盘坐在地面上，吞吐天地灵气，不断纳入体内，胸口的道骨发出嗡吟，金光也越来越强盛。
一道耀眼金光逆冲天穹，转眼间天地变色，异象席卷上百里。这一幕也让青蓝宗百里之内所有人都被这异象所震撼，尤其是那些感应灵敏的强者，更是面露惊骇。陆萧握拳，激动不已。10年了，他这道骨一旦大成，就可以将其取出，他血脉之力的真正封印也可以真正解除了。可就在他心头澎湃之际，一股钻心般的痛楚他从胸口处传来，一双白皙的手狠狠插入了他的胸口，皮肉被硬生生撕开，那金光璀璨的道骨被硬生生挖了出来，上面还沾着血淋淋的血迹。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他差点当场昏死过去。而苏映雪抓着道骨狂笑不已，陆萧眼里满是悲凉。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且留了后手，但10年来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假象被残忍碾碎，他还是无比痛心。苏映雪，我自认对你掏心掏肺，你为何如此狠心？苏映雪冷笑，陆萧，在你成为废物的那一天，我就想跟你划清界限了，没想到你这蠢货居然还能以血来助我提升资质，所以看在你还有用处的份上，我忍着恶心跟你接触。后来你居然连自己身怀道骨之事都告诉了我，本想直接挖出来移植到我身上，却没想到他居然只能用你之血来温养才能破风，这才忍辱负重继续留在你身边。我苏映雪10年忍辱负重，就为了等道骨破风的那一天。对了，今天我让你死得明白一点，徐须道那老东西的死也是我和我爹派人干的，只有他死了，我爹才能当上第4封封主，才能肆无忌惮地挖走你的道骨，而你只是一个开始。你师娘和师妹可是宗门里的大美人，不少人都在垂涎着他们的美色呢，你猜他们的下场会如何？苏映雪话落，一巴掌朝他心口拍出，陆萧当场昏死在地，心脉断裂，经脉全毁，丹田被废，神仙来了也救不了这废物。做完这一切，苏映雪怕引来其他强者的注意，火速离去。可就在他离开不到10息时间，一股温和的光芒涌遍陆萧全身，胸口的伤势也在缓慢恢复。在睁眼之时，陆萧的神识已经出现在自己识海之中，而在他前方，一个无边无际的血海浮现，周围气息森寒可怕。一个通体漆黑的巨大宫殿悬浮血海之上，缠绕着一道道从天穹垂落下来，宛若混沌气凝聚的巨大锁链，景象极其骇人。一道魅惑众生的妩媚笑声缓缓从那宫殿深处传了出来：“咯咯喽，小家伙，都说了要小心那女人，要不是姐姐我早有准备，否则你早死了。要不是前辈答应护我，我也不会以身犯险告诉他我身怀道骨，且让他为我护法。”陆萧笑了笑，握紧双拳，眼里杀机爆发，深吸一口气。不管怎样，多谢前辈帮我设下此局，看清了他的真面目。10年前，陆萧觉醒道骨的同时，血脉之力也初步觉醒，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识海之内有这么一座神秘的神魔葬场。从这被封印在神魔葬场内的妖媚女子口中，他得知其他人梦寐以求的道骨从来都不是他的倚仗，而是封印他那恐怖血脉之力的桎梏。这些年来，他受尽白眼，可谓是少年老成，又岂会是那种把自己真的弱点和倚仗暴露给苏映雪？更何况无论是师尊徐须道还是神魔葬场内的这位前辈，都曾提醒过他一定要小心苏映雪。当初把自己身怀道骨之事告诉苏映雪，甚至在今晚让其为他护法，都是他对苏映雪的一场试探指示，得到的真相太过残酷。现在他跟苏映雪父女之间不仅有夺骨之恨，还有杀师之仇，甚至这2个畜生还要对他师娘和师妹下毒手。不管怎样，这对父女已经进了他的必死名单之中。妖媚女子苏妹入骨的慵懒声音再度传来：“如今那镇压你神魔血脉的道骨已经剔除，我那些功法秘术你也勉勉强强可以修行了。不过今日我传法于你，你也跟我结下了大因果，你可考虑清楚了，请前辈赐法。”陆萧重重点头，现在的他也已别无他选。虽然他不知这妖媚女子的具体来历，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方修为通天彻地，他知道法岂会普通。一道白光从宫殿内飞出，陆萧的脑海中立刻涌入了无数信息，他立马盘腿坐下，全心全意感悟这部功法。良久之后，陆萧睁开双眼，脸上满是喜色。妖媚女子刚才传给他的功法名为纯阳天功，乃是传说中的地级功法。此功法可吸收天地灵气，转化为纯阳之气，提升修行者的修为，且让修行之人的体质逐渐朝纯阳之体变化。修行后，修为可1日千里。更可怕的是，除了独自修行，还可与道侣双修，阴阳交汇，修炼速度更是单独修行的10倍。尤其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女子，更是事半功倍。陆萧脸色古怪，这纯阳天功不仅逆天，似乎还有点不太正经。不过地级功法乃是传奇大地级强者才能创造出来的功法，整个东荒域都找不出一部。
而地级功法10倍的修炼速度，想象一下就知道有多逆天。这乃是邪门歪道，这是无敌法，管他正不正经呢，练就完了。妖媚女子突然惊诧开口：“咦，你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正在复苏，有一股很强的神性和魔性气息，莫非这是传说中的神魔骨？这是天生至尊之相。”神魔骨？陆萧这才发现自己胸口散发着一股滚烫之意，胸口的道骨居然已经重新生长出来，但跟先前又有所不同。这重新生长出来的神秘道骨金光璀璨，神圣无比，可缠绕其上的纹路却呈现诡异的黑色，魔气森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透出的威压远比先前的道骨强大100倍。陆萧不敢置信，道骨被活挖，居然还因祸得福了。女子又道：“神魔葬场内时间流逝速度比外界快10倍，你可暂时在此修行，以纯阳天功配合你的神魔骨，把破损的经脉和灵海修复。10倍。”听到这话的陆萧脸色瞬间涨红，这就是说自己在此地修行10天，相当于外界只过了1天。暂且不说那神秘宫殿里的机缘了，就拿此地的时间流逝速度而言，也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洞天福地。谢前辈指点他道了一声谢，而后盘腿坐下，按照纯阳天功慢慢运转，吸收此地的天地灵气。他浑身仿佛化作了一个大火炉，天地间的纯阳之气都被他快速吸纳进入体内。不过他脸上却露出痛苦之色，因为他经脉尽碎，灵海被毁，修复的过程必然要承受莫大的痛楚。可要是能恢复，这点痛苦算什么？想起苏泽父女那丑恶的嘴脸，想起师娘和师妹如今身处困境，他咬牙坚持，哪怕是身上皮肤都溢出了血迹，依旧浑然不觉。不知过了多久，陆萧睁开双眼，脸上露出狂喜之色。辟脉3重。陆萧强忍喜悦，问道：“前辈，我在这里修炼了多久？”妖媚女子道：“5日。”陆萧呼吸都急促起来了。修炼意图分为炼体、辟脉、灵海、神魄、融天。炼体近乃武道之始，只是淬炼肉身，熬炼筋骨，长些许气力，在这个武道世界依旧跟蝼蚁没区别。陆萧虽然经脉被毁，灵海破碎，但还是炼体境巅峰境界。不过才5天时间，他就修复了经脉和灵海，还连破3境，到达辟脉境3重。这修炼速度堪称逆天。要知道，普通武者在没有外力的加持下，连续开辟3条人体大脉，至少要用半年乃至2-3年时间。要知道，就算是当年的他身怀道骨，天赋逆天，从炼体巅峰踏入辟脉3重，也大概要3-4个月时间。突然，女子开口道：“外边有人来了。”陆萧突然想起，这只是自己的意识世界，但他的身体还在外边。妖媚女子又道：“哥哥喽，小家伙，你可有福气了，姐姐已经感觉到来人的气息了，罕见的玄阴之体，对你这修炼纯阳天功的人来说，可是大补之物啊！你若想快速提升修为，姐姐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陆萧一愣，前辈如何助我？他脑海中传来一道戏谑的声音：“时间静止。”陆萧沉默，他现在还不知道外面来的究竟是谁。当他意识退出神魔葬场，再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赫然在床榻上，身上还隐隐传来阵痛。不过有了至尊骨的温养，他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外面一片漆黑，正是夜深人静之时。哗，他的房门被一阵清风吹了开来，一道曼妙身影轻踏莲步，飘然进入此地。女子容颜绝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不染凡俗的冰冷疏离之感，端是个绝色冰山美女。陆萧顿时心神紧绷而起，因为来人正是苏泽的继贤，也就是苏映雪的继母姬冷月，其实力深厚，并不在苏泽之下。没想到来的居然是这个女人。他故作淡定：“苏夫人，您深夜到访，所为何事？”姬冷月美眸眯起，似乎对陆萧这个称呼有所不满：“你可叫我圣女。”她除了是苏泽苏映雪继母之外，还是第4封圣女，10年前已被誉为第4封第一天才。论年纪，其实也不过是虚长陆萧几岁，正是褪去少女青涩的轻熟之年。圣女。陆萧冷笑一声：“苏夫人当年愿意屈尊嫁给苏泽那老乌龟，想必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如今反倒对这称呼不满了。”姬冷月挑起柳眉：“你倒是伶牙俐齿。”他惋惜轻叹：“若不是徐须道突然陨落，你也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今日本圣女前来此地的目的，你应该也猜到了。”陆萧咬牙切齿，眼神阴冷：“以苏泽那老乌龟的伪善作风来看，知道我居然没死，估计是想要故技重施，让你以慰问之名前来诬陷我对你图谋不轨吧？聪明。”姬冷月眼中闪过一道悲悯：“今日我不对你出手，改天苏泽也不会放过你，还不如让我给你个痛快，少受点皮肉之苦。我不想亲手杀你，脏了自己的手，所以你是自己乖乖跟我入天牢，还是让我在此地将你就地格杀？
你师娘和师妹都已被我弄晕了，没人就得了你。陆萧拳头紧握而起，他如今虽然恢复了些许修为，可辟脉境3重对姬冷月这等强者而言依旧是蝼蚁。他眼神内闪过一道阴狠，用神念沟通神魔葬场内的那神秘女子。前辈，助我！苏泽这老乌龟派人杀害他师尊，又设局害他，如今还要派姬冷月前来赶尽杀绝。既然姬冷月想要他的命，他又何须跟对方客气？妖媚女子戏谑的声音传来，一个时辰够用吗？陆萧深吸一口气，应该不够吧？哼，有自信。神秘女子语气戏谑，而后沉寂了下去。姬冷月声音冰冷，你该做出决定了。你真要赶尽杀绝？陆萧眼神冷冽，我不想脏了手，可若你不听话，我也唯有如此。姬冷月冷道，那我偏不呢。陆萧一字一顿道，你敢在此地杀我，本圣女前来慰问，你色心大起，对我图谋不轨，被当场击毙，很合理。姬冷月冰冷的俏脸上没有一丝波动，下一刻一股极度冰寒的杀气在他身上肆虐开来，一掌拍出，杀意笼罩而来。陆萧只觉浑身冰冷，动弹不得。可下一刻，陆萧感觉浑身笼罩的杀意消失无形，而姬冷月杀来的娇躯硬生生停顿在了他面前5尺之内。姬冷月只觉浑身发寒，在这一刻，他感觉到自己身体周围的时间流速仿佛慢了无数倍，近乎静止一般。你对我做了什么？陆萧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苏夫人，我可没对你做什么，反倒是苏夫人刚才口口声声说要杀我，如今可身体却并不老实。莫非是觉得苏泽那老乌龟亏欠于我，特地替他前来给我道歉，还是说老夫少妻，圣女您对我觊觎已久？你无耻下流！陆萧这些露骨的话让姬冷月羞愤万分，美眸中透出可怕杀意。说着，陆萧从床榻上站起，在姬冷月的身上嗅了嗅，一脸陶醉，真香。姬冷月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而后陆萧一把将她拉到了床榻上。陆萧，你胆大包天，我可是第4封圣女，还是第4封封主的妻子，你前未婚妻的继母。陆萧泛起一抹冷笑，现在不已经不是了吗？他要杀我那一刻，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姬冷月俏脸惨白起来。陆萧，就算你对我做了什么，等我恢复之后，我必定杀你。你现在放了我，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此离开。陆萧冷笑，谢谢苏夫人提醒，事后还会有如此风险。下一刻，他手中出现了一面镜子，散发着淡淡光辉。苏夫人可知道这是何物？姬冷月娇躯发颤，玄光镜，你这是想要干什么？你猜？陆萧嘴角勾起笑意，天边露出鱼白，一切回归平静。陆萧的修为达到了辟脉9重。狗贼，受死！姬冷月悲愤的娇喝传来，拿剑指着陆萧的脖子。陆萧手中的玄光镜散发出淡淡光辉，昨晚的一幕幕浮现而出，玩味的眼神在他胴体上肆意扫过，一字一顿道：玄光镜可记录下武者所见所闻，行为举止。对了，我还给玄光镜下了禁制，一旦我身死或者玄光镜破碎，里面所记录下的一切信息都将传遍整个修世界。夫人，想必你也不想看到自己被修世界指指点点吧？不过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原来夫人跟那老乌龟只是名义夫妻啊，实在是让我意外。姬冷月浑身发寒，要是这件事被泄露出去，他的下场可想而知。他权衡一番，缓缓收回冰剑，说：什么条件你才能把里面的东西删了？看到玄光镜记录下的一切，哪怕是性格冰冷如他，此刻也是满脸绯红，压根不敢直视。陆萧却哈哈大笑起来，删是不可能删的，这个秘密我要吃你一辈子。他缓缓勾起姬冷月的下巴，对了，这段时间苏夫人可要看紧一点，别让我死了，否则这秘密可就藏不住了。陆萧，你这个孽畜！姬冷月眼中满是杀意。好了，天亮了，你可以走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彻夜长谈。陆萧直接下了逐客令，而姬冷月虽然心中满是杀意，却也对陆萧无可奈何。陆萧一死，今晚他的秘密就将公诸于众，如此下场，他承受不起。想到这，他玉手一卷，那地面上的衣衫便被他穿在了身上，愤然飘然离去。要是此事你敢对外透露半点，哪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再不离开，被人看到他从陆萧居所出来，外边那些八卦可以传100个版本，比那些说书的还生动。陆萧看着他离开，也松了一口气。传闻苏泽虽跟姬冷月是夫妻，可两人关系却颇为淡漠，鲜少一同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如今他发生之事证实了这一切，两人只是名义夫妻，莫非两人结为道侣，背后还有其他隐情不成？姬冷月还有其他目的，不过眼下倒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他
他刚把衣服穿上，外边一个青衣少女便推开门走了进来。当看到生龙活虎的陆萧后，徐七儿立马瞪大美眸：“萧哥哥，你没事了？”陆萧点点头。眼前的少女赫然便是他师尊徐须道的唯一女儿，他的师妹徐七儿，两人青梅竹马，情同兄妹。徐七儿赶紧跑上来查看了一下陆萧体内的情况，却发现陆萧体内灵力充沛，经脉恢复，破碎的灵海也再度成型。师兄，发生什么事了？徐七儿小脸上满是震撼。昨晚我和娘亲把你带回来之时，你明明就……陆萧想了想，这是师尊给我留的后手，先不要声张。徐七儿也只能点点头。师娘呢？陆萧话锋一转，徐七儿怒道：“苏泽那老东西太无耻了，污蔑你欲强行奸淫宗门女弟子，被他当场抓获，所以才废了你。还有10几个女弟子跑出来污蔑你强迫他们，还说你实力不强，极爱表现。”徐七儿说到这里，俏脸绯红。闻言，陆萧眼神更冷。这老东西跟苏映雪不仅设局夺他道骨，还往他身上泼脏水。同时，陆萧心中感动，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师尊、师娘和师妹把他当成亲人。师娘只是一个普通人，修为并不高深，可哪怕知道此事无果，依旧要以身犯险给他讨个公道。这等恩情，他要是守护不好母女两人，又有何颜面面对师尊？他要变强，快速变强。深吸一口气后，他开口道：“让师娘回来吧，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低调，不能再让苏泽这伪君子借机发难了。娘亲已经过去了，我父亲好歹也是第4封前封主，给宗门立下过无数汗马功劳，青兰宗的功勋碑上都还有他之名，他们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对我娘亲下手。”陆萧深吸一口气道：“现在第4封是苏泽说了算，执法堂定然不会为了我们得罪他，说不定还会反咬一口，我得去把他找回来。”陆萧匆匆出门，结果才刚出门，迎面便有一个蒙着面纱的绝色女子摇曳身姿走来，一双凤目含情脉脉，勾人心魄。陆萧眼中闪过片刻恍惚，下一刻便恢复清明。这女人有古怪，一举一动间都有一种魅惑人心的妖媚之意。陆萧挑起眉头：“你谁？”妖瑶娇媚一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峰圣女妖瑶姿，你的未婚妻。青兰宗内有5峰，主峰是最强大，地位也最高的一峰，而其他4峰都略逊一筹。而主峰峰主同时也是青兰宗宗主，主峰圣女身份之尊贵，不亚于任何一峰峰主。想退婚是吧？我现在没空理你，改天把婚书送上门去给你。”陆萧淡漠道。“什么？”妖瑶姿微愣，这家伙居然主动跟他退婚。要知道他这妖媚肢体天生媚骨，而且会散发出一股迷惑男子的特殊气息，哪怕无意勾引一颦一笑间也有勾魂摄魄之威。这家伙一点也没受到影响，没理由啊，难道是在玩欲擒故纵？他刚才特地施展媚功，就是想引陆萧出丑，没想到陆萧居然只是有刹那恍神，很快就恢复清明，这让他心里多了几分好奇。怎么，我不配当你未婚妻吗？他笑意盈盈地凑近陆萧跟前：“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有吸引力？”香气喷吐让陆萧有些心猿意马，赶紧躲避开来，让开。有了苏映雪的前车之鉴，他只想对女人避而远之。陡然，妖瑶姿脸上渗出细密冷汗，嘴里发出一声娇哼，捂住胸口，豆大冷汗从额头上渗出，更显得楚楚动人。糟了，体质突然在这时候失控。陆萧蹙眉，默默避开，这女人又玩什么把戏？不过他看妖瑶姿神色痛苦，冷汗直冒，倒也不像是装的。突然他脑海中传来神秘女子的声音：“小家伙，这女娃是妖媚之体，天生媚骨，对男人有天然吸引力，修炼资质也极其逆天，不过这也有相应代价。这种体质之人，每个月体内都会释放出一股特殊力量，让他痛苦不堪，唯有发泄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痛苦。不过他体内释放出来的这股力量，你倒是可以把它吸收过来，对你的实力增长也有裨益。不过你可得小心点，这妖媚之体可是凶得很，他此刻体质爆发，正是欲望最盛之际，你跟他接触，怕是把持不住，可以提升修为。”陆萧眼神顿时一亮，对妖瑶姿道：“你要是觉得痛苦，我可以帮你解决。”“不需要。”妖瑶姿咬牙强忍，他这妖媚之体每次爆发都让他痛苦不堪，以前还能强行忍耐，如今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强烈，有时候需靠自己才能缓解些许痛苦。“你确定不试试？”陆萧又问，现在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提升实力的机会。“离我家小姐远点！”又是一道怒喝响起，一个老妪突然出现在陆萧面前，一股强悍威压扑面而来。陆萧呼吸一滞，但就在这时，妖瑶姿突然娇躯一软，无力地倒在陆萧怀中，温香软玉在怀。陆萧身体一震，
两人身体接触的那一刻，他便感觉到体内的纯阳天宫犹如受到牵引一般，不受控制的运转起来，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妖瑶姿娇躯上传来。这股力量似乎有股特殊魔力一般，让陆萧浑身燥热。而妖瑶姿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一股至阳至刚的力量汹涌而入，潭口中发出一道阴鸣：“你这孽畜，居然敢对我家小姐不敬！”老妪大怒，就要一掌拍死陆萧。别动他，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妖瑶姿虚弱开口，他好像在给我治疗。此刻的他闭着双眼，娇躯倒在陆萧身上，连睫毛都在微微颤抖。这种感觉是他自己解决体质弊端时无法拥有的。而陆萧也不好受，吸收这股力量虽然让他实力暴涨，但这股力量的涌入却让他有种浑身热血沸腾之感。要不是他意志坚定，恐怕早就失控当众把这女人生扑了。同时，这股特殊力量在纯阳天宫的炼化之下，化为一股股精纯的灵力在他经脉中游走。转眼间，他就到达了辟脉境巅峰，马上就要冲破灵海境。突然，他脑海里传来一道冷喝：“小家伙，差不多该停下了。”陆萧心神一震，赶紧停了下来。怎么停下了？妖瑶姿声音软糯酥媚，有些欲求不满。怎么突然停了？就这，小家伙，你要是就这样突破灵海境，可就浪费了你这身天赋了。辟脉境乃是打根基的最好时机，辟脉境可开辟9大主脉、生死2玄关、360小脉，而你只开辟了最基础的9大主脉，要是就这样贸然踏入灵海境，也就相当于放弃了打根基，哪怕有地级功法作为支撑，武道之路注定走不远。陆萧听到脑海中的话，心头更是惊诧。9大主脉我知道，可生死2玄关、360小脉，这又是什么？连这个你都不知道？他脑海中的妖媚声音鄙夷，看来你们的修炼方式真的很低级，我晚点再跟你解释吧。小姐，您现在感觉如何？老妪赶紧搀扶起妖瑶姿。我已经好很多了。妖瑶姿也逐渐恢复，俏脸上还挂着些许红晕，而后望向陆萧的眼中带着复杂和惊诧。这家伙居然能吸收他妖媚肢体爆发时那股特殊力量，这不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还能让他感觉很舒服。但一般男人接触这股力量，立刻就会受到影响，神识失控，甚至直接爆体身亡，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其肆虐。陆萧究竟怎么做到的？他不禁对陆萧多了几分好奇。想到这，他妩媚一笑：“今天谢谢你出手相救了，以后我有需要再来找你。”小姐，你……老妪不可思议：“金奶奶，这是我的决定。”妖瑶子语气陡然严肃，老妪也只能闭嘴，可心里却嘀咕不已：这小子究竟有什么特殊魔力，居然能让自家小姐改变主意？陆萧淡淡开口，举手之劳罢了。你要退婚，就拿着婚书滚吧。妖瑶子红唇紧咬，自己真对这家伙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动不动就退婚，自己一字没提，反倒他说了3遍，谁允许了？他突然笑了，语气娇媚：谁说我今天是来退婚的？我只是来看看我未婚夫罢了，是你自己想多了。陆萧冷笑：我们定下婚约，多年未曾见面，如今我修为被废，道骨被夺后，圣女倒是突然出现于此，说不是来退婚的，你自己信吗？被陆萧当众戳破，妖瑶姿也不尴尬，反而咯咯轻笑着挑起了他的下巴：陆萧，你成功引起了本圣女的兴趣，现在这婚我不退了，可以吗？被他这么一挑逗，陆萧的脸立马红到了耳根处。妖女，放开我萧哥哥！徐七儿气鼓鼓地推开妖瑶姿的手，小妹妹长得还真清纯。妖瑶姿的玉手轻抚徐七儿的脸蛋，那魅惑众生的眼神让徐七儿也有刹那恍惚，她脸刷的一下红了，吓得退了2步，嘴里低骂：妖女！连她一个女人都抵挡不住这妖女的魅力，萧哥哥岂不是？陆萧冷笑：我一个废物配不上圣女，若是圣女真有诚意，倒不如来点实在的。什么才叫实在的？人家不懂呢。妖瑶姿眸中笑意盈盈，声音娇媚入骨：要不今夜我斟茶倒水，穿件薄衫与你彻夜长谈。陆萧只觉头皮发麻，这女人实在太过可怕，3言2语就把他挑逗得浑身难受。就在他要下逐客令之时，突然一个青年急匆匆从外边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开口：徐师妹，不好了，出事了。徐七儿心头一紧：张师兄，怎么了？来人叫张琪，是第4峰的一个普通弟子，平日间跟陆萧和徐七儿关系不错。徐夫人她去第4峰的执法堂上为陆师兄讨公道，却被执法堂扣留起来了。张琪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我看到执法堂关门之前，那些家伙在拉扯徐夫人，把她强行拖了进去。闻言，徐七儿脑子嗡嗡作响，气得娇躯都在颤抖。他们好大的狗胆！我爹乃是青兰宗功勋，如今尸骨未寒，这些家伙就敢如此欺辱我们孤儿寡母。
要是师娘少了半根毫毛，我要执法堂灰飞烟灭。陆萧浑身爆发出一股可怕煞气，怒吼一声后直奔执法堂而去。陆哥哥，徐七儿赶紧跟上。而夭夭姿美眸闪烁，徐须道好歹也是宗门功勋，前第4封封主。执法堂虽掌宗门刑罚，权力滔天，但此事过了。那老妪道，小姐，如今徐须道陨落，宗门正处风雨之际，此事您最好不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去看看。夭夭姿冷道，我也是女人，最看不得这种欺辱孤儿寡母的畜生。执法堂内，此刻大门正紧闭着，10来个执法堂弟子正在里面窃窃私语。那莫青竹也真是搞笑，还真把自己当先前的封主夫人了，居然跑来我们执法堂讨公道。如今第4封封主是苏封主，我们执法堂又怎会为了一个死人遗孀得罪苏封主？真是蠢得可以。嘿嘿，这下陈少有的爽了。那徐夫人我看的都流口水啊，羡慕。哼，一个半老徐娘有那么诱人吗？老女人罢了，有我们这些年轻女弟子香吗？就是，一个老女人就把你们迷得神魂颠倒了，没鬼用。这是你们做的不错，苏封主和苏小姐好处一定不会少你们的。嘿嘿，那你们怎么犒劳我们的？陈少爽了，我们也得舒服一下。讨厌！大门紧闭的执法堂内，10来个身穿执法堂的弟子一脸猥琐笑意，手在旁边的几个女弟子身上摸索着，引来一阵欲拒还迎的娇嗔。这些女弟子赫然便是先前在大堂上诬陷陆萧的那些女弟子，此刻举止浪荡，要多骚气有多骚气。陡然，砰！执法堂的大门被一脚踹开，一道煞气滔天的身影踩着门板闯入，杀气蔓延开来。而那些男女弟子吓得赶紧正襟危坐，可当他们看清来人后，眼神中却闪过一道狠厉。陆萧，居然是你这个废物！哟，原来是我们的爱表现哥啊，我们还以为是谁呢，人家叫牙签哥，跑来我们执法堂放肆，你是想死吗？那些执法堂弟子色厉内荏地怒喝起来。陆萧此刻浑身萦绕着一股摄人煞气，胸口的神魔之骨散发着滚烫之意，大踏步走入后，冷冽的眼神在他们身上扫过，嘶哑的声音传出，我师娘在哪？他妈的，一个废物也敢装逼，给我趴下！一个执法堂弟子冲来，他乃是辟迈境8重修为，而陆萧不过是一个被废的野狗，他抬手间就能镇压。可下一秒，他的惨叫还没传出，整个脑袋已经如西瓜一般炸开，红白之物四溅。陆萧浑身燃血，收回拳头朝他们逼近。再问一遍，我师娘在哪？场上众人都被他这副模样给吓疯了，赶紧杀了他！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弟子把一个执法堂弟子推了出去，啪！那弟子惨叫一声，胸口被洞穿，直挺挺倒了下去。最后一遍，我师娘在哪？不说就死！一个女弟子受不了这样的压迫，吓得尖叫一声往外跑去。陆萧一把将她抓了回来，咔嚓，她整个头颅都被拧下，直接被丢到了那群弟子脚下。说，陆萧已经逼近一个女弟子面前，我真的不知道啊！这女弟子直接吓哭了，不知道就死。陆萧一脚把她踩死，踏着她尸体往前。最后问一遍，我师娘在哪？陆萧此刻犹如恶魔，声音颤抖，他脚步往前，每一次出手都有一人倒下，死不瞑目。刺鼻的鲜血味瞬间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让他们浑身发抖。不是说这废物已经被废了吗？怎么还如此可怕？他们这些普通弟子天资一般，不过是辟迈境7重8重修为，在陆萧面前压根没有半点反抗之力。扑通，一个执法堂男弟子直挺挺跪下，颤抖的声音中带着哭腔，大哥，你倒是给机会我们开口啊！说，陆萧冷道，是苏封主跟苏小姐让我们这么做的，我们这些做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啊，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那男弟子都吓尿了，一股尿骚味在当下传开。陆萧双拳死死握住，眼中杀意滔天，果然又是这对父女。他深吸一口气，冷声问道，我师娘呢？被陈少拖到后堂去了。这弟子说完，陆萧一脚踢在他头上，鲜血飞溅到几个幸存者脸上，他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仓皇逃命，作鸟兽散。而陆萧犹如一尊杀神，迈步往后堂走去。他们口中的陈少，他自然也知道是何人。第4封里执法堂堂主的亲孙子陈建仁，青兰宗出了名的纨绔，先前曾骚扰宗内女弟子，被陆萧教训过好几次。此刻执法堂后堂一间房间内，莫青竹剧烈挣扎，苦苦哀求，陈建仁，住手！你个畜生，立刻放开我！徐夫人，你就从了我吧，这些挣扎对我来说压根就是挠痒痒。不过你挣扎一下也好，你越挣扎本少就越兴奋，哈哈哈！陈建仁笑得猥琐又淫荡，
每一次出手都只撕开莫青竹身上一点衣衫，享受着这种猫戏老鼠的快感。到了最后，他懒得玩了，直接冷声开口：“现在立刻把双腿给我打开，然后用请求的语气求本少放进去，否则你女儿和陆潇那个废物的下场可就不好说了。夫人，你也不想让你女儿来帮你承受这种痛苦吧？”听到陈建仁这话，莫青竹娇躯颤抖：“你无耻！徐旭道那老东西已经死了，你要是愿意从了本少，至少在这宗门里没人敢动你们母女俩。你若是不从，我现在就去把徐七儿抓来，当着你的面让他付出代价，不要怀疑本少所说的话。”看到陈建仁眼中的阴狠，莫青竹眼中充满悲愤，怒吼道：“我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便宜你这畜生的！”说完，他拿起床边的一个茶壶，狠狠砸向陈建仁的脑袋。然而却被陈建仁死死抓住了，看来还是要逼本少用强才行。陈建仁脸上扫过一丝狰狞，而后用力抓住莫青竹的双腿，往两边一分，眼中露出炙热，就要去脱掉她的裙子。千钧一发之际，大门被一脚踹开，陆潇那浑身染血、杀气滔天的身影出现。师娘见到莫青竹衣衫路乱、满脸泪痕的模样，陆潇脑袋嗡嗡作响，双眼血红。师娘对他视如己出，就如亲生母亲一样。陈建仁这畜生居然敢对他做出这种禽兽不如之事来！死！他要让陈建仁死！眼见好事被破坏，陈建仁破口大骂：“妈的！原来是你这废物闯进来，坏了本少的好事！我看你是活腻了，今天本少就废了你四肢，让你眼睁睁看着你视若亲母的师娘在本少身下婉转交替，以后本少让你改口叫爹！”他怒喝落下之后，身体也豁然朝陆潇扑杀而来。虽然他天赋一般，平时又沉迷于酒色，但爷爷是执法堂长老，位高权重，他得到的修炼资源也不少，硬生生堆到了灵海一重，对付一个修为被废的陆潇毫无压力。潇儿，快躲开！莫青竹焦急大喊。陆潇运转全身力量，拳头狠狠跟陈建仁的拳头撞在了一起。想象到接下来的画面，莫青竹已经不忍直视。然而下一秒，眼前发生的景象却让他彻底傻眼了。陈建仁的拳头竟直接被打碎，爆成了一团血雾，森然白骨露出。他发出七杀猪般的惨叫，不断后退。而陆潇也愣了一下，他辟脉9重修为，居然一拳把灵海一重的陈建仁打成这样。眼下他也没时间多想，乘胜追击，又是一拳砸在他胸口上。挖陈建仁吐血飞出，气息奄奄。受死！陆潇大步跨来，抬起脚就要活活踩死陈建仁。敢如此侮辱他师娘，不管是谁都得死！住手！就在这时，一道暴喝声传来，庞大灵力滚滚袭来，陆潇后背被冲击，张口喷出一口血来。刷一个脸色阴沉、杀气腾腾的老者踏入此地，一双三角眼阴森地盯着陆潇，就要抬起手将他硬生生震杀。这老者便是第4峰执法堂堂主陈红。陆潇强忍剧痛，闷哼一声，赶紧一把将地面上的陈建仁抓起来挡在身前，手成五爪，死死扣住陈建仁的咽喉，只要稍微用力，就可以轻易捏碎他的喉管。你小孽畜，放开贱人！陈红双眼迸发出杀机。做梦！陆潇冷道，立刻滚出去，否则我杀了他！陈建仁虽然纨绔，可却是陈红最宠溺的孙子，眼见孙子被挟持，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冷冷盯着陆潇。你要是敢动他一根……不等陈红话落，陈建仁的咽喉便被陆潇硬生生挖出了血迹。你猜我敢不敢？陆潇狞笑，森白的牙齿和满脸的鲜血让他看起来异常狰狞。我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邋遢陪葬，我赚！陈建仁吓尿了，身体软成一滩泥。爷爷，你快滚啊，滚啊！他真会杀了我的！陈红咬牙切齿，他堂堂第4峰执法堂堂主，手握大权，居然被一个小子逼成这样。可他转念一想，今天就算陆潇离开了此地，那又如何？还不是得死？他们有100种办法弄死这几个无依无靠的蝼蚁。好，我放你们离开。你放人！陈红让开一条道来。师娘，我们走。陆潇深吸一口气，依旧挟持着陈建仁。莫青竹也已经将衣服披上，心惊胆战地跟在陆潇后面。就在这时，一道淡漠的声音传来：陆公子，这件事岂能就这样算了？话落，陆潇便看到妖瑶姿从外边飘然而入，只不过此刻他的脸上没有先前的妩媚动人，而是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威严。执法堂堂主勃然大怒：你是什么东西？我第4峰执法堂之事，轮得到你？话还没说完，妖瑶姿抬手，一个清脆无比的耳光狠狠落在了他脸上，他满嘴老牙带着血水吐了出来。小贱人，你找死！执法堂堂主双眼喷火，杀心四起。妖瑶姿微微一笑：
你动我试试。对了，提醒你一句，我叫妖子。此话一落，陈红的浑身杀气尽数收敛，吓得满头大汗。他就算再没见识，也知道这个名字。眼前这个绝色女子，乃是主峰圣女妖姿。原来是圣女大人。陈红赶紧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招呼，弯腰道：圣女大人突然拜访，所为何事？妖姿一字一顿道：只为陆萧和徐峰主的遗孀遗孤讨一个公道。这话让陈红头上冷汗狂冒。妖姿乃是主峰圣女，身份尊贵，她的怒火自己承受不起，这恐怕是个误会。啪！妖姿又是一巴掌抽在他脸上。误会？你的意思是本圣女眼瞎吗？不敢。陈红战战兢兢，就差直接跪下了。妖姿换了一副神色，那妩媚温柔的目光落在陆萧身上。你想怎么处理他们？陆萧来冷冷盯着陈建仁，我要他死。陈红一听这话，立马大吃一声，孽畜，还不快跪下，给陆公子和徐夫人道歉。我平时怎么教你的？陈建仁扑通一声跪下，陆公子，我该死，我不该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话虽这么说，可他低头的瞬间，眼中却闪过一道怨毒之色。陆萧眯起双眼，跪下道歉，还不够。陈红开口道：那怎样才够？我要他死。陆萧又道。陈红咬牙，阴冷地盯着陆萧，这小子仗着有妖姿给他撑腰，就敢如此嚣张。不过现在陆萧有妖姿撑腰，他也不得不低头认栽，猛然咬牙，狠狠一脚踹在陈建仁膝盖关节上，咔嚓！陈建仁当场膝盖折断，惨叫不止，森然的白骨从膝盖处露出，血淋淋的，极其瘆人。陆公子，我废他一腿，可够？陈红深吸一口气，压着杀意，冷冷望向陆萧，可还要挤出难看的笑容。不够。陆萧语气依旧冰冷。陈红怒瞪着他，那你还想怎样？我想怎样？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陆萧脸上露出一抹狠厉，一脚踢在陈建仁丹田上。阿陈建仁惨叫一声。陈红浑身杀意暴涨。你嚣张，太嚣张了。陆萧看着已经被废掉丹田的陈建仁，而后又冷冷盯着陈红，我说了，我要他死。他抬手一拍，下一秒，在所有人惊诧的眼神下，陈建仁的脑袋当场炸开，直挺挺倒下，鲜红的血液喷溅到陈红脸上。今天我陆萧就要告诉你们这些人，敢欺负我师娘和师妹的人，就算我付出任何代价，都得让他死。陈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孙儿死在了自己面前，浑身抑制不住的颤抖起来。孽畜，老夫杀了你！可他刚动身，妖姿已经出手，他只是随意一掌，陈红就横飞而出，倒在地上吐血，而后一道气劲贯穿了他的丹田。陈红整个人犹如泄气的气球一般，瞬间萎靡下去，他的修为也被废了。妖姿对陆萧道：想怎么处理他们都行，今天有我在，我来给你撑腰。陆萧这种果断的做法他很欣赏，对这种垃圾就不该手下留情。谢了。陆萧感动的点点头，不枉自己救了这妖女一次。就在这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突然在几人身后响起：圣女大人，虽然你是主峰圣女，可这些是我第4峰私事，你贸然插手，恐怕不太合适吧。话落，苏泽的身影出现于此。见到这老乌龟，陆萧眼中露出浓烈杀气。苏泽设局挖他稻谷，派姬冷月来杀他，又指使这些人凌辱他师娘，该死。陆萧是我朋友，而徐峰主又是我青兰宗的功勋，都是我青兰宗之人，我前来替他们讨个公道，有何不可？妖姿笑意盈盈地看着苏泽。苏峰主，你门下出了这种败类，你也应该义愤填膺才对，怎么现在却包庇他们？还是说此事跟苏峰主您有关？这话让苏泽脸色僵硬，顿了顿道：就算他们有万般不对，那也是本峰主来清理门户，圣女你过线了。妖姿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势的气息。苏泽，过线的是你，我也警告你一句，陆萧要是出了事，我妖姿不会放过你。苏泽冷笑一声：圣女，接下来是我第4峰处理内务的时候了，还请圣女先行离开，不要影响我清理门户。而后他冷冷盯着陆萧，喝道：陆萧，虽然今天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可你在执法堂内大开杀戒，影响极其恶劣，还对陈长老以下犯上，你又该当何罪？陆萧脸色狰狞，冷笑连连：老乌龟，你脑袋糊了屎！按照你的逻辑，我要干你妈，你他妈是不是也得好声好气的在一边看着，低声下气的求我别干？孽畜，你找死！苏泽气得双眼冒火，本峰主想要弄死你，抬手即可。你杀了这么多同门，手段残忍狠辣，不过本峰主仁义，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暂且留你一条性命。我苏泽
现在宣布，将你和莫青竹、徐青儿全都逐出第4封，限你们1日之内搬走所有东西。这话落下，陆萧目光变得极其难看。他自然知道被逐出第4封将会是什么下场。在宗门里面，苏泽好歹还会假装一下，不敢明面上对他们下死手。可一旦他们被驱逐出青兰宗，那么等待他们的同样是死路一条。以苏泽的狠辣手段，恐怕他们才刚踏出青兰宗便会被苏泽的人抹杀。这老乌龟好恶毒的心思，这跟当场杀了他又有何区别？陆萧冷道：苏泽，我师父为青兰宗战死，乃青兰宗功勋，如今尸骨未寒，你敢宣布驱逐我师娘和师妹他们出宗门，你就不怕宗主降罪吗？我也不想针对你们，可你们违反了我第4封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不能因为你们身份特殊坏了规矩。苏泽冷笑，只要他把陆萧几人驱逐出去，其他几封自然冒着得罪自己的风险收留他们，等待陆萧几人的下场只能是被扫地出门。一出青兰宗的大门，这几个家伙必死。就在这时，夭夭姿却咯咯笑了起来。陆萧，第4封不要你，我主封要，只要你拜入我们主封名下，我看谁还敢欺负你。苏泽的面容彻底冷了下来。圣女，你真要为了他们跟本封主作对？跟你作对又如何？夭夭姿怡然不惧。苏泽冷哼一声，到时候圣女大人可别后悔。只要苏映雪融合了道骨，跟天武学宫那位联姻成功，别说夭夭姿了，就算是青兰宗宗主也不敢得罪他。陆萧深吸一口气，苏泽，今日你对我等赶尽杀绝，来日我定会让你百倍偿还。话落，他直接带着莫青竹和徐青儿离开。苏泽冷笑一声，而后对几个手下宣布道：立刻将此事宣告全宗。片刻后，第4封上一道威严的喝声响彻整个青兰宗。第4封弟子陆萧、莫青竹、徐青儿因扰乱宗门秩序，在第4封酿造杀祸，今日第4封将其驱逐出封。一刹那间，整个青兰宗震动，所有人都骇然不已。陆萧被驱逐倒也还说得过去，毕竟是犯了过错，可莫青竹和徐青儿可是青兰宗的功勋遗孤徐须道为宗门而战死，如今这才不到半个月时间，苏泽就把他们也一起驱逐出门了，就这么迫不及待排除异己，此举令人不齿。可如今苏泽已经是一封之主，权势滔天，他就算是故意针对陆萧等人，那又能如何？下第4封的路上，那些人望向陆萧等人的目光中都充满怜悯，但更多的是漠然。被驱逐出宗门后，他们恐怕是活不过3天了，恐怕一出门就得死。苏封主也是够果决，已经丝毫不顾及别人如何评说了。陆萧的双拳默默握紧。苏泽宣告全宗，已将他们驱逐出门，其实也是在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他苏泽现在已经把陆萧等人视为眼中钉，谁敢收留他，谁就是跟他苏泽作对。其他几封断然不会为了他们几个没背景的人得罪苏泽，而现在能收留他们的只有主封，也只有主封才有这个底气。他深吸一口气，问夭夭姿：圣女，主封真可收留我等？我可跟我师尊通告一声，你们直接入主封入住即可。夭夭姿开口：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师尊说一声。不用，主封不是有特殊考核吗？陆萧深吸一口气，我要通过堂堂正正成为主封弟子，免得落人口舌。主封乃是如今5封之中综合实力最强的一封，招收弟子也是最严格的。如今并非主封招生的时间段，想要拜入主封名下将会更加困难，必须要通过3道特殊考核： 1. 敲造化道中， 2. 登天梯， 3. 要对战一位主封弟子。任何一个条件都极其困难。夭夭姿挑眉：你确定？确定。陆萧点头。夭夭姿深吸一口气，一般来说临海3重之下，通过考核的可能性为0，以你现在的实力恐怕有点难。陆萧深吸一口气，我有信心。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现在拜入主封是他唯一的生机。行，我信你。夭夭姿望向陆萧的眼神更加欣赏，他就喜欢陆萧身上这股气血性，这样才像一个男人。很快，陆萧便来到了主峰山下，7、8个守在山脚下的主峰弟子立刻围了上来，前来主峰，所为何事？陆萧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向山顶，而后清朗的声音响彻整个青兰宗。第4封企图陆萧欲拜入主峰名下，今日特前来参加主峰考核，请主峰诸位前辈给一个机会。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青兰宗，一时间引来了轰动。这废物真是疯了吧？主峰的特殊考核也是他能挑战的。这10年来共有20多个人挑战考核，只有2个通过，而且这2个如今都是主峰上名气不小的天才，其他的都失败了。就凭他这10年毫无长进的废物也配？
哈哈哈！听说他被第4封扫地出门，现在估计是狗急跳墙，想要找死。别说登天梯了，就考核的第1关，估计他都过不了。自不量力！走走走，我们一起去看看热闹，看这废物丢人现眼。转眼间，已经有成千上百的青蓝宗弟子三三两两的前往主峰脚下看热闹，也有一些修为比较高深的强者远远眺望着这一幕。青蓝宗第3峰上，云清雪负手而立，清冷眸子落在主峰之下的陆萧身上，摇了摇头，哗众取宠。主峰的特殊考核，哪怕是那些天才想要通过也非常困难，他又有何资格？不过苏泽如今已经彻底撕破脸皮，想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这也是他唯一的破局之法了，确实也够可怜的。而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气质恬静、仙气飘飘的绝美少女，我倒觉得她并非传言中那般不堪，为了自己师娘不惜杀上第4峰，才触犯了宗规。虽然莽撞了一点，可其重情重义的血性却是很多人没有的。清仙，你怎么为他说话？云清雪蹙眉，这废物就是自不量力。洛清仙淡淡道，不论提天赋修为，他之勇气和血性，我确实欣赏。而且我师尊跟他师尊关系莫逆，如今他们3人遭遇如此危机，我也该跟我那在闭关的师尊说一声。这绝美少女赫然便是跟陆萧有婚约的第5峰圣女洛清仙，而他师尊则是第5峰峰主陈潇。云清雪沉着脸没说话，她实在搞不明白洛清仙为何会欣赏这家伙。就连妖瑶姿此刻也是站在那废物旁边。这个世界上实力为尊，没有天赋和实力，所谓的勇气和血性不过是笑话罢了。主峰脚下，陆萧，你脑袋有问题吧？一个主峰弟子嗤笑着嘲讽，就你这个废物也配？而且你已经被第4峰驱逐出峰，我主峰不会收留你们的，赶紧滚！主峰特殊考核，人人都有资格，只要通过考核即可成为主峰弟子。陆萧冷冷道，你们没资格阻拦我，赶紧滚蛋，否则我们不介意把你打到屁滚尿流。几个主峰弟子一脸冷面，丝毫不把陆萧放在眼中。就在这时，主峰之上一道威严中带着清冷的女声响起，让他登峰参加考核。听到这道声音后，那几个主峰弟子立刻面露敬畏，是元清长老，是我师父的声音。妖瑶子展露笑容，替陆萧感到开心，他愿意给你这个机会。陆萧也长舒了一口气，主峰愿意收留他们，就证明他还有一线生机。要是通过了考核，有了主峰的庇护，师娘和师妹就暂时安全了。元清那清冷的声音从主峰上荡开，再度响彻整个青蓝宗。陆萧，你被第4峰驱逐出峰，前来参加主峰考核，本长老给你这个机会，能不能通过，那就看你造化了。嗡！就在这时，一个金色的巨大道钟从天穹之上降落在陆萧面前，道钟之上金光流转，一股可怕的威压席卷而出。此乃考核第1关造化道钟，此道钟可测试修行者的天赋。4项即合格。造化道钟乃是青蓝宗的一件法宝，可测试修行者的天赋。一般青蓝宗弟子一拳打出，能让造化道钟响发出2响，已经合格资质。道钟3响就是中上之资，道钟4响可被各峰重点培养，道钟5响不出意外的话，将会成为各峰的圣女首席的超级天才。传闻最高天赋者可让造化道钟9响，天地皆变。青蓝宗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也不过是7响。陆萧深吸一口气，谢元清前辈，给我这个机会。说完，他来到了道钟前方。云清雪冷傲看着远方的陆萧，道：当年就连我也只是让造化道钟5响，他这个10年没有半点进步的废物，潜力早已耗尽，再加上昨天被苏泽废了修为，估计连1响都敲不响，最终贻笑大方。听到云清雪的嘲讽，洛清仙淡淡道：他若真被废了修为，又怎么可能杀上第4峰，把众多执法堂弟子杀了？我觉得他修为已经恢复了，这应该是他师尊给他留下的后手。云清雪摇头，那又怎样？以他炼体9重的垃圾修为，依旧没有半点希望。一般而言，这个特殊考核没有灵海3重不可能通过。洛清仙没有说话，虽然他跟陆萧没有什么来往，可他师父跟徐虚道关系可不普通，打心底来说，他还是希望陆萧能通过考核的。可真的太难了。而周围那些弟子都纷纷交头接耳起来，面带玩味，都在赌陆萧是敲不响造化道钟，还是只能让道钟1响，言语间充满了轻蔑。毕竟这造化道钟只测天赋，不论修为，而陆萧被拦在炼体9重10年，是整个青蓝宗无人可撼动的第一废物。不仅是云清雪、洛清仙等人在远远观望这一场大戏，其他峰之上也有不少宗门强者遥遥眺望。毕竟他们都很清楚，今天陆萧是被逼上梁山了，考核不过，
被逐出宗门之后必死无疑。深吸一口气后，陆萧缓缓闭上眼睛，狠狠一拳打在造化道中之上。沉寂几秒，毫无动静，场上传出一阵铺天盖地的嗤笑。就这，道中毫无反应。哈哈哈哈！我记得几年前某位亲传弟子带他那条灵犬去测试了一下，那灵犬碰了一下造化道中，那道中都轻响了一下。这陆萧的天赋连狗都不如啊！云清雪看着这一幕，摇头嗤笑，真是自取其。话还没说完，陡然接连5道震动天地的钟声接连响起，咚咚咚咚咚，一声比一声悠长，那音波席卷，令众人耳膜剧痛。无想，这废物居然有顶尖资质，怎么可能？就在所有人震撼之际，又是一道更为悠长的钟声响起，余震不消。那些离得近的弟子只觉脑袋胀痛，纷纷痛苦捂住了耳朵。6响，放眼整个青兰宗历史，也是屈指可数的顶级天才啊！这造化道中是不是出问题了？而且看这趋势，还远远没结束。这小子还真让我意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让道中发出7响。主峰之上的元清充满惊诧，夭夭姿露出一抹笑意。我果然没看错人，这家伙果然是在藏拙。不等众人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咚！造化道中7响，第7响传出，钟声震荡整个青兰宗。在陆萧旁边的那几个主峰弟子被钟声扫荡而过，直接横飞出去，音波席卷所过，让那些前来看热闹的弟子一个个抱头逃窜。这是我青兰宗千古以来第2位能让造化道中7响的天才啊！元清满脸激动，徐徐道这家伙眼光还真不错。第8响响起，造化道中的音波已经形成肉眼可见的金色涟漪荡开，哗哗哗，犹如狂风席卷，方圆数里落叶纷飞，飞鸟惊颤。先前那些围观在主峰脚下的弟子早已经被道中震得纷纷逃遁。8响，是我听错了吗？这家伙破纪录了！场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彻底麻了，就连对陆萧没抱什么希望的元清，此刻也激动不已。造化道中8响，这已经是青兰宗有史以来最逆天的资质。好，造化道中8响，破了我青兰宗的记录，第1关过。元清的声音从主峰之上传来：陆萧，你可闯第2关。话还没说完，只见那造化道中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咚！悠长的钟声悠悠响起。第9响响起，那钟声所过，犹如大道之音般冲进那些人的识海，让他们觉得连脑壳都要裂开一般。这种攻击太过恐怖，让他们感觉灵魂都要被震碎，不少人甚至已经七窍流血，压根承受不了这种强大威压。9响，此刻天地一片死寂。造化道中是出问题了吗？好，元清狂喜不已，赶紧将造化道中收了起来。造化道中9响，逆天之姿。陆萧，你可以闯第2关了。陆萧心头也惊颤不已，自己居然一口气就破了青兰宗有史以来的记录，而且还是跨了2个级别。而且他感觉，要不是元清及时把道中收回来，那道中可能还能响。这一下，先前所有的嘲讽都沉寂了下去，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废物居然拥有如此可怕的资质。云清雪脸色有些煞白，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此刻就跟一个响亮的耳光般狠狠抽在自己的脸上。陆萧造化道中9响，破了宗门纪录，而他不过5响。若陆萧是废物，他又是什么？废物不如吗？洛清仙美眸微微眯起，还真是让人意外。他有如此逆天的资质，那为何10年未曾有半点进步？莫非真如世尊所说，徐峰主当初是故意隐藏了他的天资，让他磨练心性？听到洛清仙的话，云清雪深吸一口气，摇头道：有再高的天赋也毫无用处，登天梯需要的可是硬实力。他炼体9重，不可能通过天梯考验。他话音刚落，只见主峰那通往山顶的阶梯上爆发出一阵光芒，而后整个阶梯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阵纹。这一道天梯同样也是一件特殊法宝，平时不催动就是一条普通的阶梯，可一旦催动，站在上面就会有一股强大压力，修为不够的话会被硬生生压死。越往上压力越大，就连灵海2重都未必抗得过去。陆萧此刻也不再隐藏，将自己辟脉9重的境界完全展现。这一下场上彻底炸锅了，这家伙什么时候到达了辟脉9重？不是说他只有炼体9重吗？就算修为恢复且有精进，也只是辟脉1、2重修为吧。就连云清雪也彻底懵了，昨天他去退婚的时候，明明感觉到陆萧身上的气息确实只有炼体9重，莫非这家伙之前真的刻意隐藏了自己的境界？辟脉9重又如何？他咬了咬牙，别说辟脉9重了，青兰宗有史以来，就算是灵海1重，
都没人能通过登天梯这一关。而在无数人惊诧的目光下，陆潇迈步登天梯。一踏上这天梯，他就感觉到肩头上传来一股巨大的压力，但他眼神坚定，一步一步往上登去。转眼间连登90梯，压力越来越大，他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9、8、7、6，只剩最后几步了。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陆潇紧咬牙关。袁清也看着那倔强的少年，眼神中闪过一道惋惜之色。他修为终究还是太低了，登天梯最后几步最难，压力将会成倍数增长。陆潇，你可放弃了，否则以你的修为很可能会被活活压死。袁清劝道。都到了这步，我又怎会放弃？陆潇大吼一声，胸口的神魔骨催动，浑身血气沸腾。大，他步伐坚定，连续踏上2步，连膝盖都被压得弯曲起来。最后3步，陆潇双眼血红，区天梯挡不住我。倒数第2步时，他的皮肤上都被压得渗出鲜血来，犹如一个血人般。可他的眼神里充满不屈，依旧死死支撑着。这一刻，没有人在嘲讽他，脸上都微微有些动容。换作是他们，早就放弃了。陆潇境界虽然不高，可这毅力却远非他们可比，就连云清雪都闭上了嘴。洛清仙双眸凝重无比，这家伙真不要命了。最后一步，陆潇大吼一声，顶着莫大压力跨上最后一道阶梯，浑身骨骼嘎嘎爆响。他浑然不顾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迹，疯狂运转纯阳天宫，将防御力提升到极致。最后稳稳登峰。第2关登天梯过。袁清看着眼前浑身染血的少年，眼神也毫不掩饰欣赏。不错，以辟脉9重登天梯之人，你是青兰宗有史以来第1位。前面2关你都破了记录，这第3关就免了，我直接破格收你为主峰。话还没说完，只听一道声音突然从袁清背后传来：长老，陆潇虽然天赋不错，可我们主峰的规矩可不能随便破了。这第3关该有的形式还是得有。只见一个剑眉星目、身穿月白衣袍的俊朗青年走来，在他身后还跟着3、4个弟子。此人正是如今青兰宗主峰首席弟子方天明，如今已经是灵海8重武者，其地位不比主峰长老低半分。袁清微微蹙眉，方首席，陆潇天赋不错，但境界尚低，如今登天梯受了重伤，这第3关应该没必要了吧？前2关已经证明他有资格入我主峰当弟子。夭夭子也冷声质问道：方天明，你这是什么意思？方天明淡淡道：我们主峰乃是青兰宗5峰之首，青兰宗又向来宗规严谨，若是为他开了后门破例，以后还如何让其他弟子信服？他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潇，再说了，陆师弟连前2关都轻松通关了，我相信区第3关他也不会退缩，对吧？陆潇深吸一口气，他不是傻子，知道方天明此刻跳出来为难他，肯定是不怀好意。可眼下看来，这第3关的考核是躲不过了。那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战。夭夭子声音冰冷：方天明，你可知拜入主峰对陆潇来说意味着什么？瑶姿，方天明淡漠道：我只知道规矩就是规矩。看到夭夭子居然如此在乎陆潇，方天明心中早已燃起一股妒火。他是主峰首席，夭夭子是主峰圣女，两人本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追求夭夭子已久，可对方却从来对他没正眼相待过，结果却对陆潇这个废物如此关心。凭什么？夭夭子还想说些什么，可陆潇却往前跨出一步，清朗的声音传出：陆潇向主峰弟子讨教。好胆色！方天明眯起双眼，冷笑连连：陆师弟果然有魄力。既然如此，张浩，你去陪陆师弟过2招。袁清脸色铁青：方首席，陆潇辟脉9重，张浩可是灵海3重，两者相差了3个境界，你让他跟张浩一战，有点刻意为难了吧？方天明大义凛然地笑了笑：这第3关规则如此，也没指定挑战弟子的修为，张浩以灵海境3重迎战，不算过分吧？袁清和夭夭子神色都很难看，虽然说规则确实如此，但按主峰过往的潜规则，第3关基本就是走个形式。而现在方天明这行为完全就是想要把陆潇给踢出去。陆潇也握紧双拳，自己从未得罪过这家伙，这家伙为何偏要为难自己？那跟在方天明身后被称为陈浩的青年也冷笑一声：陆潇怂了，我应战。面对陈浩的挑衅，陆潇深吸一口气，他心中盘算了一下，虽然自己现在是辟脉9重，可在血脉之力和纯阳天宫的加持下，对战灵海2重应该没什么问题。要是再加上武技加持，面对灵海3重他也有一战之力。这话落下，场上再度传来一阵哗然。辟脉9重要对战灵海3重，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好，
陈浩哈哈大笑：“陆骁，别说我以大欺小，今天只要你能在我手下过5招，我陈浩就算你赢。”他眼神中狠辣之色一闪而过。作为方天明的狗腿子，他很清楚方天明的想法，他可不会对陆骁手下留情。当下他直接先发制人，直接一道凌厉的爪风袭向陆骁。陆骁步若游龙，轻而易举躲过。虽然他这些年来修为没有提升，但10年来他把第4封的藏经阁里的武技看了个遍，很多武技的技巧和招式他都已经炉火纯青。在这方面，他比陈浩更有优势。见一击不成，陈浩脸色阴沉，下手更狠，势大力沉的手掌朝陆骁劈来。妖瑶姿的心警旋而起，这是青蓝宗里的3品下阶武技开背手，刚猛霸道，威力巨大，以陈浩的修为施展开来，一般的林海境3重武者都抵挡不住一击。陆骁却双手一推，硬生生扛下了这一击。死！见2招都拿不下陆骁，陈浩脸上火辣辣的，觉得无比屈辱，出手更加狠辣，可也仅仅是把陆骁逼得退后几步而已。转眼间4招已过，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惊骇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中。陆骁居然在林海3重的陈浩手中过了4招。方天明低声厉喝一声：“陈浩，陆师弟实力不俗，你再不全力以赴，那可就是对陆师弟的不敬了。”听到方天明的提醒，陈浩也深吸一口气，将体内灵气运转到极致，大喝一声：“碎石掌！”武者除了修炼的功法分品级之外，武技同样也分等级，而武技的等级越高，威力越大，但同时修炼难度也越高。就比如林海境1、2、3重的武者，一般也就能施展3品下阶武技，再高级的武技他们也很难施展出来，就算勉强施展开来了，也是有形而无用。第一，比自己境界高太多的武技领悟起来太难；第二，灵力不够浑厚，支撑不起这么大的消耗。所以陈浩能以林海境3重修为施展出3品中阶武技，已经算非常不错。陡然间，一直在蓄力的陆骁身上也蔓延出一股强悍气息，一股炙热的灵力以他身体为中心席卷开来，汇聚在他双手之上。方天明满脸不敢置信，这是3品上阶的烈阳掌，这家伙怎么可能施展出如此高级的武技？他才劈脉9重啊！烈阳掌他也有修炼，但是就算是以他的天赋，也是林海6重之后才艰难把这门武技修炼成功。而以劈脉境9重修为强行施展3品上阶武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陆骁居然做到了，不仅是他，妖瑶姿跟袁清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滚！陆骁大喝一声，4掌狠狠碰撞，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下，陈浩居然被震飞出去2、3丈远，口吐鲜血，倒地不起。而陆骁浑身也犹如虚脱一般，身形踉跄着后退几步，嘴角溢出血迹。刚才强行施展烈阳掌，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量，毕竟施展这么高级的武技需要海量的灵力支撑，而他不过是区区劈脉9重，要不是肉身强大，此刻他恐怕已经昏死过去了。场上彻底沉寂了，没人能想到劈脉9重的陆骁居然能击败陈浩。主峰的3关考核全部通过，袁清松了一口气，妖瑶姿也将悬起的心放了下来。而陆骁深吸一口气，艰难抹去嘴角血迹，笑了笑，望向方天明：“方师兄，现在我可算通过考核了。”方天明脸色铁青，没回他话，而是冷冷盯了陈浩一眼，骂道：“废物！”此话落下，他愤然挥袖离去。陆骁，恭喜你通过考核了，以后你就是我主峰弟子了。妖瑶姿很是兴奋，以后陆骁跟他同在主峰为弟子，那他跟陆骁相处的机会可就多了，还能让陆骁动用他那特殊的能力，为他缓解妖媚肢体的问题。袁清看着陆骁的眼神也越来越满意，他本来只是看在徐须道的面子上给陆骁一个机会，没想到陆骁这3大考核全都轻松通过，表现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若是自己这宝贝徒弟真的跟陆骁在一起，或许也不错。金童玉女，天造地设。想到这，他微微一笑，宣布道：“好，既然3关已过，那我袁清就替主峰宣布，今日起陆骁就……”慢着！突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打断了袁清的话。下一刻，主峰大殿的大门打开，一道青衣身影走了出来。宗主，宗主！见到这道身影，所有人齐齐下跪，朝着青蓝宗宗主跪拜下去。青蓝宗宗主一脸威严，一步10丈，转眼间便来到了陆骁面前。宗主！陆骁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青蓝宗宗主淡漠扫了一眼陆骁，开口道：“陆骁，你下山吧，你这弟子我主峰不收。”随着青蓝宗宗主这话传出，气氛霎时间陷入了死寂之中。陆骁脑袋顿时空白一片，他紧盯着青蓝宗宗主，双拳缓缓紧握，声音嘶哑：“为何？宗主，我已经按照规矩通过3关考核，千辛万苦才走上了这主峰。
您现在是要出尔反尔吗？他实在没想到自己这么艰难才通过了主峰的考核，最后却被宗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直接否认了他方才的所有努力。而且宗主拒绝他加入主峰，这是要把他们彻底逼入死路了。青蓝宗宗主一脸正色，刚才苏峰主已经向我汇报，你在第4峰大开杀戒，你残杀同门，手段很辣。苏峰主只是把你逐出宗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我主峰不收你为弟子，也是为还那些死去的弟子一个公道。哈哈哈哈！陆萧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好一个讨公道啊！我师尊徐须道为青蓝宗而战死，他的妻女、他的徒弟遭人陷害，被人欺凌时，可有人给他讨公道？我被苏泽诬陷的时候，宗主你可有给我讨公道？我师娘被执法堂弟子欺负的时候，你又在哪里？现在我陆萧没有选择前来主峰喊冤，而是靠自身实力千辛万苦登上主峰，只求寻一个庇护，结果你却跑出来为那些畜生讨公道，真是好可笑。陆萧的声音充满悲愤和怒火，那响亮的声音响彻整个青蓝宗。而被陆萧如此质问的青蓝宗宗主老脸火辣辣一片，可旋即心中却升起一股怒火，这蝼蚁一般的东西也配质问他？看在徐须道为宗门战死的情面上，我不跟你计较，一刻钟内你再停留在主峰，我会亲手废你修为。夭夭兹深吸一口气，宗主，此事如此处理不妥吧？没有什么不妥。青蓝宗宗主一脸不耐，这件事你别管，退下。夭夭兹还想说话，可却被师尊袁青拉到了一旁。师父，夭夭兹的心中也为陆萧遭遇的不公感到悲愤。他想不明白，身为一宗之主的蓝剑灵为何做出如此绝情的决定。陆萧心中一阵悲凉。师父，您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牺牲了性命也要守护的青蓝宗。狗屎一坨！哈哈哈哈！真他妈可笑！放肆！蓝剑灵身上爆发出可怕杀意，你是想找死吗？我有说错吗？陆萧一字一顿道。苏泽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狗屎！你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也是狗屎！有种你就杀了我，让所有宗门弟子都看清楚，你这个宗主是什么货色！有我和我师娘师妹的下场作为前车之鉴，我倒要看看以后谁还敢为青蓝宗效力。你想找死，那我成全你！蓝剑灵眼露杀机，抬起手来。突然间，一道慵懒却略带霸道的声音缓缓在空中荡开。宗主，既然你主峰不想要这弟子，我第5峰要了。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声源处，落在那御剑而来的身影之上。那是一个身穿蓝衫的中年男子，嘴角挂着放荡不羁的淡笑，腰间挂着一个酒壶，看起来潇洒而出尘。他飘然降临在主峰之上，居然是第5峰峰主陈霄。青蓝宗众人眯起双眼，陈霄也是青蓝宗内最神秘的峰主，极少出现在众人面前，没想到居然在这关键时刻现身。陆小子，你到我身后来，我陈霄倒要看看谁敢对我老友的妻女和弟子下杀手。陈霄嘴角挂着淡笑，一股霸气在他身上荡开。问过我陈霄手里的剑了吗？蓝剑灵脸色铁青，他身为青蓝宗的至高掌权者，在宗门里说一不二，而这陈霄居然要公然跟他对着干。陈霄，陆萧心思歹毒，不配为我青蓝宗弟子，这是我蓝剑灵以宗主身份下的命令。现在他是我第5峰弟子。陈霄淡笑着开口道。蓝剑灵怒道，你身为一峰之主，却公然跟我这个宗主对着干，那么多弟子都看着，影响很恶劣。我是为老徐讨一个公道。你是想第5峰从青蓝宗移民吗？蓝剑灵一字一顿道。刷陈霄拔剑，一道剑气绽放，在两人之间划出一道数十丈的剑痕，而后他那平淡却霸气的声音缓缓传开。若宗主真觉得第5峰是青蓝宗毒瘤，我陈霄倒也不介意，让第5峰所有弟子从此离开青蓝宗，跟青蓝宗一刀两断。此话一出，整个青蓝宗震动。他们没想到，这位极少露面的第5峰峰主居然如此之刚烈。第5峰，这是要上天吗？陈霄，蓝剑灵眼中的杀意快要凝聚成实质，浑身颤抖不已。陈霄依旧平淡，宗主，主峰不要的弟子，我第5峰收下，有让你这么难接受吗？还是说，你也想跟苏泽一样残害功勋之后？这话让蓝剑灵也逐渐冷静下来。这么多宗门弟子看着，他作为宗主，自然不能太过分。而且，正如陈霄所说，所有人都知道徐须道是为宗门而死。如今他做的太过分的话，以后谁还敢为宗门效力？深吸一口气后，他态度有所缓和。或许先前是我调查不够彻底，对陆萧有什么误会。既然这个弟子你想要，那就让你第5峰带走吧。那就谢宗主。陈霄讥诮一笑。突然，就在这时，苏泽也踏空而来，
身形降落于此。陈封主，陆萧此人劣迹累累，你第5封要是收下他，怕是会惹来大祸。关你屁事，滚！陈潇斜睨他一眼，陈封主，我这是好心相劝。苏泽一副笑面虎的模样，你是想要尝一下我陈潇手中的剑是否锋利吗？陈潇挑眉，看到他眼中的寒色，苏泽有些心惊胆战，默默拉开了距离。虽然都为神魄境强者，他跟陈潇这个怪物却有不小差距。青蓝宗5封之间各自为主，在10年前的5封大比中，蓝剑灵所在的主峰获得了大比第1名，所以入驻主峰，蓝剑灵也成为了青蓝宗宗主。可真要论实力，陈潇隐藏颇深，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实力有多强，就连蓝剑灵都不敢轻易跟他动真格。而他先前不过是第4封的2号人物，哪敢跟陈潇玩命？既然陈封主执意如此，那我也不劝了。苏泽眼底一缕寒色闪过，等苏映雪成功融合道骨，天武学宫那位上门提亲后，区区一个陈潇还敢在他面前嚣张？现在苏映雪正在融合道骨中，天武学宫那边已经发话要提亲了，就连宗主蓝剑灵都选择了妥协，陈潇还敢跟他对着干，简直不识好歹。陆萧胸口憋着一股闷气，眼神冰冷地扫过蓝剑灵和苏泽。蓝剑灵、苏泽，你们的恩情我陆萧记下了，来日必定奉还。看来苏泽是跟蓝剑灵达成了什么协议，所以蓝剑灵才会如此偏袒苏泽，选择跟苏泽同流合污，想要置他们于死地。而想到师尊为了这么一个烂宗门而死，他心中悲愤更甚。见陆萧一个屁脉9重的废物，居然敢当众威胁他们2人，这让蓝剑灵跟苏泽的脸色都极其不好看。就在这时，轰！第4峰上一股可怕的波动传来，而后天空之上一道道绚丽霞光向4面8方席卷而开，这绚丽的异象异常耀眼，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所有目光都齐齐朝第4峰上汇聚而去。苏泽看着这可怕的异象，激动不已，映雪出关了，看来他道骨融合完成了。万众瞩目之下，苏映雪破关而出，每一步踏出，那异象就更加摄人几分，犹如神女降世。而陆萧远远看着苏映雪的身影，眼神里充满了杀意。这女人身上的道骨是从她身上硬生生挖出来的，而她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是因她陆萧10年如1日，以血为她养温养肉身，将她平庸的天赋提升到今日这地步。可最终她陆萧换来的却是这对蛇蝎妇女的赶尽杀绝。她恨自己信错了人，更恨苏映雪妇女蛇蝎心肠，忘恩负义。看到那些弟子敬畏又羡慕的目光，苏映雪仰着下巴，从第4峰一直走到了主峰之上，来到陆萧面前。陆萧，看到没？这就是道骨在我苏映雪身上的作用。你这废物，拥有道骨10年修为，寸步不进。我苏映雪一融合道骨，便连破3境，一举突破灵海7重。看来我苏映雪挖走你这废物的道骨是天意如此，只有我配得上他。苏映雪这话顿时在青蓝宗内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传闻是真的，苏映雪的道骨是从陆萧身上挖出来的。众人望向陆萧的眼神都多了几分怜悯，而苏映雪也没理会那些人的目光。现在他已经融合了道骨，拥有了逆天的资质，这些蝼蚁怎么评价他，他才不介意。要敢乱嚼舌根，他就把这些家伙舌头全给割了。苏映雪，陆萧深吸一口气，很快我会让你也感受一下挖骨之痛，你从我这里拿到的一切，我都会让你100倍奉还。哈哈哈！苏映雪不屑一笑，就凭你这废物吗？现在你道骨已经没了，就算你能够修炼了，还比得上我？对了，半个月后的5峰大比，就是我未婚夫林狐傲前来提亲之日，到时候我必定会在5峰大比之上亲手斩了你，洗涮我这10年来的屈辱过去。听到林狐傲3个字眼，整个青蓝宗之人的眼皮狠狠抖了一下。林狐傲那可是东荒域的顶级天才，东荒大族令狐家的麒麟子，后拜入天武学宫修行，如今已是神魄境强者。而苏映雪能跟这等天骄联姻，无疑是一步登天。苏泽脸上也露出傲然之色，朝青蓝宗众人宣布道：灵狐公子欲跟小女联姻，强联合，为表诚意，灵狐公子特地跟天武学宫申请，给了我们青蓝宗10个进入天武学宫修行的名额。这话落下后，所有人呼吸都急促起来。天武学宫，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之一，跟荒王殿齐名，而青蓝宗不过是东荒域36势力中的3流势力。以前青蓝宗实力还行的时候，天武学宫倒是会经常前来青蓝宗招收弟子，可随着青蓝宗没落后，天武学宫已经有几10年未曾踏足过青蓝宗了。而现在苏映雪跟青蓝宗联姻后，天武学宫居然愿意给青蓝宗10个名额，让青蓝宗弟子进入天武学宫修行。陆萧眼神阴沉，他也算想明白了，怪不得蓝剑灵哪怕是背负不好的名声，也要站在苏泽那一边，原来是因为这10个名额。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诱惑。蓝剑灵又继续开口：“我提前在此宣布，半个月后的五峰大比前10名可逾越龙门，获得这10个名额，入天武学宫修行。”这话让很多弟子都有些激动，可转念一想后又冷却下来。这10个名额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青蓝宗内五峰各自有5个圣女，5个首席弟子都是人中龙凤，就算有黑马杀出来也极少极少，压根轮不到他们。苏映雪傲然扫向四面八方：“这是我苏映雪为你们争取来的福利，你们应该感谢我。”瑶瑶子扑哧一笑：“算了吧，天武学宫的名额而已，你以为大家很稀罕？”苏映雪嗤笑：“若是你不稀罕，可以不参加五峰大比。放心，我就算参加，也用不着你靠卖身换来的名额。”瑶瑶子满脸不屑：“你挖陆萧道骨移植到自己身上，以你的天赋，恐怕连一半威能都发挥不出来吧？”你被瑶瑶子如此戳破，苏映雪脸色立刻涨红起来。瑶瑶子又摇头道：“看你气息不稳，估计是急于求成，连破3个境界，恐怕未来的武道之路怕是走不远了。”他出身不俗，从小接受的修炼理念也跟这些青蓝宗弟子不一样。苏映雪这种行为，在他看来无疑就是自断修行路。前期修行很快，可到了一定境界后，这根道骨将会成为他的限制。只可惜以他们妇女的愚蠢，是不会意识到的。苏映雪脸色更为阴冷：“听说圣女乃是主峰第一天骄，到时候我苏映雪也想领教一下圣女的实力，我倒要看看你是否是我这个根基不稳之人的对手。你有那个机会再说。”瑶瑶子说完，来到陆萧面前，安抚道：“有陈峰主的庇护，你可以安心修炼了。我相信你可以夺回你失去的一切，可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未婚妻给你撑腰呢。”说着，他俏皮的眨眨眼：“谁敢欺负你，就告诉我，我瑶瑶姿绝对不会放过他。”听到瑶瑶姿这话，陆萧心头也莫名一暖。瑶瑶姿真心想要护他周全，他看得出来。在第4峰里，他强势为自己出头，被苏泽驱逐出第4峰后，他也想方设法为自己寻一个庇护之所。只是没想到，蓝剑灵居然跟苏泽达成了协议，而选择牺牲了他。要不是陈潇及时到来，恐怕蓝剑灵这个老匹夫真的会当场把他抹杀。谢了，圣女。陆萧感激道：“不过我自己可以的，有陈师叔保护我，我不怕那些龌龊无耻之辈。不要叫我圣女，太生疏了。”瑶瑶姿嗔怪地盯着他：“叫我瑶姿或者瑶瑶都可以。”陆萧，怎么，你不愿意吗？瑶瑶姿双眼一酸，就要哭出来。陆萧哪见过这种情形，他赶紧开口：“好好好，以后我就叫你瑶姿。”瑶瑶姿立刻破涕为笑，呆瓜。那嗔怪娇媚的姿态，让那些主峰的男弟子一个个对陆萧咬牙切齿。这家伙何德何能，居然能获得他们女神的青睐？尤其是方天明，眼中狠厉之色一闪而过。陈潇不耐烦地开口：“小路子，你走不走？不走，老子留你在这里算了。”这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跟自己那宝贝徒弟还有婚约呢，在他面前跟着小女娃打情骂俏起来了。他岂能让瑶瑶姿把自己给宝贝徒儿预定的男人抢走了？陈潇有些郁闷，大手一甩，直接把陆萧强行抓了过来，在陆萧一声惊呼声中御剑而去，直奔第5峰方向。而看到这一幕的苏泽和苏映雪脸色都变得很是难看。而第4峰上一道冷艳出尘的身影见到陆萧没事之后，这才暗松了一口气，面无表情地转身回到宫殿中。此人正是姬冷月。从陆萧被逐出第4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在默默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毕竟陆萧手上还抓着他的把柄，如果陆萧实在没办法逃过这一劫的话，他哪怕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也要护下陆萧，保全自己的声誉。玄光镜，回想起陆萧对他所做的一切，姬冷月冷若冰霜的俏脸上莫名浮现2抹绯红，贝齿也不由紧摇起来。谁叫这小畜生这样用玄光镜的？不过在跟陆萧一夜春风后，他惊讶地发现困住自己半年多的境界壁垒居然有了松动的迹象。可如今他心烦气躁，始终距离突破总差那么一点点。现在他想要突破神魄境，除了拿到后山那东西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想到这，他的俏脸更是绯红，暗骂一声自己不知羞，那窈窕身形也彻底消失众人视野之中。而主峰下方，陈潇御剑而来，停在莫青竹和徐青儿面前，一把将陆萧丢到了他们面前。嫂子，青儿，以后你们就入住我第5峰吧。老徐虽然现在还没消息，但在他回来之前，我不会让他们伤你半根毫毛。谢谢陈叔。徐青儿满脸感激，望向陈潇的眼中也带着一丝崇拜。御剑飞行真的太帅了，他也很想成为像父亲陈叔这样的神魄境强者，只可惜他天生不能修炼。看到那些修为强大的同龄人，他也只有羡慕的份。陈潇温和一笑：“我跟老徐过命交情，生死之交，这是我应该做的。走，
我带你们去第5峰。就在这时，又有2道身影飘然而至。师傅！洛清仙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陈峰主！”就算高傲如云清雪，在陈潇面前也不敢造次，毕竟这可是能正面硬刚宗主的男人。第3峰峰主曾说过，陈潇是剑修，平日间不理世事，但他的实力却让包括宗主在内的所有峰主都十分忌惮。清仙回来了。陈潇呵呵一笑，还不快跟着呆瓜介绍一下自己？洛清仙看着陆潇俊逸的面容，想到2人间的特殊关系，脸色有些不自然，开口道：“我叫洛清仙。”洛清仙。陆潇对这个名字倒有点印象，师尊在世时跟他提过几次，陈潇的亲传弟子，他的未婚妻之一，也是第5峰圣女。云清雪扬起下巴对陆潇道：“你应该好好跟清仙道个谢，刚才是他发讯息给正在闭关的陈峰主，告知了这一切，恐怕现在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我确实要感谢他，但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陆潇语气冰冷。云清雪拧起眉头：“陆潇，你别太嚣张，现在的你确实有点本事，但也仅限于此，跟我们比起来还差太远太远。苏映雪已经扬言要在半个月之后的5峰大比之上取你性命，你还是自求多福吧。以你现在的修为，对上他只有死路一条，不劳费心。”陆潇冷冷道。而后他朝洛清仙拱手：“多谢洛小姐出手相救，救你的是我师父，你不用感谢我。”洛清仙平静微笑。陆潇见他这么说，也没继续在这方面继续纠缠下去。一行人在陈潇的带领下来到了第5峰，很快他就亲自给陆潇等人安排好了新的居所。解决完这些琐碎事后，陈潇又对陆潇道：“现在苏泽父女对你虎视眈眈，而且就连蓝剑灵那昏了头的老东西也站在他们这一边，你万事小心为妙。”谢陈峰主提醒。陆潇打心眼里感激眼前的中年。如今徐须道陨落，墙倒众人推，而陈潇毫不犹豫地将他和师妹师娘救下，这等恩情他铭记于心。陈潇又笑道：“好好修行吧，为之后的5峰大比而做准备。我相信你师父的选择不会有错。那苏映雪不过是一个夺骨蜕变的废物，哪怕看似天赋妖孽，但也不过外强中干，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不过半个月内你想要战胜他确实也很难啊。”陆潇深吸一口气，冷道：“就算再难，我也绝不会放弃。这笔账我会在5峰大比的时候跟他好好清算。”“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有什么事可多跟清仙交流，你们可是有婚约在身的，也该培养培养感情了。”说完，陈潇似笑非笑朝洛清仙抛去一个暗示的眼神，转身离去。陆潇缓缓望向一旁的洛清仙，洛清仙俏脸有些绯红，顿了顿道：“我师父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我也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婚约，将2个毫无联系之人绑在一起。另外我对你并不感兴趣，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在我身上抱有希望。传讯让我师尊出关救你，也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而已。不管怎样，谢谢洛小姐。”陆潇感激道：“日后你和你师娘和师妹就在这第5峰住下吧，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洛清仙看陆潇并无纠缠之意，也松了一口气。记住，清仙这种天之娇女是不可能跟你有什么结果的，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云清雪又警告道：“你家住大海，管得还真宽。”陆潇对云清雪可没有半点惯着，直接回怼：“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免得到时候你深陷其中，更加痛苦。”云清雪傲然开腔道：“人生在世，认清自己的层次最重要。”不过他也不害怕发生这种事，毕竟连他都看不上陆潇这家伙，更别说洛清仙了。语毕，他也跟着洛清仙离开。而陆潇简单收拾了一番自己的东西，便开始在别院里住下。半个月后便是5峰大比，按照青兰宗规矩，所有弟子都要参加5峰大比，苏映雪父女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针对他的大好机会。如今就连蓝剑灵也对他起了杀心，这5宗大比对他而言就是一场致命的危机，除了变强别无他法。而现在苏映雪的修为是灵海境7重，想要战胜对方，他必须要在这半个月内让自己的实力高于灵海境7重，这样才有自保之力。想到这，陆潇的脸色再度变得凝重起来。他心神内敛，开始跟识海中的神秘女子用神念沟通：“前辈，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提升修为的办法？”神秘女子那慵懒妩媚的声音再度传来：“你现在是辟迈境巅峰，还要打破生死2玄关和开辟周身360道小脉，才能踏足灵海境。打通生死玄关，最好是用生死玄丹辅助，而开辟360道小脉需要一门特殊心法，找到这些小脉的具体位置，将它们冲开。”陆潇闻言，心神骤然一震，旋即满脸讨好问道：“好姐姐，你说的这生死玄丹和特殊心法，你应该有吧？我传你一本丹方大全，自己找吧。”妖媚女子淡淡道：“至于那特殊心法，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顺手传给你便是。”
他这话落下，陆潇便感觉一大股信息涌入了他脑海之中。他立马梳理这股庞大的信息，其中一部分信息名为丹药千方，这里面有多极其珍贵的丹方，从1品丹药到9品丹药都有。至于神秘女子所说的特殊心法，名字那就更简单粗暴了，就叫360大脉，上面标注了这些小脉的所在位置以及开辟的方法。寻常人修炼辟脉境界只开辟9大主脉，而神秘女子这修行路线很明显比其他人的修行之法要高级得多，居然还有2个隐藏境界生死玄关和360小脉。也不知道把这2个隐藏境界打通后，它会有何不同之处。他在丹药千方中找到了炼制生死玄丹的丹方，里面清晰标注了所需的药材、炼制的方法等等。只不过炼丹师可不是谁都能当的，炼丹师是魂师中的一种职业，非常稀少，需要一定的天赋。想要成为炼丹师，第一需要强大的神魂之力，第二需要修行火属性的功法或者秘术控火。陆潇现在修炼的纯阳功是火属性的功法，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那么接下来就差神魂之力的修炼之法了。那个姐姐，想要炼制这生死玄丹，首先要成为炼丹师啊。那个我没有修炼神魂之力的法门啊。真把我当成百宝箱了。妖媚女子叹了一口气，行吧，我就再传你一部修炼神魂之力的法门，名为混元断魂诀。这是当年一位绝世强者留下的断魂之法，现在修行神魂之力，到了神魄境后，你就会有更多的手段，能够轻松碾压其他只修武道的武者。随着脑海中一大段信息融进来，陆潇眉心传来轻微刺痛，而后开始慢慢消化这部断魂秘法。不得不说，这断魂秘法确实很玄奥。陆潇琢磨了许久，这才勉强将其理解，慢慢吃透。而后他开始按照混元断魂诀开始修炼神魂之力。首先第一步就是开辟魂功。魂功藏于识海之内，是修炼神魂之力的第一步。因为魂功可以把松散的魂力聚集到一起，通过断魂之法反复打磨，不断壮大，达到壮大神魂之力的目的。但是因为断魂之法非常稀少，修炼进展非常之慢，几年甚至10几年都很难有所成就，所以炼丹师、符师、炼器师这种需要神魂之力支撑的魂师职业非常稀少。据陆潇所了解，整个青兰宗只有一个3品的炼丹师，那就是掌管丹堂的严大师。但是就是这个3品的炼丹师却在青兰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连身为宗主的蓝剑灵也要对对方礼敬3分。妖媚女子慵懒开口道，这混元断魂诀非常难修行，就算是我当初也是足足花了3天时间才勉强凝聚魂功，你要是3、5天之内能凝聚出魂功已经非常不错了，而就凭你自己想要在半个月内开辟出魂功且炼制出2品上阶的生死玄丹，基本不太可能。所以你若想要快点获得生死玄丹，最好是把那些药材收集好，然后请一个炼丹师出手帮你炼制。陆潇苦笑不已，他现在在宗门里的处境这么艰难，又有谁会愿意帮他？也只有靠他自己尝试一下了。他开始按照断魂之法聚集自己的魂力，然后开始凝聚魂功。一夜过后，随着他脑海传来一阵嗡吟之声，魂功成功凝聚，那些松散的魂力就仿佛受到了牵引般，纷纷朝着魂功聚拢而去。1品下阶魂师，1品中阶魂师，1品上阶魂师，他的魂力不断汇聚，转眼间就到达了2品中阶魂师的地步。而这动静也引来了妖媚女子的惊诧，你的先天魂力居然这么强。他感到不可置信，要知道当年他开辟魂功之时，依靠先天魂力也仅仅是一跃成为2品下阶魂师而已，而这家伙居然一口气达到了2品中阶魂师。如此强大的先天魂力，说明陆潇在魂师这一道上拥有逆天的天赋，难怪他有资格打开神魔葬场。陆潇露出一抹微笑，那我现在应该可以炼制2品丹药了吧？你现在是2品中阶魂师，想要炼制2品上阶的生死玄丹还不够，不过要是你能有超强掌控力也不是不行。妖媚女子道，就跟武者越级挑战一个道理。陆潇想了想，青兰宗内就有丹堂，他想要拿到炼制丹药的药材就要去丹堂，不过此时天色已晚，他也只能选择明天再去。而就在他准备休息之时，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动静。陆潇敏锐地感觉到窗外有一道身影一闪而逝。谁？他立马警惕起来。陆公子，是我。一道熟悉的魅惑之音传来，门被一双玉手推开，走进来的正是妖瑶姿。此时的妖瑶姿穿着极其清凉，那镂空的轻薄衣衫下，傲雪凄霜的肌肤若隐若现，再加上身上那股悠悠淡香，更是让男人心头火热。陆潇的心头也猛然紧了紧，将心猿意马收了回来。圣女，你深夜造访此地，一些风言风语传出去的话，怕是会对你的声誉造成影响。还叫我圣女？之前不是叫你换个好听点的称呼吗？叫我瑶姿或者瑶瑶。妖瑶姿扭着柳腰走来，语气嗔怪，我们本就有婚约在身，还怕什么风言风语？他声音酥媚，那勾人的眼神看得陆潇直呼顶不住，不愧是妖媚之体，
随便一个动作都能轻松勾起男人的欲望。啪！夭夭姿玉手浮动，房门立马紧闭而起。而后，她的俏脸凑到了陆萧面前，一抹雪白浮现陆萧眼前。陆萧头下意识往后仰去，跟她拉开距离。夭夭姿看她脸红的模样，直接侧身坐在了她大腿上，巧笑嫣然：“陆公子，我这体内的特殊力量又开始躁动起来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陆萧只觉浑身血液滚烫，这女人是想要他命吗？昨晚姬冷月前来是想要他的命，现在夭夭姿也是想要他的命。看到他呼吸粗重，夭夭姿笑得花枝乱颤：“陆公子，你我可是未婚夫妻，我这才跟你稍稍接触，你就受不了了。以后我们要是成婚了，躺在同一个被窝里，你怎么承受得住啊？”陆萧苦笑道：“你做就做，但别扭来扭去可以吗？”他体内的纯阳之气快要抑制不住了。夭夭姿摸了摸他的脸颊：“那你帮不帮我解决问题？”“行，你先离我远点。”陆萧道。夭夭姿笑了笑，而后娇躯轻轻掠动，而后居然直接躺在了陆萧床上，风目含情地扫来一道目光：“过来啊，你就不能坐着？”陆萧深吸一口气，哪个男人受得了这种考验？帮他吸取一下妖媚肢体的特殊毒性罢了，没必要这样吧？坐着累，我就喜欢躺着，让你帮我好好调养一下身体。陆萧也正无奈地走了过去，然后运转纯阳天宫，手掌覆盖在夭夭姿的小腹上，纯阳之力涌入夭夭姿娇躯之中，暖洋洋的感觉让他忍不住眯起双眸，极其享受。夭夭姿身上那股特殊力量涌入了陆萧体内，让他修为慢慢增长着，可那股力量带来的弊端却让他苦不堪言。突然，夭夭姿温软的玉手抓住了他的手，睁开水雾迷蒙的眸子：“陆公子，你的手放在我肚子上，治疗效果好像没那么好，要不换个地方？”陆萧咽了一口唾沫，他的手这么大，还能放在哪？再加上此刻的夭夭姿可谓是千娇百媚，他可怕自己克制不住。下一刻，夭夭姿居然直接抱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拉了下去。陆萧最后的一道理智防线也在这一刻彻底溃散。不管了！就在陆萧马上要反客为主之际，外边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顷刻间，两人豁然从迷离中惊醒，尤其是夭夭姿更是慌乱。虽然他嘴上喜欢挑逗陆萧，刚才也有瞬间的迷乱，可真要是被人发现他深夜出现于此，他的名声就完蛋了。下一瞬间，夭夭姿从床榻上起身，朝陆萧微微一笑：“陆公子，今天的治疗就到此为止，改天我会再来拜访。今天多谢陆公子为我解毒，作为报答，我再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五峰大比之日，荒王殿也会前来青兰宗招生。你若是凭借自身实力被荒王殿看中的话，苏泽他们奈何不了你们。哥，陆公子，你可要加油啊！”这话落下后，他已经挥手打开窗户，倩影消失得无影无踪。陆萧无语，这女人管杀不管埋啊，她倒是舒畅淋漓了，自己呢？不过他却有些振奋。夭夭姿说，五峰大比之日，荒王殿也会前来青兰宗招生，而荒王殿跟天武学宫是死对头。正如夭夭姿所说，他要是能被荒王殿所看中，就算是苏泽那些家伙也绝对奈何不了他，这是他必须把握住的一线生机。可夭夭姿又是如何知道这个内幕消息？还不等他细想，大门突然啪的一声被打开来，而后快速合了上去。陆萧蹙眉，是谁这么粗鲁？如果是徐灵儿和师娘他们的话，断然不可能这么粗暴地打开他的房门。他立马回头去看，发现姬冷月出现在他房间之中，只不过一向清冷出尘的姬冷月连娇躯也摇摇欲坠，俏脸红如火烧，吐出来的气息都带着火热。陆萧毛骨悚然，这女人怎么又来了？该不会贼心不死，还想杀他吧？他下意识往后退去。姬冷月，你想干嘛？别忘了，你还有把柄在我手上，一旦这把柄流传出去的话，你必定身败名裂。姬冷月俏脸滚烫，怒瞪陆萧：谁说我是来找你算账的？我是来找你有正事。正事？陆萧面露惊诧，没错，苏泽那老混蛋居然给我下了药。姬冷月气得浑身都在发抖，那老东西昨晚让我去杀你，今天看到你居然没死，就找询问我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居然趁机在房间里下了特制的迷迭散。迷迭散，陆萧也知道，这是一种专门勾起女子情欲的药物。没想到这老东西居然这么卑鄙。他幸灾乐祸地笑了笑，不过苏夫人，你跟他乃是夫妻，就算这样也没什么吧？你……姬冷月美眸冰冷，我跟他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当初也是我需要借助他的势力留在青兰宗罢了。你以为本圣女会委身于这种老东西？陆萧笑道：哦，那我倒是好奇，你留在青兰宗的目的是什么？与你何干？姬冷月俏脸一冷，显然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请离开吧。
陆萧的嘴角浮现一抹玩味的淡笑，他知道姬冷月今天前来是为了什么。果然，在听到陆萧这话后，姬冷月美眸中浮现一抹冷色，最后还是妥协下来。我今天前来是为了让你帮我解毒。怎么解毒？陆萧手一摊，不懂。你姬冷月气恼，此刻身上那股滚烫之意快要将他整个人灼烧殆尽。他知道这家伙现在就是在故意装傻。他一把拎起陆萧的衣领，直接将他丢在了床上。昨晚不是很会的吗？陆萧淡淡开口，虽然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求我吧。一把利剑从姬冷月腰间出鞘，抵在陆萧的脖子之上，立刻给我解毒，还是我把你的解毒工具废了，自己选一个。说着，他的剑鞘不断往下。陆萧惊出一身冷汗。2个时辰后，姬冷月的毒解了，但脸红得更厉害了，望向陆萧的眼神依旧冷冽无比，内心更加纠结，现在该怎么处理跟这家伙的关系。而且解毒之后，他发现自己体内的力量再度浑厚了不少，距离神魄境也只有一步之遥。要知道，如今他也才是24、25岁，修为已经达到如此境界，在同龄人之中绝对算得上顶尖实力了。而陆萧也在默默消化体内这股力量，这玄阴之体确实跟他所修炼的纯阳天宫是绝配。在刚才，他已经按照周身360小脉这秘法运转，居然一口气打通了大半小经脉，形成了小周天。而要是把360道小脉尽数打通，就可以形成大周天。大周天一成，也就代表着他修炼的这门秘法大成了。缓了许久，姬冷月这才起身，披上衣服，脸上故作淡定。今天之事，你要是敢往外传半句，我饶不了你。说完，连步轻点，就要飘然而去。陆萧咧嘴一笑，苏夫人有空再来玩。姬冷月差点当场栽倒，谁要再来玩啊？这家伙太能造了，哪怕冷傲如他都要甘拜下风，要不是靠意志强撑着，现在已经要扶墙而出。看到姬冷月离开，陆萧的眼神也逐渐沉重下来。这青兰宗如今已经不适合逗留，蓝剑灵和苏泽父女等人都对他虎视眈眈，迟早有一天会出事。这一次的宗门大比，他不仅要保住性命，还要借这个机会跳出青兰宗，最好是能被荒王殿所看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陆萧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不管怎样，我不会让师娘和师妹受到一丁点伤害。翌日，青兰宗丹堂，陆萧迈步走了进来。当看到陆萧之时，周围那些弟子眼中纷纷露出惊诧，还有一丝敬畏。昨天在主峰之上发生之事，已经传遍整个青兰宗了。如今的陆萧不再是之前那个炼体境9重的废物，连主峰上那些实力强大的弟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在主峰考核之时，还让到钟九响，破了青兰宗有史以来的记录。他们这些卡拉米自然也不敢再跟先前一样再对陆萧冷嘲热讽。看到他们态度的转变，陆萧眼神平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欺你弱，为你强，实力才是硬道理。我要买一些灵草灵药和一个炼丹炉。他将炼制生死玄丹的药材清单拿了出来，此外还有10份炼制2品下阶淬灵液的药材清单，这是用来练手的。丹堂前台那个弟子看了一眼清单，道：在这稍等一下。说完，他转身去给陆萧取药材。片刻后，这前台弟子从后台走出，语气变得有些淡漠：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一共是100下品灵石。陆萧拿过袋子一看，双眼逐渐眯起，这些药材似乎不对劲吧，都是一些次货，甚至很多都没药效了，就是一堆废渣。他冷冷盯着那弟子：哎，要不要？我们丹堂就剩这些存货了。那前台弟子冷笑一声，态度倨傲。陆萧也算明白过来了，这家伙就是在故意为难他。他努力压下怒火，不想多生事端，这似乎不符合丹堂的规矩吧。而且这些灵药灵草不值100下品灵石。这弟子语气变得更加不耐：药材我们已经拿给你了，你不要都不行，赶紧把灵石交出来，然后滚吧。这里是宗门的丹堂，不是你胡搅蛮缠的地方。陆萧心里腾起怒火，欺人太甚。他眼底寒意爆发，抬手就是一耳光。那前台弟子被打懵了，脸颊瞬间红肿，身体噔噔后退几步。你居然敢在丹堂动手！就算动手又如何？陆萧一脚踹出，伴随着一声闷响，那弟子身体横飞而出，被他踹出几丈远。排山倒海般的剧痛让那前台弟子发出杀猪般的哀嚎，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冷汗不断从额头上渗出。陆萧一脚踩在他胸口上，咔嚓咔嚓，那前台弟子胸口骨骼不断发出脆响，庞大的力量从胸口压来，令他近乎窒息，连忙死死抓住陆萧的脚，想要将陆萧的脚搬开，可却根本无法移动半分。其他之人纷纷露出惊诧之色。要知道，丹堂可是青兰宗的特殊地方，自成一体，某些程度上地位不比主峰低，再加上丹堂掌控着宗门的丹药来源，
甚至就连那些长老都不敢在丹堂乱来。陆骁居然胆子这么大！陆骁冷冷俯视着脚下的前台弟子，什么阿猫阿狗都敢为难我，真以为我泥捏的？反正我现在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拉几个陪葬的也不错。说完，他抬起脚来，就要当场踩死这弟子。一道冷喝声传来：“住手！”陆骁抬头看去，果然看到一个身穿紫衣的青年从里面走了出来。紫衣青年一脸正气，厉声喝道：“陆骁，你真是胆大妄为，居然敢在我丹堂闹事！我看你是想找死了。”陆骁嘴角冷笑，果然是你在搞鬼。这紫衣青年名为楚南，以前是第4峰弟子，被苏泽引荐进入第4峰修行，可他修炼天赋普通，却刚好有一点炼丹天赋，所以后面加入了丹堂。刚才这跟他素不相识的丹堂弟子为难他，陆骁就隐约察觉到背后是有人搞鬼，而他对这丹堂弟子出手，就是想要引蛇出洞。楚南冷笑一声，多说无益，既然在我丹堂闹事，那就要付出代价。说完，他挥挥手，来人，把这家伙押往执法堂。有一群丹堂护卫立马围了上来。这些护卫虽然不显山露水，可一个个实力高强，不是善茬。陆骁淡淡道：“你故意为难前来购买灵药的弟子，要是被严大师发现，恐怕你也没资格再留在丹堂了吧？”丹堂之所以在青兰宗内有着超凡地位，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严大师。严大师是青兰宗唯一的3品炼丹师，宗门里那些高级丹药基本都是出自他之手。可以这么说，青兰宗可以没有蓝剑灵，但是不能没有严大师，这就是地位。因为一个宗门的强大需要积累，需要很多资源，而严大师就是这些资源的基础，所以就算是身为宗主的蓝剑灵，对严大师也得客客气气的。而严大师为人性格古怪，而且对自己定下的规矩极为苛刻，要是楚南借着自己丹堂弟子的职权之便，为难这些前来购买丹药的弟子，楚南这丹堂弟子的身份可就不保了。严大师事务繁忙，很少来丹堂，这丹堂里我楚南说了算。楚南一脸嚣张，毕竟他现在可是受丹堂器重的弟子。陡然，一道苍老淡漠的声音传来：“是吗？那你岂不是很牛逼？”这话落下后，楚南脸色骤然大变。一个身穿灰袍、身材清瘦的老者沉着脸走了进来。这老者赫然便是青兰宗的3品炼丹师严大师。严大师见到严大师，陆骁恭恭敬敬地打了个招呼。严大师虽然性情古怪苛刻，但为人刚正，在这青兰宗里算是一股清流了。就算是他师尊徐须道，也对严大师颇为恭敬。严大师平淡扫了一眼陆骁，问道：“怎么一回事？”他跟陆骁的来往并不多，只知道他是徐须道的弟子，一个10年没有长进的修炼废材。不过在他眼里，陆骁跟其他人没区别，他只痴迷于炼丹，提升自己的丹道造诣。宗门之事，他向来不管。陆骁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严大师闻言，双目眯起，冷冷望向那前台弟子和楚南。那前台弟子当场下软了：“严大师，我也只是被逼的，是楚南让我这样做的，幕后指使者是楚南。丹堂弟子这个身份，能让他在青兰宗获得许多特权。一旦失去这个身份，他这种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材，在青兰宗连狗都不如。而且先前他仗着丹堂弟子的身份欺负过不少人，要是被丹堂驱逐出去，下场可想而知。”楚南也瑟瑟发抖地跪了下去：“严大师，看在我这2年来为丹堂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份上，饶了我这一次，我再也不敢了。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还是仗着丹堂弟子身份横行霸道？”严大师冷冷反问：“要不是我刚好过来，都不知道这丹堂现在变成这副乌烟瘴气的模样了。丹堂是炼药的地方，不是你嚣张跋扈、为所欲为的地方。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丹堂弟子。”这话落下，楚南2人如丧考妣，把他们丢出去。严大师一声令下，那些丹堂护卫立马动手将2人丢了出去。楚南咬牙切齿：“陆骁，这个仇我楚南记下了。”然而他这话才刚落下，旁边已经有几个弟子围了上去，笑眯眯地盯着楚南：“楚师兄，恭喜脱离苦海啊，我们刚好可以去叙旧。”楚南脸色一白，这几人都是他先前得罪过的弟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拎起强行拖走了。陆骁淡漠地扫了一眼楚南，看来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这些被他得罪过的弟子会给他一个惨痛的教训。严大师看了一眼陆骁，道：“你师尊的事情我也听说了，节哀。你想要买什么灵药，把清单拿来，老夫为你把关。灵药的品质影响很大，而刚才那前台弟子给陆骁的灵药，那品质跟废物没区别。”陆骁将清单拿了出来：“咦，你这是一个3品丹方？”看到炼制生死玄丹的丹方，严大师脸上露出惊诧之色。3品丹方可是很稀罕的，就连他手里都没多少，而且都还是花重金买来的。这小子怎么会有2品上阶丹方？陆骁道：“
严大师惊诧，这药材可都不简单啊，而且组合也非常厉害，药效至少也是3品丹药级别，怎么会只是2品上阶呢？陆骁也微微一笑，虽然这生死玄丹只是2品上阶丹药，可实际上它的神奇功效却连很多3品丹药都比不上。严大师又看着陆骁那2品淬灵液的丹方，脸上更是古怪，这个有点像2品下阶淬灵液的丹方，不过又跟普通淬灵液不一样，药方的组合似乎更加玄奥，你是怎么得到的？此乃晚辈偶然所得。陆骁并未多说，严大师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又问：你买这些药材回去，丹药要怎么炼制？还是想请老夫出手吗？如今整个青兰宗内能炼制2品上阶丹药的也只有他。陆骁淡淡一笑，多谢大师好意，我还是自己捣鼓捣鼓吧。严大师蹙眉，这小家伙太狂妄了，居然觉得自己能炼制出2品上阶丹药。他知道炼丹师有多难成为吗？知道2品丹药有多难炼制吗？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刚才自己的意思很明显了，只要这小子开个口，他愿意帮陆骁炼制丹药。当然他想要的是陆骁手里的丹方拿来好好钻研钻研。现在他也不好舔着老脸主动说要帮陆骁炼制这丹药了，等陆骁铩羽而归后，他就会知道炼制2品丹药究竟多困难了，到时候应该还会来请他出手。付完100灵石，陆骁一阵肉痛，要不是从那几个上门退婚的未婚妻手上薅了不少羊毛，他还真给不起这么多灵石。不过要是他真的能把这些丹药炼制成功，那这钱花的绝对值得。到时候一份2品下阶淬灵液就可以轻松卖出50灵石的价格，而10份2品下阶淬灵液只要一转手就能获得数百的灵石，暴利，这也是炼丹师富有的原因。严大师，晚辈先告辞了。严大师看着陆骁离去，忍不住摇摇头，这小子太天真了，要是炼丹师真那么好成为，这天底下都是炼丹师了。而且一上手就是2品下阶淬灵液，这怎么可能成功？他那些器重的弟子经过他手把手教，到现在都还炼制不出2品下阶的淬灵液，更别说陆骁一个毫无基础的新手了。这些灵药被他买去练手，到最后恐怕也只是暴殄天物，沦为一堆废料。而陆骁回到房间，第一时间开始炼制2品下阶淬灵液。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2品中阶，但并没有炼丹经验，不出意外，第一次炼制失败了。不过他并不意外，他总结了一下经验，继续炼制。第2次依旧失败了，第3次终于成功了。之后剩下的7份药材，陆骁全都成功炼制出了2品下阶淬灵液。看来炼丹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难。陆骁低喃一声，这一次的炼丹成果对他来说已经超出了意料之外。花100灵石买的灵药，经过1晚上的功夫变成了几百灵石，明天就去把这些2品下阶的淬灵液全部都卖了。陆骁暗道，炼制了如此多淬灵液后，他的魂力消耗也很严重，当下倒下就睡。而与此同时，青兰宗主峰宗主居所，蓝剑灵坐在主位上，而下方则是苏泽父女2人。苏泽蹙眉道，宗主，我总感觉陆骁这小子留着是一个威胁，要不我们趁机找个机会把他给直接干掉吧，免得夜长梦多。前2天他让姬冷月去杀陆骁，姬冷月虽然解释了是因为陆骁被徐青儿母女保护得很好，他没机会下手，可他却也感觉到了陆骁的不同寻常，立即找机会斩杀陆骁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想法。蓝剑灵蹙眉，现在陈潇护着他，我们想要光明正大对他下手不容易。陈潇那家伙跟徐须道一样，都是疯子。蓝剑灵也满脸忧愁，其实他内心也颇为瞧不起苏泽父女的行为，可现在苏泽父女攀上了灵狐傲，而且还能让青兰宗弟子进入天武学宫修行，为了宗门的发展和未来，他必须也不得不站在苏泽这边，而陆骁自然就成为了要解决的对象。苏泽开口道，那我们找个理由将他骗出青兰宗，再将他抹杀不就行了？苏映雪不屑一笑，父亲您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再让他多活几天又如何？在五峰大比上我会亲手斩了他。苏泽深吸一口气，我总感觉这小子有点邪门，不仅一夜之间恢复了修为，还直接晋级辟迈进9重，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或许他身上还有其他秘密，尽快解决他，免得夜长梦多，斩草除根才是最好的方式。闻言，苏映雪撇撇嘴，我想亲自把他给解决掉。苏泽又道，映雪别任性，再说了，五峰大比那一天灵狐大少也会过来，你跟他有过婚约之事被灵狐大少得知的话，灵狐大少心中难免会有芥蒂。当初我们只是跟灵狐大少说要夺他道骨，灵狐大少才会派人帮我们，可没说过你跟他有过10年纠葛。听到这话，苏映雪这才沉默了。苏泽眼里闪过一丝冷色，冷笑道，宗主，不如您以宗主之令派他前去东洋国查看一下情况，找个机会除掉他。
东阳国是一个世俗王国，也是青蓝宗势力之内的朝贡国，属于东荒域三流势力，同时亦是青蓝宗跟靠山宗的势力交界之地，经常被靠山宗骚扰。半个月前，东阳国传来靠山宗暗中相助东阳国的内部势力发动叛乱的消息，徐须道受命前往东阳国，就此一去不回。可徐须道陨落的真相，也只有苏泽知道其中猫腻了。蓝剑灵沉默片刻，那就这样办吧。第二天一醒来，陆萧便直接前往了丹堂。严大师居然也在，他居然还看到了云清雪站在前台跟严大师交谈，语气里带着恳求，可严大师眼里却带着一丝不耐。一看到陆萧，严大师苍老的脸上便露出了一抹笑容来。小子，怎么又来了？是不是发现炼丹很难，所以想要跑来请老头子我帮忙？可惜了你昨天买的那些灵药啊。严大师摇头叹气，真是暴殄天物。不过这样也好，只要陆萧开口求他，他就有机会拿到陆萧换手中那个神秘丹方，好好研究研究。云清雪挑起柳眉，一脸鄙夷。陆萧，我之前不是给了你一瓶2品上阶聚灵液吗？你才屁迈进9重，聚灵液也够你用了吧？再高级一点的丹药你也买不起，跑来这里干嘛？陆萧懒得搭理他，而是朝严大师笑道，严大师，我今天过来是想要卖点东西的。说着他直接将淬灵液拿了出来，8瓶被装在小玉瓶的淬灵液就这样摆在了严大师面前。看到这一幕，严大师眼里被震撼所充斥。这些淬灵液都是你炼制的？这家伙似乎只是第一次炼丹吧？陆萧点了点头，侥幸而已，没想到居然真成功了。严大师深吸一口气，没记错的话，陆萧只是从他这里买了10份炼制淬灵液的药材而已，结果他居然炼制出来8瓶淬灵液，这炼丹成功率比他那些悉心教导过的弟子都要高许多。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还不是1品丹药，而是2品啊！深深望了陆萧一眼，打开玉瓶，一股药香顿时扑面而来。好，居然是上佳品质！严大师眼里充满惊喜，他奶奶的，这家伙真是第一次炼丹，这也太逆天了！而且这淬灵液的药方经过改良，比一般2阶下品的淬灵液要强许多，再加上是上佳品质，药效堪比2阶中品的灵液。严大师眼中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云清雪的表情也跟见了鬼一样，脸上充满不敢置信。这家伙炼制出了2品中阶的灵液，怎么可能？陆萧淡笑着问道。严大师，不知道我这炼制出来的淬灵液价值几何？2级中阶灵液可比2级下阶灵液要珍贵多了，药效至少要翻一番，1瓶至少可以卖出200下品灵石，8瓶的话一共是1600下品灵石。听到这话的陆萧也咂了咂舌，这比他想象中的要值钱多了。要知道这些原材料加起来才100下品灵石啊！炼丹师果然赚钱。陆萧想了想，严大师，我想要用这些灵液买神魂液，可以吗？神魂液是一种天材地宝，很稀少，专门用来壮大神魂之力的，这可比增长修为的丹药、灵药之类珍贵多了。而陆萧买神魂液，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神魂之力达到2品上阶，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考虑着手炼制生死玄丹了。可以，但1600下品灵石只能买到不到10滴神魂液。严大师道，不过要是你愿意把这淬灵液的药方卖给我的话，我可以再给你3000下品灵石。3000下品灵石？云清雪错愕，这3000下品灵石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目了。陆萧这家伙居然有这种狗屎运，他的丹方又是哪里来的？陆萧听到严大师这话，毫不犹豫地点头。严大师既然对这丹方感兴趣，晚辈当然乐意跟严大师分享。好，严大师很开心，虽然这只是2级下品的淬灵液丹方，可却比市面上流传的淬灵液丹方要高深许多。里面请。严大师语气惊喜，赶紧把陆萧往里面请。云清雪直接被晾在了外边，他彻底懵了，有些破防了。在他退婚后，这家伙不仅突然恢复了修为，现在还成了一个炼丹师，还是一个2品炼丹师。丹堂贵宾室内，陆萧将淬灵液的药方写了下来，严大师如获至宝，拿出来仔细揣摩，脸上喜色逐渐浮现。这丹方里的药理之道很是高深，值得他用心钻研。最后，陆萧以3000下品灵石买下了15滴神魂液。有了这15滴淬灵液，他的魂力提升到2品上阶应该没问题。想到这，陆萧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炼制出生死玄丹后，他就可以打通生死2大玄关，突破到灵海境。跟严大师告辞后，陆萧从里面走出来，没想到云清雪居然还留在这里，一看到他出来就迎接了上去，冷道：陆萧，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你身上为何会有这些丹方？而且这些灵液、丹药又是怎么来的？看到他这居高临下的态度，陆萧眼中露出一抹不屑。你算什么东西？我要跟你解释。
你云清雪气急败坏，而后突然冷笑一声，丹方和这些丹药都不是你的东西吧？你的背后还有人，你只是帮对方办事。这嚣张的语气，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一夜间成2品炼丹师了。陆萧本想直接对这自以为是的女人，但想了想，对方误会也不少，自己成为2品炼丹师，这是知道的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只能说你的狭隘眼界决定了你的思维。这话落下后，他大步往外走去。云清雪摇头而笑，被戳穿后居然还死要面子，强行装逼。不过他也挺可怜的，估计5峰大比之上，苏泽父女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甚至他们都没耐心等到5峰大比那一天。如今苏泽父女背靠灵狐家族，手握着青兰宗弟子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就连蓝剑灵都站在他们那边。陆萧一个蝼蚁，拿什么跟他们斗？而陆萧急匆匆回到了第5峰，第一时间进入了自己的住所。然而就在他准备闭关，开始炼化神魂液提升魂力之时，门外传来了动静。陆萧，主峰有令，出来受命吧！刷刷刷，几道身影降落在了陆萧门外，而这道声音也吸引了旁边的莫青竹和徐青儿的注意，他们也火急火燎地赶了出来。要知道现在蓝剑灵对陆萧的态度很明显，突然过来传令，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他们眼里都带着担忧之意。陆萧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果然看见方天明等几人负手而立，站在那里，眼神里带着戏谑和幸灾乐祸。何事？陆萧虽然感觉事情不妙，但还是冷冷开口。东阳国如今叛军猖獗，宗主命令你2天内速速前往东阳国执行任务，收集情报。方天明声音肃厉，10天之内必须要把东阳国那边的动向报给宗门，不得违背，没有商量的余地。这话落下，陆萧心头一沉，而徐青儿和莫青竹两女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哪怕是他们也都明白蓝剑灵他们的目的。在青兰宗内，陆萧有陈萧庇护，他们也没办法光明正大对陆萧下手，而一旦出了青兰宗，他们的机会可就来了。所以表面是让陆萧前去执行任务，实际上是想要陆萧的命。陆萧拳头紧握而起，看来那些家伙是真的迫不及待想要他死啊。东阳国本是青兰宗麾下势力，最近传来叛军势力过大，王室无法压制的情况，而徐须道就是受命前去东阳国支援，结果却一去不复返。而从苏映雪妇女口中得知，徐须道是遭了这对妇女的毒手。方天明冷笑道：陆萧，你师尊徐须道陨落在东阳国，但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宗主慈悲，所以特地派前去执行此次任务，还可顺道去寻找徐须道的踪迹，说不定还能找到他。身为他唯一的亲传弟子，你该不会不顾自己师尊的死活吧？徐七儿怒道：虚伪小人！东阳国那边局势如此紧张，萧哥哥修为低微，让他孤身一人前往东阳国，跟送死又有何区别？方天明冷笑：你对我发火没用，下命令的可是宗主。陆萧，要是2天后你不乖乖听宗主之命前去东阳国，接下来可就要接受宗门惩罚了。说完，他哈哈大笑一声，带着其他几个狗腿子扬长而去。这是一个无解的阴谋。陆萧不去执行任务，就要被青兰宗惩罚，而一旦去执行任务，那在青兰宗外等待他的就是袭杀，横竖都是死路一条。而陆萧眼神冷冽，替我转告一声宗主，这个任务我接下了。他不得不接。虽然他知道蓝剑灵这些话只是一个想要他乖乖前去东阳国的借口罢了，但师尊被传陨落已经半个月了，可直到如今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或许还真的有一线生机呢。他心中也一直抱有这个想法。方天明等人扬长而去后，莫青竹俏脸苍白，紧咬朱唇，这蓝剑灵真是薄情寡义，当初你师尊为青兰宗做了多少事，如今他一陨落，这蓝剑灵身为一宗之主，居然如此针对我们，处处要置我们于死地。要是你师尊真侥幸未死的话，要是知道你的遭遇的话，必定会让他们这些畜生全都付出惨痛的代价。陆萧深吸一口气，强笑道：师娘，如今师尊只是失踪了而已，或许还只是在某处疗伤呢，师尊可是神魄境强者，哪有那么容易陨落？这一次我去东阳国，必定将师尊带回来。莫青竹眼神黯淡，也只是强笑一声。徐七儿道：萧哥哥，你一出青兰宗，那些家伙就会动手，以你如今的实力，他们肯定会派出强者截杀你，该怎么办？放心，我会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拥有自保之力。他们想要杀我，没那么简单。平复心情之后，陆萧将徐七儿和莫青竹安抚好，准备开始闭关修行。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没想到才刚出门就碰到陈萧带着洛清仙出现在门前。陈峰主，洛小姐。陆萧朝两人打了个招呼。你被派往东阳国打探情报之事，我也听说了，想必你也知道他们怀着什么目的。陈萧开口道：所以这一次
我会安排青仙暗中与你一起同行，护你周全。闻言，陆萧一愣，洛青仙要跟他一起前往东阳国。陈潇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开口道：这可是你们两人好好培养感情的机会，傻小子可要把握住了。陆萧深吸一口气，陈封主，此行非常凶险，洛小姐跟我一起。洛青仙眉头轻挑，我有自保之力，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既然我师尊安排了，我会按照我师尊的命令去做。陆萧哑然，最后拱了拱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也知道陈潇是怕他在途中遇到危险，所以才派洛青仙跟他同行。而洛青仙身为第5峰圣女，实力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甚至一般的长老都未必是他的对手。青仙不会跟你一起出宗门，否则我怕他们有警觉，派出更强大的人去截杀，到时候你们直接在山下会合。还有，这是一个遁航符，给你们紧急时候保命用的，将它捏碎之后可以瞬间横移10里，一定要在关键时刻再使用它。好，陆萧心头感动，除了师父师娘之外，陈潇算是对他最好的长辈了。2日后，我在山下的青阳镇清风亭等你。洛青仙淡淡留下一句话后，倩影已经飘然离去。陈潇朝他挤眉弄眼，小子，我这小徒儿外冷内热，而且从未经历过男女感情，只要你用点心就可以拿捏了。陆萧苦笑，陈封主，我看洛小姐似乎对我没这方面的意思，那婚约我感觉还是当做长辈间的一个玩笑之言吧。陈潇笑道，虽然说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但你总得争取一下吧，我看好你。说完，他也负起双手，慢悠悠离开。陆萧深吸一口气，现在的他危机四伏，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儿女情长之事。这一次他前往东阳国，也是想找找看有没有徐须道失踪前留下的线索。他心中始终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师尊能平安无事。现在我最重要的就是炼制出生死玄丹，突破到灵海境。只要我突破到灵海境，只要不是那些长老级的强者前来截杀我，我都无惧。要是成功突破到灵海境1重，陆萧的境界相当于灵海境3重，毕竟他比其他人多了2个隐藏境界，这2个隐藏境界能让他的战力远强于表面境界。而且他修炼的地级功法和神魔骨本就对战力有极大的加成，辟脉境9重之时就可以击败灵海境3重的张浩。若打通360小脉，生死玄关突破到灵海境1重，相当于连破3个小境界，他的战力至少可以媲美突破灵海境6重。脑海中诸多念头闪过，陆萧深吸一口气，直接进入神魔葬场吸收神魂液。神魂液的药力进入他体内，让他眉心传来丝丝凉感，这种清凉之感让他通体舒泰，整个人彻底放空。神魂液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天地灵液，普通魂师炼化1滴神魂液至少需要10天半个月，所以魂师的境界提升才会如此困难。但陆萧炼化得很快，神魂之力也随着神魂液的吸收迅速茁壮起来。仅仅2天，他就将10滴神魂液炼化完毕，魂宫突然剧颤，随着魂力的涌动，那魂宫开始慢慢凝成实质，仿佛一座更加凝实的威严宫殿。2品上阶魂师成了，陆萧内心狂喜。在神魔葬场内2天，外界也不过是2个时辰左右，2个时辰就从2品中阶魂师提升到2品上阶魂师，传出去恐怕不会有任何人相信。此外，成为2品上阶魂师后，陆萧发现自己的神魂之力凝实了许多，达到了可以影响他人的境界，在战斗中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保命手段了。之后他开始准备炼制生死玄丹，但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炼制2品上阶丹药，且生死玄丹虽只是2品上阶丹药，可药效、炼制难度都不亚于3品下阶，所以他格外小心。所幸一切顺利。几个时辰后，炼丹炉中传来一道闷雷般的响声，一枚丹药从中飞旋而出，药香沁人心脾。这丹药并非纯色，而是呈现黑白交错，表面弥漫着一股淡淡金光。生死玄丹成。现在我身上还有不少灵石，应该可以帮助我冲破周身360小脉，毕竟之前给姬冷月解毒已经冲破了大半，形成了小周天。时间紧迫，陆萧也没有过多犹豫，而是直接开始修炼。一枚枚灵石从空间戒指中飞出，悬浮在他身周。纯阳天宫运转，10天时间转眼即逝。神魔葬场内，陆萧缓缓睁开双眼，此刻的他全身大小经脉贯通，自成周天，生死玄关也已经打破，全身舒泰，身体仿佛跟周围天地融为一体般。这10天时间里，他花了4天打通周身360道小脉，形成了大周天，又吞服生死玄丹，花了5、6天时间打通了生死玄关。他脸上满是喜色，这2个隐藏境界果然不一样，虽然表面上我还是辟脉境9重，可打通360道小脉和生死玄关后，我相当于又突破了2个小境界。最后一步，那就是开辟灵海，
正式踏入灵海境了。5枚灵石出现在陆萧手掌之上，只是这5枚灵石比之前他用的那些灵石散发出来的灵力要浓郁数十上百倍，因为这是中品灵石，1枚中品灵石相当于100枚下品灵石，5枚中品灵石是他用500下品灵石跟严大师置换的。因为武者到了灵海境后，下品灵石已经很难满足修炼需求。第一，下品灵石的灵力含量太低；第二，下品灵石的灵力精纯度杂质很多，远不如中品灵石。灵海境武者对灵力的精纯度要求很高，下品灵石对他们修炼作用已经不大。如果实在迫不得已使用下品灵石，他们还要花大量时间去清除里面的杂质，得不偿失。而陆萧时间紧急，再加上为了自己的根基考虑，当然是选择用中品灵石来突破灵海境，省了很多麻烦。炼化，陆萧直接将这些灵石捏碎，精纯的灵力在纯阳天宫的吸收下，朝他体内的9大主脉、360小脉灌注而去，最后尽数汇入丹田之中。灵海境就是要将丹田粉碎，破后而立，开辟成灵海，而体内的灵力也会随之液化，变成更加凝练的灵液。这是一个质变。第二天，陆萧丹田内已经快要被灵力彻底注满。第3天，丹田不堪重负，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细微裂缝。第4天，随着一声闷响，丹田破碎，形成了一个漩涡，灵海出城。足足7天后，陆萧这才完成了突破。灵海境一重，他脸上满是喜色。寻常人突破灵海境1重，体内灵海一般只有1丈，而我直接就开辟了10丈灵海，比其他人足足大了10倍，比一般灵海境3重武者的灵海都要大。也就是说，他灵海境1重的灵力，比寻常灵海3重武者拥有的灵力都要雄厚得多，何其逆天！看来你确实基础足够扎实，而且修炼天赋很强。妖媚女子赞许道，哪怕是她当年修行突破到灵海境1重，灵海大小也不过是8丈左右，这已经算是天纵之资质了。没想到陆萧居然比他还要逆天。我在神魔藏场内修行了10几天时间，外边应该是10多个时辰，才过去1天多一点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他们的最后期限了。所幸他们给了我2天时间，我才能成功突破到灵海境。陆萧握紧双拳，不管怎么说，突破到灵海境，他也拥有了更大的底气。接下来的1点时间内，为了保险起见，他还跟妖媚女子讨要了一门可短暂提升修为的保命秘法，名为燃血秘术。只不过这秘法太过霸道，对自身的伤害太大，所以妖媚女子还特意叮嘱他，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千万不可施展神识。从神魔藏场退出来后，陆萧缓缓睁开双眸。突破到灵海境后，他感觉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浑身充满力量感，而且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该出发了，陆萧暗道，我如今实力增强后，跟洛清仙同行，应该不会拖后腿了。虽然陈潇让洛清仙同行保护他，但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是不想在洛清仙面前丢脸，只是不拖后腿。之后，陆萧跟徐谦儿和莫青竹道别，在2人担忧不舍的目送下，离开了第5峰，直奔青兰宗外而去。而洛清仙早已在清风亭中等他。而陆萧一离开第5峰，动向立马就被通知到了苏泽等人那边。苏泽的嘴角露出一抹阴沉之色，这家伙还真不怕死啊，居然敢这么光明正大离开，看来他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破罐子破摔了。苏映雪美眸怨毒，摇头叹息，可惜了，没能亲手斩杀他，洗刷我多年来的耻辱。蓝剑灵深吸一口气，我已经安排人悄然跟上去解决他了，此事不宜声张，所以派几个信得过且嘴巴严实的人前往即可。徐须道好歹也是为青兰宗而牺牲的功勋，考虑到影响，他也只能让一些弟子去完成这并不光彩之事。而那些长老级别的人物，他不敢让对方去做这种脏事，对方也未必愿意。毕竟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徐须道？蓝剑灵叹了一口气，若不是为了宗门，他也不愿如此绝情。陆萧一离开青兰宗，便第一时间展开自己的神识，探查周围的一切。不过他的神识并没有察觉到后面有人追随，那些家伙应该还没追上来。半个时辰后，清风亭内，一个长相清丽、一尘不染的绝美女子缓缓抬起了眸子。陆萧来了。洛小姐。陆萧来到了洛清仙面前。洛清仙微微颔首，走吧。陆萧深吸一口气，跟洛清仙这种绝色美人一起同行，他心里多少是有点压力的。瑶瑶姿是千娇百媚，魅惑人心的妖女；姬冷月是不食人间烟火，气质冷艳的冰山美人。而洛清仙则像一朵清丽脱俗的百合花，只是站在那里便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让人的心境莫名安稳。三女完全是不同的气质。2人一路无话，前行了数里路，洛清仙这才开口道，我知道你这次去东阳国是想找徐峰主的踪迹，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东阳国那边如今局势极为复杂，而且徐峰主的实力如此强大，
都在东洋国吃了亏，我们要谨慎行事。陆萧颔首，我明白。还有，洛清仙欲言又止。陆萧颔首，我明白。我还没说，你就明白了。洛清仙挑眉，我猜你是想说我们婚约之事吧？洛清仙笑了，你猜得很对。放心，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陆萧道，我对洛小姐只有感激，要不是那天你及时把闭关的陈封主叫出来，恐怕我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洛清仙沉默，不再提此事。小心！陡然间，陆萧大喊一声，一把拦住了洛清仙腰肢，将他扑倒在地。而在两人原先的位置上，几枚飞镖插入了地面之中。洛清仙芳心轻颤，要不是陆萧及时推开了他，说不定他已经被飞镖偷袭击中。刚才对方下手狠辣且悄无声息，他一时大意没有察觉，可陆萧的感知力居然比他还要敏锐。陆萧，你的死期到了。一道阴沉的声音从不远处的密林处传来，老子今天要一雪前耻，彻彻底底把你送上路。陆萧抬眼望去，密林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几道身影快速从里面冲出，其中一人赫然便是先前在主峰考核上被他击败的张浩。除了张浩外，还有好几个青蓝宗主峰的弟子，一个个眼神阴冷地盯着陆萧，那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主峰前10的弟子来了3个，看来这次他们为了杀你可花了不少心思啊。洛清仙的嘴角缓缓勾了起来。站在张浩前方的是一个俊朗青年，正是如今主峰年轻一代中战力排行仅次于方天明和妖瑶姿的第3人秦云霄。秦云霄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嘴角挂着一丝淡笑，没想到洛仙子也在这里，不过就凭洛仙子一人，怕是难保他周全。要是洛仙子当作没看到今天这事，我们也当作没看到洛仙子，如何？以洛仙子的实力，5峰大比之上，应该可以轻松获得前10，进入天武学宫修行，前途不可限量，没必要为了这个废物断送自己的前程，枉送性命。就凭你！洛清先拔出软剑，要不你们一起上。洛清仙，你确定要跟我们作对？你应该知道我们背后之人。秦云霄语气一沉，要战便战。洛清仙懒得回应他，洛清仙交给我，你们解决那小子，直接杀了。眼见洛清仙软硬不吃，秦云霄轻哼一声，身体立刻朝洛清仙冲了过去。洛清仙拔出腰间软剑，对陆萧开口，躲我身后。话落之间，他娇躯也飘然而出，跟秦云霄大战在一起。而张浩等人则是绕过正在交战的2人，直奔陆萧而来，他们脸上浮现狞笑，仿佛已经看到陆萧惊慌失措的模样。只可惜陆萧的眼神很淡定，甚至淡定的让他们反倒有些慌了。张浩大喝一声，陆萧死到临头还在装腔作势。我告诉你，就在昨天，我在丹药的帮助之下已经踏入临海境4众，现在我杀你如杀狗。3个临海境4众武者，这一次我看你往哪逃。洛清仙眼中露出一抹焦急，想要回原指示，秦云霄实力很强，一时之间2人居然不相上下，他被死死纠缠住，无法脱身保护陆萧。秦云霄脸上依旧挂着虚伪的笑容，舔了舔嘴唇，洛仙子，你的对手是我，可千万不要分心，否则你若是落败，我怕我面对你这样的绝色美人会按捺不住做出禽兽不如之事啊。说着，他眼中浮现火热的阴邪。恶心！洛清仙只觉恶心透顶，下手也变得更加凌厉，他必须要摆脱这家伙的纠缠，回援陆萧。但就在这时，他的余光看到陆萧那边的场景，眸子却陡然一颤。面对3人的围攻，陆萧非但不退，反而直接杀入了他们之中。下一刻，他利剑出鞘，简单粗暴地横扫而出。当当当，3道清脆的兵器交撞声响起，3把利剑当场从中飞出。张浩3人被震得连退几步，口吐鲜血，握剑的手掌上虎口被撕裂开来，鲜血横流。仅仅一个照面间，3个临海境4众武者连兵器都没了。而陆萧则是潇洒收剑斜指地面，身形稳如泰山，神色睥睨地盯着张浩3人。洛清仙俏脸上满是不敢置信，陆萧前2日才不过是辟脉境9重，现在居然一剑碾压3个临海境4重武者。就连秦云霄也满脸震惊，你们在干嘛？赶紧杀了他！狮子搏兔，亦用全力，绝不能大。他话还没说完，陆萧的身影再度如闪电般掠了出去。噗嗤，张浩的人头高高飞起，脖子处冲天血柱飙了出来，双目圆瞪的头颅还带着不甘和震愕，滚到了其他2人脚下。一时间，其他2人只觉如坠冰窖，浑身凉透。他们甚至都没看清陆萧那一剑是怎么出的。这还打个屁啊！陆萧轻震手中长剑，将血抖干净，冷冽的眼神死死盯着剩下2人。2人胆子都被吓破了，双腿发软。陆萧的战力居然这么恐怖！正在激战的秦云霄和洛清仙
同样也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而作为当事人的陆萧却神色淡漠，身形一个闪烁便朝两人杀来。没了兵器还被陆萧震慑住的两人，才短短2-3个回合就被陆萧的长剑穿透身体，软绵绵地躺在了地上。而看到陆萧安全后，洛清仙也开始全心跟秦云霄战斗。很快局势反转，秦云霄被他逼得节节败退，仓促招架。唰，伴随着一道剑光闪过，洛清仙一招凶猛的劈斩，秦云霄利剑被劈飞，身前被划出一道血痕。他脸色仓皇惊恐，用手捂住伤口。他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压根不是洛清仙的对手，毫不犹豫转身就逃。往哪逃？洛清仙乘胜追击，在他背后拍了一巴掌。他哇的一口鲜血吐出，在抬眼之时，陆萧已经横剑挡在了他面前，一双深邃双瞳中杀意凛然。给我滚开！秦云霄色厉内荏，狰狞的大吼一声：“秦云霄，我送你上路！”陆萧冷冷开口，一道凌厉剑光从天而降，利剑在秦云霄眼中不断放大。噗嗤，他被劈成了2半，一道血线从他身体中间浮现，而后那血液犹如红色泼墨一般四溅而开。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死在陆萧手中。洛清仙看到秦云霄被陆萧斩杀，将利剑抖了抖收回剑鞘中。没想到你实力居然又有了新的进展，看来先前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陆萧被夺道骨，修为尽废，第2天生龙活虎的出现，还突破到了辟脉境9重。最离谱的是，这才2-3天过去，他居然又突破到了灵海境。这家伙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侥幸而已。陆萧笑了笑，而后眼神扫向几人尸体，面容渐冷，把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搜刮一下，离开吧。好。洛清仙蹙眉，从此的赶往东阳国有2000里距离，至少也要2天时间左右。我们在路上也要找个落脚点。简单将这几人的物资搜刮完毕后，两人继续出发。1个多时辰后，一群青兰宗弟子也赶到了秦云霄几人被杀的地方。看到秦云霄和张浩等人的尸体躺在地上后，他们瞳孔巨颤，满脸不敢置信。秦师兄被杀了？怎么可能？此事必须要立刻禀告宗主。秦云霄可是主峰方天明和妖瑶姿之下的第一人，居然会被陆萧所斩杀。而此刻100里外，一个偏僻小镇上，一间客栈内，陆萧和洛清仙宛若一对金童玉女，并肩走入客栈中。陆萧挑眉，掌柜的，可还有客房？2位客官，我们店内就只剩1间房了，要不2位将就一下。掌柜看见眼前这对气质不凡的青年男女到来，立马笑呵呵道：只剩1间房了。一时间，陆萧和洛清仙大眼瞪小眼，气氛有些尴尬。要不换一家？陆萧转头望向洛清仙，客官，您有所不知，这周围数十里地，只有我们这么一个小镇，也只有我一家客栈，哪里还有其他落脚点？洛清仙蹙眉，赶了1天路，还经历了一场大战，此刻的他颇为疲惫。最重要的是，他素来爱干净，现在他感觉浑身黏腻，一点也不自在。算了，就在此将就一晚吧。洛清仙一块银锭丢给掌柜，带我们上去吧。好嘞。掌柜看他出手阔绰，脸上更是大喜，连忙带着2人上去。临走前还意味深长地在陆萧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少侠，我也只能帮您到这了。陆萧进了房间后，2人都很是拘谨，气氛说不出的暧昧和尴尬。今晚你睡床上一下吧。陆萧率先打破沉寂，我打坐休息会就行。洛清仙表面看似平静，可内心却早已波涛汹涌。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跟一个陌生男子共处一室，看到陆萧居然真的就地打坐休息，他犹豫了一下，我先沐浴。客栈里的东西很齐全，但让洛清仙无语的是，这浴室居然只用一道粉色屏风隔开，外边可隐隐约约看到里面的朦胧美景。要是自己在里面沐浴，岂不是要被陆萧看光了？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影子，但他还是很羞怯。最后他深吸一口气，美眸冷冷扫了一眼陆萧，我洗澡时要是你敢偷看的话，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陆萧点头，放心，我绝不会偷看的。洛清仙进去了，只是沐浴之时，他的美眸不断从里面扫来，发现陆萧始终背对着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哪怕陆萧背对着这道屏风，里面传来的袅袅水声，脑海中也不由浮现出让他心猿意马的香艳场景。等洛清仙出来之时，已经换上了一件素白的睡衣，3000青丝随意散披香肩之上，犹如清水芙蓉，美艳不可方物。洛清仙注意到陆萧的目光，轻咳一声转移话题：你要去沐浴吗？陆萧想了想，点点头。过了片刻，洛清仙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的亵衣之类还在里面，那岂不是说这家伙把自己的贴身衣物都看完了？想到这，他忍不住侧头看了一下屏风，看到的场景却让他面红耳赤。
哪怕只是模糊的影子，但依旧可以看到陆骁健壮修长的身材轮廓。他的脸瞬间红了，赶紧别过头去。就这样煎熬等待好一会后，等陆骁从里面出来后，他连忙小跑进去，将自己的贴身衣物收进去空间戒指之中。再出来时，发现陆骁已经闭眸，坐在地板上盘坐养神。可陆骁内心实在也难以平静，他早就看到了那堆衣物，只是避免尴尬，装作不知。你真要坐地上？洛清仙挑眉。无妨。陆骁淡笑道，洛小姐，你安心歇息即可，若是有什么动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洛清仙点头，那就有劳你了。说完，他小心翼翼地钻进了被窝里，用被子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那小心翼翼的模样让陆骁忍不住想笑，没想到洛清仙居然也有这么小女孩的一面。不过洛清仙转念一想，自己修为比陆骁还要厉害许多，怕什么？心里虽然这么想着，可他还是一夜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睡着。翌日一大早，陆骁睁开双眼，看到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的洛清仙，顿时双眼瞪大。洛清仙的睡姿很不老实，此刻正是侧躺着面对他，裙子微微卷起半截，修长圆润的玉腿就这样暴露在外，再加上她的睡衣有些宽松，些许耀眼春光浮现。感觉到洛清仙的睫毛也颤抖了几下，他连忙闭上眼睛，装作没醒。洛清仙从惺忪中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春光隐现的模样，顿时俏脸一红，连忙望向陆骁，看到他还在没醒，这才暗松了一口气。他连忙将自己的衣物整理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过了好一会，他故作平静地开口，陆骁，天亮了。陆骁这才睁开双眼，洛小姐，你这么快就醒了？洛清仙颔首，我们洗漱一番，吃个饭就继续赶路吧。洗漱完毕后，两人又在客栈下点了几个小菜。一对青年男女从外边走了进来，掌柜的，可还有客房？哎呦，客官，你们两人来的还真巧啊，刚好还有最后一间。掌柜的笑呵呵地迎上两人。洛清仙嘀咕，面露疑惑，这客栈生意有这么好吗？这么大一个客栈，每次都只剩一间房。等掌柜的将那对青年男女送上去后，又有一个佩剑中年迈步走入，掌柜的安排一间上等客房。好嘞，马上。掌柜笑眯眯地开口。洛清仙，他算是明白了，咬牙切齿地低骂一声，这个奸商。陆骁也实在无语，这掌柜的估计以为他们是一对，想要成人之美，说只有一间房了，否则昨晚他们也不会这么尴尬。2天后，东阳国皇都，一个长相英俊的白衣少年和清丽脱俗的绝美少女走在东阳国皇都之中，朝着皇宫方向而去。这两人正是陆骁和洛清仙。洛清仙蹙眉道，这东阳国我几年前跟师尊前来过一次，那时候还算正常，如今怎么变成了这副乌烟瘴气的模样？这一路走来，他看到的是流民无数，乱匪横行，一旦动乱，受苦的永远是那些平民百姓。陆骁低喃一声，突然地面一阵巨震，马嘶声和马蹄践踏地面之声犹如鼓点般传来，一时间周围的人群纷纷吓得不断退避。陆骁和洛清仙眸子微微眯起，紧接着不远处一群身披银甲杀气腾腾的将士踏马而来，将他们包围，围得水泄不通，肃杀气息无形蔓延。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骑着一头赤马的中年男子，一双鹰目居高临下的紧盯两人，尤其是看到长相绝美的洛清仙，眼里更是露出一抹贪婪之色。陆骁眼神一冷，你们是何人？魁梧中年轻哼一声，我等乃是东阳国皇宫禁卫，我乃皇宫禁卫统领，你们二人行踪诡异，鬼鬼祟祟，我们东阳国皇都意欲何为？陆骁淡淡道，我们乃是青兰宗弟子，受命前来此地探查东阳国情况。那中年冷笑一声，挥了挥手示意那些手下，你说你们是青兰宗弟子，就是我现在怀疑你们是靠山宗派来的那间，给我拿下，好好盘查盘查，验明他们的身份。放肆！陆骁冷喝一声，我们乃是青兰宗特使，东阳国乃是我们青兰宗的朝贡国，就连东阳国主见了我等也得礼敬3分，你敢对我等出手，是想找死吗？闻言，中年的嘴角露出一抹嘲弄，且不说你们是不是真的青兰宗弟子，就算真的是，那又如何？看到对方言辞中对青兰宗毫无敬意，洛清仙目光一沉，杀意凛然。动手！中年一声令下，几十个银甲将士立马朝两人杀来。陆骁腰间利剑挥出，顷刻间这些银甲将士一个个惨叫着从马上坠落地面，场面顿时一片混乱。中年眼神一沉，没想到你这毛头小子居然还真有点实力，不过区区林海一虫也想在本统领面前放肆，可笑。当下他拔出大刀，加马杀来，势大力沉的一刀从天而降。然而陆骁只是轻轻一挑，他手里的大刀立马就被架住，
无法往前半分。他气劲一吐，这中年从马上横飞而出，狠狠砸落地面。中年脸上满是不敢置信，他可是林海境3重修为，位列禁军4大统领之一。这林海境一中的小子居然有如此实力。陆骁面无表情，持剑朝他逼近。汤统领浑身发抖，不断后退。此地乃是东阳国皇都，我乃禁军统领，你敢杀我？陆骁语气冷酷，就算我把你的狗头提到东阳国国主面前，他也不敢放一个响屁。就在这时，只见后方又有一队人马赶来，浩浩荡荡，为首的青年男子骑着高头大马，身穿文金玄衣，气宇轩昂，贵气自发。青年第一时间下马对陆骁行礼，声音中充满歉意。汤统领不知2位青蓝宗特使身份，冒犯了2位，还请2位手下留情。陆骁冷声问道：你又是何人？玄衣青年拱了拱手，在下东阳国大皇子林寒。最近东阳国境内动荡，经常有靠山宗之人混入皇城重地，这些禁卫也只是一时鲁莽，才冒犯了2位特使，还请2位不要介意。看来这东阳国已经忘了谁才是你们的主子了，请我们青蓝宗前来平定叛乱，却连我等身份都不知。洛清仙冷笑。大皇子立刻伏跪于地，浑身冷汗狂冒，将头颅压得极低。我等不敢，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而已。说着，他怒瞪汤统领一眼，还不快滚过来给2位道歉。汤统领连滚带爬的跑来，连连磕头，不断求饶。罢了，陆骁冷道，这次暂且放你一马，再敢对我不敬，就算是东阳国国主来了，也保不住你。2位长途跋涉前来东阳国相助，我等理应以礼相待，所以我恳请2位随我一起回府，我设宴款待。陆骁和洛清先对视一眼，而后点了点头，那便带路吧。2位请。大皇子立马做出请的姿势，而自己则是站在2人身后，毕恭毕敬。陆骁随口问道，我听说最近靠山宗扶持的势力正在东阳国境内发动叛乱，前段时间有青蓝宗的长辈前来相助，可如今这东阳国境内依旧动荡不安，难道此事无果？大皇子露出惊诧，我并未听说过此事。虽然他掩饰得很好，但陆骁却敏锐地感觉到他眼神闪烁了一下，很明显是在说谎。他一定知道徐须道前来东阳国之事，甚至徐须道陨落之事也跟这些家伙也有一定关系。虽然主谋是苏泽那老乌龟，但说不定这东阳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他不动声色道，我那长辈来的隐秘，大皇子不知道倒也很正常。陆骁等人在大皇子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进入皇子府。大皇子乃是如今东阳国国主钦定继承人。皇子府装饰奢华辉煌，楼台亭榭砖石草木都极其讲究，尽显皇家风范。待2人进入僻静别院后，大皇子笑道：“2位暂且在这此歇息，今晚我亲自设宴款待2位，先去令下人安排一下。”有劳大皇子了。陆骁笑道：“理应如此。”大皇子微微一笑，而后便告辞离开。支开身边所有侍卫和丫鬟之后，洛清仙这才轻启红唇。先前内汤统领听说我们来自青蓝宗后，正常情况下多多少少会有些敬意，可他却没半点敬意，还要直接对我们下杀手。后来这林寒虽然跑出来解释了，但话语中依旧有很多漏洞。我也发现了。陆骁微微颔首，我师父来东阳国之事，他身为东阳国皇子不可能不知情，他却对我隐瞒，很明显是心虚。今晚这宴席怕是个鸿门宴，一切小心，静观其变。另一边，汤统领捂着胸口，小心翼翼地跟在大皇子身后。大皇子，那小子不简单，林海境1重修为，居然能打败我林海境3重，看来他们不好对付啊。大皇子冷哼一声，何止这小子不简单，他身边那个女人更不简单。就在2个时辰前，苏封主已紧急传信于我父皇，他身边同行的女子是青蓝宗第5封圣女。青蓝宗圣女。汤统领倒吸一口凉气。大皇子瞪了他一眼，冷道：“瞧你这没出息的模样，青蓝宗圣女又如何？再逆天也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罢了。就连徐须道这等强者都给我们玩死了，区区一个青蓝宗圣女又算得了什么？而且你可别忘了，苏封主身后的背景可是天武学宫灵狐一族，要是能抱上这条大腿，我东阳国势必将一飞冲天，不用再当青蓝宗手下的一条狗。看他们这副模样，还真以为我们把他们当作贵客了，真是愚蠢。殊不知本皇子今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他们今天插翅难飞。那女人还真是个人间角色，就这样死了太浪费了。本皇子虽阅女无数，可还没尝过高高在上的青蓝宗圣女的滋味呢。今晚过后，本皇子就可以尝一尝这圣女的滋味了。哈哈哈哈！入夜，陆骁和洛清仙2人在一群侍卫侍女的簇拥下进入了夜宴大殿中。大殿内莺歌燕舞，靡靡之声不断从中传出。一群身材曼妙的舞女正在摇曳灵蛇般的腰身献上舞曲，中间摆着一张黑玉长台，
连桌上器具都是黑玉所铸，一看就造价不菲。里面人不多，在大皇子左右两侧站着2人，一个灰袍老者，一个鹰钩鼻中年，2人身上的气息都很强。陆萧也隐约感觉到来者不善，跟洛清先打了个眼色后，2人不动声色的入座。大皇子脸上满是热情，立马起身，举起酒杯道：“2位特使，今天我手下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我敬2位一杯，以示歉意。”说完，他双手托起酒杯。陆萧挑了挑眉，也缓缓抬起面前的酒杯，闻了闻，赞叹道：“好酒。”大皇子笑道：“此乃白玉仙露，我东洋国最高级的美酒，1年只产20坛，也算是顶级佳酿了。我敬2位。”说着就要抬起酒杯一饮而尽，可陆萧却一动不动。大皇子也停了下来：“特使，您这是不愿原谅我等的无礼吗？”陆萧笑了笑，眼神突然凌厉起来，寒气森然：“大皇子，你在这酒里下了东西，想要置我们于死地，这让我们怎么原谅你们？”大皇子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掩饰了下去：“特使，您开玩笑了，您可是青兰宗特使，我们哪敢给您下毒？您要实在信不过我把2位面前的酒喝了，以证清白。好，那你当着我们的面把这2杯酒给喝了吧。”洛清先冷然一笑，玉手一抬，玉掌之间的酒杯已飞到大皇子面前。大皇子脸色瞬间僵硬下来：“哈，怎么不喝了？”陆萧似笑非笑地盯着他。就在这时，大皇子却突然冷笑起来，目光森冷：“既然都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也没什么可隐瞒了。今晚本皇子已在此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2个休想活着离开。”这话落下后，在他两侧突然冲出一群身披黑甲，手拿弓弩的弓箭手，无数弓弩齐刷刷对准了陆萧2人，杀机沸腾。破灵弩，洛清先俏脸铁青。这破灵弩可跟普通弓箭不一样，乃是以特殊金属所铸，能够轻松穿破武者的灵力防御，杀伤力非常恐怖。哈哈哈！林寒冷笑不已。本来本皇子还想等你们中了化灵散后再将你们拿下，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那只能动用伏兵了。这破灵弩，灵海5重之下的武者绝对无法抵抗。今天你们就等死吧，只是可惜了这绝色美人，本来想好好享受一番再送你上路，现在看来没这个机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身旁2人的保护下不断往后退去。放！随着林寒一声令下，一道道利剑闪烁寒光暴掠而出，从4面8方破空而来，要将陆萧和洛清仙2人打成筛子。铿锵！陆萧和洛清仙第一时间拔出利剑，当当当，手里利剑精准地打击在那些利剑之上，这些利剑要么被斩落，要么反弹回去，带起一连串惨叫声传来。这些弓箭手直接被特制利剑穿透躯体，当场死不瞑目。陆萧冷喝一声，身体宛若闪电般消失原地。利剑划破冰甲的声音响起，一大片弓箭手当场陨落。大皇子眼露恐惧，身体继续后退。你们这群废物，快拦住他啊！他没想到陆萧2人居然这么强，这些弓箭手压根拦不住他们。大皇子无需惊慌，有我们在。那老者傲然开口道：“灵海一众确实有点实力，但老夫灵海5重修为，杀他如杀狗。”说着他还扫了一眼旁边鹰钩鼻中年陈供奉，这女人就交给你了。陈供奉暗骂一声，这老不死的明知道这女人比陆萧强，居然把她交给自己对付。不过身为灵海6重的他也不惧洛清仙，他冷笑一声：“小女娃，我们大皇子对你有意思，若是你愿意乖乖束手就擒，我们大皇子舒服完之后，或许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这2人都是东洋国大内供奉，在东洋国内可排入前10甲。虽然陆萧2人来自青兰宗，但也不过是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们又怎会害怕？老者懒得废话，直接抬起手掌朝陆萧鹰扑而来，一双手掌瞬间暴涨，上面闪烁寒光，宛如猎鹰之爪。这是他成名绝技3品中街舞伎猎鹰爪，修炼到大成，可徒手捏碎巨石、兵器，坚韧程度堪比神兵利器。他有绝对自信，这一招可轻松将陆萧撕成粉碎。然而下一瞬间，他只见眼前一道寒光闪烁而过，手掌处传来阵阵钻心痛楚，2只手掌居然齐齐被陆萧一剑砍落下来，鲜血狂喷。怎么可能？他眼里充满不敢置信，这家伙明明才灵海1重啊，跟他足足差了4个小境界。他哪里知道，陆萧媲迈进9重之时，便有了媲美灵海2重的战力，加持武技，甚至比普通灵海3重略强。如今在突破生死玄关，打通36道小脉，再加上晋级灵海境1重后，就算是灵海6重，他也有一战之力。他惊骇之下，只能连连后退。陆萧目光阴冷的逼近，还想跑？现在是不是迟了点？老者的身体还在后退间，陆萧的剑已经将他劈成了2半。
滚烫鲜血喷出，溅了大皇子一身。啊！大皇子裤裆湿了一大片，连滚带爬的爬了出去。汤统领，护驾！护驾！他这一声大喊，汤统领立刻带着数百个将士冲了进来，拔出刀剑杀向陆骁，想要用人海战术将陆骁抹杀。滚！陆骁一剑劈出，剑影掠动，10几道身影纷纷横飞出去，鲜血四溅。第二剑又是一大片将士惨叫着陨落。他像一尊杀神般穿入人群之中，直逼汤统领而去。汤统领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他一剑斩杀，头颅高飞，血柱冲天。滚！陆骁一声轻喝，宛如惊雷，让那些将士肝胆俱裂，纷纷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瞬间消失无形。而另一边，洛清仙已经轻描淡写地解决了那个阴沟鼻男人。看到陆骁居然轻而易举地斩杀了灵海境5重强者，他心中的震撼已经无法言喻。这家伙究竟怎么做到的？他明明才灵海1重啊！陆骁提着燃血长剑，迈步朝大皇子逃窜的方向走去。洛清仙美眸闪烁，跟在身后。而大皇子屁滚尿流的一路逃窜，不时回头恐惧地望向后方。你在看哪里？一道冷不丁的声音突然在他前方响起。大皇子浑身一颤，身体硬生生停顿下来。前方的一个屋顶下，一个白衣少年和如谪仙般的绝色女子拦住了他的去路。月色将两人的面容衬得有些朦胧，很有诗意。可大皇子却无心欣赏，双腿一软，瘫坐在地，旋即不断磕头求饶：“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陆骁飘然落地，斜卧滴血长剑而来。他冷声开口：“接下来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是。”太皇子头倒如蒜。陆骁一字一顿问道：“你可知我师尊来过东阳国？”大皇子战战兢兢：“是，我知道。所以，我师尊是怎么陨落的？”陆骁的语气越发森冷。大皇子满头大汗，嘴唇发抖，半晌说不出话来。陆骁眼里寒光闪烁，杀意凛然，说：“否则，我现在带着你的狗头，亲自去问东阳王。我一定有问必答。”大皇子浑身都在颤抖，在死亡面前，他没有了先前的意气风发，只想着活命。我师父是怎么死的？你最好是如实跟我交代清楚。太皇子头上冷汗簌簌狂冒，不关我们的事啊，这都是苏泽让我们干的。当初徐封主奉命前来东阳国帮我们处理内乱，我们当然欢迎之至，但很快苏泽就传来了书信，让我们配合他暗杀徐封主。听到这话，陆骁眼中怒火暴涨，继续说：“就凭你们东阳国这些虾兵蟹将，又怎么可能是我师尊的对手？我师尊乃是青蓝宗宗主，他徐苏泽个什么东西？要是没有其他因素，谅你们也没这个胆量随便对他下手。”大皇子深吸一口气，没错，要是只是苏泽下令的话，我们断然是不敢对徐封主下手。但苏泽的背后之人可是天武学宫的灵狐一族，而且苏泽还请动了灵狐一族的强者前来暗杀徐封主。我父皇见状，也只能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们全程没参与此事，徐封主的死跟我们东阳国国主无关啊！灵狐一族，陆骁没想到自己师尊之死，居然连灵狐一族都参与了其中。他眼里燃烧着浓烈怒火。陆骁冷然盯着他：“你在撒谎！既然你这么不老实，那也没必要活着了。”我说。大皇子见陆骁动了杀意，一股尿骚味再度从胯下飙出，连忙大喊：“我全都告诉你！”“不需要了，我会当面向东阳王问清楚。”话落，陆骁一剑劈出，大皇子身首异处，头颅落地。刹那间，整个皇子府陷入了死寂之中。大皇子被杀了。那些侍卫丫鬟看到这一幕后，纷纷吓得双腿瘫软，拼命往外逃窜。大皇子可是东阳国主钦定的继承人，未来东阳国的王，结果就这样被杀了。这下东阳国的天要塌了。陆骁冷眼扫向一旁一个吓得软瘫的侍卫，淡淡开口：“把这家伙的狗头带回去给东阳王，告诉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我，我马上就会送他去见儿子。”他轻轻一踢，那淋寒带血的头颅就滚到了对方脚下。那侍卫浑身一颤，不住发抖。“提起来！”陆骁冷声道。那侍卫大叫一声，颤抖着将大皇子的脑袋提起，不要命地朝外边狂奔而去。洛清仙挑眉，红唇轻启：“你真要杀入东阳皇宫？”陆骁冷道：“他们联合苏泽那老乌龟，谋害我师尊，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洛清仙又道：“东阳国虽然只是青蓝宗的附属势力，但好歹也是一个王国，王宫之内必然严防密布，且有不少高手，想要闯进去很难。你若不想去，我自己一人前往也行。”陆骁眼里透着凌厉杀意，师尊之死已经水落石出，不杀东阳王，他誓不罢休。洛清仙道：“既然我答应了师尊护你周全，自然会做到。而且如今这东阳国已经彻底腐朽了，王室无道，
民不聊生，这才引起叛乱。我们将这王室颠覆，倒也算为民除害。要是我们两人能将这东阳国覆灭，想想还挺刺激的。那走吧。陆萧神色平淡，收剑回鞘，迈步往外而去。东阳国王宫之内，东阳国主端坐王座之上，那张威严的脸上脸色铁青的可怕。在他脚下跪了一大群禁卫军，这些禁卫军已经跟他汇报了陆萧两人在皇子府大开杀戒一事。他知道这件事马上就会传遍整个皇都乃至整个东阳国，到时候他东阳王的颜面何存？皇室颜面何存？他一拍一坐，眼里怒火熊熊燃烧。区2个青兰宗普通弟子居然也敢在我东阳国放肆，今天本王就要让他们有来无回。他早就收到了苏泽的密信，要他暗中把陆萧两人处理掉，他并未把两人放在眼里，这才让大皇子去处理此事。没想到这2个家伙还有点本事。他轻描淡写开口道，立刻派出1万大军包抄他们，直接诛杀，然后带着他们的脑袋来见本王。一个身披铠甲的魁梧男子开口道，王上，大皇子现在大概率已经被他们所擒住，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对方会不会狗急跳墙？东阳王顿时哈哈一笑，你觉得他们有这个胆子吗？其他人他们敢杀，我东阳王的儿子他们敢动。话音刚落，报！一道声音从外边传来，而后一个乌头垢面的男子匆匆冲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头颅，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东阳王看到那满是鲜血的头颅，立马冷笑起来，淡淡道，我就说区2个蝼蚁翻不起什么风浪吗？你们看，本王刚要下令诛杀他们，他们已经被解决了。你们看这死状，啧，还真凄惨啊！这脑袋的形状看起来不错，做成尿壶刚刚好。就在这时，那跪在地上的侍卫战战兢兢开口，王上，这是大皇子的尸首。什么？东阳王的笑声戛然而止，双眼瞪大，看着那带血的头颅，浑身抑制不住颤抖。孩儿死了，他身为一国之主，儿子贵为皇子，居然被人斩杀了。这2个家伙真有这么大胆子？他双眼血红的死死盯着凌寒的脑袋，是青兰宗来的那2个家伙干的。那侍卫颤抖道，那小子还让我把大皇子头颅交给您，他还说他要进宫杀您。东阳王顿时目如猎鹰，浑身散发出一股可怕杀意，怒笑连连，杀了我东阳国皇子，还敢口出狂言，真是不知死活。我东阳王宫也有3万大军在此镇守，就算是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将他们给淹死。此外，8大大内供奉个个都是绝顶高手，他们还妄想来杀本王。一旁一个男子上前深吸一口气，国主，这2个家伙有点邪门，我们还是谨慎为妙。如今镇国侯刚好大捷而归，就在皇都之内，我们可请镇国侯来为您护驾。镇国侯乃是东阳国第一强者，手握10万重兵，权势滔天，在东阳国内可谓是一人之下的存在。不需要。东阳王冷道，对付区2个青兰宗弟子，还不需要惊动镇国侯。如今镇国侯如日中天，手握重兵，已经成了他的心腹大患。若是将对方请入皇宫护驾，谁知道会不会引狼入室？镇国侯迟早有一天，他也要除掉。在他联合苏泽暗害徐须道之时，苏泽已经答应借灵狐一族的威势，助他巩固东阳国政权，帮他摆脱青兰宗的束缚。只要有灵狐一族给他撑腰，他马上就要一步登天。镇国侯也蹦跶不了几天了，调动全宫3万兵力，严防密控。那2个家伙要是敢来送死，杀！另外，将其他8位大内供奉也全部请出来镇压他们。是。一时间，整个东阳王宫开始严防密控，无数兵力被调动起来。整个王宫中黑压压的人群在快速流动着，肃杀之气蔓延。东阳王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之下，登上皇宫的最高之处，俯瞰皇宫入口方向，目光森冷。孩儿，父皇一定将他们碎尸万段，为你复仇。就在这时，皇宫入口方向传来一阵骚乱，大片将士倒下，2道身影一步杀10人，摧枯拉朽般冲破防线，最后直接纵身一跃飞过宫墙，踏步而来。来了！东阳王眼神阴冷，死死盯着陆萧。就是这个家伙杀了自己最看重的皇子。陆萧那冷厉的眼神也瞬间锁定在了数百丈外的东阳王身上，旋即淡漠清朗的声音也响彻了整个东阳国皇宫。东阳王，我陆萧来取你狗头了。好胆！东阳王双目阴冷，连徐须道都被他们联手玩死了，他还怕一个黄毛小儿？当下他大喝一声，立刻废了他，把他带到本王面前，本王要亲自手刃他，为孩儿报仇。谁能砍下他的手脚，本王当场论功行赏，赏10万两白银，加官进爵。随着他一声令下，无数将士红着眼，不要命地冲向2人。黑压压的人群犹如潮水般将2人笼罩。洛清仙冷眼扫过，我不想杀你们，
不要枉送性命。然而那些将士都红眼了，不管不顾，前仆后继地涌上去。陆骁冷哼一声，直接纵身一跳，直接踩着他们的头颅而过，身体化为闪电，冲向东阳王所在的方向。洛清仙蹙眉，不再跟这些虾兵蟹将纠缠，而是跟陆骁一样，娇躯飘然跃起，踩着这些将士的头顶，直奔东阳王。东阳王脸色铁青，他本想用这些人消耗两人的体力，可没想到陆骁两人居然不上当。他挥了挥手，蓦然下令，神机营准备弓弩射杀。哗啦啦，上千神机营将士纷纷手持特制弓弩出现在高处，将弓弩对准两人。旁边一个将领犹豫了一下，王上，这些弓弩对这两个家伙作用不大，利箭射出也不过是让我们的将士徒增伤亡而已，为本王而死是他们的荣耀。东阳王冷漠开枪，手往前一压，放箭，铺天盖地的箭雨朝两人射来。陆骁两人运转浑身灵力，挥动利箭，将这些利箭全都扫落。可那些将士可就没那么好运了，纷纷被箭雨射穿身体，死了一大片。陆骁利箭不断劈出，剑气横空，哗啦啦地扫倒一大片弓箭手。不到午息时间，上百个弓箭手纷纷从高处坠落，死伤无数。他一声大喝：东阳王，你明知道这些虾兵蟹将对付不了我们，还硬要让他们上，不过是让他们送死，还是派点拿得出手的人来吧。林海境是武道第3境，而这些将士最多不过是淬体境，基本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最多也就消耗他们一点灵力。此时陆骁已经距离东阳王不到100丈，看到两人一路摧枯拉朽，横扫千军，东阳王心底莫名腾起惧意。他强作镇定，诸位供奉，请现身吧。随着他这话落下，8位大内供奉犹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东阳国10大大内供奉实力至少在林海境5重之上，其中2个已经被陆骁2人斩杀，剩下的8人同样不是弱者，请诸位供奉出手镇杀他们。东阳王红着眼怒吼。王上放心。8位供奉微微颔首，从高处一跃而下，朝陆骁2人快速冲来。洛清仙柳眉轻挑道：一个林海境8重，2个林海境7重，3个林海境6重，1个林海境5重。林海境7重8重的我能拖住，林海境5重和6重这几个家伙你可以解决吗？陆骁目光沉冷，可以。行。洛清仙也不废话，林海境7重修为爆发，直接迎上那林海境8重的大内供奉和那3个林海境7重武者。陆骁紧盯着朝他包抄过来的3个林海境6重武者和林海境5重武者，其中一个供奉冷笑：小子，林海境1重修为也妄想跟我们4人一战，试试不就知道了。陆骁全力运转体内所有力量，胸口的神魔之骨散发出滚烫之意，浑身血液沸腾而起。小家伙，这些家伙可不好对付啊，得用点手段才行。他脑海中妖媚女子那慵懒之声再度响起。陆骁修炼的是地级功法纯阳天功，还有诸多加持手段，林海境6重也不是不可一战，但对方却有4人，确实很棘手，刚好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陆骁嘴角微微勾起，心绪飞速运转间，4人已经杀至面前。惊雷剑法，他手中利剑挥动，一道道剑气冲出，宛若惊雷炸响。这是3品上阶武技惊雷剑法，招式霸道凶猛，威力巨大。之前陆骁虽然已经将其要领掌控，可因修为太低无法施展，可突破林海境之后已经可以施展出来了。惊雷剑法一出，方才轻敌的几人脸上都露出骇然，立马躲闪。他们虽然修为很高，但东阳国只是一个凡人王国，修行资源跟青蓝宗比起来天差地别，最厉害的一人也就修炼过一门残缺的3级中品武技而已。而陆骁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利剑一挥，将最弱的那个林海境5重的供奉一剑穿心，震碎了他的心脉。这小子有古怪，不可留手。3人脸色终于凝重起来，从3个方向开始对陆骁展开攻击。当当当，陆骁不断挥剑挡下他们的攻击弹，一人面对3个林海境6重武者，依旧有点吃力，节节败退。东阳王嘴角露出满意笑容，这小子看来今天撒不了野了。3个围杀陆骁的供奉攻势越来越猛，而陆骁被逼得险象环生，可他依旧淡定的可怕，从容不迫地应对3人的攻击。最后3人沉不住气了，对视一眼后打算齐齐使用最强一击，将陆骁当场镇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骁趁他们蓄力发动攻势的间隙之间，强大的精神力汹涌而出，冲入几人识海之中。刚才他故意示弱，就是为了等待这一个机会。2品上阶的魂力虽然对3人无法造成大伤害，但也让他们脑海传来短暂刺痛，动作也随之迟缓了一下。然而在这生死决战之中，这电光火石间的变故足以让他们丧命。惊雷剑法，陆骁身体猛然暴起，凌厉剑光好似天雷从天而降。3人缓过神来，已经来不及躲避。噗嗤，
噗嗤，噗嗤，3个供奉当场被斩下头颅，全场死一般寂静。东阳王也彻底傻眼了，脸上笑容僵硬，浑身发寒。刚才这小子明明还身处险境，怎么突然间就反杀了呢？陆骁跨过3人尸体，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直奔东阳王而来。快拦住他！东阳王惊慌失措，转身就逃。周围将士硬着头皮围堵而上，陆骁压根不想跟他们纠缠，直接踩着他们的脑袋冲过防线。下一刻，那修长身影飘然落地，横挡在东阳王前方，冷冽的目光犹如刀锋般锁定东阳王。啊，别杀我！东阳王尖叫，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撑地，双腿不断蹬地，远离陆骁。陆骁不说话，只是冷冷迈步朝他逼近。东阳王瑟瑟发抖，连忙侧头去看其他4个供奉，却发现他们中已经有2人被斩杀，其他剩下的2人都被洛清仙拖住，压根无法抽出身来营救他。陆骁双目如刀，我师尊之事，你最好是如实交代。我说了，你就会饶我一条性命。东阳王恐惧地咽了一口唾沫。陆骁一字一顿道，说了，你死。你不说，今日我让整个东阳王室为你陪葬。东阳王脸色苍白如纸，他还有几十个子嗣，数百嫔妃，要是陆骁大开杀戒，恐怕这些子嗣和嫔妃都不能幸免，最后也只能长叹一口气，犹如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我都告诉你，徐须道来到东阳王宫之前，苏泽已经提前发密信给我了，他承诺我要是能配合他把徐须道弄死，就让灵狐一族为我东阳王室撑腰，助我东阳王室开疆拓土，保住我东阳皇室的地位。在这个诱惑之下，我答应了。徐须道过来的那一天，我特地设宴，派人在他酒里下了化灵散，中毒之后他实力大降，一直埋伏在暗处的灵狐一族之人出来对付他。听到这话，陆骁身体因愤怒而微微颤抖，心脏一阵剧痛。在他心目中，师尊徐须道就是父亲一般的存在，却遭这些家伙暗害。他强忍心中杀意，问道，我师尊的埋骨之地在哪？东阳王又道，灵狐一族派来的2人都是神魄境强者，但徐封主也不是凡俗之辈，哪怕是中了化灵散，也没有被他们当场击杀，而是杀出了重围，离开了东阳王宫。灵狐一族派来的那2个强者追杀出去之后的事，我并未亲眼所见，只是通过那2人口述，他们说徐封主被他们打入了乱魔崖，十死无生。陆骁脸色煞白，乱魔渊下就是号称死亡境地的乱魔渊，有进无出。师尊身受重伤，又坠入了这死亡境地，凶多吉少。他冷冷盯着东阳王，我师尊前来帮你平定叛乱，你却如此害他，你该死。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也没什么可辩解的了。东阳王苍凉一笑，闭上双眼，来吧，给我一个痛快。陆骁怒吼一声，一脚将他脑袋踢爆，头颅飞过高空，滚到地面上。一时间，整个东阳王宫内鸦雀无声。东阳王死了，那些将士也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正在跟洛清仙缠斗的2大供奉见到东阳王已死，也狼狈地退出战圈，向洛清仙求饶，再打下去他们的死。洛清仙淡漠扫了他们一眼，直接来到了陆骁身旁，看着东阳王那倒在地上的无头尸体，他知道这一切都落幕了。怎样，得到徐封主的消息了吗？陆骁心情沉重，我师尊被灵狐一族派出的人追杀，坠入了乱魔渊。听到这话，洛清仙双瞳微震，坠入乱魔渊那死亡境地，跟被宣判了死刑没有任何区别。节哀，他叹了一口气，安抚陆骁。不过，或许徐封主吉人自有天相，真从乱魔渊内走了出来呢。陆骁强笑一声，深吸一口气，我相信我师尊绝对不会有事的。不过，这笔账我一定要跟苏泽和灵狐一族好好清算清算。他梳理了一下前因后果，也大概能想明白此事的来龙去脉。苏泽父女想要夺走他的道骨，所以先下手为强，对徐须道下黑手。而灵狐一族之所以会跟苏映雪联姻，大概也是因为他身上的道骨，就是不知道苏泽是怎么空手套白狼，说服灵狐一族出手的。就在这时，地面再度传来一阵巨震，外边黑压压的将士犹如蚂蚁一般从王宫之外碾压而来，声势浩大，杀伐之气滔天。一道浑厚森冷的声音响起，镇国侯司徒杰前来护驾。花落之时，一个骑着赤血烈马，身材魁梧伟岸的中年，一刀劈开皇宫大门，率领大军冲入了王宫之中。他双目如鹰，脸庞犹如刀削般冷峻，浑身上下散发出铁血杀伐的气息。此人便是如今这东阳国第一强者，权倾天下的镇国侯。一时间，场上所有人齐齐跪下，高呼镇国侯。一个将领冲出来，涕泪横流的哭诉：镇国侯，王上他已经被这2个狂徒给斩杀了，请镇国侯一定要镇杀他们，为王上复仇啊！什么？
司徒杰故作大惊，而后那阴森的目光落在陆萧两人身上，胆敢杀我们东阳国之主，你们两人罪不可赦。实际上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他听说王宫发生暴乱，就第一时间借护驾这个借口率军杀入王宫之中，趁机夺权上位。毕竟身为东阳国第一强者且手握重权的他，岂会甘心当个万年老二？而现在陆萧两人斩杀了东阳王，反倒让他省去了弑君罪名。说起来他们还要感谢陆萧两人才对。这话落下后，他高大身躯从赤血马上一跃而起，落在陆萧两人面前。今日你们两人在本侯面前插翅难飞，本侯必定要手刃尔等为王上报仇。他气息爆发开来。林海境、九重感觉到对方身上传来的强大压迫感，洛清先俏脸凝重。能打吗？陆萧凝重问道。洛清先摇头，我猜林海境器重，对上他胜算不大。郑国侯樱木冷冷盯着他们，脸上露出一抹嗜血冷笑，你们是自刎于此以死谢罪，还是要本侯亲自出手？我来会会他。洛清先深吸一口气，躲我身后就好，我是这种人。陆萧瞪了一眼洛清仙。司徒杰冷哼，在本侯面前居然还敢打情骂俏，找死！他这声喝令落下后，魁梧的身体直接朝陆萧冲杀而来，一拳直直砸出。陆萧用尽全力抵挡，却依旧被这一拳震飞出去7、8丈远，张嘴吐出一口污血。他跟林海境九重之间差距还是太大了。死！郑国侯立刻一声，再度鹰扑而来。洛清仙利剑出鞘，剑光直抹他脖子而去。郑国侯眼神一凛，察觉到危机，只能抬手拍来这一剑。陆萧退到了数丈之外，抹去嘴角血迹，眼中的凶力却凌厉了几分。出发前，妖媚女子传给他的秘法名为染血秘术，这种秘法可短暂提升武者的战力，可却对武者的伤害极大。他本以为自己用不上这拼命的手段，看来眼下也不得不拼命了。郑国侯哈哈狂笑2声，你这女娃实力还在这废物之上，只可惜本侯乃是林海境9重武者，你才林海7重，就算你有逆天之姿，也不是本侯的对手。他腰间大刀瞬间出鞘，一道寒光闪过，刀光带着磅礴杀意从上而下劈落，庞大的刀威仿佛要将洛清仙劈成2半。洛清仙也施展剑法，曼妙倩影掠动，两人展开激烈搏杀。他手段尽出，各种高级武技剑法不断施展开来，居然以林海境7重修为硬汉司徒杰林海9重的修为。司徒杰也越打越心惊，自己居然隐约有被压制一招半式的迹象。不过很快他脸色一沉，身上气势变得更加霸道。奔雷9刀，这奔雷9刀乃是3品上阶刀法，主杀伐威力非常强悍，而且每一刀挥出，刀势就强盛几分。到第9刀之时，人刀势合一，将会有石破天惊之威。第1刀刀气如虹，第2刀劈天盖地，第3刀、第4刀、第5刀，他的刀越来越凶猛霸道，周围的地面都已经被刀气劈得七零八落。到了第8刀施展后，他身上的刀势也已经积累到了极限。洛清仙被强大震退出去，握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第9刀挥出之时，他连人带刀从天而降，刀光化为长虹，劈开天穹。洛清仙利剑被当场震飞，娇躯如遭重击，一直往后退去，嘴角一血，俏脸苍白。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突然落在他纤细腰肢之上，稳稳拖住了他。他一抬头就看到了陆萧那深邃的双瞳怔怔注视着他。没事吧？死不了。洛清仙俏脸一红。郑国侯无敌，无敌！司徒杰身身后数万将士齐齐高呼，声浪铺天盖地，气势冲天。他也哈哈大笑，冷眼斜睨两人，事到如今，你们还要负隅顽抗吗？陆萧拖住洛清仙那柔弱无骨的腰身，将他扶起，而后迈步挡在他前方。洛清仙心神一颤，看着陆萧那修长却坚定的背影，心中竟莫名有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一股未曾有过的情愫在他心中悄然而生。他嘴唇动了动，陆萧。陆萧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平淡的声音也随之荡开。接下来交给我。话落，狂暴气息在他身上席卷而出，气息节节攀升。林海2重，林海3重，林海4重，直至林海4重巅峰。洛清仙眸子里充满惊诧，这家伙怎会突然间提升了3个境界？而且如今陆萧浑身散发炙热气息，仿佛一个燃烧的大火炉，甚至周围都有恐怖的热气蒸腾而起。而司徒杰更是眯起双目，此刻陆萧的双目呈现赤红之色，看起来极其吓人。小子，你别以为用这种手段提升到林海境4重就可以与本侯抗衡，做梦！他可是林海9重，实力何其强大！死！他也不再废话，直接再度施展奔雷9刀，
浩瀚刀势带着煌煌之威碾压而来，刀气形成密密麻麻的刀幕，铺天盖地地斩向陆骁。陆骁身形犹如幻影般消失原地，两人的身体冲撞在了一起。转眼间，司徒杰已经接连劈出7刀，可都被陆骁硬抗了下来。第8刀落下之时，陆骁也施展出惊雷剑法，跟他的大刀狠狠碰撞在一起。噔噔噔，司徒杰连退几步，血气翻滚。这是什么怪物？灵海一中就能斩杀10大供奉，如今强行提升到灵海4重巅峰，居然连他这个灵海9重的强者都被碾压了。他堂堂东洋国第1强者，一生不曾一败，难道今天要折损在这毛头小子手里？想到这，他怒吼一声，双手握刀，第9刀猛然劈下。人、刀、势合一，洛清仙芳心狂跳，他知道司徒杰这一刀的威力有多可怕，而陆骁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强行燃烧精血，提升3个境界，他身体的负荷也非常之大，体内的精血正在快速消耗着，这种状态压根无法持续多久，所以他也必须速战速决。他目光死死盯着司徒杰，在司徒杰马上要杀到他面前之时，人和手里的利剑同时化为一道银色直线暴掠而出，这好像是幻剑术。洛清仙眼中满是骇然，幻剑术乃是4品下阶剑法，整个青蓝宗目前为止他见过身为剑修陈潇施展出来过。因为想要施展幻剑术，不仅要求武者灵力足够雄厚，还要求武者的神魂之力足够强大，能够在出剑的刹那对对手造成幻觉，做到杀人无形。也只有神魄境武者拥有如此强大的神魂之力，能够制造出一刹那的幻觉，电光火石之间击杀对手。陆骁居然施展出来了，找死！看到陆骁居然敢硬汉他这强大的一刀，司徒杰嘴角狞笑，大刀狠狠地劈在了陆骁的刀锋上。他的刀劈碎了陆骁的剑，劈开了陆骁的身体。他嘴角露出一抹狞笑，可突然他脖子上传来一阵透骨凉意，而后一道细小的血线浮现，温热的鲜血从他的脖子处飙了出来。眼前陆骁的身体消失了，他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幻影消失，不敢置信地回头，却发现陆骁居然在他身后，身体背对着他，剑尖之上的鲜血缓缓滴落地面。你怎么可能？司徒杰感到自己的生机在不断流逝，死死捂住自己的脖子，想要遏制鲜血流淌。直到这一刻，他都还想不明白陆骁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身后，陆骁的剑又是怎么将他一剑封喉的。就在这时，洛清仙倩影掠动，手起剑落，一剑穿入他的心口。司徒杰的心脉被剑气震碎，直挺挺倒下，就此陨落。整个东阳王宫彻底陷入了死寂。身为一国之主的东阳王，东阳国第1强者的镇国侯司徒杰都死在了这个少年手中，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抹灭了。死在幻剑术之下，也不算辱没了你这个灵海境9重武者。洛清先盯着司徒杰的尸体，冷冷抽出利剑。陆骁强撑着身体，冷冷扫了一眼那些满脸惶恐、神色呆滞的将士，滚！声浪荡开，数万将士作鸟兽散，全都吓得溃逃。而陆骁的眼前也是一阵发黑，强行用剑撑住身体，大口大口喘气。以他2品上接魂师的魂力，比低阶的神魄境强者还要强大不少，在拼死一搏的情况下，也能施展出幻剑术，但也仅有一次机会而已。刚才这一杀招直接抽空了陆骁的所有灵力和魂力。洛清仙赶紧上前将他搀扶住，结果陆骁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洛清仙看着脸色苍白如纸的陆骁，一时间也有些手足无措，最后咬了咬红唇，将陆骁背在身后，朝着王宫外而去。数个时辰后，陆骁这才艰难睁开了沉重的双眼，强行施展燃血秘术，再加上强行动用幻剑术，现在他浑身经脉、骨骼和血肉都疼痛无比，神魂之力也近乎被抽空。好香，怎么有点软？我是在哪？你在我背上。洛清先深吸一口气，俏脸滚烫。还有，你的手能松开了吗？陆骁顺手捏了捏，手感不太对劲，这才突然反应过来，这是……不好意思。他有些尴尬地收回手。洛清先咬着背齿道：“没想到你这家伙看起来瘦，还真是重的要死。你背着我走了多远？”陆骁虚弱开口问道。“也就100里。”洛清仙轻描淡写道。陆骁一愣，心里流淌起一股暖流，没想到这小妮子一声不吭背着自己走了100公里，当下虚弱地笑了笑，背着个人多累啊，早该找个地方歇息一下了。我是怕有追兵杀来，不过现在应该暂时安全了。洛清仙就地停下，把陆骁放在地上，一屁股坐在地上。此处是一处山林，周围无比静谧，只有远处不时有妖兽的嘶吼声响起。洛清仙又嗔怪道：“你干嘛这么拼？别忘了，我们身上还有我师尊给的遁形符，当时直接用了就行。”陆骁嘴角抽了抽，
当时司徒杰出现的太突然了，他都忘了这么查，都怪那阵国侯出现的那么急，害得我都忘了。陆萧骂了一声，洛清仙也被他逗笑了。这一笑，顿时百花失色，就连陆萧也有些看呆了。我脸上有花吗？见他盯着自己，洛清仙娇怒地瞪了他一眼，柔和月色下，依稀可见他脸颊上红霞缓缓升腾。你笑起来像朵花。陆萧笑道，我师尊说你老实，看来这次我师尊是看走眼了，你就是个油嘴滑舌的登徒子。洛清仙娇哼一声，也难怪能把主峰那位魅惑众生的圣女给哄得服服帖帖了。陆萧脸色古怪，这话怎么听得醋味这么大呢？洛清仙又道，你之前强行透支，身体现在还没完全恢复，我这里有一些疗伤丹药，你先拿去用吧。陆萧接过来一看，洛清仙给他的居然是一枚回元丹和一枚金创丹，两种都是3品中阶丹药，这丹药价值可是不菲。他心中感动，拱了拱手，谢了，洛小姐，这丹药改天我一定加倍奉还于你。洛清仙听他称呼自己为洛小姐，柳眉不悦蹙起，自己好像也是他未婚妻吧，而且还一起经历了生死，还跟自己这么生疏。既然你喜欢分得这么清，那到时候你还我一枚3品上阶丹药吧。洛清仙赌气般开口，算是给我的利息。没问题。陆萧一口答应下来。洛清仙看着他那憨厚的笑容，恨不得一拳打在他的猪脑上，难道听不出自己这是在说反话吗？纯纯榆木脑袋。陆萧将2枚丹药吞下，开始闭上双眸调息养伤，而洛清仙则是在旁边为他护法。看着陆萧那俊逸的面容，他内心也变得有些复杂起来。之前他对陆萧还有点排斥，可经历了东阳国之行后，他发现自己对陆萧反感不起来了。在对战司徒杰时，陆萧挺身而出，将他护在身后，以透支自身的代价斩杀司徒杰的那一幕，直到现在他都还无法忘掉。师尊让自己保护他，结果好像自己才是被他保护的那个。而这一夜，东阳国震动，东阳王陨落，镇国侯被杀，本就陷入内乱的东阳国群龙无首，那些反叛势力立马抓住机会，浩浩荡荡杀向东阳国皇都。一时间，东阳国境内局势翻天覆地，而这一消息也迅速犹如瘟疫一般席卷了整个东荒域。东阳国虽然只是一个3流势力，可在一夜之间覆灭，引起的轰动并不小，不管是世俗界还是修行界，都对此事议论纷纷。而这一消息也传到了青兰宗。第4峰之上，苏泽听到手下传来的情报，脸上充满狰狞。东阳王被杀，镇国侯斩，东阳国一夜间陷入混乱。陆萧和洛清仙全身而退，这2个家伙怎么做到的？废物，一群废物，这点事都做不好。他双拳紧握而起，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这一次他本以为陆萧在他的天罗地网之下必死无疑，结果路上派人围堵陆萧失败被反杀，传令给东阳王，让他把陆萧2人处理掉，结果东阳王也被弄死了。陆萧这小子难道真是打不死的小强？这小子有古怪，断不可留。苏泽脸色铁青，越来越觉得陆萧很邪门，必须要在他回到青兰宗前彻底把他除掉，以绝后患。而另一边，经过一夜休养，陆萧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但这染血秘术的副作用确实太强，他现在依旧还动用不了多少力量，甚至要不是他拥有神魔血脉足够支撑染血秘术的副作用，早就暴毙身亡了。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洛小姐，我们继续赶路吧。洛清仙有些关切问道，你恢复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陆萧颔首。2人继续赶路，往青兰宗方向而去。此地还是在东阳国境内。一路上，2人也听到了不少关于东阳国皇都那边传来消息。东阳王和镇国侯死后，东阳国大乱，先前被镇压下去的叛军卷土重来，如今已经攻破皇城防线，不出意外的话，统治了东阳国数百年的东阳王室覆灭就在今日。陆萧也唏嘘不已，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凭一己之力让一个矗立了数百年的王国就此覆灭。1天后，2人出现在青兰宗数十里开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而这一段路恰是前往青兰宗的必经之路。就在这时，陆萧眼神一震，停下。怎么了？洛清仙惊诧。有人在暗处。陆萧双目凌厉。小子，你感知还挺敏锐吗？随着一道冷笑响起，山林中传来了一阵动静，几个蒙面人从里面快速冲了出来，挡在2人前方。陆萧扫了一眼对面，4个人身上的气息都很强，透着一股阴森杀气，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很快他放下心来，因为他已经感应到暗处还有一道隐秘的气息，而且这道气息他很熟悉。血影的人。洛清仙眯起双眸，神色逐渐肃穆下来。血影是东荒域的一个杀手组织，
位列东荒域36大势力之一，让无数人闻风丧胆。只要是他们接下的暗杀单子，不死不休。你这女娃有点眼力见。魏守蒙面人桀桀冷笑，一个临海7中，一个临海1中，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对方居然指名道姓让我们派出紫玉级杀手来对付，真是大材小用。血影之中，紫玉级杀手实力至少在临海境7中之上，而他们4人都是临海8中，这次任务没什么难度。杀！4个杀手身上爆发出恐怖杀机，带着浓郁血腥味扑杀而来。躲我身后！洛清仙知道陆骁大伤初愈，无法参加战斗，将陆骁护至身后后，他拔出利剑跟4个紫玉级杀手拼杀起来。然而这些杀手出手狠辣，且配合有度，而且洛清仙还要顾及陆骁，不得不分神，一时间落入了下风。10来回合后，洛清仙便被挑飞利剑，肩上衣服还被划破，只能改用双掌赤手空拳跟他们搏杀。小女娃，你坚持不了多久。4个杀手狞笑，下手更加狠辣。洛清仙倍感压力，娇躯不断后退。就在这时，一股恐怖寒意突然将此地笼罩，一道包裹在黑衣之下的曼妙身影鬼魅般出现场中，他脸上戴着一个白玉面具，眸子冷得可怕，出手就是杀招。其中一个杀手被当场击中，身体瞬间被寒冰覆盖，浑身血肉被冻成冰块，碎了一地。半步神破境，任务失败，走。剩下3人吓了一大跳，不敢恋战，第一时间就逃。黑衣女子依旧一言不发，挥手间空中凝聚出一道道冰刃，化作漫天冰箭激射而出，剩下3人也被当场穿透。就此陨落，洛清仙也松了一口气，看来来人是有飞敌。他连忙拱手，脸上充满恭敬，多谢前辈出手相助。黑衣女子淡漠的眸子在他身上扫视着，突然出手拍在他身上。洛清仙猝不及防，浑身灵力被封住，动弹不得。前辈，你……他眼中露出骇然。黑衣女子依旧一言不发，探出纤纤玉手，直接一把拎起陆骁，将陆骁控制住，脚尖轻点，倩影飘然离去，转眼消失在洛清仙面前。陆骁，陆骁！洛清仙当场大急，泪水都要掉出来了，可身体却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陆骁被带走。这神秘女子带走陆骁干什么？以她的恐怖实力，要是对陆骁痛下杀手，陆骁断然不是对手。而另一边，陆骁怒瞪黑衣女子：“你把她封印在哪？要是出事了怎么办？”怎么？这才2天时间，就对这位婚妻生出情愫了？黑衣女子语气戏谑：“姬冷月。”陆骁眼里满是寒色：“你究竟想要干嘛？我救了你，你就这样跟我说话的？”姬冷月语气一冷：“不识好歹的狗东西，给你脸了是吧？要不是我提前获悉了苏泽请杀手来杀你们，在山下提前拦截，你们早死了。苏夫人，你该不会是食髓之味，特地下山找机会跟我缠绵的吧？”陆骁冷冷一笑。姬冷月眸子中带着冷面：“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接下来就算陆骁如何挑衅，姬冷月都没有理会他，直到一个水潭旁才将他一把丢入了水潭之中。陆骁当场被淋成了落汤鸡，气愤地从水潭里探出头来：“你想如何？杀人灭口！”姬冷月缓缓将白玉面具摘下，满头青丝随之落下，月色将她绝美的面容衬托得更加美艳，犹如天上谪仙。他淡淡开枪：“你身上很臭，洗干净。”陆骁反应过来，立马露出冷笑：“苏夫人，你嘴巴很硬，但身体很诚实啊。不好意思，我是个正人君子，我要回去找清县。”说完，他就要爬起来。姬冷月优雅地坐在水潭边上的一块石头上，玉腿缓缓交叠，面无表情地开口：“你要是敢走出这个水潭，我立马回去杀了他。不要怀疑我的话。”陆骁心神一震，怒道：“你把他钉在路边，出了事怎么办？他之生死，与我何干？要不我把你送回去，然后你我在他面前修行，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放心了。”陆骁嘴角一抽：“你一个冰山圣女，玩这么变态？”看他脸色变幻，姬冷月红唇勾起，又继续道：“既然你这么急着去解救他，那就要看你本事如何了。只要你助我突破神破境，我就放你走。”陆骁咬牙：“你以为神破境那么好突破？当我是铁做的？”姬冷月直接丢出一个药瓶，里面有10枚元阳丹。元阳丹的效力你应该也懂，要是有这10枚元阳丹相助，你都没本事帮我突破神破境的话，那你这废物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我会亲自送你和那小丫头上路。闻言，陆骁咽了一口唾沫，看到姬冷月眼中的冷色，他毫不怀疑对方真的会这样做。但10枚元阳丹真想要他命？姬冷月红唇轻启：“要不是看你修炼的功法特殊，能让我这玄阴之体与你契合，你觉得我真会让你留在这个世界上？速战速决，本圣女耐心有限。”陆骁目光在她曼妙的身材上扫过：“苏夫人，你这身衣服跟死了丈夫一样，真是让人提不起半点兴致。要不换一身？”
作为一个对修炼要求极高的男人，战袍可不能随便。姬冷月将他拎到面前，眸中寒意四溢：我是让你来助我突破的，不是让你来唧唧歪歪的，不要有那么多要求。说着，他轻轻勾起陆萧的下巴，美眸里意味深长：实在不行，你就当苏泽死了，本圣女穿着校服跪在他灵堂上，这样可有兴致？不得不说，姬冷月是懂得激将法的。陆萧当下也冷笑着捏住他的下巴，眼里露出戏谑之色：姬冷月，我看你应该改名叫姬少月才对。静谧林间传来一阵呜呜的风声，像是凄晚的呜咽，平静的潭面也随着这股呜咽的狂风而波涛汹涌。突然间，风静浪停，姬冷月突破到了神魄境。他舒展了一下身体，玄阴之力不受控制的倾泻而出。明明已经突破到了神魄境，可他却感觉自己弱得可怜，只能冷冷瞪着陆萧，可却没有半点开口怒斥的力气。陆萧从潭面上一跃而起，感受着身上暴涨的力量，很是满意。他不仅恢复了体内的伤势，还顺势突破到了灵海二重。他意气风发地将元阳丹丢回给姬冷月：以后这种东西我不需要，反倒是你，神魄境也不过如此。留下这道讥笑声后，他披上一件衣服，大笑着离去。姬冷月咬牙看着陆萧离开，又被这家伙装到了。缓了片刻后，他扶着石头走出水潭。果然，一夜之间强行突破到神魄境，还是太赶，太勉强了。换上一身白衣后，他也飘然离去。从水潭离开，陆萧火急火燎地赶到洛清仙被封印的地方。洛清仙还被定在那里。一看到陆萧，他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你刚才去哪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要是你出事了，我怎么跟师尊交代？陆萧心底一阵愧疚，他把洛清仙一个人丢在这里，而这丫头居然还这么担心自己。他连忙上前道歉：对不起。洛清仙愣了愣，旋即扑哧一笑：你傻愣在那道歉干嘛啊？赶紧帮我冲开封印，我腿都站软了。陆萧在他身前拍了两下，灵力将他被封住的经脉打通，柔软触感传来，让他俊脸微红起来。洛清仙娇躯一软，差点倒在地上，幸亏被陆萧扶住才没跌倒。那女人太可恶了，莫名其妙。洛清仙一想到那神秘女人，就气得牙痒痒。他突然想起什么，连忙问陆萧：那疯女人没对你怎样吧？陆萧摇头：没有，他就问了我几个问题。什么问题？他问我你跟她谁更漂亮。陆萧笑道：姬冷月确实问过这个问题，只不过不是在抓走她时，而是在修行到最契合处时。他第一次见到那女人清冽眼中流露出那种特殊的情绪，像是胜负欲，又像是占有欲，又像是幽怨和愤怒。那你怎么回答的？洛清仙眸子闪烁：我说你美。陆萧一本正经道：就因为这句话，姬冷月在他背上留下的爪印也别深，油嘴滑舌。洛清仙扑哧一声笑了：我才不信，就是因为这句话，我被他活生生多折磨了几个时辰。陆萧悲伤地叹了一口气：否则我早就回来了。洛清仙立马露出担忧之色：啊，那你有没有伤到哪里？没有。陆萧连忙摇头，他身上那些伤痕可不是洛清仙一个可以看的，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女疯子。不过他怎么说也算是救了我们。洛清仙低声呢喃：这次我就不跟他计较了。陆萧干笑，他总不能说自己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帮姬冷月突破去了吧？这话要说出来，不说洛清仙，就连陈潇估计都会要了他的命。陆萧，我腿麻，走不动了。洛清仙突然脸一红：那我们歇会再走，要不你背我吧。洛清仙声音变得很小，又有点怕陆萧这个榆木脑袋拒绝。陆萧将洛清仙背起来，手上触感很有弹性。洛清仙芳心跳得很快，脸上滚烫，不过却没有吭声，而是趴在陆萧的背后，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抓着他。他这么一贴近，陆萧更难受了，这更软啊！压下心头的旖旎后，他背着洛清仙朝青兰宗方向飞奔而去。到了山门外，他这才放缓了脚步。清仙，洛清仙迷迷糊糊醒来。刚才他在陆萧背上睡着了，闻着陆萧身上淡淡的男子气息，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心。到了，洛清仙这才从他肩上爬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进去吧。在外人面前，他又恢复了先前风轻云淡的模样。两人进入青兰宗，直奔第五峰而去。而主峰之上，蓝剑灵站在主峰之巅，身旁站着脸色铁青的苏泽。两人紧盯着陆萧和洛清仙：血影那些废物是干什么吃的？苏泽愤怒不已，居然还真让他们回到了宗门，真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蓝剑灵始终沉默，眼神复杂。正常来说，他们派出的随便一拨人都能将他们两人团灭，可结果全都失败了。他心中越发不安，莫非
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牺牲一个小小的陆骁，换来灵狐一族的垂青和好感，这是最佳方案。难道他身为一宗之主，要为了一个陆骁得罪苏泽和灵狐一族，断送青蓝宗的前程吗？他为了宗门利益，又有何错？苏泽深吸一口气，这陆骁太邪门，绝对不能留着啊，否则必成祸患。蓝剑灵冷冷道：放心，机会还有。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躲过这几次劫难的，但是五峰大比上，他绝对逃不掉。还有，到时候某些不听话的人也不需要存在了。我们青蓝宗沉寂已久，难得映雪被灵狐一族看上，重新有了崛起的机会，本宗主绝不会让他们毁了青蓝宗历代先祖的心血。而另一边，两人回到了第5峰。师娘、师妹，我回来了！陆骁直接大喊了一声。莫青竹和徐七儿第一时间打开门，看到陆骁平安归来，莫青竹双眼一酸，徐七儿更是扑进了陆骁怀里。陆骁拍了拍徐七儿，安抚着他的心情。几天不见，师娘和师妹都憔悴了不少，估计一直是在担心他。此行多谢洛小姐对仙儿的照顾了。莫青竹连忙对洛清仙行礼。徐夫人客气了。洛清仙俏脸羞红，应该是陆骁对我颇有照顾才对。镇国侯司徒杰是陆骁斩杀的，埋伏在路边的4个血影杀手也是神秘女子所斩杀，那神秘女子估计也跟陆骁有一定的关系。他有何脸面说自己照顾了陆骁？清仙姐姐，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您的实力我们还不清楚吗？徐七儿脆声声道：您可是第5峰圣女耶？洛清仙俏脸一红，连道不敢当。徐夫人、青儿，夜深了，我先回去了。洛清仙告辞离去，只不过临走前还悄悄看了一眼陆骁。徐七儿眨着眼睛道：萧哥哥，我怎么感觉清仙姐姐现在对你好像不太一样了？有吗？当然有了。徐七儿笑着道：以前她对你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而现在她望向你的眼神里都带着温柔。想多了你。陆骁点了点她的额头，小丫头内心戏真多。她可不会自恋到洛清先跟她同行了一次就对她有什么情愫了，最多两人也就从陌生人变成可以说上2句话的朋友关系而已。莫青竹道：青儿，萧儿刚回来，你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一夜过后，陆骁再度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虽然他嘴上很硬，可昨晚修炼几个时辰，而且还是高速运转功法，全力以赴，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虚弱。现在恢复了。他眸子中冷光闪烁，5峰大比马上就要到来，到时候进入后山之中，那些家伙必定伺机对我出手。之前苏映雪的战力已经达到了灵海境7重，5峰大比前，苏泽一定会给他疯狂堆砌资源，提升境界。还有那方天明也是蓝剑灵的走狗。除此之外，很多想要讨好他们获得进入天武学宫的鹰犬，想要有自保之力，我至少得把自己的真正战力提升到可以媲美灵海境9重才行。苏泽父女还有天武学宫的灵狐一族设计害死他师尊，这笔账他一定会让对方连本带利的偿还回来。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如今在苏泽和灵狐一族面前就是一个蝼蚁罢了，当务之急是先保护好师娘和师妹的安全。希望逍遥自说的消息是真的，如果荒王殿之人真的回来，那么我就有机会进入荒王殿修行。荒王殿跟天武学宫作为死对头的2大超凡势力，向来针锋相对，要是荒王殿接纳了他，他和师娘和师妹也就安全了。陆骁算了一下，如今距离5峰大比还剩7日时间，而要是借助神魔藏场修行，他可以在里面修炼70天左右。从时间上来说，以他的天赋有这么多时间做准备，突破2-3个境界完全足够了。灵海境武者在青蓝宗内已经是强者，大部分长老也就处于这个档次，而到了这个境界，修炼资源已经非常稀有昂贵，所以修炼进度会大大减速，甚至大部分人受修炼天赋所影响，潜力用尽，就算花费10年8年时间都很难再有所突破了。对陆骁来说，潜力用尽的可能性为0。眼下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获得修炼资源，看来还得是炼丹。陆骁心中暗道，炼丹是暴利，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可以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资源了。想到这，他从居所离开，前往丹堂，一口气买了许多炼丹材料。回到住所后，他第一时间进入神魔藏场炼丹。在神魔藏场空间内，2-3天时间，他炼制出来一大批丹药。当然，神魔藏场里的2-3天，外界也才过去几个时辰。陆骁大概估算了一下，要是把这些丹药全部卖出去，至少值上万下品灵石，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从神魔空间退出来后，陆骁拿着炼制出来的丹药前往丹堂。严大师可在？不在。接应陆骁的丹堂弟子眼里闪过一抹不屑，这家伙还真以为严大师接待过他一次就了不起了。严大师是他想见就能见的，别说一般人了，就算是宗主亲至也得客客气气的等着。麻烦告知一下严大师，我有一笔生意要跟他谈一下。陆骁平静道。
那弟子冷冷道：“不好意思，严大师有令，闭关期间不见客，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们这些弟子处理，不用什么都劳烦严大师。我怕你没这个权限。”陆萧淡漠开口：“他没有，我有。”就在这时，一个青年男子从丹堂后台走了出来。不知你想跟我师尊谈什么生意？先让我来把把关，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人是严大师的得意门生陈丹，号称青兰宗第一炼丹天才，年纪轻轻便已经是2品下阶炼丹师，在同龄人中可谓是一骑绝尘。陈丹有些不善地盯着陆萧，前几天他师尊曾说过，这家伙的炼丹天赋还在他之上，这让向来对自己炼丹天赋极其自信的陈丹内心极为不服气。丹堂的生意多大数目内，你能做主？陆萧又问。2000下品灵石以下，我可以全权做主。陈丹傲然开口。作为严大师爱徒，他手里的权限已经是丹堂内严大师之下第一人。这权限不够。陆萧摇头。陈丹脸色一沉，又沉声开口道：3000下品灵石之下的生意，我来做主的话，我师尊也不会说什么。还是不够。陆萧继续摇头。你做不了主，让你师尊出面吧。陈丹深吸一口气，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这一笔生意有多大。陆萧也懒得跟他废话，手往桌面一摆，几个药瓶便整整齐齐出现在了桌面之上。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丹药让你有这么大口气。陈丹嗤笑一声，他拿起药瓶打开一看，发现装着的居然全都是品质上佳的2品丹药，而且这里面不仅有2品下阶丹药，还有2品中阶丹药。他深吸一口气，这是你炼制的丹药？要知道连他这个丹道天才都还没晋级2品中阶炼丹师啊，他绝不相信这家伙的炼丹造诣真在自己之上。不然呢？陆萧平淡的一句反问，将陈丹心中的傲气打得粉碎。不过他还是冷道：这几瓶丹药价值也不过是1000多下品灵石，也配惊动我师尊？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陆萧看他故意刁难，当下也毫不客气：谁告诉你我只有这些丹药？这只是几种样品，这几种丹药我手里各有10瓶，这够资格让严大师出面了吗？还是说你能做决定？你能吗？而后他大手一挥，几十个药瓶整整齐齐排在了桌面之上，司全场之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些丹药莫非全都是的2品丹药？陈丹顿时感觉脸颊一阵火辣辣的痛，最后深吸一口气：我去把师尊请出来。这些丹药价值不菲，如此大的一笔生意，必须让严大师亲自做主，整个丹堂没有一人有权代为处理，包括他在内。他想要给陆萧下个马威，杀杀对方锐气，结果却被狠狠打脸。这感觉别提多憋屈了。没过多久，严大师就火急火燎地从里面赶出来，看到陆萧的第一时间，老脸上便露出一抹和蔼笑容：萧小子，听说你这次要跟老夫来一笔大生意。陆萧微微颔首，还请严大师验收。严大师将那些药瓶打开，端详片刻后，眼里满是震撼。不管是这些2品下阶还是2品中阶丹药，质量都是上品。而且几天不见，你居然从2品下阶炼丹师晋级2品中阶炼丹师了，妖孽妖孽啊！陆萧淡淡一笑，并未回话。其实他现在已经是2品上阶炼丹师了，而且炼制出来的2品上阶丹药要效堪比准3品丹药，甚至真正的3品丹药。严大师简单沉吟几秒：这些丹药我按14000下品灵石给你算吧。行，还请严大师帮我全部置换成140中品灵石。陆萧道：没问题。严大师一口答应下来。之前他还动过收陆萧为徒的想法，如今他万是不敢想了。以陆萧的本事，不用多久就能超越他了，他哪有资格当陆萧的师傅？甚至他怀疑陆萧背后有一位神通广大的炼丹师。另外，陆萧顿了顿，继续道：我要买30滴神魂液。30滴？严大师嘴角抽了抽，这神魂液一下子吸收太多也不好啊，稍有不慎神魂俱灭啊。陆萧微笑：严大师放心，我有分寸。行吧。严大师颇为无奈，只能割肉给陆萧取来30滴神魂液。神魂液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最重要的还是它太过稀罕了。这30滴神魂液快要把丹堂里的存货给掏空了。丹堂内所有人都目送着他离开，脸上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这家伙居然是2品中阶炼丹师，号称青兰宗年轻一代中的丹道第一天才陈丹，如今也才2品下阶炼丹师啊！一时间，他们不禁看了一眼陈丹，感受到众人那怪异无比的眼神，陈丹脸色阴晴不定，黑着脸走进后台。他心里无比憋屈颓丧，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还比不上对方几天的努力，这还玩个毛线啊！而另一边，陆萧回到第5峰，第一时间便是进入神魔葬场闭关，准备冲击灵海境3重。
一枚枚散发出精纯灵气的中品灵石出现在了他手中。纯阳天宫运转，精纯力量流淌进入他体内，修为随之缓慢增长着。半个月后，他缓缓睁开双眼，两道金光从眼中一闪而过。灵海三重，果然，修炼越到后面难度就越高。有如此充足的资源辅助，我都要用这么多时间来突破，不敢想象靠自己苦修需要多久。而且，消耗的灵石也太可怕了。他看了一眼满地的废弃灵石，这些灵石的灵气都被他抽空了，足足有50多枚，也就相当于5000下品灵石。5000多下品灵石什么概念？大部分青蓝宗长老都很难一口气拿出如此巨额的灵石。陆萧低喃，先前我从辟脉境9重提升到灵海境1重，也才用了几枚中品灵石，从灵海境1重突破到灵海境2重，是跟姬冷月修炼了一整晚。现在从2重突破到3重，居然要40-50中品灵石。按照这样算，我帮姬冷月突破到神魄境，岂不是帮他省了上千中品灵石？真是亏到姥姥家了。不行，下一次一定要让他还回来，再让我也省点灵石。武者每突破一个境界，实力都会暴涨，但同时所需的修炼资源也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现在我手里就剩40枚中品灵石，想要突破到灵海境4重，恐怕是不可能了。看来还是要继续靠炼丹赚点钱。不过，在这神魔葬场内，时间流速是外界的10倍，时间还足够充裕。接下来，把那30滴神魂液全部炼化了再说，也不知道炼化后能不能成为3品炼丹师。3品炼丹师，哪怕放眼整个东荒域，那也是无数势力的座上宾了。虽然3品炼丹师只能为灵海境武者炼丹，可物以稀为贵，100个灵海境武者的价值都还不如一个3品炼丹师。吞服神魂液后，陆萧继续闭关。这一次他一闭关便是10天，30滴神魂液被尽数炼化，全部成为了他的魂力源泉。他成功晋级3品炼丹师。成为3品炼丹师后，陆萧发现自己的魂功已经完全凝聚成实体状，而且那些魂力在他的操控下，居然可以变形成为尖针、小刀之类，对武者的识海造成实质的攻击。陆萧心神狂颤，如此强大的神魂之力，辟脉境5重之下，主要是没有特别修行过神魂之力的武者，恐怕只要我稍施手段，就能让他们的识海粉碎，直接陨落。他现在算是明白了，那些高级魂师为何没人招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身怀特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杀人不染血的恐怖手段。被砍断手脚还能活，识海被碎的话，必死无疑。而且魂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后，他施展幻剑术也将会更加得心应手，也算是多了一个保命手段。整体来说，他这次闭关收获甚大。陆萧从神魔空间退出，走出房间，他舒服伸了个懒腰。莫青竹正在忙活，见到陆萧出来，立马露出温柔的笑容。萧儿，闭关2天也饿了吧？师娘下了面，你赶紧来吃。陆萧心中一暖，谢谢师娘。如今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师娘真的把他当做一个孩子了。徐须道被追杀坠落乱魔渊之事，他还没跟莫青竹说，就是怕对方受不了这个打击，让他们始终保留着一丝希望，也是好事。吃完莫青竹煮的面后，陆萧问道：师娘，这2天可有发生什么事？有没有人来找过麻烦？莫青竹摇头，有陈封主庇护，倒没有人敢来此地放肆。陆萧蹙眉，他出青蓝宗执行任务，苏泽几人都没闲着，这2天居然这么老实，这倒是有些反常了。不过他很明白，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罢了。这些家伙对他下了这么多次手都没成功，下一次的杀局必定更加恐怖。良久，莫青竹叹了一口气：小儿，要不我们不参加五峰大比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就趁这2天时间，我们让陈封主把我们偷偷送出去，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你师尊他至今生死未卜，师娘不想见到你也出事。说到这，莫青竹美眸含泪。陆萧也心脏一痛，他实在不忍看到莫青竹为自己担忧，可他却很清楚，莫青竹说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就算他们一时离开了青蓝宗，可苏泽等人想要找到他们却很简单，到时候没有人庇护，他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如此，还不如拼个一线生机。想到这，他抢笑道：师娘，你放心，我有办法保全自己。五峰大比上，我绝不会让他们的奸计得逞的。他现在也只能将希望赌在妖瑶姿和荒王殿的身上了。虽然他不知道对方哪来的消息，可妖瑶姿那语气不像是在骗他，反而像是知道什么内幕一般。除此之外，他也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莫青竹闻言，美眸也是暗淡了下来，最后也只能放弃劝说陆萧。就在2人谈话之间，外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妩媚入骨的声音：陆公子，你在吗？正是瑶瑶姿的声音。陆萧从屋内走了出去：瑶姿，你怎么突然过来了？瑶瑶姿娇笑：怎么，我作为你未婚妻还不能过来看看你吗？陆萧干笑2声，
走上前低声问道：“你过来找我有事？”夭夭子眼眸顾盼生辉，听说明晚玄阳镇有一个花卉，我想去看看，要不你跟我一起？花卉？陆萧惊诧。花卉是东荒域的一个特殊节日，那些刚结为道侣都会有不少青年男女都在花卉这一天在浪漫的氛围下确定关系，从此腻歪在爱河里。不过他现在很忙，压根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浪漫？看他想要拒绝，夭夭子笑道：“陆公子，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往丹堂跑，而且还炼制出了不少好丹药。恰好我知道花卉这一天，玄阳镇的地下武者拍卖会非常热闹。要是你能把自己炼制的丹药放到拍卖会上拍卖，完全比卖给丹堂挣的更多。所以，我们一起去吧。”听到夭夭子这话，陆萧心动了。玄阳镇虽然是青蓝宗势力范围内，但跟靠山宗、元灵堂两大势力毗邻，平日间武者地下交易非常频繁。他琢磨了一下，要是他真能炼制出几枚3品丹药的话，换成中品灵石，绝对可以让他一举突破灵海境4重可。要是他真炼制出3品丹药，必然在青蓝宗内引起天大波澜，说不定感受到威胁的蓝剑灵和苏泽等人会不顾一切对他痛下杀手。所以前往地下拍卖会卖丹药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可以隐藏身份。他压低声音：“你说的地下交易会靠谱吗？”“靠谱。”夭夭子语气淡定：“有我在，我保证没人动得了你。而且路上我们也可以谈一谈荒王殿之事。”“行，我陪你去。”陆萧点头。“不行。”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一道清冽声音响起。陆萧回头一看，洛清仙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清仙，你什么时候来了？”陆萧微微一笑。洛清仙淡笑：“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吗？”这略带酸意的声音让陆萧脸上立马变得尴尬起来。他突然觉得未婚妻太多好像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洛清仙平淡道：“刚好我明天也想去地下拍卖会一趟，你陪我一起去。”这陆萧语塞：“怎么，你不愿意吗？”洛清仙叹气：“那算了吧，我回去跟我师父禀告一声，说你不想跟我一起去就行了。”“等等！”陆萧连忙喊住了他。洛清仙嘴角微勾，将笑意压制下来后才缓缓回头，只是望向夭夭子的眸子中隐约带着一丝得意之色。夭夭子笑意依旧妩媚，可那双凤目却凌厉了几分。“洛仙子，凡事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陆萧可是跟我有婚约在身，我跟他去逛花卉，你横插一脚不太好吧？巧的是，我跟陆萧也有婚约。”洛清仙淡淡反问：“我跟他去逛花卉，也合情合理吧？而且我前2天就约过他了，你才是后来者。”瑶瑶子笑眯眯地望向陆萧：“他前2天有约你了吗？”洛清仙也盯着陆萧。陆萧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瑶瑶子，只能硬着头皮道：“要不一起？”“不行。”两女异口同声道：“那你们2个去吧，我不去了。”陆萧摇了摇头，看着2个女人莫名其妙就争起来了，他实在是头疼不已。他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好争的，大家一起多开心啊！洛清仙和瑶瑶子四目相对，空气中火药味十足。最后瑶瑶子红唇轻启，笑着开口：“陆公子，我同意一起去，至于某些人有没有我那么大度，我可就不知道了。一起就一起，谁怕谁？”听到瑶瑶子阴阳怪气的声音，洛清仙也不甘示弱的回应：“好，那就这样决定了。”陆萧道：“现在我要闭关，你们先离开吧。”瑶瑶子含笑颔首：“那陆公子先忙，瑶子就不打扰了。洛仙子，你该不会这么不懂事，继续留在这里打扰陆公子吧？”洛清先瞪了一眼瑶瑶子，转头对陆萧道：“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某些狐狸精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你可千万别被迷昏了眼。”瑶瑶子被他这么一说，非但不怒，反而笑得花枝乱颤，旋即直接在陆萧脸上亲了一口。陆萧懵了，洛清仙也懵了，旋即拳头硬了，那眸子变得极其之冷。瑶瑶子咯咯轻笑：“陆公子，明天晚上记得一定要等我，毕竟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秘密，你也不想被洛仙子知道吧？”说完，他娇笑着离去。听到这话，洛清仙平静的眸子中豁然腾起怒火，而后笑意盈盈地望向陆萧：“他说的秘密是什么呀？挑拨离间的话你也信？清仙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理智了？”陆萧叹气：“就这么简单。”洛清仙挑眉：“不信。”陆萧只好把脸往上凑，嬉皮笑脸地指着自己脸颊：“他亲了我一口，你也要亲一口是吧？那来吧。”洛清仙俏脸瞬间红透：“谁要亲你了？我才不会像那妖女那么不要脸。”说完这话，他也逃一般离开。陆萧松了一口气，耳根终于清静了，女人就是麻烦。这一次玄阳镇的地下武者拍卖会肯定会很盛大，绝对不缺财大气粗的买家。他当机立断，炼制出3品丹药，拿到这地下拍卖会去拍卖。说干就干，
他直接去丹堂购买了一批药材，准备在明天出发之前将3品丹药炼制出来。第二天中午，陆萧闭关出来，这一次他在神魔藏场待了5天，炼制出了3枚3品下阶的辟海丹。这辟海丹是丹药千方中记载的一种丹药，可以开辟武者的灵海，非常适合灵海境武者使用。一般而言，3品下阶丹药也就适合灵海1重至灵海3重武者使用，对灵海境3重以上武者效果微乎其微。但陆萧炼制出来的这批海丹不一样，哪怕用在灵海5重武者身上都能发挥出效果。从这一点上来看，其药效足以媲美3品中阶丹药了，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很快便到了他跟洛清仙和妖瑶姿的约定时间。妖瑶姿率先到来，身姿摇曳，笑盈盈地看着陆萧：“陆公子，怎么到了约定时间，洛仙子还没来？该不会是嫌弃人家，不想跟人家一起同行吧？”洛清仙的声音悠悠飘了过来，在背后茶言茶语的狐狸精，谁不讨厌？陆萧尴尬回头，果然看到了洛清仙。不过洛清仙身旁还跟着陈潇。见到陈潇，妖瑶姿也微微一笑，跟陈潇打了个招呼。陈潇对他点头示意，迈步走来，拍了拍陆萧肩膀：“好小子，不错嘛，有出息。这一次前往玄阳镇，我这宝贝徒弟可交给你了。你要是让他受了委屈，我可就要帮你师尊清理门户了。”陆萧从陈潇眼里看到了他那想要刀人的杀意，连忙拱手道：“陈封主，放心，若是真的遇到危机，我也会死在清仙面前。”“哼，话说的倒是漂亮。”陈潇笑眯眯道：“不过还是要看行动说话。”说完这话，他也没过多逗留，直接离开了此地。妖瑶姿抿嘴轻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陈封主这么凶呢，陆公子你可要小心了，怕不是被某些人给打小报告了。”洛清仙淡淡道：“我打小报告也比某人跟个妖精一样晃来晃去要好。”“妖精？”妖瑶姿咯咯轻笑：“洛仙子这是夸我好看吗？”洛清仙咬牙：“夸你骚。”陆萧满头黑线：“你们都少说2句吧，出发。”为了避人耳目，一路上3人接连换了几次路线，确定背后没人追踪后，这才开始直线行走，直奔玄阳镇。一路上两女针锋相对，让夹在中间的陆萧苦不堪言，只能当作什么也没听到。1个时辰后，他们终于玄阳镇，到处张灯结彩，极为喜庆。许多年轻男女并肩而行，举止亲密，脸上洋溢着笑容。只不过妖瑶姿和洛清仙2女的出现，却让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那些男修士时不时飘来目光，偷偷欣赏容颜出众的2女，尤其是看到天生媚骨的妖瑶姿，眼神就彻底移不开了。对夹在2女之间的陆萧更是满眼的羡慕嫉妒恨。妖瑶姿更是抓住了陆萧的一边手臂，将半边娇躯贴在他身上。拍卖会还没开始，我们先逛一下花市吧。手臂上传来软绵绵的感觉，让陆萧的脸都有些红了起来。这女人有必要贴这么近吗？洛清仙柳眉挑起，也拉住了陆萧的另一边手臂，一扯往这边走。陆萧，要不你们把我砍了，一人一半。这一路逛下来，2女疯狂暗中较劲，一下要陆萧买这个，一下要陆萧买那个，把陆萧折腾得无比头疼。“2位大姐，你们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这里的正事？”他忍不住提醒道。2女这才消停。之后几人穿过几条街道后，进入了地下拍卖会。这地下拍卖会交易的一些东西不太见不得光的，不过主持这场拍卖会的是凌霄宝阁，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凌霄宝阁？听到这句话的陆萧和洛清仙都露出诧异之色。凌霄宝阁是东荒域的一流势力，主要售卖修炼资源，主持拍卖会，势力遍布东荒域，财力雄厚，绝对算是一尊庞然大物。东荒域势力大概可以分为4等，其中站在最巅峰的是2大超凡势力天武学宫和荒王殿，2大超凡势力之下便是一些一流势力，凌霄宝阁是其中之一，而青蓝宗、靠山宗和元灵堂之类只能算是2流势力，而东洋国这种凡人王朝只能勉强称得上是3流势力。原来这个拍卖会是凌霄宝阁拉起来的，难怪声势这么大。洛清仙若有所思。陆萧问道：“我要拍卖我丹药，该怎么联系拍卖会？”“随我来吧。”妖瑶姿直接带着陆萧进入了拍卖会后台，在他们说明来意后，便有专门人员前来接待他们。来人是一个中年，面带微笑，却带着一股不俗威势，显然身份不凡。中年自我介绍道：“在下是拍卖会的主管江池，听说诸位有丹药要拍卖。”陆萧点头：“没错，是这样的。”江池道：“今晚这一场拍卖会有很多宝物，而几位来的又比较晚，我们临时安排新拍卖品的话有点麻烦。不过要是诸位能拿出让我们眼前一亮之物的话，我们倒也可以把它当作拍卖品，让诸位来客竞拍。”陆萧平淡反问：“什么级别的丹药才能让你们眼前一亮？”“3品丹药即可。”江池微笑：“3品丹药已经算高阶丹药了，而且前来参加拍卖会的人
实力大多也在林海境左右，三品丹药非常适合他们使用。不过，眼前这3个年轻人年龄不大，估计是刚入行的炼丹师，顶多也就是1品、2品炼丹师而已，大概率是拿不出3品丹药的。他这话也算是礼貌婉拒了。哪料陆骁却点了点头，那刚好，我这里有3枚3品下阶丹药。说着，他拿出3个药瓶，此乃3品下阶丹药辟海丹，林海境6重之下的武者服用都可以提升1个境界。这话一出，江池心头骤然一震。如果真跟陆骁所说的那般，林海境6重武者服用此丹药都可以提升1个境界，这已经是3品中阶丹药的药效了。哪怕放在这个规模不小的拍卖会中，也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东西。不过他怎么没听说过3品丹药里有辟海丹这玩意？他忍不住问道：这位公子，我怎么从未听说过辟海丹？而且3品下阶丹药怎么可能让林海5重武者突破？陆骁淡笑，阁下未曾听说之事多了去了。至于为什么3品下阶丹药却能对林海5重武者有效果，这个跟丹方有关。你若是质疑我所说之话，可让一位专业的大师前来鉴定。看陆骁底气十足，江池不敢懈怠，连忙将桌面药瓶拿了过来。药香扑鼻，丹药中内含磅礴灵力，确实是3品丹药，但至于是不是有3品中阶丹药的效果，还需要鉴定。他顿时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激动，请稍等一下，我要将丹药拿去鉴定一下。公子，您没意见吧？无妨。陆骁气定神闲地开口，真金不怕火炼。等江池离开后，陆骁侧头望向两女，却发现两人犹如看怪物一般看着他。洛清先咽了一口唾沫，陆骁，你什么时候变成3品炼丹师了？而且炼制出的丹药药效堪比3品中阶丹药。要知道，就连岩大师，好像炼制3品中阶丹药的成功率也不高吧？陆骁压低声音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才选择来这里卖丹药。否则，我晋级3品炼丹师的事情在青兰宗传开，那些想要杀我的家伙，恐怕更加坐立难安了。瑶瑶姿琴手微点，笑意越发浓郁。不愧是我未婚夫，果然厉害。陆骁的逆天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这样也好，如果陆骁真的在炼丹上有天赋，哪怕他实力还不足以入那些长辈的眼，但就凭这一手炼丹术和他的人情，也同样可以让荒王殿出手相助。洛清仙也轻哼一声，说的他只是你未婚夫一样。陆骁轻咳一声，你们两人好歹也是青兰宗圣女，在这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瑶瑶姿咯咯一笑，夫君说的对，我不跟某些人吵。洛清仙咬了咬牙，这个狐狸精。不到半刻钟时间，江池便带着一个穿着炼丹服的老者从里面匆匆赶了出来。那老者盯着陆骁问道：年轻人，这批海丹是你带来的？没错。陆骁感觉到对方身上传来一股淡淡的神魂压迫，不过他并未往心里去，只是平静的点头。这批海丹老夫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效果如你所说那般，只是老夫炼丹多年，也未曾听说过这批海丹。小友，你可愿将这批海丹药方卖给我凌霄宝阁？老者又问道。陆骁蹙眉摇了摇头，不好意思，不卖。老者有些失望，不甘地争取道：你确定不考虑一下？不考虑。陆骁摇头，突然反应过来后又补了一句，淡笑回应：此丹是我师尊所炼制，丹方乃是我师尊看家本领，他老人家不会卖的。既然如此，那老夫也不勉强了。老者虽然有些失望，但仍不失风度。这3枚丹药我们会帮你拍卖，不过我们要收取5%的佣金。谢了。陆骁拱手。江池微笑道：诸位，我们这场拍卖会上有很多新奇玩意，要不你们也看看？正有此意。陆骁颔首，那几位请随我前往贵宾席。江池的态度无比客气。等安顿好陆骁后，江池快步回到后台。徐大师，您说这丹药炼制难度极高，就算是您也很难炼制出来。我看他们的服饰似乎是青兰宗之人。青兰宗不过是2流势力，那青兰宗内只有一个3品炼丹师，难道这青年说的师尊便是那位3品炼丹师？哼！徐大师轻哼一声，颜如松的本事我还不清楚吗？他这个人古板愚钝，断然是不可能自创出如此丹方。而且这炼丹手法明显比他要高明，怎么可能是他的手笔？江池一愣，这难道我眼拙了？这3人不是青兰宗之人？你没看错，他们是青兰宗之人。徐大师微微一笑，但那小子撒谎了。这丹药不是他那所谓的师尊炼制的，大概率是出自他之手。什么？江池震撼，怎么可能？他才这么年轻，有什么不可能？徐大师深吸一口气，刚才我特地释放了一点魂力威压，可我发现他根本没有不适反应，这说明他的魂力不在我之下。之后我特地试探他丹方之事，可他却想也不想直接拒绝，这说明他对这个丹方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之后，他发现自己如此的态度似乎暴露了什么，这才找了个借口，说这丹方在他那所谓的师尊手中。还真是个谨慎的小家伙。江池依旧感到不敢置信，如此年轻的三品炼丹师，这是要逆天吗？徐大师又感叹，这小子不简单啊，以后晋级4品炼丹师绝对是板上钉钉之事，我们凌霄阁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炼丹大师，所以你可得把他们伺候好了，打好关系，总没错。江池连连点头。普通的3品炼丹师对凌霄宝阁这种做生意的势力来说都非常重要了，更别说一个如此年轻且拥有无限潜力的3品炼丹师。此刻地下拍卖会现场，拍卖会已经正式开始，现场气氛如火如荼。这凌霄宝阁确实有点本事，拿出来的拍卖品都不是凡物，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陆骁几人心动的拍卖品出现。就在这时，一个炼丹炉被拿上了拍卖台。这是某位道友从一个大能洞府里找到的炼丹炉，经过我们专业人士鉴定，这是一尊2品上阶的炼丹炉，起拍价1500下品灵石。诸位专研炼丹的道友可以竞拍一下。一时间，一些人陆陆续续开价，想要将这炼丹炉拿下。陆骁也有点异动，但想到自己已经晋级3品炼丹师，这2品炼丹炉对自己炼丹也没有什么加成作用了，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等他手头更宽裕一些，再直接换一个更好的炼丹炉。不过就在这时，他脑海里传来妖媚女子的声音：小家伙，不惜一切代价把这炼丹炉拍卖下来。最后陆骁以2200下品灵石拿下了这炼丹炉。后面瑶瑶兹也拍卖下了一把宝剑，3品上阶的武器，对战力有不小加成。等了好一会，陆骁炼制的辟海丹被拿出来拍卖了。3枚辟海丹分开拍卖，在被拍卖官介绍完其逆天功效后，很快就被哄抢一空。3品丹药其实在市面上很稀少，算得上是肉少狼多，3枚辟海丹居然一共卖出了2万下品灵石。这一笔数字，就算是洛清仙和瑶瑶兹都吓傻眼了。炼丹师真赚钱啊！这对临海劲武者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拍卖会结束，陆骁带着2女来到后台，江池恭敬地将陆骁拍卖到手的炼丹炉亲自送了过来。陆公子，您这3枚丹药总价卖了2万下品灵石，我已经全给您换成了中品灵石，除去炼丹炉外，还有180枚中品灵石。陆骁笑了笑，这账似乎不太对吧？你们给的有点多了。江池鞠躬道，炼丹炉的价格我们给陆少打了个折，至于丹药嘛，我们这次不收手续费，希望以后陆少多多跟我们合作。还有，这是我们凌霄宝阁的紫金贵宾卡，此卡在我们凌霄宝阁的每一个分部都可通用，享受8折优惠和顶级贵宾待遇，还请陆少笑纳。陆骁笑着接过卡，既然凌霄宝阁这么客气，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既然对方主动抛出橄榄枝，他不可能拒绝，多条朋友多条路。拍卖会结束后，3人连夜赶回了青兰宗。陆骁第一时间进入神魔藏场。小家伙，赶紧拿出那黑色小鼎看看吧。妖媚女子提醒道。姐姐，这小鼎有什么特殊之处？妖媚女子道，没看错的话，这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圣器，只是现在没激活。圣器？陆骁只觉心头一阵滚烫，自己这次是捡了个大漏啊。那要怎么激活？你有这一身逆天血脉之力，连神魔藏场都能进入，连圣器都不知道怎么激活。妖媚女子语气里带着无奈，滴血认主啊，这么简单？陆骁傻眼，对别人来说很难，对你来说很简单。闻言，陆骁不再犹豫，直接拿出了那黑色炼丹炉，然后将鲜血滴在了上面。顿时间，炼丹炉发出嗡吟，表面的锈迹开始慢慢脱落，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乌光，鼎身表面浮现2个霸气的古朴大字：吞天。妖媚女子道，圣器对现在的你来说，想要催动它作为武器使用，用来杀敌还有点困难，除非你以精血血迹，倒是有希望发挥出它1/1000的威能，只是以你的境界，强行血迹代价太大，没必要。不过就算用来当炼丹炉，它也能让你炼制出的丹药轻松提升一个档次。提升一个档次？陆骁内心砰砰狂跳，激动道，那我岂不是可以炼制出3品中阶丹药了？理论上来说是这样。陆骁点了点头，那我明白了。有了这炼丹炉，他相当于是3品中阶炼丹师了。他的众多丹方之中，却拥有药效媲美3品上阶丹药的3品中阶丹药，也就是说，他炼制某些丹药，药效可媲美3品上阶丹药。要知道，整个青兰宗都没有3品上阶炼丹师，严大师也不过是3品中阶炼丹师而已。他想起自己还答应过洛清仙，要给他炼制一枚3品上阶丹药，看来有了这炼丹炉，可以做到了。不过他也不急着炼制丹药，而是准备先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灵海4重。他开始潜心修炼，炼化这些中品灵石。一转眼，神魔藏场内又是10几天过去。陆骁体内传出一道闷响，身上有更强大的力量波动传出。灵海4重，
他缓缓睁开双眼，这次突破用了140多枚中品灵石，这消耗居然比一般的灵海境7重都还要厉害许多。没办法，他的灵海比寻常人要大不少，在获得逆天战力的同时，自然也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决定武者实力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灵力的量、灵力的质，还有修炼的武技等级等等。陆骁体内灵力的量都比海境7重武者要强大不少，灵力的质就更不用说了，他修炼的纯阳天功乃是地级武技，纯阳灵力的破坏力不知要比其他武者的灵力恐怖多少倍。就跟姬冷月所修炼的功法一样，他的灵力带着一股寒冰之气，破坏力也比一般人的灵力要强大许多。还有他修炼的武技也比一般人要强大，连4品下阶的幻剑术都修炼成功了，这绝对是青蓝宗神破境之下第一人。各方面的碾压性优势才让他拥有了超乎同境界武者的恐怖力量。这下五峰大比能对我造成威胁的人不多了，至少神破境之下我无惧。要是让他现在遇上镇国侯的话，他可以轻松斩杀对方。不过其他人也不可小觑，从来都不缺可以越级战斗的天才，只是没有他这么离谱罢了。比如之前在东阳国，洛清仙同样以灵海境7重修为，以一己之力压几个灵海7重、8重的武者，甚至能跟灵海9重的司徒杰过招。从神魔葬场退出后，陆骁到外面松了松筋骨。神魔葬场内过了10几天，外边也就过去1天多一点而已。距离五峰大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第5峰的那些弟子也忙碌了不少，许多弟子都在为此而做准备。毕竟要是考核不通过就要被逐出宗门，这代价对他们来说太大，而且在5峰大比中也还有其他风险。每年都会有很多弟子在5峰大比之时陨落在后山之中，小部分是死在妖兽口中，而大部分死在平时结怨的敌人手下。说白了，要是实力不强再加上运气不好，在这场大比中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过陆骁现在倒不担心了，以他现在的实力，只有他要别人命的份。没记错的话，半年前就连主峰首席方天明明面上的修为也不过是灵海6重而已。毕竟到了这个境界，每突破一次都需要海量资源，以青蓝宗的底蕴是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资源的。而目前对他威胁比较大的，也就获得了他的道骨实力突飞猛进的苏映雪而已。不过那道骨终究不是他之物，他也根本无法发挥出道骨的全部威力。这一次的5峰大比，陆骁已经暗下决心必杀苏映雪。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利用，也该兑现对青仙的承诺了。他心中暗道，要是炼制出药效3品上阶的丹药，让他实力再进一步的话，对他参加5峰大比有很大的帮助。洛清仙在东阳国一行之中对他帮助颇大，甚至还给他用了2枚价值不菲的3阶中品丹药。如今他有了能力回馈洛清仙，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到了丹堂后，陆骁将一份灵药清单拿了出来。这一次没有人敢为难他，而是恭恭敬敬地将他所需药材给他准备好。不过那帮他取药的丹堂弟子看着这些药材，心底无比惊讶。这里面很多灵药都是2品上阶灵草灵药，甚至还有3品灵药。这家伙这次又要炼制什么丹药？他也不敢多问，把这些灵药准备好后，立马交给了陆骁。离开丹堂时，陆骁又碰到了云清雪，他直接无视了对方。云清雪脚步微顿，突然喊住了他，站住。有事？陆骁冷冷问道。陆骁，我之前警告过你，离清仙远一点，看来你没听进去。云清雪冷道，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明白了我的话了吗？还有，你天天往丹堂跑，有什么意义？假装努力，自欺欺人。5峰大比马上就要来了，就算你真能炼制出2品丹药，有用吗？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活下去吧。你还是管好自己吧。陆骁冷笑，都快死了，还在这跟条狗一样乱吠。你云清雪气急败坏，你说谁快要死了？陆骁淡淡道，急于突破，练功出错，经脉受损，灵力损伤5脏6腑，再不处理的话，不出1个月必死无疑。不过你这种臭嘴娘们死了也好。你云清雪怒火攻心，居然被陆骁气得当场吐出一口血。他练功出了问题之事，他一直都在压着不让别人知道。这家伙怎么看出来的？陆骁摇了摇头，这么容易就破防了，真无趣。他大步离开。傍晚，第5峰，洛清仙盘坐居所之中，睁开双眸，眼中闪过一丝苦恼。他在灵海境7重已经3个月了，如今距离灵海8重还有不小距离，要是靠我自己苦修的话，至少还需要2个月。他当然也想加入天武学宫修行，毕竟天武学宫可是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之一，跟青蓝宗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也只有进入天武学宫，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他才能尽快提升到神破境，为自己的族人报仇雪恨。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动静，
清雪。从脚步声，他就判断出了来人。清仙。云清雪从外边走进来，还在修行，尝试突破灵海境7重。洛清仙微笑摇头，难。正常情况下，我至少也得2个月才能突破灵海8重。云清雪蹙眉，安慰道：以你灵海7重修为的修为，再加上战力加成，进入五峰大比前10，基本是板上钉钉之事了。洛清仙摇头，东荒域辽阔无边，天骄无数，天武学宫之前都没来我们青兰宗招生，说明我们的天赋在对方眼中不值一提。至少在这次的五峰大比中获得前3甲的成绩，才能被天武学宫看中，否则去了天武学宫也不过是路人角色罢了。云清雪叹气，你好歹还有希望，而我就惨得多了，修炼操之过急，受了暗伤，需要我想请严大师帮我炼制一枚丹药，结果就连严大师都无法治疗我的暗伤。洛清仙一愣，这么严重？话还没说完，陆萧从外边走了进来。陆萧，你怎么来了？洛清仙眼中露出一道喜色，来看看你。陆萧淡笑。云清雪露出嫌恶之色，怒斥道：今天我不是警告过你了吗？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清仙是你能接近的吗？别以为你跟清仙去了一趟东洋国，清仙就会对你有什么感觉了。能不能撒泡尿照照镜子？陆萧冷冷扫了他一眼，我来找清仙，关你屁事。他对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压根没有半点好感可言。云清雪还想继续喷，洛清仙赶紧拉住他。好了，清雪，你冷静一点。陆萧他是我朋友。你，云清雪一脸恨铁不成钢。清仙，你就是太善良了，对这种没脸没皮的家伙，你就不能对他客气，否则某些癞蛤蟆还会真以为自己有机会了。他嗤笑一声，就连我都嫌弃的废物，还妄想纠缠我闺蜜。陆萧蹙眉，我送点东西就走。云清雪不依不饶，你觉得你送的那些破烂清仙看得上吗？你炼制的那些丹药，对我们来说连垃圾都不如。清雪，你这话有点过了。洛清仙蹙眉。云清雪道：清仙，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免得他以为送点破烂就能获取你的芳心，简直是痴人说梦。陆萧也不想废话，直接将手中药瓶丢了过去。洛清仙连忙接住，这是？陆萧淡淡道：纯元大还丹，3品上阶丹药，可助你突破一个境界。一时间，云清雪当场闭上了嘴巴，眸子中升起浓烈震撼。旋即他大怒喝道：陆萧，你还要脸吗？居然敢这样骗清仙！你这种货色哪来的3品上阶丹药？我们青兰宗根本没有可以炼制3品上阶丹药的炼丹师。陆萧白了他一眼，夏虫不可语冰，跟你这种没见识又自以为是的家伙没什么可说的。你云清雪大怒，我倒要看看你这么能装，这丹药真不真？说完，他直接将洛清仙手中药瓶夺了过去。打开一看，那浓郁药香扑面而来，差点将他当场昏倒过去。还真是3品上阶丹药。他呆滞原地，脑袋嗡嗡作响。云清雪双眼瞪得大大的，半晌说不出话来。你哪来的3品上阶丹药？3品上阶丹药，且不说价格有多昂贵，是压根没得卖啊。陆萧淡淡道：跟你有什么关系？云清摇头轻笑，这就急了，估计是从哪偷鸡摸狗偷来的，满嘴喷粪。陆萧撇嘴，极度让这女人面目全非。洛清先将丹药拿了过来，眼里满是惊喜，而后又怯怯问道：这丹药很贵吧？陆萧平淡一笑，自己拿原材料炼制就便宜很多了。两女震撼不已，这丹药是陆萧自己炼制的。云清雪突然笑了，语气中满是嘲讽：3品上阶丹药连严大师都炼制不出来，你行？你怎么不说你是神仙？陆萧直接无视了他，跟这种蠢女人压根没什么可说的。夏虫不可语冰。洛清仙连忙道：清雪，你太小看陆萧了，就在前2天他都炼制出了3品中阶丹药。什么？云清雪内心狂战，没记错的话，前几天陆萧拿去的丹堂的只是2品下阶灵液而已啊，现在这都能拿出3品中阶丹药了。不过他很快又想明白了，又道：清仙，一般炼丹师就算小有天赋，想要从1品炼丹师晋级2品炼丹师也要10年8载，而他们倾尽一生努力也很难从2品炼丹师晋级3品炼丹师啊。你觉得他短短几天从一个压根不会炼丹的废物成为了一个3品炼丹师，这现实吗？这种话他也就骗骗傻子而已，结果你还真信了。这些丹药绝对不是他炼制的，他背后绝对有一位炼丹师，他大概不过是拿着对方炼制出来的丹药，说是自己炼制的，以此来装逼罢了。洛清仙蹙眉，陆萧不是这样的人。清仙，你才跟他相处多久？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这种人？云清雪有理有据，世界上有人能从短短10天内从一个不会炼丹的废物变成一个3品上阶炼丹师吗？
洛清仙沉默片刻，嫣然一笑。不管怎样，陆萧给了我这3品上阶丹药，我应该感谢他。至于他的丹药怎么来的，不重要。云清雪快被这话气吐了，而陆萧也因这话而心头微暖，温和地对洛清仙笑了笑。武风大比马上就开始了，你赶紧把丹药炼化了吧。洛清仙激动点头。有了这一枚丹药，他就可以突破到灵海境8重了。看着洛清仙惊喜的模样，云清雪的内心竟有一丝羡慕和嫉妒。谁能想到，被他百般瞧不起的陆萧，居然能拿得出这种宝物？不管这丹药怎么来的，洛清仙是确确实实拿到手了。而他呢，还在为了一枚救命的丹药东奔西跑。突然，他眼神一亮，傲然道：“陆萧，现在我给你一个跟我修复关系的机会，引荐那位炼丹师给我作为酬劳，我可以给你100下品灵石，如何？”这话直接让陆萧笑了。100下品灵石，闲少。云清雪挑眉，你自己赚100下品灵石有多难，心里没数吗？陆萧淡淡道：“清仙，你告诉他，我之前3枚丹药赚了多少？2万下品灵石。”洛清仙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云清雪不屑开口：“那赚来的钱不是你的，是那位神秘炼丹师的。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拿别人的成就来装逼呢？”陆萧气笑了，这女人脑子真有病。他淡淡道：“没猜错的话，你是想那位炼丹师救你的命吧？我告诉你，不可能。”云清雪气急败坏：“不要逼我对你动手。”救你？陆萧眼神冷冽，也配？灵海境6重，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被自己看不起的废物如此轻蔑，云清雪气急攻心，那就来试试。洛清仙赶紧拉住了他：“清雪，不要冲动。陆萧的实力他是见过的，云清雪现在有伤在身，还真未必是陆萧对手。真要动起手来，他怕伤到云清雪自尊。”云清雪收回手掌，冷冷拐了一眼陆萧，看在清仙的面子上，算你命好。洛清仙有些为难地望向陆萧：“陆萧，要不你就帮帮清雪。”陆萧想了一下，既然洛清仙都开口了，他也不好拒绝。不过为难一下这个臭屁女还是要的。想到这，他冷冷道：“想要保命，我给你一个机会。第一，给我道歉；第二，一枚3品上阶保命丹药，3万下品灵石，少1分都不行。你别太过分。”云清雪双拳紧握。陆萧冷笑不已：“你动不动就破防，再三怒火攻心，之前还有1个月命，现在估计不剩7天了，要死还是要活，自己考虑吧。”话落，他直接拂袖而去。云清雪捂住胸口，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想要我给你这个废物道歉？做梦！我就不信凭我自己就找不出那位神秘炼丹师。”洛清仙搀扶住他，叹了一口气：“清雪，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那位3品上阶炼丹师真的是陆萧？”“我不信。”云清雪摇头：“不管你信不信，但你这内伤想要治好，必须通过陆萧，这是事实。”洛清仙道，顿了顿，他又低声道：“还有，陆萧是我朋友，我不希望你以后再这样针对他。”一转眼2天时间过去。2天后，陆萧突然听到外边出来一阵急促的声音：“陆萧，陆萧！”陆萧走出居所，看到洛清仙搀扶着脸色苍白、奄奄一息的云清雪走来，他眉头轻蹙。洛清仙眼里满是恳求：“陆萧，求求你，救救清雪。”陆萧淡淡望向云清雪：“我说的条件，你是答应了？”云清雪扬起脖子，一脸硬气：“不可能。”“那你就等死吧。”陆萧耸了耸肩，转身回屋内。真以为所有人都要惯着他？云清雪立马急了，大吼道：“陆萧，你还是个男人吗？我不就是上门退婚，伤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吗？至于这样斤斤计较，现在清仙带我过来，你就算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吧。别忘了，我师尊可是第3峰峰主，你最好是掂量掂量得罪我的下场。”陆萧冷冷的声音从屋内传来：“求人就该有的求人的态度。现在我改主意了，你的口头道歉我不接受了。想活命，在第5峰山脚下跪满2个时辰，我可出手救你；否则免谈，在山下跪2个时辰。”“陆萧，你欺人太甚。”这条件对一向高傲的云清雪来说，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他双眼一翻，当场气得昏死过去。洛清仙顿时手忙脚乱，心里暗叹：云清雪怎么就这么倔呢？道个歉有这么难吗？很快，获悉情况的第3峰峰主铃木婉也赶到了此地。他的降临瞬间引来了无数人的瞩目，整个第5峰震动，众人都开始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听说是之前上门退婚的第3峰准圣女云清雪晕倒在了陆萧门前，现在第3峰的峰主亲自来给他弟子讨公道了。这下有好戏看了。这陆萧还真是惹祸精，把宗门里这些大人物得罪了个遍。铃木婉看着自己的爱徒气得昏倒过去，目光瞬间阴沉下去，
声音响彻整个山头：“陆萧，给我滚出来！”陆萧慢悠悠地从里面走出来，看到眼前满脸怒火的中年女子，他面无表情地开口问道：“林峰主，有事？”铃木丸冷冷道：“立刻把那位炼丹师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否则我徒儿出了事，我必定让你偿命。”陆萧语气冰冷：“看来你们师徒两人都是一个德行，不知道求人该有什么态度，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手里浮现一个药瓶：“这救命的丹药我已经准备好了，本来呢想着有清仙给他求情，随便惩罚一下他，就把药给他了。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说着他语气一冷：“你跟他一起跪在第五峰脚下，磕头求我。丹药我可以给你们。”一股杀意瞬间蔓延整个第五峰，铃木婉身上庞大威严汹涌而出。“陆萧，你是在找死吗？”陆萧神色平淡，手也猛然握紧了那个药瓶。“林峰主，我劝你冷静，否则我要是不小心毁了这丹药，那可就不好了。到时候你猜是我先死，还是他先死？丹药拿来！”铃木婉双目中寒色凛然，就要去抢夺丹药。陆萧毫不犹豫，一把捏碎了手中玉瓶，再上前一步，我立马毁了他。就在这时，莫青竹和徐青儿也从里面款款走出来。“林峰主，小辈之间的矛盾，你一个长辈跑过来插手，是不是有点太失身份了？”莫青竹冷冷问道。“莫青竹，这件事跟你无关。”铃木婉冷哼一声：“徐须道都死了，你一个寡妇，还有这什么资格插手我青兰宗之事？”陆萧脸色一冷：“铃木婉，有种，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我说的有错吗？”铃木婉冷冷道：“做人要识趣，今时不同往日。”陆萧笑了：“你说的对，做人要识趣。不过，看来现在不识趣的是你。”陆萧不屑嘲讽：“整个青兰宗谁不知道，云清雪就是你这老巫婆的私生女，以师徒之名遮掩自己的丑事，真以为大家眼瞎？你女儿快死了，你一定很急吧？那你就继续急吧。这药我毁了。”说完，陆萧将手中丹药捏成了废渣，而后手掌一摊，碎渣从指缝间落在地面之上。铃木婉杀意爆发：“陆萧，你敢毁了我女儿的救命之药，那你们就全都给我偿命！林峰主，这是我第五峰的地盘，你跑来这里撒野，是不是太过分了？”淡漠声音传来，陈潇御剑而来。“陈潇，你这是什么意思？”铃木婉美目清冽地盯着陈潇。“没什么意思，就是让你滚。”陈潇一字一顿道：“当然，你们母女两人要是想跪着再求一次药，我也不介意。我兄弟虽然不在了，但老子还在，谁敢欺负他遗孀孤女和弟子，那就是跟老子作对。你也想试试老子的剑吗？”陈潇霸气的声音落下，一时间场上的气氛再度降至了冰点。气氛凝固之际，山下又有一道妩媚的轻笑传来：“陈峰主说的对，陆萧本来都答应救他了，他自己不想活，怪谁？哦，对了，虽然这枚丹药毁了，但陆萧说不定还有能救他的手段，要不你去跪一下，说不定陆萧一开心就愿意救他了。”来人正是妖瑶姿，他款款走来，春风满面，风情万种，引来无数男弟子的炙热目光。铃木婉脸色铁青：“两位是要为这家伙跟我铃木婉作对吗？我只是来说句公道话而已。”瑶瑶姿淡淡一笑：“至于跟我妖瑶姿作对，林峰主，你是不是对自己太自信了？”铃木婉俏脸难看：“别人不知道妖瑶姿的来头，他们这些青兰宗高层还不知道吗？这女人来头大的吓人，连跟在她身边的仆人都是神魄境强者。”陈潇看了一眼洛清仙：“清仙，回来，不要跟一些不讲道理的野蛮人待在一起，免得把你也给教坏了。”洛清仙咬了咬牙：“陆萧，清雪是我姐妹，不管怎么说，我希望你能救救她，就算我给你跪下也行。”陆萧看他这副模样，叹了口气：“算了，我就知道你会心软，我答应救她。”说完，他冷冷望向铃木婉：“你滚过来，给我师娘低头道歉。你让我给她道歉？”铃木婉怒笑：“我只给你3息。”陆萧语气很平淡：“3、2，一字还没落下。”铃木婉一咬牙：“我道歉。”他忍着悲愤来到莫青竹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咬牙道歉：“徐夫人，对不起，先前是我太过无礼了。”莫青竹只是淡淡盯着他，别过脸去。铃木婉愤怒望向陆萧：“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你也该兑现承诺了。”陆萧不急不缓，手中出现了一个玉瓶，把玩着它。这是一枚3品上阶归元丹，可修复武者的本源，恢复伤势。云清雪身上区区小伤势，只要用了它，立马药到病除。价值5万下品灵石。林峰主，江湖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问题吧？铃木婉深吸一口气，强压憋屈：“之前不是说3万下品灵石吗？”“那是之前。”陆萧冷笑一声：“现在他值6万下品灵石了。”“你憋！”铃木婉气得发抖。陆萧淡淡道：“7万。”
这是坐地起价。铃木婉冷道：“陆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陆萧不淡的开口：“你再废话，这丹药可就值10万下品灵石了。”他很清楚，五峰大比之后，这青兰宗注定再无他的容身之地。既然这铃木婉自己把脸凑上来被他打，那他肯定要好好敲诈一笔。好，5万就5万。铃木婉连忙道：“我得回去凑一凑，就确定是5万了。”铃木婉最后还是妥协了，灰溜溜地带着云清雪离开此地。一峰之主的威严在此刻荡然无存，反而像一条丧家之犬。那些青兰宗弟子望向陆萧的眼神也变了，他们没想到陆萧居然这么生猛，就连青兰宗里最蛮横霸道的第3峰峰主，绰号老巫婆的铃木婉，在他面前也要吃瘪。陈潇提醒陆萧，这老巫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你可得小心点。陆萧点了点头，瑶瑶子轻笑着安慰：“不用怕他，反正你也不用在这鬼地方待多久了，他们这些货色翻不起什么风浪。”以陆萧的天赋，被一个小小的青兰宗困住那未免也太可惜了。在荒王殿，陆萧必定会龙腾9天，一鸣惊人。救女心切，铃木婉的速度很快，硬是咬牙筹齐了5万下品灵石，送到了陆萧门前。陆萧毫不客气地收下，然后把丹药丢给他。洛清仙叹了一口气，本来他们好好服个软道个歉，也不至于闹到这种地步。林一和清雪也太倔强了。陈潇冷哼一声，他们不是倔强，就是蠢，是坏。当年那铃木婉在宗门被欺凌，老徐可没少帮着他，现在他什么嘴脸？以后你离云清雪远点，这女人随他妈不是个好东西。瑶瑶姿朝陆萧微笑：“陆萧，5峰大比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可要好好表现哦，我会给你一个大惊喜。”陆萧颔首，他很清楚瑶瑶姿所说的惊喜是什么。不过现在他对瑶瑶姿的身份更怀疑了，连一峰之主的铃木婉都对其如此忌惮，而且他似乎对荒王殿很了解，莫非他跟荒王殿有事关系不成？陆萧将得到的5万下品灵石全都置换成了中品灵石，再度进入神魔葬场闭关，开始疯狂修炼。5峰大比前夕，青兰宗上下蔓延着一股萧瑟气息，大有一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主峰之上，一间密室之内，蓝剑灵冷锐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你们都是我信得过的人，也是我寄予厚望的后辈，谁能在5峰大比上斩杀陆萧，就可直接获得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第4峰，苏泽站在一间密室前，感受着里面传出的动静，嘴角满是得意。看来这一次映雪闭关有所收获了，这道蛊还真是逆天啊。第3峰，云清雪盘坐于地，缓缓睁开双目：“陆萧，你如此如我母亲，我云清雪一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以我临海境6重的实力，碾压你个废物绰绰有余。只要你遇上我，我会将我们母女受到的耻辱100倍偿还于你。”第5峰，陆萧睁开双眼，感受身上又再度浑厚了不少的强大力量，嘴角勾起，多亏了这铃木婉雪中送炭，让我在最后关头再度突破。现在我全力以赴之下，就算是半步神破境强者我也可一战。没错，这一次陆萧成功提升到了灵海5重境，战力突飞猛进。现在也只有真正的神破境可以威胁到他了，甚至要是他真要玩命施展燃血秘术的话，神破境一中，他也可斩杀。而与此同时，青兰宗2000里外，乱魔渊，一个修长的中年身影从魔气滔天的乱魔渊内走了出来，他脸上有些许苍白，衣衫褴褛，但依旧掩盖不住风神俊朗的超然气质。他低喃一声：“这乱魔渊果然是死亡境地，要不是我运气好，还真走不出来。青竹他们1个月过去，该担心坏了吧？”翌日，青兰宗5峰大比之日，5峰弟子汇成一道道长龙，纷纷汇聚在宗门演武场之上，眼神里带着期待和忐忑。这5峰大比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要是表现好的话，可以从普通弟子变成核心弟子，甚至亲传弟子。当然，也有可能因表现太差被逐出宗门，甚至身狱。数千青兰宗弟子齐聚演武场，场面非常热闹。突然，主峰上浩浩荡荡地走下一群人，这是主峰的那群核心弟子，身上气息实在太强了。领头那个气宇轩昂的青年，便是主峰首席弟子方师兄吧？那位就是我们主峰圣女瑶瑶姿。天啊，果然是千娇百媚啊！光看到她，我就浑身血液沸腾了。第2峰的核心弟子也登场了，那是第2峰首席江凡，还有第2峰圣女宁白羽。听说他们2人是一对，果然是郎才女貌。第3峰首席兰坤、准圣女云清雪，第4峰圣女姬冷月，还有首席大弟子南宫岩，第5峰圣女洛清仙，还有首席大弟子楚平川，都出现了。随着大比马上开始，诸多青兰宗的顶级天骄纷纷登场，周围那些青兰宗弟子
望向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崇拜和羡慕。很快，五峰峰主也纷纷踏空而来，带着各峰长老入座，各据一方。陆萧和洛清仙等人也跟着陈潇一起出现在第五峰阵营之中。陡然间，第四峰山巅之上，神光犹如七色流光激射而出，照耀整个青蓝宗。苏映雪出关了！顿时间，场上喧嚣更甚。如果说如今整个青蓝宗谁的名声最大，那肯定是苏映雪了。毕竟如今的他身怀绝世道骨，还跟灵狐一族有了婚约，甚至因为他，青蓝宗才获得了10个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上一次他融合道骨，一夜连破3境，如今闭关出来，实力肯定会再度暴涨，也不知会到达何等程度。苏映雪在万众瞩目下一步10丈飘然从山上下来，他从人群中走过，看到众人视线尽数汇聚在他身上，表情更加高傲了。他很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最后他终于坐在了第4峰方向的其中一个主位之上。姬冷月扫了一眼苏映雪，眼里闪过一丝鄙夷。拥有了道骨，闭关了这么久才提升一个境界。要知道陆萧跟他修行一晚，两者双双突破，而苏则满脸狂喜，映雪啊，又突破了。没错，苏映雪含笑点头，这次五峰大比我将拔得头筹，让灵狐大少知道我苏映雪配得上他。好好好，苏则满脸欣慰。最后苏映雪目光冷冽扫过，落在陈潇身旁的陆萧身上，四目相对，火药味十足。苏映雪嘴角露出一抹冷冽，陆萧，没想到你还真活到我闭关出来了，不过这样也好，今日我就在五峰大比上杀了你。陆萧神色淡漠，就凭你？苏映雪冷道，我会用从你身上挖来的道骨亲自送你上路，我拭目以待。陆萧说完这话，目光之中再无半点波澜。在他眼里，苏映雪已经是个死人。而与此同时，在场上还有许多人也在关注着陆萧。蓝剑灵已经暗中发话，只要有人能杀了陆萧，便可直接获得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他们必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最重要的是能借此讨好苏映雪，毕竟苏映雪可是要跟灵狐一族联姻的，到了天武学宫，身份必然水涨船高，有他的庇护，哪怕是在天武学宫也可以有一席之地。陆萧看了一眼姬冷月，他也站在第4峰所在的阵营中，看到陆萧的目光投来后，他有些不自然地移开了目光。洛清仙则是低声对陆萧道，进了后山，你尽量跟我一起，有我在，他伤不了你。获得陆萧给的那枚3品上阶丹药后，他也成功突破灵海境8重，实力再度有了质的飞跃。主峰方向，妖瑶姿倒是很淡定，他对陆萧很有信心，这小男人的底牌可是层出不穷，他很好奇这一次陆萧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惊喜。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道强大气息突然从天而降，笼罩了整个青蓝宗。所有人齐齐骇然抬头，远处几道身影踏空而来，转眼之间便出现在众人上方。天武学宫的使者到来了，好强大的气息，都是神魄境武者。众人眼中狂颤，要知道他们青蓝宗也只有峰主级人物才堪踏足神魄境，结果天武学宫随便派出几个武者就是神魄境强者，不愧是东荒域的超凡势力。而诸多天武学宫的强者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青年，他身穿玄金长袍，一个威严的火旗灵纹在衣袍之上，不怒自威，浑身上下贵气自发，宛若天王贵胄，目光中带着睥睨天下的傲然。此人便是灵狐一族少主灵狐哦。蓝剑灵立马起身，恭迎天武学宫使者，恭迎灵狐公子，恭迎天武学宫使者，恭迎灵狐公子。声音回荡在整个青蓝宗上空。灵狐傲淡漠扫了一眼众人，而后身躯直接一闪，径直落在了那会场的主座之上，就连蓝剑灵的坐席都被他的威势压了一头。而后他身边那些强者也纷纷入座。苏泽第一时间走上去，语气恭敬无比，灵狐公子，你就是苏泽？灵狐傲淡淡侧颜扫来，没错。苏泽激动不已，那位便是小女苏映雪。灵狐傲往苏映雪看来，苏映雪也激动得满脸涨红，故作矜持的微微含笑颔首。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绝世天骄，才配得上他苏映雪。灵狐傲双瞳之中突然有金色火焰亮起，紧盯着苏映雪了。不错，身怀道骨，天生一体，勉勉强强可以当我未婚妻了。苏泽大喜，谢令胡大少赏识。灵狐傲身边的一个男子开口道，今日我天武学宫开恩，在灵狐大少的授意下，为其未婚妻苏映雪所处之宗门青蓝宗特申请了10个进入天武学宫修行的名额，名额有限，诸位弟子好好把握。蓝剑灵激动道，谢灵狐大少开恩。灵狐傲理都没理他，平静收回目光。这青蓝宗果然只是二流势力之中的末流，
身为一宗之主的蓝剑灵，修为连他都不如，实在是太弱了。要不是苏映雪身怀道骨，特殊体质对他灵狐一族有助，他压根不会来这种地方。而这10个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也不过是他随意赏赐罢了。至于未婚妻，他灵狐傲很多，都是大世家出身的天之娇女。苏映雪只是其一，本来以苏映雪的姿色，他是看不上眼的。可他有一股，也算有点天分，可给他灵狐一族诞下血脉不俗的子嗣，他也勉勉强强可以将其纳入后宫之中。至于这些小宗门的天才，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到了天武学宫，他们就会泯然众人。而他灵狐傲从出生开始就已经站在了这群人高不可攀的顶点。他慵懒开口：“我们时间有限，你们这五风大，赶紧开始吧。”话音刚落，又是一道爽朗笑声响起：“灵狐公子，这么急干嘛？我们荒王殿也刚想过来凑凑热闹呢。”话落的瞬间，众人心头一颤。荒王殿也来了，这一下全场都炸锅了。蓝剑灵和苏泽等人同样是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他们怎么没提前收到风声？天穹之上，一头巨大的赤焰鸟发出长鸣，划破长空而来，铺天盖地的威压席卷而下，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神魄境的妖宠，这超凡势力的底蕴果然恐怖。青蓝宗的众人彻底麻了，他们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差距。一头神魄境的强大妖兽，说不定就能摧毁青蓝宗。可如此强大的妖兽，只能作为荒王殿的妖宠而已。赤血鸟背后站着一群负手而立的男子，为首的是一个紫衣中年，身材高大伟岸，气质温和，但那股上位者的威严却在无形之中压得众人连呼吸都有些急促。蓝剑灵连忙起身：“青蓝宗宗主蓝剑灵，见过荒王殿诸位。”不必多礼。紫衣中年摆了摆手，旋即朗声宣布道：“今天我们荒王殿过来，也是为了收徒而来。本次青蓝宗五峰大比，进入前10者可入我荒王殿修行。”这话落下，场上掀起一片喧嚣。这荒王殿原来是为了来跟天武学宫抢人。荒王殿跟天武学宫并列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不比天武学宫差。不管进入哪个势力修行，都将一步登天。所以那些有希望进入前10的青蓝宗天骄们，在这一刻也有些异动了。当然，最为激动的是陆萧。荒王殿的人真来了，要是能加入荒王殿，那不管是他还是徐青儿母女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了。否则，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他真的展现出不俗天赋，进入天武学宫，无非也是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狼窝罢了。灵狐一族跟苏映雪是同穿一条裤子的，而他无权无势在天武学宫修行，比在青蓝宗还要凶险。他悄悄看了一眼妖瑶姿，发现后者朝他俏皮的眨了眨眼，陆萧露出感激之色。既然有人撑腰了，今天就算有神仙护着他苏映雪，这件人也得死。甚至有机会的话，他还想把苏泽和灵狐一族这些家伙一并弄死，为自己师尊报仇雪恨，抱着血海深仇。可他的实力还远远不够。面对荒王殿的众人，灵狐傲却露出一抹孤傲冷色，盯着紫衣中年：“荒王殿这是什么意思？抢人？”虽然青蓝宗这些弟子的天赋在他们看来跟垃圾没什么区别，但荒王殿此举无非就是在跟他们对着干。紫衣中年淡淡一笑：“灵狐大少，您这话就过了。我是听说青蓝宗出了一个绝世妖孽，所以特地前来此地招收弟子的。天武学宫还不至于霸道到连机会都不给我们荒王殿吧？”苏映雪突然冷笑一声，悠悠道：“如果荒王殿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那很抱歉，你们怕是要失望而归了。我苏映雪只会加入天武学宫，而且我已经跟灵狐公子订婚，不会考虑加入荒王殿。”紫衣中年扫了他一眼：“我荒王殿要招的是那位绝世妖孽，你这种货色你去啊？你觉得我们会在意吗？”苏映雪脸色一僵，妖瑶姿抿嘴而笑：“难道你以为人家荒王殿说的绝世妖孽是你？”苏映雪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仿佛被人狠狠呼了一巴掌。他深吸一口气：“我苏映雪觉醒了道骨，如果连我都算不上妖孽的话，这青蓝宗又有什么人算得上？荒王殿知道招收不了我为弟子后，便故意如此出言嘲讽我，未免也太失大宗风范了。不过无所谓，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荒王殿。”紫衣中年无语，这女人是谁？长了根破骨就在这狗叫。而且要是他没看错的话，这根道骨还是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以苏映雪的天资，连其1/3的威能都无法施展出来。蓝剑灵见情况不对，连忙朗声宣布道：“好了，现在开始，我们开始五峰大比第1关的考核后山猎妖，按照猎杀妖兽的灵核数目和质量来初步选定前大比20名，通过第1关的20人，再通过擂台战决出前10名。第1关考核时间为3个时辰，现在开始吧。”而听到进入后山猎妖，妖瑶姿和姬冷月的目光中都闪过一道金光，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青兰宗后山乃是当年青兰宗祖师爷陨落之地，平时被青兰宗列为禁地，也只有五峰大比之日才会开启，凶险无比，妖兽横行。这一次的猎妖大会也是他们拿到那样东西的最后一次机会。在青兰宗诸多峰主长老的合力之下，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出现，五峰大比现在开启。陆萧缓缓长身而起，洛清仙也紧跟来。徐谦儿和莫青竹脸上满是担忧，目送两人往传送阵走去。随着大阵开启，那些青兰宗弟子也陆陆续续跳入了阵法之中。进入阵法后，他们会被随机传送进入后山，3个时辰后，还活着的弟子会被传送回来，而死了的就永远留在后山了。洛清仙犹豫了一下，对陆萧道：“你拉着我手吧，否则我们会被传送到里面，就会失散。”陆萧犹豫了一下，拉起他的纤纤柔仪，很软很滑，宛如一块暖玉。就在这时，瑶瑶姿也走了过来：“陆公子，人家也想与你同行呢。”陆萧一愣，不等他反应过来，瑶瑶姿那双青葱般的玉手已经抓住了他的手掌，那酥媚动人的声音随之传出：“陆公子可要抓紧人家的手，可别把人家弄丢了。”一时间，整个青兰宗弟子齐刷刷将目光汇聚陆萧身上。尼玛，青兰宗2大绝色美女居然为了这废物争风吃醋，那些男弟子眼里满是嫉妒。方天明眼神阴冷，大步走来：“瑶姿，你是我们主峰圣女，不跟我们一起进入后山吗？”现在他恨不得把陆萧的手给当场砍下来，他也好想摸摸自己女神的玉手啊。瑶姿淡淡道：“不用了，我跟你们不是同路人。”方天明还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忍了下去，阴狠地剐了一眼陆萧，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出尘身影飘然而至，来人是姬冷月。他身上气息很冷，哪怕是隔着老远，能感觉到他身上那宛如冰山般的气息。陆公子还真是好艳福，这么快就左拥右抱起来了。姬冷月嘴角嘲弄，可众人却从他话语中感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醋意。是他们的错觉吗？姬冷月可是苏泽的妻子，而且还是青兰宗出了名的冰山美人，他吃醋了？苏泽被戴绿帽子了？不可能吧。陆萧淡淡一笑：“苏夫人也想与我一起同行，可惜我2只手都没位置了，要不你抱一下我大腿？”看到陆萧居然敢如此调戏姬冷月，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姬冷月跟其他峰圣女可不一样，比其他同辈弟子还要大几岁，实力之强岂是陆萧能挑衅的？姬冷月盯着陆萧，眸子更冷：“我只是想提醒你，别沉浸在温柔乡里，否则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陆萧也微笑回应：“不劳苏夫人费心，只要功夫好，神魄也压倒。您说是吧？”姬冷月冷若冰霜的俏脸上浮现一抹绯红，别人不懂陆萧的意思，他岂能不懂？当下他冷哼一声，径直进了传送阵内，消失不见。苏泽也暗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刚才是多虑了。姬冷月刚才只是威胁陆萧而已，绝不是因为吃醋。再说了，就凭陆萧这废物，根本不是姬冷月的对手，又怎么可能给他苏泽戴绿帽子？错觉一定是错觉。虽然姬冷月跟他只是名义夫妻，可他垂涎姬冷月已久，将其视为痉挛，未曾得手。要是姬冷月真跟陆萧有什么关系，他得当场气吐血。就在这时，苏映雪也走到传送阵旁，朝陆萧投来森冷目光：“陆萧，你最好是期待在里面晚点遇上我，这样你还能多苟活一段时间。”陆萧一字一顿道：“我倒是希望可以早点碰上你，这样的话可以早点弄死你，让你也尝尝绝望的滋味。”苏映雪不屑而笑：“一个被剥夺了道骨的废物，还敢大言不惭。”话落，他身形一纵，进入传送阵内，转眼消失无形。而陆萧则是在那些男弟子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下，一手拉着瑶姿，一手抓着洛清仙，也消失在他们视野之中。一阵天旋地转后，3人出现在青兰宗后山禁地，周围古木参天，不见天日。瘆人兽吼从4面8方传来，陡然一声兽吼声从背后响起，陆萧一回头就看到了7、8头妖兽正朝他们逼近，身躯足足有1丈多高，獠牙狰狞，浑身充斥着凶煞气息。没等两女反应，凌厉剑光闪过，领头的灵海8重妖兽当场被陆萧一击毙命。其他几头妖兽见头领被斩杀，顿时更是被刺激了凶性，红着眼冲来。刷刷刷，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这些妖兽全都倒了下去，被陆萧一剑毙命。瑶姿美眸中充满惊诧，上一次陆萧出手还是在主峰考核上战胜了灵海3重的张浩，如今才过去半个月，灵海8重妖兽被他一剑斩杀，这修炼速度是开了挂吧？陆萧干净利落地将这些妖兽灵核取出，对两女道：“走吧。”瑶姿突然笑了：“先前我还担心你会被那些家伙下黑手，
现在我倒是担心他们了。1个时辰后，陆萧收回染血剑鞘，一头灵海9重的妖兽在他身后缓缓倒下。洛清先将妖兽灵核取出。这个时辰，在陆萧强大神识的帮助下，周围的强大妖兽基本都被我们杀完了。现在就算把这些灵核抢过来平分，我们进入前10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妖瑶姿倒是很平静，凤目有些心不在焉地望向远方。他这一次进入后山，可不是为了猎杀妖兽而来，而是为了夺取更大的机缘。突然，陆萧目光微冷，有人来了。没感应错的话，是方天明他们。他的神魂感知可以覆盖方圆1里范围，所以这1里之内的任何动静都无法逃脱他的耳目。洛清先眯起双眸，这些家伙估计是奔着你来的，刚好我也正要找他们算账。陆萧语气冷得可怕。仅仅10来个呼吸之间，7、8道身影犹如闪电般降临陆萧等人所在的区域。主峰首席大弟子方天明，第3峰首席大弟子蓝坤，第5峰首席弟子楚平川。此外还有主峰排名前10的3个核心弟子，这阵容堪称恐怖。洛清仙双目瞬间冷了下来。楚平川，你身为第5峰首席，受过我师尊诸多恩惠，如今却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楚平川嘴角微掀，淡淡道：清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陈师叔对我是有诸多帮助，但那是之前，今时不同往日，我也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我不想跟你为敌，你要是答应做我道侣，我可让苏小姐、方师兄等人既往不咎，放你一条生路。你这种白眼狼也配？洛清仙怒笑，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楚平川眼中闪过一丝炙热，我对你这诱人无比的娇躯可是垂涎了很久啊，今天终于可以在这后山里圆梦了，哈哈哈。方天明脸色冷酷，瑶姿，我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那边？别怪我没提醒你，这里可没人护着你，就算我在这里把你给办了，也没人救得了你。瑶姿咯咯轻笑，那就要看你本事了，要是你真能杀了陆萧，不用你强行，我立马自己坐上去。这妩媚的话语让方天明浑身一阵火热，心中早已想入非非。好，这可是你说的。而后他阴狠的眼神落在了陆萧身上。陆萧啊陆萧，之前秦云霄去杀你，被洛清仙所杀，但今天我们3大首席在这，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逃。陆萧嘴角也升起一抹冷笑，方天明，你还是想想自己怎么逃吧。方天明冷哼一声，手中利剑铿锵一声潇洒出鞘，灵海8重修为随之爆发。我这灵海8重修为你怎么扛？今日我必斩你。而蓝坤和楚平川等人嘴角冷笑。方天明作为青蓝宗年轻一代中最强者，虽然是灵海8重，但加上诸多手段加持，战力可媲美灵海9重。陆萧必死无疑。方天明大喝一声，身体一跃而起，利剑从头劈了下来，一出手就是一招3品上阶武技，杀气凌厉，宛如开天之剑。这下就算是瑶姿和洛清仙想要救他，都没这个机会了。蝼蚁也敢跟方师兄叫板，不知死活。方天明身后的众人开声嘲讽。然而下一刻，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彻彻底底惊呆了。陆萧一剑横劈而出，2剑碰撞的那一瞬间，方天明的身体当场从空中被震飞出去，在空中翻了好几个筋斗，狼狈落地之时，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怎么可能？他眼里满是不敢置信。其他人也彻底懵逼了，他们看到了什么？陆萧一剑逼退了战力可媲美灵海9重的方天明，太弱了。陆萧摇头，步步逼近，杀你这种废物我都用不着使劲，我就不信我作为青蓝宗年轻一代第1人还对付不了你一个废物了。方天明大喝一声，身形快速掠动，又一剑劈出，直取陆萧咽喉。陆萧横剑一劈，他的利剑脱手而出，不等反应，陆萧的利剑已经当头劈下，他只能狼狈躲避，但一条手臂依旧被利剑砍了下来，鲜血狂涌。啊！方天明捂着手臂不断后退，眼里满是惊恐。你们还愣着干嘛？快上来帮我杀了他！楚平川和蓝坤对视一眼，也快速冲了上来，一左一右对陆萧发动攻势。他们身为各自峰上的首席弟子，战力之强不言而喻，跟方天明也就半个境界的差距，联手之下，就连普通灵海境9重武者都能与之过招。只可惜他们碰上的是陆萧，一股狂暴的纯阳灵力伴随剑气呼啸而过，2人手中利剑全都当场断裂，握剑的手也被陆萧直接砍断。痛楚传来，2人身体后退的同时，满眼惊恐地看着陆萧，寒意蔓延全身。其他几更是双腿发软。3大首席弟子被这废物一剑给击败了，现在想好怎么死了吗？陆萧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3人已经被彻底吓破了胆。此刻的陆萧
在他们眼中就是死神。至于其他几个主峰弟子，已经吓得慌不择路逃离。洛清仙剑气一扫，这几个主峰弟子在惨叫中被剑气贯穿，当场陨落。方天明连忙大吼：“陆萧，我师尊对我寄予厚望，你要是杀了我，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也没想过要放过他。陆萧冷声开口：“这一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自己师尊乃是宗门功勋，尸骨未寒，这蓝剑灵身为一宗之主，却行赶尽杀绝之事，跟苏泽这畜生同流合污，要杀他，他又岂会放过对方？”看陆萧压痕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方天明大吼一声，跟他拼了。三人拖着残躯冲向陆萧，纷纷施展最强的杀招，来势汹汹。惊雷九剑，利剑好像闪电一般掠过长空，爆发出短促而剧烈的音爆。啊啊啊！三道惨叫声响彻的那一刻，方天明、蓝坤和楚平川的身体炸开，当场被炸成一团血肉，死无全尸。这一幕要是让外人看见，恐怕会当场吓得合不拢嘴。别说外人了，就连现在对陆萧战力最为了解的洛清仙也惊呆了。陆萧现在的实力居然比他还要强大几分，而妖瑶姿则是虚眯起眸子，眼神里满是震撼之意。陆萧的成长速度简直可怕，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快就要超越他了。陆萧收回长剑，把他们身上的灵盒还有各种灵宝都拿来吧。在几人身上搜刮一番，陆萧带着妖瑶姿和洛清仙两人火速离去。获得了几人身上的灵盒之后，他们身上的灵盒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量，真要清算战绩的话，前三名非他们莫属。就在他们想要离开之际，远方突然有七色霞光闪耀而出，而后一股可怕的浩瀚威压从后山深处席卷而出，一时间所有人只觉神魂一阵剧痛。在这个强大的神魂之力荡开之际，妖瑶姿的眸子也眯了起来。妖瑶姿头眼望去，心中狂颤，那件东西果然出事了。不对，应该是有人找到了他。他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跟他一样一直在盯着那件东西。陆萧和洛清仙感觉到那股强大波动后，也抬头望去，只见天穹之上一道绝美身影凌空而立，铺天盖地的寒意以他身躯为中心不断席卷而开。姬冷月，妖瑶姿眸子微冷，原来他潜伏在宗门如此之久，也是为了这东西而来，怪不得自无名节，愿意跟苏泽那老东西甲成婚。下一秒，他身上气息爆发，那娇躯也豁然腾空而起，直奔那个方向而去。洛清仙有些呆滞了，他居然是神魄境强者。妖瑶姿和姬冷月这两个女人究竟藏得有多深？就在这时，陆萧脑海中传来一道声音：“小家伙，没想到这小小的一个青蓝宗居然有如此宝物。看来这青蓝宗也是出现过人杰的。”陆萧听到神魔藏场内妖媚女子的传音，忍不住问道：“姐姐，你说的宝贝是什么？”没敢应错的话，那是一枚神魄珠。妖媚女子开口道。陆萧听到这话，只觉心脏一阵狂跳。神魄珠，这确实是传说中的绝世宝物，千年难得一遇，甚至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因为这神魄珠乃是神魄境强者甚至神魄境之上的强者陨落后体内神魄之精所诞生之物，但并不是神魄境之上的强者都可以诞生此物。首要条件便是这强者生前必定经过神魄九转，将自身魄蜕变至完美状态，肉身消亡而神魄不灭，才有一丝希望诞生出神魄珠。它可助武者蜕变神魄，助无上道基，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之物。妖媚女子道：“你现在已经是灵海境5重5重了，按照你这种修炼速度，估计很快就可以踏足神魄境。要是能拿下它，为你铸就神魄境道基，那你就有希望达到神魄境的绝巅，凝聚出最完美的神魄。”陆萧呼吸炙热，看了一眼洛清仙后，他开口道：“我们也过去凑一下热闹。”洛清先咬了咬银牙，而后深深点头。两人朝着神魄珠出现的方向急掠而去。陆萧用神念跟妖媚女子沟通：“姐姐，我要怎样才能拿到这神魄珠？虽然他们两人已经凝聚出神魄，但你可是3品魂师，论魂力比他们还要强，从他们手中夺下神魄珠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这神魄珠刚出世还比较狂暴，等他们将这神魄珠的威力消耗的差不多了，你再出手。我传你一门秘法，将这神魄珠收服，摄入你的魂宫之内。”好。陆萧暗暗点头。就在此刻，天穹之上一道金色流光飞过，好像闪电一般冲向姬冷月。一枚神魄珠，无主之物，还妄想反抗？姬冷月抬手，无尽的寒气朝神魄珠冲去，两股力量瞬间碰撞在一起，神魄珠散发出来的气息被这股寒意尽数摧毁。紧接着，姬冷月五指虚空一握，
那些含义凝为实质，要将神破珠禁锢。突然，那神破珠爆发出一阵嗡吟，这嗡吟声带着强大穿透力，无数往这边赶来的青蓝宗弟子，识海传来一阵剧痛，仿佛脑海要裂开一般，发出惨叫。距离最近的姬冷月也是面露痛苦之色，嘴角一血。所谓神破境，就是武者肉身血精、灵力、神魂之力融为一体后，在丹田之内汇聚，化为人形神魄，故名为神魄。这神魄珠本就是神魄所蜕变而来，内含强大魂力，能对武者的神魂造成极大伤害，就算他是神魄境武者也不例外。就在姬冷月受创之际，又有一道身影从另一边急掠而来，探出玉手就要往神魄珠抓去。除了夭夭姿，还能有谁？夭夭姿，这神魄珠是我先发现的，你也想跟我争？姬冷月一声轻哼，漫天冰刃化为风暴飞出。夭夭姿娇笑一声，为了这神魄珠，我在青蓝宗苦等了10年，如今它终于成形现世，我又岂会轻易拱手让人？他抬手一拍，赤色火焰宛若遮天红霞，往前席卷而出。一时间，冰刃和火焰各自占据了半边天，相互蚕食吞噬，最后消失无形。两人脸色凝重，都紧盯着对方，而那神魄珠却似乎感觉到了不妙，再度化为一道流光逃遁。两女眼眸微凛，立马追了上去，一边与对方交战，一边追逐神魄珠。这场景让下方地面上那些青蓝宗弟子全都傻眼，没人想到夭夭姿跟姬冷月居然都是神魄境武者，这等级别的争夺大战已经不是他们能掺和进去的了。而苏映雪远远看着这一幕，眼中错愕，还有满满的不服。先前青蓝宗内众人都以为第一天交是方天明，他获得道骨后一步登天，已经将方天明远远甩在身后，本以为自己已经是青蓝宗年轻一代第一人，谁能想到这两个女人藏得如此之深。良久，他轻哼一声，你们现在也就现在比我略胜一筹罢了，我苏映雪已经获得了道骨，超越你们不用1年时间。而就在夭夭姿和姬冷月两人激战之际，下方陆萧也带着洛清先赶到了，而空中那每日神魄珠也再度发出一阵穿透神魂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形成涟漪般的力量波澜，瞬间席卷周围数里之地。无数弟子捂头惨叫。距离最近的姬冷月和夭夭姿第一时间动用所有魂力护住神魂，可依旧被这神魄珠重创，脸色苍白如纸。那神魄珠在摆脱两人之后，就要再度朝远方遁去。现在他力量消耗大半，比较虚弱，趁现在收了他。陆萧脑海中传来妖媚女子的声音，陆萧目光紧盯着空中的神魄珠，下一秒，无形的魂力瞬间蔓延这片区域。罗天法地，这罗天法地正是妖媚女子刚才传授给他的秘法，是一种神魂秘术，专门针对神魄珠这种可攻击神魂的宝物。无数肉眼不可见的魂力丝线以陆萧的身体为中，纷纷冲向了那空中的神魄珠，一道道丝线形成了天罗地网，转眼间就把神魄珠给缠绕了起来。那神魄珠剧烈颤抖，疯狂挣扎，陆萧释放出来的一道道魂力丝线也被他挣断开来，识海传来一阵刺痛，不过他还是咬牙坚持着，继续将这些丝线缠绕在神魄珠之上。力！神魄珠爆发出一道尖锐无比的长鸣，这股穿透力十足的声音又让无数青蓝宗弟子双眼泛白倒下，而陆萧感觉识海被无数尖针穿透一般，脸色煞白的可怕。给我滚来！他低喝一声，强顶压力更为狂暴的魂力汹涌而出，硬生生将那神魄珠拉扯了过来。在其他人眼中，神魄珠是主动朝他飞去的，最后神魄珠挣扎着被他扯入眉心内的识海之中。到了他识海内后，这狂暴的神魄珠突然就安静下来了，变得服服帖帖，似乎在恐惧什么，安安静静地待在他识海之中。陆萧深吸一口气，立马按照妖媚女子教的秘术给他打上神魂烙印。从现在起，这神魄珠属于他了，也只有他可以掌控着神魄珠。姬冷月从天穹之上飞下来，淡漠双眼俯瞰陆萧，把神魄珠交给我。凭什么？陆萧冷道。就凭我是神魄境。姬冷月语气一如既往的冷，别逼我对你出手。夭夭姿也飘然而至，朝陆萧微微一笑，陆公子，只要你将这神魄珠交给我保管，我保证他伤不了你分毫。洛清仙不满，你们有点过分了吧？这神魄珠是陆萧拿到的。姬冷月继续冷道，陆萧，你一个灵海境，要这神魄珠有何用？只要你把它给我，你可以对我提任何条件，我说到做到。夭夭姿眨了眨眼，陆公子，我是你未婚妻，且荒王殿那边要考虑，你也是先考虑把这神魄珠给我吧。看到两女互不相让，陆萧也颇为头疼，他这么艰难才能拿到神魄珠，断然是不可能交给两人的。不过直接撕破脸也不好。妖媚女子突然传音笑道，小家伙，我教你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几息后，陆萧正色道，不是我不想给你们，
而是给不了啊。这神破珠不知道怎么就赖上我了，莫名其妙飞进我识海里，还跟我融为了一体。不信的话，我给你们瞧瞧。说着，他的眉心之中浮现一枚晶莹剔透的金色珠子，正是神破珠。姬冷月也不客气，抬起手掌朝神破珠抓去。结果他一伸手，嘴里便发出一声嘤咛，娇躯豁然一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觉从他神魂深处传来，让沉沦其中无法自拔，娇躯僵硬在原地。怎么回事？夭夭姿也好奇，伸出玉手去触摸那神破珠，结果也跟夭夭姿一样，娇躯轻颤后僵硬在了原地。洛清仙惊诧，这两个女人这是怎么了？他也好奇地伸出手去摸神破珠，结果一股眩晕感传来，从神魂深处传出，且这种感觉蔓延到身躯的每一个角落。眼看他们就要坚持不住，陆萧只能赶紧将神破珠收了回来。三女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香汗淋漓，俏脸绯红的可怕，表情里满是羞怯。这种感觉太奇怪了。陆萧看着他们绯红的俏脸，一脸正色道：你们也看到了，这神破珠跟我已经融为一体了，无法剥离出去。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只要你们触碰到他，就会有种跟我神魂相融之感。所以你们刚才才会如此。原来这就是古籍中记载的神魂相融。夭夭姿眸子闪烁，神魂交融其实也跟阴阳同修殊途同归，只是阴阳同修之法是以肉身作为修炼容器，享受的是肉体，修的是灵力的增长，而神魂交融则是指两人的神魂直接接触产生一种奇妙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来自神魂深处的愉悦，甚至从某些程度上来说，比肉身上的愉悦更容易让人沉醉。不过要是利用得好，两人神魂交融却可增长魂力，一如阴阳同修之法。无妨。夭夭姿狡黠地笑了笑，既然我们只要触摸这神破珠，就会跟陆公子你有神魂交融之感，那以后我们可同修神魂之力，还可享受神魂上的愉悦，岂不更好？陆萧还真被这女人开发出新玩法了。姬冷月想了想，也脸色冷漠地点头，这妖女说的不错，这神破珠本来是属于我的，结果却被你给拿走了，以后我若要修行魂力，以此来蜕变神魄，你必须以神破珠配合我，不得拒绝，否则我就将你有神破珠之事宣传出去。神破境跟灵海境最大的区别就是神破境武者的肉身、灵力、魂力都要同步提升，才能踏入下一个境界，而魂力恰好就是大部分武者的弱项，提升很困难，所以姬冷月和夭夭姿都是想借此来提升自己的魂力进行突破。洛清仙不满，你们凭什么这么霸道？夭夭姿微笑，洛仙子，你可知今日荒王殿为何而来？洛清仙一愣，难道？没错，就是因为我。夭夭姿道，陆萧现在被苏泽他们视为眼中钉，青蓝宗、天武学宫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只有荒王殿能接纳他，所以我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我要求他帮我提升一下魂力，不过分吧？洛清仙语塞，如果真是如此，这条件确实并不过分。可刚才他也试过了，那神魂交融之后的奇妙反应还会作用到肉身之上，要是夭夭姿真的要跟陆萧神魂交融，那跟双修又有何区别？想想他就难受。顿了顿，他也咬牙道，好，既然你们都要跟陆萧神魂相融，那我也要，我也快要突破神破境了，急需提升魂力。陆萧颇为无奈，怎么感觉自己得到这神破珠，反而成了这三个女人的充电宝了？这跟给他们当修行魂力的顶炉有何区别？陆萧勉为其难地答应他们的条件。作为三个绝色美女的魂力顶炉，也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要是哪个美女在修炼魂力时身体也控制不住，说不定还要有额外付出。姬冷月这女人虽然表面冷傲，可跟她修炼起来一点也不含糊。夭夭姿这妖女也不是吃素的，天生媚体，谁受得了？也就洛清仙这个傻白甜稍微好应付一点。顿了顿，他又道，我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替我保密。姬冷月淡淡道，我还没傻到这种程度，把自己的魂力顶炉分享给其他人，反倒某个妖女似乎跟荒王殿关系不浅，你可要小心被背刺。夭夭姿凤目中带着讥讽戏谑，苏夫人难道武风大比之后还留在青蓝宗，继续跟苏泽那老东唏嘘与威仪，还是加入天武学宫？如果是这样的话，陆公子你可要小心了，他是明摆摆的站在我们对立面了。姬冷月冷哼，我不会加入天武学宫，但也不屑于加入荒王殿，我自有自己的想法。夭夭姿咯咯轻笑，你看不上荒王殿，那最好不过了，等陆公子加入荒王殿，那就只有我跟洛仙子分享他了。姬冷月眸子更冷。而就在这时，天穹之中一道巨大的法阵突然出现。夭夭姿看着空中，低喃道，传送阵居然提前出现，看来这次武风大比第一关要提前结束了。陆萧满脸惋惜，可惜
没有碰上苏映雪那贱人，否则我提着她的脑袋出去，苏泽那老东西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姬冷月冷笑，苏映雪那女人心比天高，却没什么本事。你想杀她，她更想杀你。待会的擂台战之上，她一定会挑战你的。如此正好。陆萧眼中杀意凛然，你尽管放开手脚，今天有荒王殿在此，没人伤得了你。妖瑶姿给了陆萧一颗定心丸。传送阵将秘境中的诸多弟子笼罩着其中，一阵天旋地转后，陆萧等人再度回到了青蓝宗演武场之上。蓝剑灵站在主位之上，高声宣布：刚才我们在外感应到了里面传来异常波动，所以特地将你们提前传送了出来。我宣布猎妖大比提前结束，现在直接清算众人战绩。他运足灵力沉喝一声：主峰首席大弟子方天明出列。没有人回应。蓝剑灵脸色微变，又喊：方天明可在？可却依旧没人回答。众人目光扫过人群，却根本没发现方天明的踪迹。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更恐怖的事情，不仅是方天明，就连第3封守蓝坤、第5封首席楚平川也没有出来。没有出来，那就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陨落在了后山秘境。一时间场上气氛怪异。青蓝宗5大首席弟子在这次妖兽大比中死了3个，怎么回事？难道他们都陨落了？方师兄可是我们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啊，其他几人也是能进前5甲的存在啊，结果就这样死了。一时间蓝剑灵、铃木丸等人脸色都苍白如纸，脸色铁青。死的这几人都是他们寄予厚望的后辈，究竟是谁动的手？他们都知道以方天明几人的实力，被妖兽所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有可能的就是遭了其他的毒手。就在这时，苏映雪大步走上高台。既然方师兄他们已经不幸陨落，那就从我开始清算吧。他将自己所斩杀妖兽的灵核取出，自信的朗声细数：我一共3头灵海9重妖兽，12头灵海境8阶妖兽，21头灵海7重妖兽，其他的低阶妖兽灵核我没细数，这些是他们的灵核。所有人震撼不已。苏映雪这战绩太逆天了，这可是3头灵海9重的妖兽啊，居然被他给斩杀了。之后众人也纷纷将自己所获得的灵核提交上去清算。在路过陆萧身边时，云清雪顿了顿脚步，淡淡声音飘入陆萧耳中：希望你能进入前20，否则连跟我一战的资格都没有。说完，他昂首挺胸往高台走去，将自己所得的灵核交给核算的长老。莫名其妙，陆萧不明白这女人究竟哪来的自信。很快所有青蓝宗弟子的战绩清算完毕。可清算完战绩后，蓝剑灵、苏泽等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铁青了。苏映雪微微一笑：宗主可宣布此番猎妖大会的战绩了。以我的战绩，不说第1名，至少可入前3甲吧。他迫切想要在灵狐傲面前表现自己。一时间周围众人也纷纷拍起马屁来，都说苏映雪如此战绩必定是第1名，就算不是，至少也可以进入前3。听到这些恭维之声，苏映雪淡淡一笑，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蓝剑灵和苏泽都没说话，只是脸色越发阴沉。一旁的陈潇却笑了起来：既然宗主不想公布答案，那我就来公布吧。根据我们清算的灵核来看，本次猎妖大会的第1名是陆萧。一时间全场沸腾，整个擂台彻底炸开了锅。怎么可能？这一定是算错了吧？这废物是第1名。苏映雪更是当场破防：不可能，你们一定是算错了，我可是斩杀了3头灵海9重的妖兽啊，他的战绩怎么可能在我之上？陈潇嗤笑：陆萧单是灵海境9重妖兽的灵核就有10枚，你所有灵核加起来的价值都不如这10枚灵海9重妖兽的灵核。对了，战绩在你之上的不只是陆萧，还有7人。而后他完全不理会身旁脸色铁青的蓝剑灵和苏泽等人，继续宣布道：猎妖大会第2名妖瑶姿，第3名洛清仙，第4名姬冷月，第5名江凡，第6名南宫岩，第7名宁白羽，第8名苏映雪。每一个名字落下，苏映雪脑袋就嗡嗡作响，感觉脸上被耳光不断狠狠呼过来。这次猎妖大会他才获得第8名，刚才他那一番话也沦为了笑话。陈潇顿了顿，略带嘲讽：苏小姐，虽然你没进入前3，但获得第8名也很不错了。说完，他又继续宣布：第9名云清雪，第10名，第11名。猎妖大会前20名的弟子陆续被公布。被淘汰的那些弟子脸上露出遗憾。突然，苏映雪气急败坏地转头，紧盯着妖瑶姿和洛清仙：妖瑶姿，一定是你们2个把自己猎杀来的妖兽灵核给了陆萧，否则他怎么可能获得第1名？你们这是作弊！
他无法接受自己猎妖大会的战绩居然还不如这个废物。洛清仙冷笑一声，技不如人就污蔑别人作弊，你要脸吗？苏映雪双眼阴沉地盯着洛清仙，别忘了，这天武学宫的名额可是因我苏映雪而来，我能让你有资格，也能剥夺你的资格。洛清仙淡淡道，谁告诉你我一定要加入天武学宫的？你该不会以为我很稀罕吧？哈哈哈哈！荒王殿方向，一声朗笑传来，紫衣中年脸上满是畅快，说得好，别忘了，今天我荒王殿也要招收弟子，小女娃就凭你这句话，你这个弟子我荒王殿收了。洛清仙微微拱手道，多谢前辈。一时间众人脸上充满羡慕，洛清仙就因为这句话被荒王殿收为弟子了。陈潇脸上也露出欣慰，而人群中的云清雪脸色铁青。不用想，事实正如苏映雪说的那般，肯定是妖瑶姿跟洛清仙两人把自己猎杀的妖兽灵核交给了陆骁，否则这废物怎么可能拿到第一名，进入前100都费劲。被自己退婚的废物却在此刻大出风头，他心里憋屈又恼怒，再加上陆骁之前折辱敲诈他们母女，这笔账他必须要跟陆骁好好算一算。就在这时，洛清仙走来跟他道喜，清雪恭喜。云清雪态度冷漠，你第3名，我才第9名，你恭喜我？我看你是来嘲讽我的吧？陆骁这第1名也是你和妖瑶姿那女人凑给他的吧？洛清仙啊洛清仙，你明知道我瞧不起他，还上门退过婚，所以你们让他得第1名来打我的脸，我今天总算是看清你的真面目了。洛清仙一愣，清雪，我不用解释。云清雪冷道，要是在待会的擂台战上碰上那废物，我会让他当场原形毕露，你最好让他小心点。说完，他冷着脸转身离去。就在即将进行第2场擂台战之时，一直沉默的林狐傲突然开枪道，擂台战太慢了，换一个规则吧，本少时间宝贵，没兴趣在这陪你们慢慢来，简单点，就按现在这个名次来暂定本次5封大比的前10名，而第11到20名的入选者可直接挑战前10名成功者，胜则可取而代之获得对方所拥有的名次。苏映雪也冷道，我赞同，这样的话某些作弊的废物立马就会原形毕露。苏泽也跟着点头，那就按照灵狐公子所说的办吧。蓝剑灵点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按这个规则来吧。荒王殿方向，紫衣中年没开声，只是将深邃的目光落在陆骁身上。妖瑶姿的眼光有多高，他可是很清楚的，连妖瑶姿都夸之为妖孽的人，他倒想看看有多妖孽。而他也看出来了，陆骁在这场大比之中是被全场针对的对象，这样也好，如此一来，他反倒可以见识一下陆骁的潜力。第11名到第20名的10个天才，将目光落在前10名的众人身上。这10人中，大多数本身就是这一代弟子中的顶级翘楚，在猎妖大比上获得前10名也算是实至名归。他们就算挑战对方也没什么胜算，但陆骁除外。我要挑战陆骁，我也选择挑战陆骁，谁都别跟我抢。只要击败陆骁，他们就可以进入前10名，获得进入2大超凡势力修行的资格。陆骁直接纵身一跳，潇洒跃上了最中间的擂台之上。想挑战我的，一起上吧。这话传开后，全场顿时炸锅。这家伙未免太狂妄了。半个月前，这家伙也不过是勉强击败林海境3重的张浩而已，如今居然敢这么嚣张，扬言让这10大天才一起上。要知道，这些人虽然比不上各峰首席和圣女级别，但也是各峰中排名前列的天才了，至少都拥有林海4重、5重修为。真是自不量力。云清雪摇头，脸上鄙夷，看来不用我出手，这废物就会被打得原形毕露了。我来会会你。一个林海4重的弟子身形一纵，跃上擂台，二话不说，一记重拳破空轰出。啪！众人还没看清陆骁的动作，这林海4重的弟子已经被一巴掌甩下擂台，当场昏死过去。全场鸦雀无声。陆骁如刀锋般的眼神转向其他9人，现在能一起上了吗？苏映雪冷冷开枪，既然他这么嚣张，那就成全他，谁能杀了他，进入天武学宫的名额我苏映雪直接给他。这话让那9大天才眼神狂热，几乎在同一时间施展身法冲上擂台，朝陆骁袭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掌气纷纷从各个方向将陆骁身体淹没。陆骁只是抬了抬眼皮，下一瞬，寒光出鞘，9道剑光瞬息劈出，宛若雷霆降临。啊！一连串惨叫传出，这9个弟子全都跟断线风筝般横飞出去，坠落擂台外，死的死，伤的伤，尽数落败。整个喧哗的场面再度彻底死寂了下来。这9大天才居然被陆骁一剑全部击败了，他们是在做梦吗？蓝剑灵面容铁青，苏泽眼神冷冽，铃木婉俏脸同样黑得可怕。
云清雪更是呆滞原地。刚才陆骁那一剑的威力，以他林海境6重修为接得下吗？这废物的实力是什么时候超越自己这个天之娇女了？他心中万般不甘，可他也很清楚，以陆骁如今的实力，他若上台挑战陆骁，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其辱。就在全场震撼之际，陆骁抬剑遥指苏映雪，那带着浓烈杀机的声音随之响彻整个青兰宗。苏映雪，滚上来受死！满座皆寂。这家伙要挑战苏映雪，而且还是当着林狐傲的面，这是找死！林狐傲双眸虚眯，这家伙什么来头？回大少，此人似乎是徐须道的弟子。身旁一个老者开口道：“徐须道又是何人？”林狐傲蹙眉：“青兰宗的一个小小的峰主罢了。”那老者道：“前段时间苏小姐说自己在此子身上发现了一根异骨，只可惜这废物发挥不出异骨的威能，所以欲将其移植到自己身上，不使异骨浪费。我们灵狐一族解决徐须道这个阻碍后，成功帮苏小姐从此子身上获得了这根异骨，才让苏小姐一飞冲天。”原来如此，林狐傲已经了然。苏映雪这根道骨是从陆骁身上抢来的，而徐须道是他们灵狐一族帮忙解决的。陆骁被挖骨，他不关心；徐须道被他们所杀，他不在意。他只知道道骨现在在苏映雪身上，而苏映雪是他未婚妻。这家伙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扬言让他灵狐傲的未婚妻上去领死，这完完全全是把他们灵狐一族的脸面踩在脚下。以苏映雪的境界，斩杀一个被夺走了道骨的半废之人，应该没问题。灵狐傲淡淡道：“恰好我也好好看看这根道骨有何威能。”而荒王殿方向，紫衣中年和荒王殿的其他几个强者相视一笑，这场大比似乎越来越意思了。难怪瑶姿这丫头对他评价这么高，这小子暴脾气，我喜欢。紫衣中年轻笑：“不管他今天是输还是赢，我都收定他了。”苏映雪如今已经算是半个天武学宫的人，陆骁此举不仅把他脸面摁在地上摩擦，也是把天武学宫和灵狐一族的脸面狠狠摁在地上摩擦。他们荒王殿的人能不爽吗？苏映雪已经气得满脸扭曲，尖锐的咆哮声响也随之荡开。陆骁，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今天我就把你的狗头砍下来，让所有人看清楚得罪我苏映雪的下场。话落的瞬间，他长身而起，而后胸口处道骨催动，神光璀璨，大道之音传出，仿佛与周围的天地发生了共鸣。此刻的苏映雪浑身散发出一股神性，威严而强大。林狐傲也微微眯起双眸，露出赞许之色。这道骨果然非凡，跟我的天生麒麟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苏映雪迈步跨出，仅仅是几步之间便登上了擂台。灵海8重修为尽数释放，他脚下的石板不断皲裂，仿佛无法承受这股强大威压。好强大的气息！以他灵海境8重修为，加上这神秘道骨的加持，怕是能击败大部分灵海9重的武者了吧？难怪能跟灵狐一族联姻，真要让他成长起来，那不得了啊！众人眼里骇然，就连林狐傲也满意点头。苏映雪展现出来的天赋，可以在他一众未婚妻中排名前列了。不枉他亲自来这里一趟。荒王殿方向，紫衣中年嘴角含笑，这道骨确实不俗，也不知这小家伙能不能抵挡得住他的攻势。场上两人身上的杀气都非常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苏映雪紧盯陆骁：“陆骁，当初夺你道骨，却让你侥幸逃过一劫，没想到你还敢再三作死，今天我就把你跟碾蚂蚁一样碾死。”陆骁摇头：“苏映雪，你梦寐以求的道骨，在我眼里就是一根垃圾罢了，天天拿着我不要的垃圾拿出来炫耀，实在可笑。今天我们就新仇旧恨一起算。”说完，灵海5重修为缓缓释放。苏映雪哈哈狂笑：“你以灵海5重修为跟我对战，太可笑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原来不过如此。我苏映雪，如今一只手指就能轻易碾死你。”话落，他身体猛然掠动，破灵指，他手指宛如2道利剑并拢在一起，闪电般朝陆骁直刺而来。他非常自信，这破灵指可是3品上阶的武技，洞穿力极其可怕，堪比神兵利器。这一指下去，陆骁必定会被捅个透心凉。在他心中，这一场战斗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他灵海8重，诸多手段加持之下，战胜灵海9重武者完全不是问题。而陆骁这废物才灵海5重，怎么跟他玩？但就在他的手指马上就要落在陆骁身上之时，陆骁运转力量，随意往前一拍，指掌相撞的那一刻，苏映雪的2根手指当场被陆骁这一掌拍得骨折，十指连心，痛得他满头大汗，连忙后退。怎么会这样？这破灵指的洞穿力如此恐怖，应该是苏映雪把陆骁的手掌直接穿透才对啊，怎么反而把自己手指给折断了？所有人都满脸错愕，而2大超凡势力阵营中那些强者
脸色却逐渐凝重起来。他们也发现了，陆骁虽然只是灵海5重，可他的灵力却无比浑厚，而且他那股至阳至刚的灵力属性非常霸道。苏映雪面目狰狞，陆骁，你这次是彻底惹怒我了。愤怒之下的他强忍着剧痛，拔出腰间利剑，惊雷9剑。他一口气劈出了7剑，这剑法极限也就瞬发9剑，瞬发7剑，这是此剑法大成的象征。所有人都觉得陆骁这一次避无可避，可下一瞬间，陆骁同样施展出了惊雷9剑，哗，9道剑气倾泻而出。苏映雪劈出的7道剑气被摧枯拉朽般瞬间摧毁掉，剩余2道剑气朝他继续杀来，吓得他连忙举剑格挡。他被巨力震退2丈距离，惊魂未定。就这本事？陆骁失望摇头，实在是太弱了。游龙破光剑。被嘲讽的苏映雪恼羞成怒，大喝一声，又是施展出一门凶悍的3品上阶剑术，剑法快很准，霸道无比。陆骁同样以此剑术回击，两人利剑碰撞数次后，苏映雪手里的利剑当场被挑飞出去。他咬牙切齿，直接纵身跃来，接连施展出3、4种3品上阶的掌法、拳法。那骇人的杀气爆发出来之时，就连台下的那些弟子都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压抑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陆骁却以同样招法应对，而且他的招法更加狠辣，威力更强。最后，苏映雪被陆骁霸道的一掌冲得倒退几丈，张口吐出一口血来，头发凌乱，狼狈如狗，全面碾压。这陆骁太可怕了，苏映雪会的武技他都会，而且还全都比苏映雪修炼的好。这家伙之前难道都是在装废物？整个青兰宗上下一片哗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苏映雪状若疯狂，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双眼血红，陆骁，能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也算是你的本事了。现在我就用你这根稻谷彻底终结你。只见他胸口处金色符文浮现，一道道金色光芒涌遍全身，就连双掌都化为了金色。而后龙吟象啸之声响起，强大灵力瞬间化形，在他身后化成一头金龙和巨象，随着他双掌推出，咆哮着冲向陆骁罗天龙象掌。所有人都睁大双眼，这苏映雪居然修炼成了青兰宗这门准4品武技。以他的修为，施展这一招后，半步神魄之下无人可挡。这一下，陈潇、莫青竹、徐七儿等人都为陆骁捏了一把冷汗。然而下一瞬间，陆骁的身体消失了，就这样消失在了原地。再度出现之时，他的利剑已经带着一往无前之势劈向了那龙象之影，以摧枯拉朽之势斩破了2道虚影。利剑去势不减，继续化为一道流光杀向苏映雪。怎么可能？苏映雪就这样呆呆看着利剑不断在他眼中放大。就在这时，一只杀气滔天的大掌猛然从空中朝陆骁拍下。陆骁双瞳一颤，而后立马调转剑锋斩向那只大掌，巨掌破碎。可陆骁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震得嘴角一血。众人齐刷刷朝天武学宫方向望去。灵狐傲慵懒坐在凳子上，收回手掌，眼眸中毫无波澜。能挡下本少一击，也算你命大。苏映雪怎么说也是本少的未婚妻，你该适可而止了。本少今日给你一个机会，跪下认个错，此事便可了结。他的语气高高在上，仿佛一个可以主宰众生的神灵。苏映雪双眼血红，跪下认错还不够，我还要废了他。灵狐傲微微蹙眉，旋即望向陆骁，行，那就再加一条条件，跪下在哪，让他亲自把你修为废了，本少许你苟活。陆骁笑了，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指点江山？这话一出，全场死寂。灵狐傲双眸眯起，然后笑了，是被气笑的。他缓缓长身而起，一股霸道气息在他身上席卷而开。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陆骁冷道，不管你是谁，今日我必杀苏映雪。那你试试。这4个字落下之际，灵狐傲身上爆发出来的杀意瞬间笼罩整个青兰宗。然而几乎在同一瞬间，陆骁手中的利剑直接朝苏映雪击射而出。如此近的距离，再加上快如惊雷的速度，苏映雪压根无法躲避。噗嗤，苏映雪腹部被利剑贯穿，鲜血飞溅，嘴里发出凄厉惨叫。整片天地在这一刻陷入了死寂。没人想到陆骁居然真的如此胆大包天，敢在灵狐傲出面后依旧如此强势，直接对苏映雪下杀手。疯了，这跟找死又有何区别？果然，灵狐傲那张英俊的脸上再也无法保持淡定，眼里的杀机仿佛要凝为实质，把陆骁洞穿。可陆骁这并非鲁莽之举，他知道他刚才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已经足以让荒王殿不惜一切代价拉拢他，
而且妖瑶姿也绝不会坐看他被杀。最重要的是，荒王殿这些人很明显是很喜欢看到天武学宫这些家伙吃瘪。他废掉了苏映雪，也算是把天武学宫的天才扼杀了。荒王殿感谢他还来不及呢。苏映雪腹部传来剧痛，鲜血不断往外流淌而出，捂住腹部的同时，身体快速后退。这一刻，他彻底慌了。这个疯子是真的敢杀他。陆骁并未停手，而是身形快如闪电，手掌化为利爪，狠狠穿入苏映雪胸膛之中。利爪就这样洞穿了他的躯体，剧痛让苏映雪浑身都在颤抖。他胸口中那根金色稻骨血淋淋的被陆骁挖了出来。啊！苏映雪痛得当场跪倒在地，那模样凄惨无比。就连那些人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也感到头皮发麻。陆骁看着手中的稻骨，眼神俯瞰着地面上已经奄奄一息的苏映雪。苏映雪，10年来我以血为你提升资质，本以为你会心存感激，哪怕不心存感激也会念一下旧情。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夺我身上稻骨，联合灵狐一族杀我师尊。那今日我就将这一切100倍奉还于你。还不等灵狐傲动作，苏泽的身躯猛然从座位上冲来，杀意滔天的扑向陆骁。陆骁，我要将你抽筋拔骨，碎尸万段。蓝剑灵也踏空而来，冷声呵斥：陆骁，你下手如此狠辣，当众残害同门，此乃死罪。今日本宗主便清理门户，将你斩杀于此。两人并肩而来，滔天杀意朝陆骁压下。突然，妖瑶姿那妖娆的身形飘然而来。今天陆骁我保定了，你们要是敢动他，后果自负。就凭你！苏泽冷冽开口。就凭我！妖瑶姿身上神魄镜强者威压缓缓释放。神魄镜！蓝剑灵和苏泽双瞳一颤。妖瑶姿什么时候突破神魄镜了？虽然他们隐约察觉到妖瑶姿来历不俗，但没想到对方居然将修为藏得如此之深。缓过来后，蓝剑灵冷道：神魄镜一众，在本宗主面前还不够看，那要是加上我呢？一道清朗的男子声音响彻长空。陈潇御剑而来，语气霸道冷漠：今天谁动陆骁，谁死。一股寒意慢慢释放，又是一道身影飘然落在陆骁身旁，赫然便是姬冷月。姬冷月，你这是什么意思？苏泽双目冷冷盯着姬冷月。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姬冷月嘴角微微勾起，他是我的人，我要保他，你动他，我让你死。全场哗然。姬冷月可是苏泽的妻子啊，怎么会站在陆骁这边，还对苏泽放出如此狠话？难道他们先前的猜测是对的？苏泽气得浑身都在颤抖，他就算再傻，也知道姬冷月跟陆骁的关系不普通了。蓝剑灵脸色冷漠，目光死死盯着几人。既然你们要跟我作对，那留着你们也没意义了，今天都陪陆骁这小子一起死吧。下一秒，他手里出现了一把剑，利剑之上刻满了符文，青光闪耀，威压骇人。这是我们青蓝宗的镇宗之宝，祖师爷传下的清玄天雷剑。清玄天雷剑4品上阶兵器。陈潇脸色凝重，蓝剑灵是神魄2重修为，加上这把清玄天雷剑，基本神魄境3重之下，没人是他的对手。蓝剑灵将利剑一甩，一道宽达1丈的巨大剑痕在地面上浮现，横跨10几丈距离，将整个擂台都劈成了2半。一时间，所有人齐齐变色。这清玄天雷剑的威力居然如此可怕！蓝剑灵手握清玄天雷剑，迈步朝陈潇3人而去。我来拦下他们，苏峰主，那小子就交给你了。沙尘霄目光冷锐地盯着蓝剑灵，连人带剑化为一条笔直的长线，那锋锐剑意仿佛要将天穹洞穿一般，直奔蓝剑灵而去。他只修剑是纯粹的剑修，虽然刚踏入神魄2重，但凭借他的剑道修为，就算是蓝剑灵，他也不怕。蓝剑灵义正辞严地冷哼一声：陈潇，你身为第5峰峰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众违抗本宗主命令，今日本宗主便将你诛杀于此。他手中的清玄天雷剑从天劈下，青色剑气之中雷霆闪现，陈潇的剑气冲破一切，将那些雷霆和光芒尽数摧毁。蓝剑灵第2剑劈下，天雷滚滚，威压浩瀚。陈潇大喝一声，以手为剑，撕开防御，继续杀向蓝剑灵。换剑术不错，可惜我有清玄天雷剑在手，你这剑法对我无效。随着蓝剑灵第3剑劈下，陈潇的身躯从空中栽落，口吐鲜血。他身形一闪，挡在了想要支援陆骁的姬冷月和妖瑶姿2人面前。我知道你们来历不简单，就此收手，我可既往不咎。蓝剑灵冷道。两女对视一眼，果断出手。而另一边，苏泽已经来到陆骁面前，眼里杀机浓郁。爹，杀了他，杀了他！苏映血壮若疯狂地嘶吼。他废了，这下彻底被毁了。他跟灵狐一族联姻，一步登天的美梦也被粉碎了。
这一切都拜陆萧所赐。陆萧，今天我要把你身上的骨头一根根敲碎，把你的血肉一刀刀剔掉，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陆萧看了一眼荒王殿方向，发现那紫衣中年脸上依旧带着淡笑，并没有出手的意思。而后他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落在苏泽身上，看来还是得靠自己拼了。老匹夫，今天我就斩了你，先杀你，再把这个贱人一起送上路。这话让整个青蓝宗都为之沸腾。这家伙口气未免太大了，居然扬言要斩了苏泽，这可是真正的神魄境强者啊！染血秘术。随着这道低喝声落下，陆萧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转眼间便提升到了灵海7重境界。紫衣中年眯起双眼，果然是妖孽。灵海5重却拥有媲美灵海9重甚至半步神魄的战力，如今又施展出如此恐怖的秘术，看来瑶姿这一次还真是给我们荒王殿带回了一份天大的惊喜啊！他刚才没有立刻出手相助，就是想看看陆萧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如今他看到了，灵狐傲俊美的脸上同样露出惊诧之色。陆萧层出不穷的手段让他都为之震愕，一个小地方的家伙居然能拥有这么逆天的越级挑战能力和手段。苏泽身上气息渊若瀚海，就算你再怎么使用秘法提升，灵海境跟神破境终究是一道不可跨越的天渊，在老夫面前你就是蝼蚁。说完，他手掌一抬，一个巨大的掌印朝陆萧拍来。陆萧双眼血红，随意一剑劈出，苏泽拍来的掌印当场破碎，他猛然移跺地面，身如闪电，手握利剑杀向苏泽。在染血秘术的加持之下，他提升到灵海7重之后，战力不比神魄1重的苏泽弱，甚至还要略强一些。苏泽眼皮狂跳，仓皇躲避。陆萧这一剑的剑气从天劈落，居然在地面上劈出一道近10丈的剑痕。要是被劈中，苏泽恐怕已经尸首分离。天鹰手，苏泽手掌不断暴涨，五指变得锋利如刀，直接转向陆萧。陆萧身体一闪而过，堪堪避开。苏泽的攻击不断释放，又是接连施展了2种武技。陆萧一一用利剑破开攻击，同时身体不断往后退去。他故意露出颓势，为的就是寻找机会发动最后一击。毕竟这种状态他无法维持太久。小孽畜，该结束了。苏泽狞笑2声，双掌猛然抬起，同时背后有龙形象影浮现，龙象齐鸣之间，掌力伴随着狂暴的力量快速冲向陆萧，正是准4品武技天罗龙象掌。只是这天罗龙象掌在他手中施展，威力要比苏印雪强大数倍不止，沿途的地板都被这掌力尽数摧毁。轰！龙象之影狠狠冲击在了陆萧身上，无数爆炸之声响起，漫天烟尘将陆萧淹没其中。苏泽哈哈狂笑起来，小孽畜，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可下一瞬间，苏泽却感觉一股刺骨杀意出现前方，他凝神一看，顿时脸色僵硬起来。陆萧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利剑距离他喉咙不到3尺。你这怎么会使用幻剑术？苏泽恐惧的大吼起来，他想要躲，陆萧这一剑太快了。在无数人震撼的目光下，陆萧手中的利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贯穿了苏泽的脑袋，从他脑后穿出，然后整个脑袋炸开，全场死寂。身为神魄境强者的苏泽，一峰之主被陆萧所斩杀，还有比这更荒谬之事吗？苏映雪笑容凝固，浑身颤抖，他的父亲被这个废物斩了。而在斩杀苏泽后，陆萧大口喘着粗气，眼前一片模糊，艰难站立。这虽然他只是以燃血秘术提升了2个小境界，身体和魂力的损耗依旧非常之大。他将冰冷的眼神落在了苏映雪身上，灵狐傲目露寒光，冷道：去，杀了他。刷刷刷，天武学宫的几个强者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然而下一秒，他们身体被挡了下来，紫衣中年的身体犹如鬼魅一般闪现在他们面前。不好意思啊，诸位，这小子我们荒王殿要了，谁敢动他，谁死。话落的瞬间，这些天武学宫的强者只觉被一股强大威压所禁锢，身体动弹不得，浑身冷汗狂冒。灵狐傲身躯缓缓腾空而起，你是要挑起2大超凡势力之间的战争吗？你一个毛头小孩也配？紫衣中年淡淡一笑，当然，如果天武学宫要战，我们荒王殿也无所谓。灵狐傲脸色铁青，但他很清楚，眼前这中年强的可怕，他就算插手也无法改变结局。好，既然如此，你我各退一步，此事就当是青蓝宗内乱，都不插手，如何？此刻的蓝剑灵已经击败妖瑶姿3人，要是荒王殿不插手此事，陆萧必死。紫衣中年咧嘴一笑，要是他能赢，我就不插手，他要是不能赢，那我荒王殿肯定要护犊子了。老子比你们强，规矩还轮得到你们定？
此话落下，灵狐傲双拳紧握，眼里满是怒火。而下方，蓝剑灵在击败3人之后，手持清玄天雷剑，杀气腾腾地逼近陆萧。陆萧强撑着身体，死死盯着蓝剑灵。蓝剑灵感慨道：“陆萧，没想到你居然能成长到这一步，连苏泽都被你所斩。不过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唯有死，我青蓝宗才能恢复平静。我身为一宗之主，自然是要以大局为重。”陆萧讥诮一笑：“蓝剑灵，你这个伪君子，事到如今还在扯什么宗门大义？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一个。”蓝剑灵摇头：“这就是你的遗言吗？那你可以上路了。”他往利剑中灌注灵力，陡然几道身影冲出来，挡在了陆萧面前。莫青竹和徐七儿张开双臂，死死挡在陆萧前方，虽然满脸恐惧，但寸步不让。而若清仙则是缓缓拔出了利剑，强忍恐惧对准蓝剑灵。蓝剑灵叹了一口气：“也罢，迟早是要送你们一起上路的。今天我蓝剑灵就还青蓝宗一个清净。”说完，他身上杀意再度暴涨。就在这时，带着滔天杀意的声音响彻而起：“蓝剑灵，你敢欺我妻女徒儿？”这道声音响起的刹那，顷刻间无数人齐刷刷望去。只见一个俊朗无双的中年男子踏空而来，他气度超然，风采绝世，心眸之中却是寒意如刀。蓝剑灵，3息之内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老子今天宰了你！一时间全场哗然，因为来人正是被传陨落了1个月的徐须道。徐七儿母女满脸不敢置信，热泪盈眶，喜极而泣。陆萧也愣了，旋即笑了：“他师尊没死。”蓝剑灵也傻眼了，不是说徐须道已经被重创掉入了乱魔渊吗？怎么可能还活着？灵狐一族方向，2个老者脸上满是错愕，这家伙明明就被我们重创了，掉入了乱魔渊，怎会没死？蓝剑灵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看到父亲归来，徐七儿这些日子以来的所有委屈都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出来。爹，您失踪之后，这蓝剑灵伙同苏泽母女对我们赶尽杀绝，就连萧哥哥身上的道骨都被他们挖走了。徐须道目光更冷，扫了一眼蓝剑灵：“苏泽在哪？”被萧哥哥杀了。徐七儿抹了一把眼泪，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徐须道表情一滞，侧目看了一眼虚弱至极的陆萧，眼神柔和了不少。小子可以啊，1个月不见都能杀神破境了。陆萧咧嘴一笑：“师尊，你还是先把这家伙解决掉吧。”也对，徐须道点了点头：“辛苦了，接下来交给师尊。”徐须道的余光扫到了一旁奄奄一息的苏映雪，想也不想，直接一剑挥出，砰！苏映雪的整个身体就跟火花一样炸开。灵狐傲双眼杀机崩出，这师徒俩一个比一个狂。苏映雪是他未婚妻，结果却被当着他的面被人斩杀了。传出去，他灵狐傲还有何颜面可言？看他情绪激动，紫衣中年淡淡警告道：“灵狐公子，今天你还是好好看戏吧，不要让我也跟着出手。”下方，蓝剑灵深吸一口气：“徐峰主，我之前做出那种选择，也是为了宗门利益着想。站在我的位置上，你也会这样做。看在你是青蓝宗功勋的份上，今日的我不为难你们，你带着他们离开吧。”他并非仁慈，而是忌惮。徐须道的实力并不比他弱，真要拼起命来，那双方必定是2败俱伤的下场。我当然要带着他们离开。徐须道冷如刀锋的眼神落在蓝剑灵身上。不过在那之前，我要先替我的妻女、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我徐须道为青蓝宗出生入死，你蓝剑灵身为一宗之主，非但没有庇护他们，反而跟奸人一起加害他们。今日我便在此带青蓝宗诸多先祖亲门户正宗风，请宗主蓝剑灵赴死。这霸气凛然的话语荡开瞬间，他背后的长剑铿锵一声冲天而起，一时间无数雷云滚滚而来，天地变色。请宗主赴死。这话在青蓝宗上空炸开的刹那，整个青蓝宗一片哗然。那些青蓝宗弟子和元老们都呆滞地看着徐须道，他想杀宗主。蓝剑灵脸色阴沉如水：“徐须道，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虽然同为神破境2重，但本宗主手上可是有清玄天雷剑，你觉得自己是我的对手吗？一把强大的兵器，对武者的战力加持非常大，更何况是清玄天雷剑这等4品上阶的镇宗之宝。”徐须道默然不语，只是冷冷盯着蓝剑灵。下一刻，他举剑指向空中，轰隆隆，只见天穹之上，乌云中出现一道道惊雷，雷声震耳欲聋，转眼就布满了大片区域，令人心悸的雷霆之力不断增强，让在场之人都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感。蓝剑灵双目阴冷，今天事情已经走到这一地步，他也没有退路可言了。徐须道这家伙都骑在他头上放屁了，要是不处理掉对方，
他以后还怎么服众？这些弟子和高层又将怎么看待他？今天我送你上路。他握紧了手中利剑，头顶之上密集雷云不断朝这边涌来，密密麻麻的雷霆从天而降，不断涌入他手中的清玄天雷剑中。一时间，紫色雷霆以他手中之剑为中心，道道宛若毒蛇般的电弧吞吐雷芒，张牙舞爪的肆虐而开。蓝剑灵冷漠的声音带着莫大威严，响彻整个青蓝宗。徐须道：清玄天雷剑的威力不是你所能抵抗的，今天本宗主就斩了你这大逆不道的叛逆来立威，肃清青蓝宗。莫青竹母女脸上充满担忧，就连陆萧心中也有些紧张。荒王殿和天武学宫所在方向，两大势力都没有出手的意思，而青蓝宗的诸多长老和弟子也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徐须道紧盯蓝剑灵，就算你有清玄天雷剑在手，今天你也必死。话落的瞬间，他脚步在虚空之中一跨，身体瞬间消失。轰隆隆，无数雷霆从雷云之中降落，汇入他手中利剑中。一时间，他手中之剑仿佛有了灭世之威。班门弄斧。蓝剑灵冷哼一声，身体同样往前跨出。杀！剑劈出的瞬间，青光横跨虚空，漫天雷弧像烟花一般绽放。一时间，周围1里之地内都被他这一剑的强大之威蔓延。毫不夸张地说，他这一剑能轻松斩杀上千个青蓝宗弟子。这就是神破境2众强者的真正战力吗？手握清玄天雷剑的宗主未免太恐怖了。徐须道就算再厉害，恐怕也不是宗主的对手吧。然而面对蓝剑灵这凶悍的一击，徐须道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剑挥出，犹如拨云见日，瞬间将这强大的攻势化解。见状，蓝剑灵双目阴沉，深吸一口气。徐须道，看来是我小瞧了你，不过这一招我看你还如何抵挡？五雷正法。这喝声落下后，在他头顶之上，5色雷霆在雷云之中酝酿，仿若灭世。铃木丸等人眼里满是惊诧，这五雷正法可是青蓝宗的至高道法，准无凭武技，只有手握清玄天雷剑之人才能施展出来，而这杀招一出，徐须道十死无生。然而徐须道依旧面无表情，你别忘了，我也会五雷正法吗？下一刻，在他头顶之上，一道道5色雷霆也轰然炸了开来。蓝剑灵冷眼盯着徐须道，面露嘲讽，我有清玄天雷剑在手，这才可以勉强施展五雷正法，而你手中之剑不过是凡物，你若强行施展如此禁忌道法，必遭反噬。说这么多废话就能保住你的狗命吗？徐须道语气冷漠却决然。他在跟灵狐一族的2个强者对战之时，身体已经受了重创，能捡回1条命已是幸运，而且这是本源创伤，接下来他的伤势只会越来越严重。如今他要强行施展此道法斩杀蓝剑灵，也是抱着玉石俱焚的想法，不惜一切为自己的妻女和徒弟讨回一个公道。同时他也很清楚，自己身有暗伤之事暴露之时，以蓝剑灵睚眦必报的性格，必定会再下杀手，干脆先下手为强，除掉这个隐患。五雷正法虽是青蓝宗至高武技，各大宗主都有资格观摩修行。虽然他并无清玄天雷剑加持，但他领悟了雷之法则。法则之力乃是武者感悟天地之道后的所获所得，在法则之力的加持之下，他施展出来的五雷正法比蓝剑灵借助外物施展出来的雷法威力更加凶悍。而在徐须道身上这股气息释放之际，荒王殿和天武学宫的强者也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紫衣中年低喃一声，没想到他领悟了法则之力，在法则之力的加持之下，这蓝剑灵怕是要败了。神破境武者增长的可不仅仅是灵力，肉身强度、魂力同样也会发生蜕变，而在魂力增强的同时，武者的悟性也会随之增强许多。最重要的是，神破境强者可借神破跟天地初步沟通，感悟天地法则，将自身所悟融入招式之中。领悟了法则之力的武者，跟同境界的武者比起来，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只可惜他也看出了徐须道如今身体已经受到本源创伤，否则以他的天分，神破境2众远不是其终点。而灵狐傲身旁的2个老者脸色更是阴冷。徐须道的难缠当初在东洋国他们已经见识过了，就算是中了化灵散，2人也是费了很大代价才将奇迹落乱魔渊。如今徐须道非但没死，还展现出了如此恐怖的实力，他们的心情能好到哪里去？灵狐傲脸色冷酷，2道深邃的光芒陡然从眼中亮起。5道天眼开。他紧盯着徐须道，嘴角升起一抹不屑。他早已本源受创，如今强行施展如此术法，这一战过后必废，无需担忧。再说了，我灵狐一族还需要忌惮区区一个神破2重？他的5道天眼可看穿一切虚妄。听到灵狐傲这话，这2个老者这才暗松了一口气。紧接着，灵狐傲的5道天眼缓缓扫过陆萧身体。可也就在这一刻，
他双瞳狠狠一颤，他的5道天眼看到了陆骁胸口中散发出一股可怕气息，那是一根一股密密麻麻的大道符文铭刻其上，散发出无上威压，神性和魔性并存。仅是这一眼，灵狐傲便一股刺痛传来，5道天眼当场被破，他面露痛楚，连忙闭上双眼，2行鲜血从眼中流淌而下。在睁眼时，他心底掀起滔天骇浪，他胸口那根骨头仅仅看了一眼，就让我这已经大成的5道天眼重创。可缓过来后，灵狐傲的眼中却腾起了无比炙热和兴奋，他感觉到了那根神魔骨之上散发而出的恐怖气息，就连他体内的麒麟真血都变得有些沸腾起来。这家伙先前的道骨被苏映雪所夺，他体内应该没了道骨才对，莫非这是他重新蜕变出来的新道骨？先前苏映雪体内那根道骨他只是觉得还行，可陆骁体内这根神魔骨他却感觉比他体内的麒麟真血还要恐怖。要是能将这根神魔骨拿到手，身具麒麟真血加上这神秘道骨，这东荒域之内还有何人是他灵狐傲的对手？想到这，灵狐傲紧握双拳，今天不管如何，他一定要将这神魔骨给夺到手，这是他灵狐傲的机缘。且陆骁今天展现出了如此逆天的战力，他断然也不可能放虎归山。而在短短的几息时间之内，苍穹之中的徐须道和蓝剑灵五雷正法也已经施展完毕，身上气息同时达到了绝巅。下一刻，2人的身躯同时消失了，只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留下一道残影。轰隆隆，轰隆隆，水桶粗细的5色雷霆不断从天穹之上滚滚降落，汇聚在2人身周，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冲向对方。2股力量碰撞在一起，疯狂撕咬，侵蚀着对方的防线，撞击后倾泻而出的能量形成一圈圈涟漪荡开。给我破！徐须道厉喝一声，雷霆法则疯狂释放灌注利剑之中，在他身后的那些雷霆之力更加汹涌狂暴，化为锋锐狂暴的剑意，更加疯狂地冲击着前方。蓝剑灵脸色铁青，同样也是用尽一切力量去催动雷法，可无济于事。徐须道身后的雷霆之力汹涌咆哮，在法则之力的加持之下，5色雷霆凝聚成无坚不摧的可怕剑气，再度冲击而上，瞬间犹如一把雷霆巨剑般撕破了蓝剑灵的防御。轰隆隆，炸响不断传出，那狂暴的雷霆之力接连不断地降落在蓝剑灵身上，势如破竹地穿透了他的躯体，将他身体带飞出去10来丈。扑哧，他的腹部被洞穿，鲜血渗出，从高空洒落，浑身被劈得焦黑，嘴里溢出鲜血，整个身躯摇摇欲坠。他不敢置信地抬头看着迈步朝他逼近的徐须道，这一场对决他败了，彻底败了。他惨笑不止，眼里满是不甘，没想到你居然领悟了法则之力，而且还是可驾驭5雷正法的雷之法则。徐须道，你藏得好深。徐须道淡淡道，我若想争这个宗主，轮不到你来当，既然你无义无道，德不配位，今日我便斩了你，重立宗主。他冷冷道，我为青蓝宗而考虑，牺牲一人成全青蓝宗，有错吗？是为了青蓝宗，还是为了一己私欲，你自己清楚。徐须道冷道，退1万步来讲，我徐须道入宗以来，自认无愧于青蓝宗，若青蓝宗牺牲我妻女徒儿来换取利益，我也不许。所以这个公道我必须讨，你也必须死。蓝剑灵脸上阴晴不定，最后也实在无言可狡辩，只能带着哀求将目光转向了灵狐一族所在的方向。灵狐公子，救我！灵狐傲眯起双眼，最后冷冷开枪道，徐须道，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不要把自己最后一条路走绝。徐须道冷笑，灵狐一族跟苏泽联合坑杀我之事，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清算。话落的瞬间，他手起剑落，一道剑光从空中力劈而下，蓝剑灵身躯被劈成2截，肉躯体掉落地面，当场摔成了一团碎泥。就在这时，一道流光从蓝剑灵体内飞了出来，朝远方逃窜而去。哦，居然还酝养出了神魄实体。徐须道目光微冷，凝聚出神魄实体，哪怕是武者肉身消亡，也可保留神魂，来日有机会重铸肉身，换取一线生机。可他又怎会给蓝剑灵这个机会？他轻飘飘一剑斩出，一道雷霆划破长空，蓝剑灵神魂俱灭，整个青蓝宗陷入死寂之中。短暂沉默后，灵狐傲淡漠开枪，荒王殿的诸位，今日将这师徒2人交给我天武学宫处置，算我灵狐一族欠你们一个人情，如何？只要你们答应我，我灵狐一族可答应你们一个条件。荒王殿也没必要为了2个蝼蚁跟我们天武学宫死磕吧。苏映雪被杀，他不在意，毕竟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未婚妻罢了。哪怕是先前他出手也并非怜惜苏映雪，只是觉得苏映雪好歹也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妻，陆骁打的不仅仅是苏映雪的脸，更是他灵狐公子的脸。而如今他想要留下陆骁，是想夺取陆骁身上那神秘道骨。
要是让陆萧加入了荒王殿，他还怎么夺取对方身上的道骨？再一个，就是他在陆萧身上感受到了威胁，想要斩草除根。紫衣中年淡淡道：“不好意思，我们荒王殿保定了，陆萧已经是我们荒王殿弟子，我们不可能把他交出去，把这种妖孽交给天武学宫处置，他们脑子有病不成？”灵狐傲面容阴冷，挑眉：“你确定真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你可以试试。”紫衣中年哈哈大笑，满脸嘲讽地扫过灵狐傲等人：“你们加起来也不够老子塞牙缝吧？既然如此，那也别怪我们灵狐一族不给面子了。”深吸一口气后，灵狐傲直接捏碎了手中的一枚玉佩，咔嚓，玉佩破碎的那刹那，一股光芒迸发，在长空中化为一个法阵，一道苍老的身影从传送阵内走出，带着无上威压降临在这青兰宗上空。他那平淡无比的眼神扫过场上，让所有人呼吸都不由停滞了一下。恭迎老祖，恭迎老祖！而灵狐傲等人在看到这老者后，第一时间恭敬的鞠躬行礼。来人正是灵狐一族的老祖，天武学宫内排名前10的超级巨头。这一下，就连紫衣中年的脸色也彻底凝重了起来。紫衣中年深吸一口气，这老东西可不好对付啊！天武学宫作为东荒域的超凡势力，矗立在东荒域上千年，可谓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里面的派系、宗族等小势力也颇为庞大。灵狐一族就在天武学宫内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灵狐老祖就是灵狐一族如今的镇海神针。他一出现，不仅是紫衣中年，荒王殿的其他几个强者同样是全神戒备起来。但灵狐老祖并未关注他们，而是望向灵狐傲：“此秘宝乃是我给你的保命之物，如今你却用上了，说吧，发生了何事？老夫倒要看看究竟是何人敢欺我灵狐一族的麒麟子。”灵狐傲是他们灵狐一族这一代的希望，也是天武学宫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不出意外的话，必将会带他们灵狐一族走向更巅峰。所以灵狐老祖对这位后辈极为看重，这才给了他一枚保命符。实在是有生命危险，可捏碎此符，他立马就可以感应到，且通过符文内的传送阵第一时间降临。灵狐傲深吸一口气，恭敬开口：“老祖，傲并未遇到什么危险，只是今日与傲联姻的女子被人当着傲的面斩杀，这口气我咽不下去。”这话让灵狐老祖脸色铁青，只是区区一个女人就将他叫了过来，未免也太不理智。就在他即将发作之际，灵狐傲的传音也落入了他的耳中。灵狐老祖表情微微错愕，旋即很快收敛而起，最后三角眼鹰侧侧地盯着陆萧。陆萧被他阴森的眼神盯着，浑身不自然，紧绷无比。灵狐老祖眼底闪过一抹狂热，很快掩饰而起，嘴上冷冷道：“就是你这小家伙动我灵狐一族的女眷，他该死。”陆萧冷道：“事到如今，他避无可避，也没什么可辩解的。就凭他与我灵狐一族有关系，就算他杀你全家，灭你一族，你也不该动他。动了他，就要准备承受我灵狐一族的怒火。”灵狐老祖冷冷开枪：“老夫可给你一个机会，跟我走，你周围之人可留一条性命。”他已经从灵狐傲口中获悉了陆萧体内神秘道骨之事，维护灵狐一族的威严不过是个借口。他们想要的是陆萧胸口内的神秘道骨，要是陆萧体内那道骨暴露，恐怕荒王殿就算拼死也要跟他们争夺陆萧，所以他们只能找个借口先把陆萧带走。徐须道站了出来：“想动我徒儿，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就凭你一个神魄二重，蝼蚁罢了。”灵狐老祖笑了，那皱巴巴的脸上满是嘲弄和不屑。这种实力在他面前不过是蝼蚁，挥挥手就能团灭上100个，冥顽不灵，那就死。他没有再废话，只是探出了一只手。顷刻间，天上乌云蔽日，一只大手在空中不断暴涨，就这样霸道地朝徐须道压了下去。大手还没压到，那强大的压迫感落下，徐须道的膝盖都发出了咔嚓咔嚓的脆响，膝盖一点点弯了下去。唰！下一刻，紫衣中年横身而出，一拳轰出，巨手当场皲裂。灵狐老祖眯起双眼盯着他，有点实力，但不多。荒王殿之人，还想要跟老夫过招不成？换成你们荒王殿7大殿主之一，或许能跟老夫过2招，但你还不配。话落，他隔着虚空伸出一指法则之力和庞大灵力，在空中形成一根擎天巨指，带着恐怖杀意朝紫衣中年压了下去。紫衣中年咬牙，双掌猛然往前一推，想要挡下这一指之威，可差距太大了，轰漫天灵力炸开，紫衣中年当场被震飞出去很远，嘴里不断咳出鲜血，脸色苍白如纸。子书下方的妖瑶姿大急，刷刷刷，其他几个荒王殿强者也纷纷拔出随身兵器，护在紫衣中年身旁。灵狐老祖
你这是想要开战吗？你可要想清楚了。几人神色愤怒地怒斥灵狐老祖。灵狐老祖冷哼一声，随意抬手，啪啪啪，几人直接被拍落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将地面都炸出一个大坑来。今日我灵狐一族再次损了颜面，你们荒王殿之人还敢阻拦我等讨回公道，那就是跟我等作对。再敢挡路，休怪老夫不客气。就凭你们也配质问老夫？陆萧深吸一口气，强忍虚弱站了出来。此事因他而起，如今他不能坐看其他人为他出头，而他却当缩头乌龟。他咬了咬牙，我跟你们走。一时间徐须道和徐青儿母女还有夭夭姿三女眼瞳都算是一颤。陆萧身握紧双拳，强笑道，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人是我杀的，我来承担。他目光紧盯着灵狐老祖，我跟你们走，你就放过他们。灵狐老祖那耷拉的眼皮下眼珠子微亮，算你小子有点胆色，看在这份上，老夫可放他们一马。这些蝼蚁的死活他不在意，现在他们灵狐一族最想要的是陆萧身上的道骨。你以为就你们会搬救兵吗？我也会。今天我这话就放在这了，我夭夭姿要保的人你们动不了。夭夭姿一咬牙，旋即玉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石，而后猛然捏碎，一个巨大法阵爆发光华，在空中浮现。所有人脸色大变。灵狐老祖眯起双眼，寒色一闪而过，毫不犹豫抬手朝陆萧抓了过去，遮天大手毫不留情地朝陆萧笼罩而下。陆萧只觉浑身僵硬，在这股威压下压根动弹不了半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大手在他眼中不断放大。陡然间，一道剑光从那阵法之中劈出，巨手当场被一分为二，砰的一声化为漫天灵力炸开。紧接着一道风轻云淡的轻笑声从那阵法内悠悠传来，老东西，我跟我宝贝女儿10几年没见了，好不容易求我这老爹帮忙一次，你以大欺小，动老子的未来女婿，似乎有点不礼貌了吧？话落的瞬间，一道青衫身影从那阵法之中踏出，他背负双手，嘴角带着和煦笑意，可心眸之中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道以及玩世不恭的邪意。七殿主紫衣中年和那些荒王殿的强者纷纷对着青山中年行礼，整个青蓝宗陷入了死寂之中。这青山中年是荒王殿的七殿主，而他叫夭夭姿宝贝女儿，也就是说夭夭姿来自荒王殿，而且身份高的吓人，就连陆萧本人也惊呆了。他知道夭夭姿很可能跟荒王殿有关系，没想到他来头这么大。灵狐老祖盯着青山中年，眼里满是忌惮，阁下就是传闻中荒王殿里最年轻的那位七殿主。荒王殿七殿主妖玄天，同样也是东荒域中生代之中精彩绝艳的妖孽存在，战力丝毫不比那些老一辈强者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灵狐老祖很清楚，荒王殿跟天武学宫同为超凡势力，能当上七殿之一殿主的存在绝非泛泛之辈。妖玄天没废话，淡淡开口，所以你是要跟本殿主打一场，还是带着你的人滚？灵狐老祖深吸一口气，你们荒王殿真要为了这么一个小子如此得罪我灵狐一族，你们没考虑过划不划算吗？妖玄天嘴角淡笑，我不管划不划算，既然我这宝贝女儿叫我来了，我就要替她出头，谁若不服气那就来战。他妖玄天出了名的护短，灵狐老祖脸色难看，让他跟妖玄天一战，他有所顾忌，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可他也很清楚陆萧体内那根道骨有多大的作用，就此放弃他不甘啊。就在这时，灵狐傲大步走出来，沉声道，前辈，并非我等无理取闹，只是我未婚妻死在他手中，怎样都要有个交代吧。交代？妖玄天嗤笑，你们仗势欺人的时候怎么不提交代？现在老子的拳头比你硬，就是给你最好的交代。要是把老子逼急了，我不介意把你这个灵狐一族的希望扼杀在摇篮里。这话落下，灵狐傲下意识退了2步，顿了顿，他眼珠子转了转，前辈，此事的恩怨我灵狐一族不插手，我跟他公平一战，亲自跟他了结此事，如何？妖玄天冷笑，你灵狐傲从小在天武学宫修行，灵狐一族将所有资源倾注在你身上，年纪轻轻已经踏入神魄境，而我这未来女婿出身在这种小宗门，你说去跟他公平一战，如果这也叫公平，那我也跟你公平一战。灵狐傲被对得哑口无言，旋即他目光冷锐，我可将境界压制到灵海9重，跟他一战。说着他又望向陆萧，语气挑衅，陆萧，你可敢迎战？为了这根神秘道骨，他也只能豁出去了。陆萧紧盯着灵狐傲，现在我身体重伤，实力不足巅峰之时的3成，你却以强欺弱挑战我，谈何公平？我给你机会疗伤。灵狐傲冷笑道，你该不会是怕了吧？陆萧目光冷冽，
灵狐一族想要他死，咬着他不放，他又何曾不想把这些家伙杀光？而且他隐约感觉灵狐傲不仅仅是想要挽回颜面那么简单，为了一个苏映雪，不至于将事态上升到这种地步。可敢！灵狐傲继续咄咄逼人，洛清仙和瑶瑶姿等人都纷纷劝陆萧不要冲动中了对方的激将法。就在这时，灵狐老祖冷笑一声：“七店主，只要此子赢了我们二，我灵狐一族辖的边缘那个洞天福地、血灵圣池以及方圆百里之地，就归你们荒王殿了。不过，他要是输了，此子交给我们灵狐一族处置，如何？”妖玄天眯起双目，血灵圣池，你们倒是好大的手笔，看来你们灵狐一族可不仅仅是想要挽回颜面这么简单啊！血灵圣池是一处天然宝地，就在天武学宫和荒王殿的直属势力范围交界之处，而这块宝地如今是天武学宫的灵狐一族在掌控，且拥有对它的绝对掌控权。这血灵圣泉内的血泉拥有洗涤灵海境武者肉身之神效，尤其是对灵海境武者有着铸炼基础、拓充灵海、增强实力之效，对年轻一辈的弟子来说乃是天大机缘。荒王殿倒是眼馋已久了，如今这灵狐一族却愿意拿它来做赌注，只为拿下陆萧，这里面有100万个不对劲。灵狐傲冷道：“就算拿我们灵狐一族整个族群性命作为赌注，那又如何？因为我灵狐傲不会输，我族老祖才会有如此底气。他断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想要陆萧身上那根稻谷。不管怎样，我不会把他交出去。”妖玄天淡淡道：“滚吧。”然而就在这时，陆萧站了出来：“前辈，我愿意试。”这话落下，全场寂静。不管是妖瑶姿等女、徐须道一家子，还是2大超凡势力的人，都愣了。徐须道连忙阻拦：“萧儿，他虽然压制到灵海9重境界，但实力依旧绝强，你绝不能接受他的挑战。”陆萧深深望了一眼徐须道，又对妖玄天摇摇拱手道：“前辈，我只有一个请求，若我战败，请荒王殿庇护我师父等人。”妖玄天眯起双眼：“你真要跟他一战？”陆萧道：“听前辈之言，这血灵圣泉有诸多妙用，想必对荒王殿也有用处。今日得荒王殿诸多前辈庇护，无以为报啊，便替荒王殿拿下这血灵圣池。前辈放心，若我没有底气，也不敢应战。”这话也是他的真心话，可以说今日他这条命是荒王殿帮他保下来的。他陆萧知恩图报。妖玄天哈哈大笑起来，眼里满是欣赏：“好，很好，既然你有这等心气，我自然要成全你。此乃准4品丹药，青龙补天丹，服用之后你的伤势可尽数恢复，只需半个时辰便可与他开战，替我荒王殿拿下血灵圣泉。”话落之间，一个药瓶已经凌空飞来，落入陆萧眼中。准4品丹药，众人眼皮狂跳，这妖玄天出手未免太大方了。最让他们无语的是，陆萧敢应战，妖玄天敢信他，一个敢想，一个敢做。灵狐傲就算把修为压制到灵海9重，那也断然不是普通灵海9重。陆萧要是不用先前那种拼命的秘法，怎会是灵狐傲的对手？都是疯子！爹！妖瑶姿连忙阻拦。妖玄天眯起双眼，摆摆手，相信他若没有一定自信，不会应战。若是他惨败的话，说明他狂妄自大，对自己的实力没有清晰认知。我妖玄天的女婿可不能是一个莽夫。在寄给他的书信中，妖瑶姿对陆萧可谓是非常推崇，他倒也想看看这小子是不是有自己宝贝女儿说的那么有本事。而灵狐傲眼里满是压抑的兴奋，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真中了他的激将法。若他真获胜了，等陆萧落入他手中，他定要将此子稻谷活活剥夺出来，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陆萧也在徐须道等人关切、担忧的目光下将丹药吞下，而后开始疗伤。准4品丹药的药效很强大，陆萧能清晰感觉到自己体内在快速恢复生机，疲惫、伤势快速一扫而空。半个时辰后，他眼里爆发出2道金光，缓缓长身而起，目光锁定一直在远处紧盯着他的灵狐傲，淡漠字眼荡开：“灵狐傲，来战！”灵狐傲嘴角微微掀起：“就凭你，也配见识本少的本事？对付你，本少只需3成力。”话落，他脚掌一跺，身体逆冲而上，来到陆萧身体10丈之外，而后身后浮现出一大片血海虚影，一头火色麒麟虚影仰天咆哮，震慑人心。他每往前走一步，那压向陆萧的威势就越发可怕。妖玄天负手而立，淡淡盯着灵狐傲。传言这灵狐傲幼年时便在机缘巧合之下误入一处秘境，得到一滴麒麟真血，将其融入自身，改变了自己的血脉，还获得了麒麟一族的一些修行秘法。如今看来是真的，他身上这威势太过可怕，就算是真正的神魄境也不过如此。而反观陆萧只有灵海境5重，这小家伙真的能行吗？面对强势的灵狐傲，
陆骁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再度施展染血秘术。他身上气息同样暴涨到灵海7重，炙热的灵力犹如铺天盖地的热浪一般，源源不断的席卷而出，不退反进，反而龙行虎步迎了上去。旋即一拳轰出，纯阳之力在手掌之中不断凝聚，散发出来的光芒耀眼无比，还带着一股令人皮肤刺痛无比的灼热之感。他的拳头化为一轮小烈日，冲向灵狐傲，纯阳之力所过，那血海虚影就这样一寸寸崩塌开来。灵狐傲大骇，这股力量好霸道，居然连他的麒麟异象都能破。不仅是他，就连场上观战的那些大人物，此刻也是有些愣了。陆骁这股灵力居然这么霸道，难道他修炼的功法很高级？可青蓝宗一个小宗门，怎么会有高级功法？灵狐一族的底蕴可比青蓝宗高多了。灵狐傲很快反应过来，冷哼一声，班门弄斧。他五指成拳，拳头就这样强硬地跟陆骁碰撞在了一起。砰！两人拳头撞击之处，层层气浪翻卷，以两人为中心荡开。最后，两人的身体都在碰撞后往后退去，只是灵狐傲退得更远，就连拳头之上都有灼烧的痕迹，看起来有些狼狈。他的脸色阴沉无比，望向陆骁的目光变得更加狰狞了。他这一拳连半部神魄境都挡不下来，就连神魄境一众武者也可一战，结果反而在陆骁面前落了下风。他哪里知道，陆骁灵海5重境界便可碾压灵海9重，甚至跟半部神魄境武者扳手腕，如今强行提升到灵海7重，比一般的初入神魄境武者只强不弱，确实有点本事。他森然道，但在我面前还不够看。麒麟血剑，凝武道天眼开。他怒喝一声，一把像是鲜血凝聚而成的利剑在他手中浮现，散发出强烈的杀伐气息。身体高高跃起，利剑从天劈落，仿佛要将这天穹一分为二。刺鼻血腥味夹带杀伐气息降临，而陆骁手里也凝聚出一把散发出炽热气息的利剑。幻剑术，刹那间他身体消失原地。灵狐傲不屑而笑，真是可笑，只可惜在我的武道天眼面前，你这剑法制造出来的幻想早就被我看穿了。砰砰砰，两人身体快速移动，只在地面上留下残影，而他们手中利剑每一次撞击都传出闷雷般的巨响。陆骁的幻剑术虽然幻觉对灵狐傲无法产生影响，但威力同样非常凶猛，就算是硬汉，灵狐傲也无法拿下他。10来个回合后，双方手中的利剑最后一次撞击中同时崩碎，身体再度分开，他们身上都已然伤痕累累。灵狐一族众人脸上凝重，他们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真的这么逆天，能再度施展如此恐怖的秘术，强行将境界提升至此。灵狐傲双目冷酷，玩够了，本少这一招就彻底解决你，你全身上下只有嘴硬了。陆骁冷笑不已，你自诩绝世天才，高高在上，自以为把修为压在灵海境9重照样可以碾压我，我今天便以灵海7重修为将你镇压，让你到心崩碎。大言不惭。灵狐傲头上青筋暴起，身后的血海疯狂涌动起来，那麒麟虚影越发凝实。血迹，他嘴里吐出一口血来，而后融入那麒麟虚影之中，麒麟虚影咆哮与他身形合一，气息达到了绝巅，满头头发随风飞扬。能逼本少催动麒麟真血，已经足以自傲了，哪怕今天冒着休养数月的巨大代价，本少也要将你镇压。说完，他大步迈来，麒麟虚影随着拳头轰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碾向陆骁。陆骁也大喝一声，胸前有一道道光芒迸发而出，金色神光神圣无比，强大而耀眼，让人敬畏。黑色魔光宛若深渊，可吞噬一切，毁灭一切。两道不同的极道气息不断交织纠缠在一起，形成一道道繁杂的符文爆发开来，在他身后形成了一片骇人的天地异象。这好可怕的气息，他胸口里的是什么？好像是一根一骨。所有人骇然无比，哪怕是神魄境强者，在神魔骨被催动后也感到了一股心悸感，那是一种无上的威压，让他们忍不住生出臣服之意。下一瞬，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下，陆骁的拳上爆发出炽烈白光，以恐怖的速度穿入了麒麟虚影之中。麒麟之影发出怒吼，还想要继续前冲将陆骁碾碎，但也在这一刻，神光和魔光交织着，形成一道道符文涌向陆骁的手臂，铺天盖地的符文瞬间将巨大的麒麟虚影笼罩，然后咔嚓一声巨响，麒麟虚影当场粉碎，而陆骁的拳头摧枯拉朽般穿透这道虚影，狠狠撞在了灵狐傲的身躯之上。噗！灵狐傲仿佛被一座巨山撞击，身躯离地而起，往后飞去。死！陆骁身体快如闪电，毫不犹豫地追上去，抬起拳头就要砸下。灵狐一族众人大急，纷纷怒斥：孽畜，你敢！小子你找死！而灵狐老祖更是第一时间从原位上站起来，
苍老身躯好像猎鹰一般扑向陆萧，眼里杀意凛然。老东西，你当我不存在是吗？妖玄天淡漠的声音传开，一把符文密布的利剑出现在他手中，去他随手一挥，剑光犹如流星般穿破苍穹。噗！灵狐老祖双瞳一缩，虽然已极力阻挡，但依旧被这飞剑冲飞出去，嘴里吐血。而其他几个灵狐一族的强者直接被妖玄天操控这把飞剑只在一息之间全部穿透，在空中绽放出了一连串血花。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这强得有点离谱了吧？而下方灵狐傲看着陆萧杀来，当下怒吼一声，不再压制修为，而是将神魄镜2重修为全部释放。小子，今天本少必杀你！他快如闪电般抬手探向陆萧的胸口，想要强行将陆萧的神魔骨挖出来。然而一只大手从天穹之中拍落，他当场被镇压在地面上，宛如一条死狗，嘴里不断吐出鲜血来。想要我的命，只可惜今天死的是你！陆萧直接一脚踩在了他背上，抬起了拳头，就要趁他病要他命，斩草除根。可突然间，灵狐老祖身上一道流光飞了出来，瞬间化为一道睥睨虚影。住手！他的声音很平淡，但却带着一股威严，镇压全场众人。最后目光落在了陆萧身上，淡漠眼神审视着他。陆萧只觉自己浑身动弹不得，这威压太强悍了。刚才赶来援助陆萧的紫衣中年也浑身冒冷汗，身体无法再动弹半分。就连妖玄天也微微眯起双目，望向了那道流光，天武学宫公主的一道分神。妖玄天，今天给本公主一个面子，放了他们两人。那道声音淡漠开口。妖玄天呵呵一笑，你们天武学宫这门人有点无耻啊，小的打不过老的来，老的打不过你这个老大出来，不怕惹人笑话吗？天武学宫公主淡淡道，门下弟子争斗，有输有赢乃是正常，你这门人却要下死手，未免也太过分了。本公主不干涉本次比斗输赢，只要他们两人安全离开。这个面子你给还是不给？虽然你今日确实能杀了他们，但灵狐一族也是我天武学宫的核心成员，他们若死，本公主将不惜一切代价向荒王殿发起大战。你是在威胁我？妖玄天淡笑，你可以这样认为。天武学宫公主语气很是霸道，该如何取舍你应该懂。妖玄天目光望向陆萧，问道，小家伙你怎么说？陆萧深吸一口气，虽然脸上满是不甘，可最后还是将杀意收敛了起来。他并非不识大体之人，说到底他在这些大人物面前依旧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妖玄天如此护他已是极限。要是真因为他而掀起两大超凡势力之间的大战，那影响的有多巨大？深吸一口气后，他淡笑道，反正这灵狐傲灵海9重却被我以灵海7重修为打败了，估计道心崩碎，以后也注定不成大器，不死也跟死没区别了。今天我放他一命又如何？不过灵狐一族承诺的血灵圣池应该不会反悔吧？这话落下，灵狐老祖那苍白的老脸上更是变得毫无血色，望向陆萧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怨毒。妖玄天哈哈大笑起来，既然我这未来女婿如此大方，那我妖玄天今天给他一个面子，饶这两个废物一命。不过10天之后，我会亲自前往血灵圣池所在之地将其收归，届时灵狐一族或者天武学宫之人若还停留在那，一律杀无赦。灵狐老祖双拳紧握，三角眼内满是憋屈和怒火，可最后也无话可说。至于灵狐傲，身体踉踉跄跄站起来，已然是气息奄奄，刚才紫衣中年那一巴掌差点把他当场拍得粉身碎骨。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居然败了。正如陆萧所说，他灵狐傲自诩绝世天骄，铜镜无敌，可今天他以灵海9重修为跟灵海7重修为的陆萧一战，惨败，他的无敌道心崩了。武道之路最怕的就是出现了心魔，而现在陆萧成了他的心魔。他紧握双拳，陆萧，今日我灵狐傲不过是压制修为与你一战，若我以真实战力对付你，你依旧不过是蝼蚁。陆萧冷锐目光紧盯着他，相差2个境界，我都可诛杀你。若是同境一战，你连反抗的机会都不会有，就会被我碾成一团肉泥。这一天不会很远。这话杀人诛心。灵狐傲脸上青白交加，浑身颤抖。天武学宫公主淡漠道，灵狐傲，你被他3言2句便动摇了道心，如此不坚定，又谈何站在东荒域之巅？不管如何，你现在比他强。这世界上的天才很多，活下来的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天武学宫公主这话让灵狐傲的双眸再度亮起光芒，他连忙拱手道，公主教训的是灵狐傲，受教。活下来的人才能笑到最后，而他灵狐傲比陆萧强，家族势力比陆萧强，资源比陆萧好，一时的得失又能如何？他
不会让陆萧成长起来。而且陆萧身上这道骨的威力他已经见识过了，现在他对这神秘道骨的威力更加眼馋，势必要找机会将其拿到手。那时候他将脱胎换骨。天武学宫公主负手而立，淡漠扫了一眼灵狐老祖，还嫌丢脸丢得不够吗？立马带着他回天武学宫。话落，他灵身化为一道流光，消散无形。灵狐老祖冷冷盯着妖玄天，冷道：妖玄天，今天这笔账我灵狐一族记下了。我灵狐一族背靠天武学宫，就算老夫不是你的对手，但迟早也会让你付出代价。妖玄天邪意一笑：老东西，记得把血灵圣池吐出来，否则我说到做到，灭你全族。你只有10天时间准备。妖玄天，你够狠！灵狐老祖眼神阴狠，撂下一句狠话后，带着灵狐傲狼狈离去。青蓝宗上下依旧死寂一片。今天这场武风大比可谓是一波三折，彻底刷新了他们的认知。陆萧一鸣惊人，猎妖大比夺冠，一剑横扫10大天才，碾压身怀道骨的苏映雪，灭身为神魄境的苏泽，之后又以灵海7重修为，将身为灵狐一族麒麟子的盖世天骄灵狐傲打得满地找牙。甚至因为他平时在东荒域压根没什么存在感的青蓝宗降临了好几个强大存在，就连站在东荒域巅峰的超凡势力之主天武学宫公主都化一道灵身而来。甚至要是陆萧真要杀了灵狐傲，说不定2大超凡势力之间真的会开战，东荒域因他一人而风云骤起。人群中，云清雪遥望场中，红唇紧咬，眼神复杂无比。先前他还觉得以他灵海境6重修为可让陆萧满地找牙，直到陆萧一招败尽了10大天才，他才知道陆萧居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再后来陆萧强势碾压苏映雪，那一刻他算是彻底明白了，他这一辈子都跟陆萧不是一个档次的了，他连挑战陆萧的资格都没有。而下方战场之中，洛清先将陈萧搀扶起来，姬冷月也抹去了嘴角血迹，徐须道身上气息逐渐萎靡下去，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几岁，甚至已经有白发浮现。而陆萧在短时间内接连使用2次燃血秘术，身体透支严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身体都在微微颤抖。所幸这一切落幕了。徐七儿去将他搀扶起来，而莫青竹则是心疼地扶住徐须道。妖玄天看了一眼自己的宝贝女儿，妖瑶子此刻也不好受，明显是在跟蓝剑灵的大战中受了伤。他摇头感慨，没想到自己这天生聪慧的女儿居然也会为了一个男人如此拼命，只能说女大不中留啊。不过如今看来，这未来女婿还挺对他的胃口。老徐，陈潇捂着胸口怒瞪徐须道：操你大爷，跟我们玩装死，害老子伤心了好几天，还不如真死了算了。徐须道微微一笑，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青竹他们了。他并非装死，只是误入乱魔渊，实在是没办法脱身。陈潇嘴角抽了抽，一个大男人真他奶奶的矫情，真要感谢我，把你珍藏的血灵语录出来，我整2倍。好说。徐须道也没介意，他知道陈潇的性格就是这样，跟他客气反倒见外了。妖玄天满脸欣赏地看着陆萧，陆萧，这一次你可是我们荒王殿的大功臣啊，这血灵圣池我荒王殿可是眼馋很久了，这一次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把他给抢过来了。过2天我第一个让你进去接受洗礼，让你实力再进一步。妖瑶子撇嘴，爹，你这是有了女婿忘了女儿了。妖玄天哈哈一笑，宠溺地摸着他的脑袋，爹这叫爱屋及乌，这小子勉勉强强配得上我宝贝女儿，当我妖玄天的女婿够格。妖瑶子楚楚可怜地叹了一口气，爹，我跟陆萧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了，就算我想跟他在一起，其他人也未必同意。妖玄天淡淡道，这有何难，等他进了荒王殿，我再给他开几个后门，让他实力飙升，那些老家伙也可以闭嘴了。妖瑶子委屈巴巴地叹了一口气，我的意思是说，他其他未婚妻并不一定同意。陆萧脸一黑，暗道不好。果然妖玄天的脸色黑了下来，望向陆萧的眼神冷意森然，看不出你小子还挺花啊，有我女儿一个未婚妻还不够，莫非还想左拥右抱，想尽其人之福？陆萧感觉冷汗狂冒。前辈，他硬着头皮道，这些婚约都是我师尊给我定下来的，并非晚辈本意。妖玄神色这才稍缓，淡淡道，原来如此，那也无妨，把其他婚约退掉即可。就在这时，洛清仙鼓起勇气上前，前辈，婚约本是双方共同定下的契约，他一方退婚，对方未必愿意。妖玄天语气平淡却霸气，我妖玄天的名头摆在这里，谁敢不愿意？我就是他的未婚妻之一。洛清仙一字一顿道，他若要单方面退婚，我绝不同意。再者，这些事本该交给我们年轻一辈自己处理，前辈总不能仗势欺人吧？强扭的瓜也不甜。妖玄天眯起双眼盯着洛清仙。洛清仙虽然有些惧怕，
可还是鼓起勇气直视妖玄天，寸步不让。众人都微微变色，站在洛清仙面前的可是荒王殿七殿主，主宰东荒域的大人物啊！妖玄天眯起双眼，紧盯着眼前这个敢跟他正面叫板的小丫头。陆萧刚要站出来说些什么，陈潇已经一步跨出，笑道：七殿主，我等当年一时嬉闹所定下之婚事，不管是妖圣女还是我家徒儿，他们如何选择，如何发展，我们这些长辈也干涉不了，只能由他们这些年轻人而去，对吧？妖玄天扫了一眼洛清仙，又回头看了一眼陈潇，颔首道：有道理。放心，本店主还不至于跟一个小丫头计较，就算公平竞争，他也不觉得自己宝贝女儿比这丫头差。只是陆萧这小子天赋确实妖孽，优秀的男子身边女人定然不会少，自己这宝贝女儿看上了他，以后怕是会吃不少苦头。他一向对这些事情看得很开，所以也不再继续纠结，而是盯着陆萧，一字一顿道：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后果你清楚的。陆萧连忙拱手恭敬道：圣女跟七殿主的恩情，小子不敢忘，断然不会做出伤害他之事。今天这场五峰大比，不管是陈潇和洛清仙师徒，还是妖瑶姿和妖玄天父女，就连姬冷月这个冰山一般的女人，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帮他渡过难关。否则恐怕他早死了。他并非狼心狗肺之徒，懂得感恩，只是这一次欠下的人情债实在是有点大。想到这，他就有些头疼。妖玄天轻哼一声，缓缓收回目光，不再理会陆萧，淡淡对紫衣中年开口道：我先回去了，这里交给你来解决。说完，他拿出一个罗盘状的法器，将其催动后，一阵光芒将他笼罩其中，转眼间身形消失在了原地。他离开后，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压抑感这才逐渐消散。紫衣中年微微一笑，目光扫向周围，朗声宣布道：先前我所说之话依旧有效，本次五峰大比前10名可直接入我荒王殿修行，有谁愿意的可上前一步，明日我便带你们前往荒王殿。听到这话之后，陆萧、洛清仙等人都纷纷往前走了一步。人群中，云清雪咬了咬红唇，最后还是站了出来。如今这等情况，进入天武学宫修行已经不可能，他能选择的也只有荒王殿指示。他的内心无比复杂。到了荒王殿后，陆萧背靠妖瑶姿这座大山，再加上天赋如此妖孽，必定受到重视。想到自己以后要眼睁睁看着陆萧这个被自己退婚的家伙龙腾九霄，他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不过片刻后，他眼中露出坚定之色。武道之路不走到最后一步，谁又知道谁才是最终胜利者？在他心里，始终觉得陆萧只是有妖瑶姿在背后给他撑腰，再加上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天赋，才会进展如此之快。可要是抛去妖瑶姿对他的帮助，他未必比得过自己。他心中暗道，杨青说过，前面修炼进展再快也没用，修炼意图在于稳扎稳打。陆萧这段时间为了在五峰大比上保住性命，疯狂提升境界，说不定早已将潜力透支干净，后面的修行进度还未必有我快。谁是龙，谁是蛇，尚可未知，我绝不能认输，不能让他骑在我头上。我要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就在这时，姬冷月也站了出来，我也要加入荒王殿。瑶瑶姿轻笑，目光里带着戏谑，你不是说不稀罕吗？姬冷月淡淡道，等我铸就神魄境的无上道基后，自然会离开，这不也是我们约定好的了吗？瑶瑶姿脸色微变，她当然知道姬冷月所说的铸就神魄境无上道基需要什么，自然是需要借助陆萧融合的那枚神魄珠，用神魂交融之法来提升魂力了。好，紫衣中年微微一笑，看来大家对我荒王殿都还比较满意，今日歇息一晚，明日启程。这话落下后，他带着妖瑶姿和荒王殿的其他几个强者离开了现场。荒王殿众人离开后，场上恢复了寂静。这一场变故冲击力太大了，让那些弟子都还没反应过来。还是第二峰峰主站出来主持大局，朗声对那些弟子道：今日五峰大比结束，诸位弟子各自回峰。那些弟子看了一眼现场，也不敢过多逗留，纷纷离开了此地。身为一峰之主的蓝剑灵陨落，第四峰峰主苏泽也陨落了。青蓝宗一下子损失2大强者，接下来怕是要变天了。这些事已经远不是他们这些普通弟子所能关注的了。看到众人纷纷散去，第二峰峰主深吸一口气，苍老的脸上浮现一抹无奈之色，转向其他几人：林峰主、徐峰主、陈峰主，还有诸位长老，我们青蓝宗遭遇如此变故，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该好好想一下该怎么处理此事了。徐须道：我已不是青蓝宗宗主，这等机密我无权干涉。陈潇也淡淡道：我身受重伤，暂且疗伤，有何大事你们2大峰主商议即可，我赞成你们的决策。说完，徐须道和陈潇带着陆萧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了第5峰。然而刚到住所，
一直强撑着的徐须道便一口污血吐了出来，风神俊朗的脸上再无血色。陆萧双瞳紧缩，第一时间上前搀扶住了他。爹，你怎么了？徐七儿也赶紧上来查看徐须道伤势，看着自己父亲虚弱的模样，焦急不已，泪水在眼里打转。徐须道摆摆手，无妨，刚才使用五雷正法，身体有点透支而已，休养几天便好。他强作淡定，深吸一口气后，再度站直身体，负手而立，迈步往屋子里走去。萧儿，你跟我进来，师尊有事要跟你单独谈谈。陆萧心头一紧，隐约感觉到不妙，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房间内，徐须道拿出一件法器，随着一阵光芒笼罩，直接形成一道结界。如此一来，结界内两人的谈话便不会被外人所听到。陆萧心头更是难受，他已经看出徐须道的伤势很重，绝不是施展五雷正法被反噬那么简单。徐须道坐在床榻上，望向陆萧，眼神里充满慈爱和欣慰。萧儿，你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长到这种地步，独当一面，为师真的很欣慰。接下来，师尊有几件事要拜托你。陆萧抢笑，师尊怎么突然这么凝重？徐须道没有回应，屋内陷入短暂沉默。陆萧也不说话了，表情也更加肃穆。徐须道叹气，当初我在东阳国中了化灵伞，虽强行杀出重围，但依旧被灵狐一族那些家伙重创打下乱魔渊。后面虽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也受了严重的本源之伤，再加上跟蓝剑灵一战，伤势进一步加重了，也不知还有多少时日。陆萧默默握紧双拳，眼中带着悲伤和怒火。师尊，您能从乱魔渊出来，说明您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至于灵狐一族，我迟早会找他们清算这笔账。徐须道听到陆萧这安慰，苦笑一声，我自己的情况我很清楚，之所以私下跟你说这事，就是不想让你师娘和师妹担心，但我也害怕我坚持不住的那一天，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放心不下，所以师尊日后若是不在了，你要替师尊照顾好他们。如今你加入了荒王殿，而且有妖瑶姿给你撑腰，七殿主对你也算是颇为看重，师尊有点私心，想让你把他们一同带去荒王殿，寻求荒王殿之庇护。陆萧双眼有些酸涩，突然他眼里闪过一道光芒，连忙道：师尊，虽然你本源受创，但也并非无解，只要炼制出神元涅槃丹，你这本源之伤便可恢复。神元涅槃丹？徐须道先是一愣，而后苦笑着摇头，这丹药师尊没听过，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知的，但就算他真的可以治好为师，这丹药听起来颇为珍贵，又岂是我们能奢望的？为师顶多只能撑半年了，情况不好的话，可能只有3个月。3个月？陆萧心中一震，徐须道的情况比他想的还要严重。他沉声道：师尊，这丹药乃是4品上阶丹药，我现在已经是3品中阶炼丹师了，距离成为4品炼丹师也不会很远。只要将炼制神元涅槃丹的天材地宝聚齐，将这丹药炼制出来给您服用后，师尊您的伤势即可恢复。3品中阶炼丹师？徐须道错愕，陆萧是他唯一的徒弟，自己这徒儿什么情况他清楚得很，这才1个月成了3品炼丹师了。他内心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1个月不见，自己这弟子居然已经成长到了他无法想象的地步。陆萧想了想，师尊，明天我跟荒王殿那边说一声，把你们一起带过去荒王殿，这样也安全一些，否则我怕灵狐一族那些家伙前来报复。可以治好你本源之伤的神元涅槃丹，我也一定会尽快找齐这些天材地宝炼制出来。徐须道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有这个心就很好了，自己这徒儿真的长大了。深夜，陆萧盘坐床榻之上，久久无法静下心来。虽然如今他已经加入了荒王殿，也得到了对方的庇护，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危机，可徐须道的本源之伤如此严重，性命垂危，时日无多，此事就像一块巨石般压在他心口上，让他内心慌乱又烦躁，必须要尽快找到这些天材地宝，治好师尊身上的伤势才行。突然他感觉外边传来动静，一道倩影从门外走来，推门而入，面带笑意地看着他，正是妖瑶姿。瑶姿，你怎么来了？陆萧问道。妖瑶姿身姿摇曳，笑道：我知道你应该有事想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来了。我跟子叔商量了一下，他已经同意将你师尊师娘他们一起带往荒王殿，毕竟灵狐一族这些家伙吃了亏，我怕他们留在青兰宗会被那些家伙报复。对了，还有陈封主。陆萧瞪大双眼，错愕不已，怎么知道我想的是这件事？只要稍微有点了解你，都知道你在担忧什么吧？妖瑶姿咯咯轻笑，目光妩媚，所以我帮你处理好了此事，你打算怎么报答我？一边说着，他已经在陆萧身旁坐下，那凤目中秋波流转。陆萧咽了一口唾沫，这个妖精天生媚骨，一个举止一个动作都能让人想入非非。他强作镇定，我欠下你这么大的人情，就算是给你做牛做马，也绝不会推辞半句。
这话乃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夭夭姿真的帮了他很多。夭夭姿笑若银铃，轻轻勾起他的下巴：“你是我未婚夫，我要你做牛做马干嘛？要不你就以身相许吧。反正我父亲已经认可你这个女婿了，就算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我父亲也不会说什么。”陆潇浑身一僵，俊脸通红。就在这时，门口处又出现了一道出尘的白裙倩影。陆潇立马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连忙起身喊了一声：“青仙！”夭夭姿回头看到洛青仙一双美眸正冷冷盯着他，他挑衅的娇笑道：“洛仙子，扰人好事可不是个好习惯。”哦，洛青仙轻笑起来：“我扰你们什么好事了？”夭夭姿淡笑：“莫非洛仙子还想亲眼见识见识？我还真想见识见识。”洛青仙冷笑：“就怕你不敢。”夭夭姿眯起凤目，笑盈盈的开口：“没想到一向冰清玉洁的洛仙子居然有这等癖好，刚好我这里有些典籍，可借你一观，学习学习。”说完，他丢出一本书来。你看到那书飞来，洛青仙俏脸顿时一红，立马抬起利剑，将那书劈成了漫天纸屑，贝齿紧咬，不要脸！看着洛青仙满脸通红的模样，夭夭姿笑得花枝乱颤，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洛青仙面前，玉指勾起他下巴：“洛仙子，你这么害羞，怎么跟我抢男人啊？难道你不知道，男人都喜欢风情万种的女人吗？你这不咸不淡的，哪个男人会喜欢？”看着夭夭姿那双魅惑人心的凤目，感受着香气喷吐在他俏脸上，洛青仙下意识退了2步，绯红之色从双颊处蔓延到耳根。狐妹子！他低骂一声，这女人简直离谱，居然丧心病狂到连他都勾引。最可恨的是，他居然还真被影响到了，连他都如此，更别说陆潇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了。夭夭姿挑起柳眉，他突然觉得调戏清纯出尘的洛青仙似乎也很有趣。陆潇揉了揉脑袋，轻咳一声：“我今天经历了几场大战，身体有点困乏了，想要早点休息，要不你们先离开。”夭夭姿眨眨眼：“正是因为你受伤了，所以才需要我的抚慰。今晚我要在你身旁守着你，这样才可以安心。”说着，他朝洛青仙抛去一个眼神：“洛仙子要一起吗？你睡左边，我睡右边，陆潇睡中间，我们2人一起护他周全，如何？”不知廉耻！洛青仙银牙紧咬，他都不知道夭夭姿是怎么说得出这种话来的。以他清冷的性子，就算把他打死，也说不出如此放浪形骸的话来。陆潇实在头疼，只能强行把2女都给推了出去。好了，都赶紧回去休息。他直接把门反锁上，关得严严实实的。门外2女对视一眼，然后也只能飘然离去。屋内的陆潇长舒一口气，看来未婚妻太多也不是件好事。最难销售美人恩啊，师傅啊，师傅，你可还苦了我啊！他眼里满是无奈。之前那些未婚妻上门退婚，彩礼10倍奉还，确实很爽。可现在洛青仙和夭夭姿似乎都对他有意，且自己还欠了2女人情，退婚这话他断然是说不出口的，至少现在说不出口。至于姬冷月，2人虽然没什么感情，可却有夫妻之实，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1刻钟后，他突然睁开眼，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冷冽气息从外边传来。他缓缓睁开双眼，揉了揉眉心，然后将门打了开来。门外的姬冷月看都不看他一眼，迈步飘然而入。你来干嘛？陆潇淡漠开腔。不过想到今天姬冷月站出来帮他抵抗蓝剑灵之事，他心里又莫名一软，语气也柔和了几分。今天你没受伤吧？姬冷月冷笑：你去挨几件试试。陆潇哑口无言。他顿了顿：你这么晚跑来，就不怕被别人发现？我在暗中观察已久。姬冷月冷道：他们都离开了，再说了，发现又如何？你是怕那2个女人看到？要是他们在暗处观察，那就更有意思了，让他们瞧瞧你这假正人君子的真面目也不错。陆潇，所以你来干嘛？疗伤。姬冷月淡淡道：此事因你而起，当然是由你来补偿，我可没求你出手吧？陆潇冷笑道。姬冷月一把揪住他衣服，美眸里满是冷色和怒火。他们出手就是恩重如山，我出手就是没求我。一股彻骨寒意从陆潇胸口传来，瞬间涌遍全身，甚至往下集中冲去。他打了个寒战：大姐，有话好好说。我出手救你，是因为还想借助你的神破珠铸就无上道基。姬冷月一把将他推倒，语气依旧冷冽，但受到蓝剑灵重创并不在我意料之内，所以今晚过后我这伤势要是好不了，以后你就别当男人了。说着，他玉手之间陆续有药瓶浮现，正是元阳丹，足足10瓶。他嘴角缓缓勾起，挑衅之意十足。够吗？不够的话，再给你加10瓶。陆潇眼皮跳了跳，这女人是懂得挑衅的。他直接伸手将药瓶甩了出去，用不着这玩意，区区伤势，
算得了什么？姬冷月嗤笑，我估计你大伤未愈，全身上下也只剩嘴硬了。陆萧直接反客为主，一把抓住他的玉颈，将其压了下去，嘴角缓缓勾起。明知道我不喜欢被挑衅，却偏要如此，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自己不清楚吗？下次可以直接点，我不会嘲笑你。你姬冷月俏脸微红，旋即怒笑，真是莫名自信。如果不是没有疗伤圣药，我岂会如此屈尊？陆萧懒得跟他废话，让他不嘴硬的方法只有一个翌日。烈日当空，青兰宗演武场上，等陆萧和徐须道一家赶到时，妖瑶姿、洛清仙、云清雪等人都已经在此等候。此外，还有第二峰的首席江凡和第二峰圣女宁白羽，而姬冷月还没现身。至于其中缘由，也只有陆萧知道了。昨晚他是哭着求放过，然后火速逃着离开的。妖瑶姿道：陆萧，你帮我们荒王殿获得了血灵圣泉的所有权，按照荒王殿以往的规矩，这血灵圣池大概会归你来支配。闻言，陆萧瞪大双眼，满脸不敢置信，血灵圣池归我支配？妖瑶姿点头笑道：不错，按照我荒王殿的规矩，这些地盘和资源，谁打下来的就归谁来处理和分配。陆萧苦笑，这血灵圣池事关重大，我一个新入荒王殿的弟子，又何德何能？妖瑶姿娇笑道：我父亲会亲自为你争取，因为帮你争取，也是帮我们第七殿争取，这可是给我爹长脸的事情。他这个人最爱面子了，就算你想放弃，他也未必同意。其他几人都朝陆萧投来羡慕的眼神，尤其是云清雪，眼神别提有多嫉妒了。他们入荒王殿最多也就是普通弟子，而陆萧一入荒王殿就可以掌控资源，这差距太大了。陆萧却苦笑起来，掌管血灵圣池听起来很威风，可他作为一个刚进荒王殿的后辈弟子，掌控着如此大的权力，肯定会有不少人眼红，怕是会麻烦不断。就在这时，姬冷月姗姗来迟，依旧冷艳而优雅，高不可攀。可若仔细观察，就可看到她脸部脉动间有些不自然。妖瑶姿上下扫视着姬冷月，姬圣女怎么看起来有点劳累？这就得问你的未婚夫了。姬冷月淡漠回应道：还不是他干的好事。陆萧心头一紧，而妖瑶姿和洛清仙也微微眯起了双眸，审视着姬冷月，而后那眸光又缓缓汇聚在陆萧身上。其他人也纷纷投来八卦的目光，莫非这话怎么听得这么怪呢？姬冷月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笑意，似乎很满意两女的反应。我就随便说了一句，就把你们两个急成这样，放心吧，我对这种男人没半点兴趣。我跟蓝剑灵一战，疗伤一夜没休息好，我可没你们这么好运气。有人对你们心怀感激和嘘寒问暖，我啊，甚至连句问候都没有。可众人越听越怪，怎么感觉姬冷月这语气里充满了怨怒呢？陆萧淡淡一笑，姬圣女若是愿意，我可亲自为你疗伤。姬冷月俏脸变了变，昨晚陆萧发狠了，那种滋味他可不想再感受一次。他冷冷道：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解决。陆萧心底暗笑，有些事他自己可解决不了。谈话间，几道身影踏空而来，正是紫衣中年和昨天出现的那几个荒王殿强者。妖瑶姿也甜甜一笑：子叔。紫衣中年朝妖瑶姿点了点头，冷笑道：看来你们都准备好了，那我也就不废话了，准备出发吧。说着，紫衣中年手里祭出一个法器，一个金色流光四溢的阵法缓缓在空中绽放开来，将众人笼罩其中。然后众人只觉眼前一黑，失重感传来，片刻后喧嚣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陆萧睁开眼一看，四周殿宇成群，粗略看去足足有上千之多，连绵不绝，恢宏霸气，看不到边际。不愧是东荒域两大超凡势力之一，光看这连绵不绝的殿宇，就不知比青兰宗要高大上多少倍，甚至还可以隐约听到那悬在空中的巨大宫殿隐约发出诵经声，仿佛大道之音般浩荡恢宏，可以洗涤人的心灵。他们紧绷的精神也一点点放松下来。陆萧还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周围也有很多跟他们一般刚被传送到此处的少年或者青年，眼里充满忐忑、期待或憧憬。妖瑶姿也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出妩媚绽放笑意，终于回到家了。紫衣中年道：最近刚好碰上荒王殿招收新弟子，这些新弟子大多来自那些强大世家或者一流势力，随便找一个人出来，天赋都不在你们之下。你们进入荒王殿后，也要好好修行，不要懈怠。是。众人连忙点头。瑶姿，你终于回来了。就在这时，一个长相俊逸、风度翩翩的青年龙行虎步走来，含笑着跟妖瑶姿打招呼。而见到青年，妖瑶姿的眸子有些淡漠，只是冷淡的点了点头。青年又继续道：你啊，真是任性，当初居然选择跑去青兰宗那种小地方，一待就是10年，妖叔也真是的，居然愿意让你待在那种地方受苦受累。妖瑶姿淡淡道：我的事还不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吧。青年看他神色冷淡，
这才自知失言，连忙尴尬一笑。走，你这么久没回来，我带你去熟悉一下环境。今天是那些新生入殿的日子，那些师弟师妹在玲珑宝塔测试呢。玲珑宝塔乃是荒王殿的一个法宝，可检测弟子的综合资质、潜力、天赋。说着，他眼神从陆萧等人身上掠过，当看到姬冷月和洛清仙之时，表情也突然愣了愣。这两个绝色女子，论姿色气质，居然不在妖瑶姿之下。妖瑶姿淡淡道：“曾子琪，我这些年虽不在荒王殿，但还不至于连家都不认识路了。”说着，他挽住了陆萧的手臂：“陆萧，我们去玲珑宝塔看看。”紫衣中年也开口道：“一起去看看吧，这可是你们新生表现的大好机会，表现好的话会被那些大人物看中收为弟子，这也是七殿主的意思。”洛清仙等人一愣，也跟着点头。曾子琪目光突然死死盯着陆萧，而后目光落在妖瑶姿身上，挡在了两人面前。瑶姿，这家伙是谁？我未婚夫。妖瑶姿冷冷道。曾子琪胸口一滞，未婚夫？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我在青兰宗时，我师尊给我定下的婚约，不行吗？也就是说，他是青兰宗的人。曾子琪突然轻蔑地笑了。瑶姿，你可是我们荒王殿殿主的女儿，跟这么一个小地方来的家伙定下婚约，未免有点太不理智了吧？他配得上你吗？这话让妖瑶姿微微一笑。我就乐意，怎么了？对曾子琪，他没有半点好感。这家伙从小就能舔，舔得他都烦了。不过因为他是第4殿殿主的长孙，所以他也拿对方无可奈何。曾子琪盯着陆萧，目光顿时冷冽了几分。陆萧也有些无奈，果然是红颜祸水啊。小子，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你跟瑶姿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人，跟他在一起只会让你显得越发黯然无光，越发自卑。远离他，对谁都好。说完，他阴沉地寡了一眼陆萧，挥袖而去。在紫衣中年的带领下，陆萧等一行人来到玲珑宝塔前。巨大的宝塔共有11层，9色流光流转，威严而神圣。而周围人群密密麻麻，足足有数千人在围观着。突然，陆萧看到玲珑宝塔的第7层有耀眼光芒绽放，人群中传来一阵喧哗。居然闯到第7层了！这位来自天炎皇族的八皇子果然有妖孽之姿。今天目前为止，闯到第7层的也仅有3人而已吧？看他这闯塔速度，应该还有余力。我们荒王殿目前为止最高纪录也只是闯过10层而已。众人议论纷纷间，那玲珑宝塔上第8层的光芒再度亮起。第8层了！人群中传来一阵喧哗。这是今天第一个闯过第8层的人。随着玲珑宝塔第8层亮起，顿时间那些荒王殿老辈人物眼中发光。闯过8层玲珑宝塔已经算是妖孽之资了，可收入麾下。很快，一个身穿赤色锦袍的青年从玲珑宝塔里被震退出来，看起来有些狼狈，但是很快就被各位长老一拥而上，抢着收为弟子。陆萧忍不住问道：“瑶姿，这玲珑宝塔是怎么回事？每一层又有何不同？”妖瑶姿道：“玲珑宝塔乃是测试武者根基的一件宝物，每一层内都有一个跟你同境界的对手，每往上一层，这对手就越强，所以闯的层数越高，说明武者越级挑战能力越强，根基更加稳固，潜力也就越大。”原来如此。陆萧微微点头。闯到第8层又是什么水平？闯过玲珑宝塔第8层，在我们荒王殿可算得上翘楚。就在这时，刚才现身的曾子琪大步走来，傲然道：“可能你不理解这是什么概念，那本少就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能闯过玲珑宝塔第8层者，可跨一个半小境界作战。”陆萧一愣，跨一个半境界作战，就算是荒王殿的翘楚了吗？曾子琪淡笑：“吓傻了吧？也对，你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只会无脑堆积修为境界，不注重根基，所以徒有其表。忘了告诉你，当年我只用了半个时辰，便闯过了玲珑宝塔第9层，甚至还在第10层与那不可匹敌的对手对战了3招。你只需细想一下，便可得知自己与本少之间的差距了。”陆萧没理会他，如此看来，闯过第11层也不难。不过初来乍到，还是低调点好。就在他心中暗想之际，妖瑶姿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低语：“我爹让你全力以赴，不要有任何的留手。这些年来，我前往青兰宗修行，我爹可没少被其他6殿嘲笑，还让他小心我在那种小地方跟一个土包子跑了，他哭都没地方哭。这口气他憋很久了，所以他今天要狠狠装一把。等你展现绝世之姿，等其他6大殿都眼馋的流口水的时候，他再跑出来把你收入第7殿，把其他人气死。你看第7殿方向。”陆萧顺着妖瑶姿的目光望去，果然看到一道白衣身影负手而立，眺望这个方向，一副高手寂寞的模样。不是妖玄天又是谁？他顿感无语，自己这个名义上的未来老丈人怎么这么孩子气呢？不过
老丈人都发话了，也没必要低调了。就在这时，玲珑塔内又有一道身影狼狈地被震飞出来。陆萧也深吸一口气，直接冲进了玲珑宝塔之内。不到一息时间，第一层光芒亮起，3息之后，第二层光芒大放，10来息之后，他已经闯过了玲珑宝塔的第5层。全场哗然，这少年是什么人？10息时间就闯过了宝塔的第5层。要知道，就算是先前的秦岩，闯过第5层也足足花了半刻钟时间啊！尤其是刚才还对陆萧冷嘲热讽的曾子琪，脸上更是仿佛被狠狠打一巴掌。看到夭夭姿朝他投来戏谑玩味的目光，他冷哼一声，嘴硬道：“前面闯得快又有什么用？我看他现在已经是全力以赴了，到后面必定后续乏力，依旧未必能闯到多高。依我看，顶天也就8层了，跟我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只可惜现实再度狠狠打了他一巴掌。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时，陆萧已经再度闯过了第6层，来到了玲珑宝塔的第7层。看到这一幕的曾子琪脸上更是难看，而7大殿那些长老也全都为之动容，一个个瞪大双眼。这是出了一个妖孽啊！前面6层全都横推而过，就陆萧这闯塔速度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甚至破了以往的记录，完全可以用离谱来形容。就在陆萧闯过第7层后，玲珑宝塔散发一股耀眼无比的9色流光，笼罩了周围1里之地，将整个会场照耀的犹如神迹降临。这等异象他们未曾见过，而这异象一出，顿时间就连7大殿内一直很少出事的那些老一辈也被吸引了目光，彻底坐不住了。玲珑宝塔居然有这么大反应，我们荒王殿该不会又要出一位能闯过10层宝塔的绝世妖孽出世了吧？要知道，就算是我们历代的殿主，大多也不过只能闯过9层而已，大部分也只能在第10层坚持10几息时间，更别说让玲珑宝塔散发如此异象了。看来得去看看怎么回事了。一时间，7大殿的许多核心人物纷纷踏空而来，前往玲珑宝塔。嗖嗖嗖，一尊接着一尊气息强大的身影突然降临此地。这些人里有中年有老者，但无一例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都异常强大，绝对是荒王殿内最顶级的那一批强者。第4殿副殿主，第3殿的大长老，全都是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人物啊！那些弟子暗咽唾沫，全都畏惧又崇拜地看着荒王殿的这些顶梁柱般大人物。而看着宝塔爆发出来的异象，这些大人物全都眼神发光，尤其是听到陆萧闯到第8层只是用了20-30息时间后，他们的呼吸全都变得炙热了起来。这也太猛了吧！不知道这小家伙是否真的有机会闯过第10层。玲珑宝塔检测的是测试者的综合资质，闯过3层者属于普通，闯过4层者在荒王殿中算是中人之资，若能闯过第5层，已然胜过绝大多数人，而能闯过6层者已经是百里挑一了。结果这小家伙才这么短时间内便闯过了7层，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测试，也才寥寥几个闯过了第7层，而且花的时间还不短，哪有跟他这么吓人的？这资质，这些长老级别的大人物怕是要抢着收他为弟子了。我觉得啊，他至少能闯过第9层，哪有那么简单？我听说宝塔第9层出现的对手已经快要比武者自身高2个小境界了，也就是说，能闯过第9层的测试者至少可以跨2个境界作战。那些弟子议论纷纷，跨2个境界战斗，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而荒王殿7大殿的诸多大人物全都眼神灼灼地看着玲珑宝塔。这些人大多是长老级别的人物，他们都在等陆萧闯过第8层，看看他闯过第8层需要多长时间，正常来说至少要花半刻钟。结果还没过几个呼吸，他们便看到玲珑宝塔的第8层亮了起来。陆萧已经通过第8层，他才进去多久？这速度太恐怖了，完全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感觉。整个荒王殿会场一片喧哗，所有目光都尽数汇聚了过来，整个玲珑宝塔散发出来的9色流光越发耀眼夺目，以玲珑宝塔为中心，2-3里区域内都被这股异象所笼罩。7大殿的诸多长老一个个神色激动，此子必须要收入麾下，这可是妖孽啊，绝不能就这样错失了。他们一个个双眼火热，一副对陆萧志在必得的模样。曾子琪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陆萧从塔到现在还不到1炷香时间，连过8关，眼看马上就要闯过第9关，也就是说，这家伙的妖孽程度完全不在自己之下。怎么可能？要知道他曾子琪出身尊贵，从小就享受着最好的修炼资源，家族长辈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用了多少资源给他打基础，所以他才能拥有铜镜无敌的强大战力。一个不入流小宗门出身的家伙，凭什么跟他平起平坐？看到旁边夭夭姿嘴角淡淡的笑意，望着玲珑宝塔方向满是情意，他心里嫉妒和愤怒更浓，默默握紧双拳。
至于徐须道几人，同样死死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幕，神色最为复杂的还是云清雪。看到陆萧如今居然备受瞩目，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当初他退婚真的错了吗？他自认他没有闯过第8关的实力，甚至估计连玲珑宝塔的第6关也很难闯过去，这差距太大了。嗡！突然间，整个玲珑宝塔再度发出颤鸣，光芒大炽，浩浩荡荡的9色流光形成一道道光线，朝四面八方照耀而去，刺眼无比，让很多人都忍不住挡住了双眼。第9层，这小子真的闯过第9层了。从他进玲珑宝塔后，这才过去不到半刻钟吧，所有人都彻底疯狂了。随着玲珑宝塔发出颤银，一时间7大殿深处那些闭关许久的太上长老们也纷纷睁开了双眼，悠悠盯着玲珑宝塔方向。玲珑宝塔怎么会突然这样？我在荒王殿待了上百年，还没见过有人在测试时能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又有人闯过第9层了，不错，看来这一届还算有些看得过去的小家伙。不对，正常闯过第9层也不会让玲珑宝塔反应如此剧烈啊！难道我荒王殿又有不是妖孽要出事了？刷刷刷，接连有破空之声传来，所有弟子齐齐望向天穹处。青龙真人、天玄尊者，还有从来没有收过徒弟的玄清子太上长老也现身了，青妙仙子居然也来了。这些可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一辈顶级强者啊！荒王殿中弟子分为普通弟子、核心弟子和亲传弟子几个档次，而每一殿的高层身份从低到高分别是执事、长老、副殿主、殿主。而太上长老就比较特殊了，他们辈分高，实力强，平时不参与宗门事务，可论资历还在7殿殿主之上，战力也不弱于7殿殿主。要知道刚才整个测试过程没有一个太上长老级别的人物出现，但现在陆萧却把这些老古董都给引出来了。看到这些太上长老眼里充斥着火热，众人无比羡慕，一旦成为这些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那陆萧可谓是一步登天了。哪怕是一个长老的亲传弟子，那也是他们这些普通弟子不敢奢望的荣耀啊，更别说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了。然而就在他们心绪还没平静下来之时，玲珑宝塔再度亮了，第10层也通过了。短暂炸锅后，场上死寂的可怕，而那些太上长老更是一个个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宝贝一般。上千年来，荒王殿只有一个人能闯过玲珑宝塔第10层，而陆萧是第2个，必须把这小子抢到手。轰隆隆，又有身影犹如鬼魅般降临。第1殿的总殿主、2殿主、3殿主、6殿主，除了妖玄天外，其他6大殿的殿主全都悉数到来。那些长老摇头苦笑，这等妖孽已经不是他们有资格收为名下弟子的了。他们区区一个长老，在这些太上长老和6大殿主面前就是小卡拉米，就算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跟对方抢啊。7殿殿主和太上长老们的眼界何其之高，平日间基本不收徒，可这一次齐齐出动，明显是对陆萧志在必得。他们已经可以想象到，陆萧从玲珑宝塔里出来的那一刻，场景会是多么热闹。说不定这些大人物会为了争夺陆萧而争得面红耳赤，那场景注定是数百年难得一遇。6位殿主现身后，立马纷纷朝那些太上长老行礼。虽然他们是殿主，但论辈分，这些太上长老都是他们的长辈。那些太上长老都笑眯眯的回礼，可场面气氛却有些诡异。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笑道：“你们这些小家伙，莫非也想跟老夫抢弟子？老夫这一辈子还没收过亲传弟子，你们就不要跟老夫抢了吧。这个徒弟老子收定了。”说话的正是一生未曾收徒的太上长老清玄子。清玄子，这种妖孽肯定是由老夫来亲自调教比较好，其他人收其为徒，我怕会浪费他的天赋啊。你们2个老家伙简直胡说八道，我看此子跟老夫有缘。你们可别忘了，当初我们一起闯玲珑宝塔，老夫可是在第10层里坚持最久的。几个加起来年纪都有上千岁的太上长老当场互喷起来，一个个情绪激动，就差当场撸起袖子干起来了。诸位前辈都别争了。第2殿殿主呵呵一笑道：“诸位前辈都是年事已高，收一个精力旺盛的弟子为徒，晚辈怕你们精力消耗过大，对清修大大不利。不如这样吧，这徒弟就让给晚辈。诸位前辈要是实在有爱才之心，以后有什么修炼资源可转交给我，我再转送给我这徒儿，让他铭记诸位前辈的指点之恩。这样一来，既满足了诸位前辈的爱才之心，又不打扰诸位前辈清修，岂不美哉？老二，你这是要连吃带拿啊！”总殿主眯着眼笑道：“我第1殿乃是7殿之首，我身为荒王殿第1强者，这小家伙跟我有缘才对，你可千万别跟我抢。”总殿主，你这话就不对了，你第1殿人才济济，还差这么一个吗？我第5殿都是女弟子，阴阳失衡，刚好把她拉过来补充一下阳气，
一个红衣美妇笑盈盈开口道。6位店主也开始相互争夺陆骁的归属，谁也不让谁。最后，大店主淡笑一声，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放手，那就让他自己做决定吧，谁能把他招入门下，就看各自本事了。你们这些家伙真是倒反天罡了，懂不懂这么叫尊老爱幼啊？你们这些晚辈怎么好意思跟我们这些太上长老抢徒弟的？清玄子气恼地看着6位店主，6位店主也只能尴尬一笑，但依旧没有要让步的意思。这把那群太上长老气得恨不得跺脚。场上那些长老、执事、弟子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这些荒王殿的太上长老和店主向来都是他们心目中遥不可及的顶尖大人物，高高在上，喜怒不形于色，如今却因为一个新生当众吵得翻天覆地。若非亲眼所见，有点难以置信。突然，第3殿店主惊诧道：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怎么没看到老七？他口中的老七便是7店主妖玄天。老七这个人啊，就是太懒散了，有大好机缘摆在面前，他都把握不住，这绝世妖孽怕是跟他无缘了。第6殿店主语气中带着嘲弄：算了，不管他，他不来，我们还少一个竞争对手呢。突然，总店主一愣，不对，这小子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他这话落下后，那些太上长老和店主才豁然惊醒。现在距离陆骁进入第11层已经足足过去了1刻钟，可他居然还没从玲珑宝塔里出来。这一下，6大店主和诸多太上长老脸上变得更加激动。陆骁居然能在第11层坚持这么久，莫非他还有希望闯过第11层？如果真是如此，那陆骁可就完成了荒王殿从未有人完成的壮举。他们再度将期待的目光转向玲珑宝塔。几个呼吸后，玲珑宝塔第11层亮了，一时间整个荒王殿都被耀眼的9色流光所笼罩，无尽光芒倾泻而出，让人仿佛沐浴在神光之中，说不出的舒畅。而后，玲珑宝塔上一个个金色符文在塔身上浮现，紧接着阵阵吟唱经文的大道之音从中发出，这股大道之音无比玄妙。总店主眼神颤抖，这莫非是我们荒王殿祖师爷流传下来的大明清心经传闻？此经文内含无上大道，可助人悟道。没想到居然是藏在玲珑宝塔之内。随着这诵经声传开，一些人开始逐渐进入了悟道状态，他们当即盘腿坐下，把握这难得的悟道机会。这诵经声足足响彻了大半个时辰，这才逐渐消散下去。玲珑宝塔恢复了正常，众人纷纷睁开双眼，脸上带着狂喜。他们在这半个多时辰内修为增长了不少，甚至一些卡在境界瓶颈处之人，居然在这大明清心经的帮助下当场破境。就连那些修行上百年的太上长老们也似有明悟，这小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总店主眼里掩饰不住喜色，他已经打定主意，哪怕是得罪这些太上长老，得罪其他几大店的店主，他也要把陆骁抢到门下当亲传弟子。不过陆骁闯过玲珑宝塔11层，这妖孽天赋展现无疑，其他人肯定会花大代价，拼尽一切收其为徒。他要准备什么礼物才能从这群家伙之间脱颖而出呢？不仅是他这么想，其他人同样如此。他们已经在思考要送什么给陆骁，才能让陆骁拜他们为师了。尤其是那群太上长老，他们活了上百年，越是接近大限，越是觉得传承重要，找一个出色的弟子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们跟其他同辈人物都已知根知底，也没什么好炫耀的了，唯一可以比的就是谁的弟子更牛逼。收下陆骁这么一个妖孽，不仅可以有了传承，手里还多了一个装逼利器。虚荣心吗？谁没有？而在外界震动之际，玲珑宝塔第11层内，陆骁缓缓睁开了双眼。大明清心经，他击败这第11层的对手之后，就看到了摆放前方的小塔。这小塔不过手掌大小，不过看起来却跟玲珑宝塔一模一样。紧接着，一个个金色符文便从里面飞入了他脑海之中，正是这大明清心经。就在他还有些疑惑之际，那玲珑宝塔居然主动飞到了他面前。这陆骁有些惊诧，小家伙，没猜错的话，这小塔就是外面那座塔的真身。外面那座塔不过是他的化形，他之前被人设置了禁制，估计是设定了只有闯过第11层的人就能让他认主。什么葬场内的妖媚女子开口道。陆骁咽了一口唾沫，但是这玲珑宝塔可是荒王殿之物。妖媚女子道，你把他真身带走，把那化形投影留在这里不就行了？不行。陆骁摇了摇头，他虽然很心动，但还是有底线的，毕竟荒王殿对他有恩，不问自取，是为贼也。他做不出这种事来。结果他这话刚刚落下，那玲珑宝塔真身微微一动，将他手掌划破，一抹鲜血就此没入了宝塔之中。然后陆骁就感觉这宝塔跟自己产生了微妙联系，一时间陆骁脸色古怪，自己这是被强行认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玲珑宝塔发出轻颤，没入了他眉心之中。陆萧怎么驱逐都驱逐不出去。妖媚女子咯咯轻笑，别费劲了，这法器已经初步诞生了灵智，你赶不走的，既来之则安之，好好收下它吧。没看错的话，这可是五品法器，对你目前来说够用了。陆萧深吸一口气，心念一动，来到宝塔投影的第1层，走了出去。结果一出门，他就看到了无数双眼睛都纷纷聚焦在他身上。刷刷刷，10几个道骨仙锋的老者第一时间出现在他前面，一个个笑眯眯地看着他，那眼神都快要冒绿光了。紧接着又是5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红衣美妇御空而来，将他围了起来，那眼神同样炙热无比。他顿时吓得退了几步，这怎么回事？莫非自己获得玲珑宝塔和大明清心经之事暴露了？清玄子咧着一嘴老黄牙，凑到陆萧面前，小家伙，我是荒王殿太上长老清玄子，太上长老知道吗？辈分高，实力强，就算什么7殿殿主也都是老夫的晚辈，而且老夫一生不曾收徒，你若成了我的徒儿，你的辈分直接跟7殿殿主平起平坐，而且拜师礼还是一枚4品筑神丹。说着他手里出现一个玉瓶。收徒？陆萧一脸懵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其他人也纷纷开口了。小家伙，你别听他的，这老家伙一辈子没收过徒弟，哪懂什么教导弟子？你当老夫的关门弟子，老夫直接将我的擒龙太祖拳传授于你，这可是5品秘术。说话的正是擒龙道人，而他所说的擒龙太祖拳，则是当年他在一处上古遗迹所获得的拳法，霸道无比，威力极其凶悍。只可惜这些年来从未有人能够继承他的衣钵传承。其他几个太上长老也纷纷抛出橄榄枝，要么要送他神兵利器，要么就送珍贵无比的丹药，要么就送自己的成名绝技。抛出的橄榄枝非常诱人。总店主轻咳一声，小家伙，咱们宗门里的太上长老虽然身份高，但不理世事，如今已经是我们几大店主当家做主了，而我乃是荒王殿总店主，第1殿更是7殿之首。你若拜我为师，我保证你3个月内踏足神破境，1年内成为我荒王殿10大序列之一，在荒王殿横着走。小弟弟，你可不要被他们迷惑了，他们这些家伙没一个靠谱的，都是在给你画大饼啊。我们第5殿都是清一色的女弟子，一个个花容月貌，国色天香，你若进我们第5殿，以后可就是进了美人堆了。你要跟本店主修行，第5殿的那些女弟子还不是随你挑，甚至我还可以撮合你和影儿，让你们结为道侣。一时间那些荒王殿的弟子都羡慕到双眼发红了。第5殿也被他们戏称为玉女殿，先前便鲜少招收男弟子，到了这一代后更是直接不招男弟子了。没想到一向对男人无感，甚至还有些厌恶的第5殿殿主，居然会为了陆萧破例，甚至还要把他爱徒介绍给陆萧。第5殿殿主唯一亲传弟子南宫一儿，可是荒王殿第7序列，更是荒王殿新生代里的3大角色之一，天生一颗7窍玲珑心，无尘无垢，出尘如仙，不知道是多少荒王殿青年才俊的梦中情人。听说荒王殿10大序列之一就有2人是他的忠实追求者，甚至上一次2人还为了争得南宫影儿的青睐，差点当众大打出手，要不是被2方长辈压了下来，怕是要生死决战。只可惜听说南宫影儿一心向道，对这2个顶尖天才没有亲近之意。红月，你这就过分了，我们这是招弟子，岂可用美色诱惑？少年，你可千万别中计啊，他那弟子修炼的是无情道，压根不会对你有感觉的，他就是骗你去第5殿的。对，他贼精得很。其他几个店主都急了，红运气愤，这些家伙太不要脸了，居然当众戳穿他。场上的众多太上长老和6位店主争得面红耳赤，场面一片混乱。而作为当事人的陆萧却无比头疼，巴不得快来个人救救他。第7殿山巅之上，妖玄天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衣服，看着这些家伙吵得不可开交的模样，他心里无比舒爽。这些年来，他妖瑶姿送到青兰宗那小地方去修行，没少被其他人嘲笑，甚至很多人还阴阳怪气，说他此举完全是浪费妖瑶姿的天赋。最可恨的是，那些家伙还幸灾乐祸，巴不得妖瑶姿带一个小地方来的庸才回来，毕竟大足千金情窦初开被穷小子拐骗之事并不罕见。可今天他就要告诉那些家伙，他女儿哪怕是在青兰宗那种修行资源非常匮乏的地方，依旧稳扎稳打的踏入了神破境，且他女儿看上的男人更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绝世妖孽。曾经嘲笑他的那些家伙，今天都要被狠狠打脸。他该登场了。下一刻，他御剑而去，潇洒慵懒地赶往陆萧等人所在的方向。第7殿殿主到了，众人纷纷抬头望向这个荒王殿最年轻的殿主。妖玄天站在飞剑上，打着哈欠，装作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目光扫向这些太上长老和殿主，叹了一口气：诸位太上长老，
诸位店主，你们好歹也是我们荒王殿的大人物，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吵吵闹闹，跟泼妇骂街一样，这成何体统啊？我在第7殿睡觉，都被你们的大嗓门给吵醒了。对了，我刚才听你们说是想要收什么徒弟，难道这一次新生里有什么妖孽出现是哪位啊？让我也见识见识。陆萧、妖瑶姿、紫衣中年等人，明明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远处看戏，偏要装作一副刚睡醒的模样。以他们对妖玄天的了解，这是马上就要开启装逼模式了。6殿店主和那群太上长老看妖玄天到来，脸上顿时有些不好看。本来竞争就很激烈了，还要来一个竞争对手。诸位怎么都不说话？妖玄天又故作疑惑地问道。难道你们还怕我妖玄天跟你们抢不成？总店主轻哼一声，老七，你真是对我们荒王殿的大事一点也不关注啊？难道你不知道刚才有人闯过了玲珑宝塔第11层吗？什么？妖玄天惊诧地瞪大双眼，玲珑宝塔第11层居然被人闯过去了。这个闯过11层玲珑宝塔的绝世妖孽是哪位？陆萧深吸一口气，连忙站出来，朝妖玄天微微拱手，前辈，刚才闯过11层玲珑宝塔的正是晚辈。他知道自己是时候配合妖玄天装逼了。妖玄天在陆萧身上审视一番，装模作样的点了点头，原来就是你小子啊。算了，你跟我不合眼缘，我就不跟其他人争了。总店主呵呵一笑，老七，就算你想收这妖孽为徒，对方也未必愿意啊。你第7殿的竞争力可没我们强。没错，10大序列里没有一个是你们第7殿的人，可想而知你们第7殿的教学水平究竟如何了。这种妖孽进了你们第7殿，也只会是白白浪费了一身天赋而已。而且你这么懒散，肯定到时候又放养，连瑶姿那丫头都被你……哎，不说了，既然你有自知之明，那就在一旁看着吧。诸位店主说的是。妖玄天淡笑，我生性懒散，没有这个金刚钻就不揽这个瓷器活了，你们抢吧。嘴上虽然这么说，可他却悄然给了陆萧一个眼神。陆萧立马会意，他装作惊魂未定的模样，咽了一口唾沫。我想请问，哪位是第7殿店主？这话落下后，在场所有人齐齐将目光落在他身上。妖玄天嘴角却抑制不住地勾起，这小子果然上道啊。总店主轻咳一声，你问这个干嘛？第7殿是我们荒王殿综合实力最弱的一个殿，你大可不必考虑。没错，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第5殿吧。当我们这些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才是你的最佳选择啊。然而面对这些拉拢，陆萧斩钉截铁地开口道，不，我只想加入第7殿。全场死一般寂静。妖玄天感受到那些太上长老和6大殿主纷纷投来惊诧、错愕甚至嫉妒的眼神，立马昂首挺胸起来。他双手负后，逼气十足地开口，我就是第7殿殿主妖玄天。或许刚才6殿殿主和诸位太上长老如此讨好你，让你产生了你想加入哪一殿就能加入哪一殿的错觉，但我妖玄天可不是那种3言2语就能忽悠到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天赋而对你有什么特殊的照顾。说吧，你为何执意要加入我第7殿？说的好听的话，我可以考虑答应。妖玄天这话一下子就让其他人的脸色变得尤为铁青起来，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百般讨好，陆萧都不为所动，居然铁了心要加入第7殿。而且更重要的是，妖玄天居然还露出一副嫌弃的模样，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余光瞥到他们那吃了屎般的脸色，妖玄天的内心已经爽到无法形容了。今天他就要扬眉吐气的好好装一波。陆萧很是配合，恭敬道，妖前辈乃是荒王殿7位殿主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晚辈听闻前辈在修炼一道上颇有建树，所以想拜入您门下。就这？妖玄天摇了摇头，原来是本殿主的一个崇拜者而已，并无特殊之处，毕竟崇拜本殿主的人实在太多了。本殿主生性懒散，教导不了你这种天才，你还是加入其他殿，或者随便找一个太上长老当其弟子吧。说完，他就要转身离去，一副完全对陆萧不感兴趣的模样。而6殿殿主以及那10来位太上长老，一个个面沉如水。他们在这里费尽口舌，陆萧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们。结果陆萧要跟妖玄天混，妖玄天居然还拒绝了，这待遇对比，气人，太气人了。陆萧心底嘀咕，自己这未来老丈人是要把装逼进行到底了。眼看妖玄天就要走，他连忙喊道，七殿主，其实我来自于青兰宗，跟瑶姿相识，所以看在瑶姿的面子上，请让我加入第7殿。妖玄天这才回过头来，青兰宗，你跟我女儿认识？就在这时，人群中妖瑶姿把握时机走了出来。爹，陆萧都展现出了这么高的天赋，而且我跟他也算老相识了，你就勉为其难收他进第7殿吧。听到勉为其难这4个字眼，
其他6殿殿主和那些太上长老彻底绷不住了。这他妈纯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妖玄天看了一眼妖瑶姿，斥道：“你这丫头怎么胳膊往外拐？”妖瑶姿支支吾吾，低下头去。女儿在青鸾宗修行之时，师尊曾给我定下过一门婚约，陆萧就是我未婚夫。这话落下，全场再度陷入死寂。陆萧是妖瑶姿的未婚夫。未婚夫？妖玄天故作大怒：“你这不是让为父被人笑话吗？”虽然他闯过了玲珑宝塔第11层，虽然他做到了我们荒王殿千古以来从未曾有人做到之事，但他终究是一个小地方来的混小子，我是不会轻易同意这门婚事的。6殿殿主、诸多太上长老、众多弟子，一时间他们都分不清妖玄天究竟是在呵斥还是在炫耀。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陆萧继续配合妖玄天表演，请7殿主收晚辈到第7殿门下修行。妖玄天脸上阴晴不定，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道：“既然你这么诚心，那本殿主就勉为其难的把你收入第7殿门下吧。”说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其他6殿殿主和诸多太上长老，摊了摊手：“我也不想收他的，可他自己偏要坚持，我也没办法。还有，他是我女儿的未婚夫，就算我再不愿意，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对吧？”说到这，他一脸痛心疾首：“当初我就该听你们的，不该把瑶姿这丫头送到那种小地方去，结果现在，还真跟你们说的一样，她都18岁了，这才艰难突破到神魄境一重，把自己的天赋浪费掉了。而且，她居然还真跟你们说的那样，看上了一个小地方来的混小子，真是让我这个当爹的失望啊！”看到妖玄天那嘚瑟的模样，6殿殿主一个个脸色铁青，嘴角抽搐。18岁的神魄境一重，哪怕是荒王殿如今声名显赫的那些顶级天骄，都未必能在18岁时走出这一步。更何况妖瑶姿在青鸾宗可没有这些顶级天骄那么多修炼资源。至于妖瑶姿带回来的混小子，可是破了他们荒王殿记录的妖孽啊！以他们对妖玄天的了解，哪能不看不出来，妖玄天这老犊子就是在装逼。他们之前可没少阴阳妖玄天，现在算是被打脸了。妖瑶姿哪怕是在青鸾宗那种小地方修行了10年，但依旧天赋逆天，而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男人，哪怕是放在荒王殿内，那也是无人可比的逆天资质。妖玄天面带微笑，欣赏着他们那犹如便秘一般的脸色。最后还是总殿主缓解了尴尬：“老七啊，你这话就不对了。瑶姿从小就有超凡资质，如今已经跨出最重要的这一步了，不用多久就能冲击前5序列。至于你这未来女婿，那就更别说了，简直是有大帝之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我们都羡慕得很啊。”其他几个殿主都尴尬地附和几句：“哪里。”妖玄天摆了摆手：“你们就是太看得起他们了。”突然他话锋又是一转，继续道：“对了，子郎，我听你传讯回来说，这一次前往青鸾宗还获得了意外之喜，好像是谁跟天武学宫的灵狐一族打赌，把灵狐一族的血灵圣池给我们荒王殿抢过来了，有这么一回事吗？”人群中紫衣中年站出来拱手道：“殿主确有其事。”这话一出，整个荒王殿沸腾，就连那6大殿主和诸多太上长老脸上都掩饰不住激动。血灵圣池那可是好东西啊，对他们这些顶尖强者来说并无大用，可却对荒王殿的众多后辈有重大意义。他们对这血灵圣池可谓是眼馋已久了。没想到这一次前往青鸾宗，居然从灵狐一族手里抢来了。总殿主深吸一口气，急切问道：“子郎，这是怎么一回事？快把事情经过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妖玄天嘴角也缓缓勾起一抹笑容：“子郎，别卖关子了，没看到几位殿主和太上长老们都急得说不出话来了吗？”子郎轻咳一声，这才缓缓道：“此事也是陆公子的功劳。”陆萧，一时间陆萧再度成了众人的视野焦点。曾子琪忍不住嗤笑：“子长老，灵狐一族将这血灵圣池看得比命还重要，又怎会因为他一个灵海境武者而把这宝贝让出来？没记错的话，就算是天武学宫的弟子，灵狐一族也只允许他们1年内派30个弟子前往这血灵圣池洗礼，多一个都不行。您就算是吹，也吹得靠谱一点吧。”其他6殿殿主深以为然。陆萧区一个灵海境，怎能从灵狐一族手里抢来血灵圣池？子郎淡淡道：“曾公子有所不知，陆公子跟天武学宫有怨，灵狐一族的麒麟子令狐傲提出要跟陆公子一战，结果却惨败在陆公子手下，所以这血灵圣池就作为赌注归我们荒王殿了。”这话落下，周围再度沉寂下去。灵狐傲乃是天武学宫的天之骄子，早就踏入了神魄境，对标的可是荒王殿前10序列的绝顶天骄，陆萧怎么可能击败他？曾子琪又提出质疑，冷笑道：“我看陆萧身上气息不过是灵海境而已，而那灵狐傲传闻1年前便踏入了神魄境，我倒是想问问陆萧又是怎么赢他的。”子郎解释道：“
两人同进一战，陆公子碾压灵狐傲。众人再度沉默。灵狐傲这种绝世妖孽，哪怕是在同一境界中也是接近无敌的存在，但想到陆骁在玲珑宝塔内的表现，他们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总店主蹙眉，满脸忧愁。可这血灵圣池事关重大，一个赌注而已，灵狐一族岂会认账？我们未必能将其拿到手。就在这时，陆骁淡淡一笑：“这个我早已有准备，我已经用玄光镜将双方立下赌约和灵狐鳌拜在我手下的场景全都录了下来，他们想要反悔都没门。”说着，他手里出现了一个玄光镜，将灵力灌注进入其中，一个个画面在空中浮现。人群中，姬冷月俏脸有些不自然，没记错的话，这家伙手里的玄光镜还记录了一些关于他的画面。总店主立马哈哈大笑起来：“好，做得好，你小子果然机智。有了这个证据，他们灵狐一族想反悔都不行了。我们得马上找个机会去把血灵圣池收了，不能给他们反悔的机会。”不仅是总店主，其他几店的店主也一个个激动不已。有了这血灵圣池，荒王殿里那些灵海境的后辈弟子可就有福气了。这可是能让整个荒王殿后辈都受益的重大之事。妖玄天嘴角勾起一抹淡笑：“此事先不急，我们先来谈谈这血灵圣池的归属。依我之见，这血灵圣池是陆骁拼命从灵狐一族手里拿来的，理应归他掌管。诸位店主意下如何？”其他6店店主面面相觑，最后都望向总店主。总店主只能硬着头皮道：“老七，正常来说是该让陆骁来管，但陆骁毕竟是个新入店的弟子，年纪小，荒王殿可没有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弟子掌管如此重要资源的先例啊。”总店主这话一出，顿时间其他几店店主纷纷附和。妖玄天淡淡反问：“那荒王殿可曾有过一个如此年轻的弟子，帮我荒王殿夺下如此重要资源的先例？之所以没有这个先例，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而陆骁却做到了。”众人顿时哑口无言。所以还是按规矩来吧，以后荒王殿之弟子想要去血灵圣池接受洗礼，都得经过陆骁这个主人的同意。不过陆骁现在实力低微，所以由我第7店派人跟他一起看护，掌管这血灵圣池，各位也没意见吧？其他6店店主苦涩一笑，既然妖玄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们还能怎样？这血灵圣池是陆骁抢来的，而陆骁又是妖玄天未来女婿，这血灵圣池说是陆骁在掌管，其实是第7店所掌管。以后他们其他6店之人想要借用这血灵圣池，就得看妖玄天的脸色了。他们这个老七一下子就翻身做主人了。妖玄天看到其他几店店主那难看的表情，浑身舒畅淋漓。平日间这6店店主可没少让他难受，今天一下子全都讨回来了，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简直爽爆了。那些太上长老不耐烦地催促道：“好了，这些都是小事，赶紧让这些后辈再进去玲珑宝塔闯一闯，让我们这些老头子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好苗子。他们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可不想无功而返。”这些太上长老发话后，众多弟子眼里再度燃起了希冀。要是他们也能闯过玲珑宝塔第8、第9层，说不定也会被这些长老们看上，收为亲传弟子呢。接下来又有10几个人走进玲珑宝塔，然而他们的最高纪录也不过是闯过了6层玲珑宝塔。这些太上长老们脸上满是失望，这些人资质一般，他们压根提不起半点收徒的欲望。就在这时，陆骁看了一眼旁边的洛清仙和姬冷月，道：“要不你们也进去试试？”洛清仙想了想，点头，轻踏莲步走进了玲珑宝塔。1刻钟后，他一连闯过玲珑宝塔9层，最后在玲珑宝塔第10层内坚持了足足半刻钟才被震出来。这一下，场上再度掀起一片喧哗。虽然闯过玲珑宝塔第9层远远不如陆骁那么逆天，可也是极其难得的了。放眼整个荒王殿，也是天赋最顶尖的那一列。一时间，那些太上长老和其他6店店主都纷纷上前对他抛出橄榄枝。最后，洛清仙选择拜入第5店店主，也就是那位红衣美妇红韵的门下。毕竟妖瑶姿是妖玄天的女儿，她要是加入第7店的话，肯定要弱妖瑶姿一头。而若是拜第5店店主红韵为师，他就有了跟瑶瑶姿分庭抗礼的资本，这样一来也有底气跟妖瑶姿抢陆骁了。而姬冷月也在洛清仙之后走进玲珑宝塔，同样是轻而易举地闯过了第9层，在第10层撑了好一会。他一出来就被那群太上长老和诸多店主给围了起来。第5店店主脸上带着温婉笑意：“我第5店都是女子，你来我第5店修行最好不过，你要是不嫌弃，以后我便是你师尊了。”姬冷月微微颔首：“师尊。”红衣美妇笑得花枝乱颤，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虽然没能把陆骁这个顶级妖孽给拉拢过来，可他新收的这2个徒儿也不差，他已经非常满意了。这让其他店主非常不爽，纷纷吐槽：“红月，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这等资质的弟子，我们荒王殿10年都很难出现一个，结果你一个人带走了2个，这让我们怎么活？”
就是，你啊，太贪心了。第五店主红晕淡笑道：“她们都是女子，跟我第五店实在有缘。这样吧，其他人我也不跟你们抢了，这2个弟子我就带走了。”临走前，洛清仙有些不舍地跟陆萧和徐须道几人打了个招呼，而姬冷月则是脸色淡漠，只是冷冷寡了一眼陆萧。其他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红晕把这2个天赋不错的女弟子带走。妖玄天已经狠狠装了一波，再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当下，他将目光望向陆萧和徐须道一家3口，微笑道：“跟我来吧，我带你们上第7殿。”而云清雪呆呆站在原地，看着洛清仙和陆萧几人被带走，眼神中满是复杂。陆萧一进荒王殿就破了荒王殿的记录而备受瞩目，洛清仙她曾经的闺蜜，如今也被第五殿殿主收为了亲传弟子。而她云清雪呢，在这天才云集的荒王殿里，似乎还没开始绽放光芒，就已泯然众人。她万般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双方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前往第7殿的路上，几人路上闲聊，陆萧也从妖瑶姿和妖玄天等人口中了解了很多关于荒王殿的信息。荒王殿共有7大分殿，一般而言都是随便称呼，从第1殿到第7殿。可实际上，这7殿以北斗7星为名，名字分别是天书殿、天玄殿、天机殿、天权殿、玉衡殿、开阳殿和瑶光殿，而第7殿就是瑶光殿。至于那些太上长老，那都是宗门里的老怪物了，不归这7殿中的任何一殿管，权限很大，平时不管日常事务，但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们同意，就连各殿殿主都要对他们礼让3分。妖玄天对陆萧笑道：“现在你已经被打上我瑶光殿的标签了，他们已经把你记住了，你可要小心点。”陆萧问道：“妖前辈，荒王殿内部内斗也很严重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妖玄天平淡道：“我们7殿之间自然少不了明争暗斗，但也仅限于小打小闹，毕竟大家闲着蛋疼没事干嘛。你别看我们几大殿主斗嘴斗得挺凶，其实我们关系还不错，遇到什么重大事情也可以相互商量，一致对外。”顿了顿，他又道：“对了，这2天你先休息一下，过2天我带你杀上门去灵狐一族的祖地问他们讨要血灵圣池。既然你跟瑶子有婚约，那也是我妖玄天的半个儿子，他们先前如此欺压你，这个公道我会替你讨回来。”谢妖殿主。陆萧心里感动，恭敬道谢。灵狐一族害徐须道遭受如此重创，这一笔账他迟早会跟对方清算明白，把对方的血灵圣池抢到手只是第一步。妖玄天打了个哈欠：“瑶子，你带他们去休息吧，我先回第7殿了。”他今天装了个大逼，心情很舒畅。很快，陆萧和徐须道父女3人就被安顿到了第7殿的一处幽静院落。妖瑶知道，我父亲特地给徐峰主安排了一个第7殿执事的身份，有了这身份，可自由在荒王殿内行动，没人敢对你们不敬。说着，他拿出一枚令牌。徐须道一愣，旋即道谢道：“妖殿主真是有心了。徐峰主，虽然您名义上是执事，但您现在身体不适，所以第7殿的事务您用不着操心，养伤为重。”好。徐须道也并未矫情，将令牌接了下来。妖瑶姿朝陆萧俏皮地眨了眨眼，而后告辞离开此地。莫青竹感慨道：“这下我们还真是欠下天大的人情了，看妖殿主这模样，真把萧儿当成女婿一般来看待了。”说着，他又幽怨地看了一眼徐须道：“都怪你当初脑子发昏，给萧儿定下这么多婚事。清仙那丫头似乎也对萧儿有意，现在该如何收场？”徐须道轻咳一声：“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初是他们家长辈主动要跟萧儿订婚，我也只是被迫无奈啊。”说着，他拍了拍陆萧的肩膀，语重心长道：“这些事就靠你自己来处理了，实在不行，那就全都收了吧。我看这几个丫头都挺不错的。”莫青竹气恼，一把揪住他耳朵：“你在瞎说什么？萧儿是这种花心的人吗？不过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这2个丫头对萧儿都无可挑剔，我要是萧儿的话，我也无法抉择。”陆萧头疼不已，不管是洛清仙还是妖瑶姿，他都欠对方太多。现在就连姬冷月这座冰山似乎也跟之前不一样了，他能明显感觉到这女人碰见妖瑶姿和洛清仙之时会有一股莫名醋意。不过很快他就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甩到一边去，现在不是想这些儿女情长的时候。最紧迫之事是炼制出神元涅槃丹，而神元涅槃丹需以7种3品上阶灵药、6种4品下阶灵药、3种4品中阶灵药和1种4品上阶灵药炼制而成。3品上阶灵药不算难找，在荒王殿应该可以找到大部分，但是4品灵药就比较稀罕了，需要花费一点功夫。休息一晚后，翌日他直接前往灵药阁。刚到灵药阁门口，就有不少人认出了他，顿时朝他投来好奇的目光。毕竟昨天他连闯11层玲珑宝塔，破了荒王殿1000年来的记录，一战成名，不管是荒王殿的那些新生还是老生，都听说了他的事迹。陆萧没有理会这些目光，走进灵药阁后，拿出了一个药材清单。
我想问一下，这些药材灵药阁里有没有存货？价格如何？灵药阁前台弟子看了一眼这些清单，道：你这里一共有17种灵药，不过我们灵药阁只有9种有存货，7种3品上阶灵药和2种4品下阶的灵药。好，陆萧微微颔首，这9种药材价格一共是多少？前台弟子开口道：2300多中品灵石。陆萧咂舌，2300多中品灵石，换算下来就是23万下品灵石，而且这还是7种3品上阶灵药和其中2种4品下阶灵药的价格而已。要是凑齐炼制神元涅槃丹的灵药，恐怕至少要100万下品灵石。因为4品中阶灵药和4品上阶灵药会更贵，甚至其中有一些珍稀灵药，有钱都还不一定买得到。陆萧又问道：这2种4品下阶灵药需要多少灵石？9万下品灵石。陆萧苦笑，他买不起，他手上现在只剩下从铃木丸手上坑来的那5万下品灵石了，看来只能走老本行，靠炼丹赚点灵石了。接下来的2-3天时间里，陆萧遁入神魔藏场内，马不停蹄地炼制丹药，除去成本后，这些丹药一共赚了10几万下品灵石。他拿到这笔灵石后，第一时间把这2种炼制神元涅槃丹所需的4品下阶灵药买了下来，免得被其他人买走。另外，他还买了一些神魂液，准备以神魂液将魂力提升到3品上阶，到时候他就可以尝试炼制准4品丹药了。经过这几天在神魔藏场磨练炼丹术，炼丹造诣飞速进展，炼制3品上阶丹药几乎已经可以达到100%成功率。这几天里，他已经将能收集的灵药全都收集完毕了，但目前也仅是通过灵药阁收集了炼制神元涅槃丹的11种灵药而已，而剩下的6种估计得到外边去寻找。陆萧第一时间想到了凌霄宝阁。虽然荒王殿是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之一，但论收集灵药和丹药这一块，明显是凌霄宝阁的渠道更多，效率更高。想要尽快将这些灵药收集完毕，只能借助凌霄宝阁这个渠道了。而就在他闭关的第3天，妖玄天找上门来了。陆萧连忙起身行礼：七店主。不必多礼。妖玄天摆了摆手，10日之期马上就到，灵狐一族那边现在还没有动静，看来是不打算主动履行承诺了。你准备一下吧，我带你们杀上门去，直接逼他们交出血灵圣池，我倒要看看他灵狐一族是否有胆量赖这笔账。听到妖玄天提起灵狐一族，陆萧眼中闪过一抹冷意。好，要不是灵狐一族跟苏泽父女勾结，暗害徐须道，徐须道如今又怎会如此？这一笔账他一直都记着，现在就先从他们身上取一点利息，把他们的心头肉血灵圣池夺来。好，你忙吧，记得准备好。妖玄天拍了拍他的肩膀。妖玄天离开后，陆萧也没闲着，而是直接进入神魔藏场闭关，重复炼丹、卖丹药、提升魂力这个过程。他要用最快的速度炼制出神元涅槃丹。对徐须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必须争分夺秒。2天后，从神魔藏场里出来的陆萧，在神魂液的帮助下，成功晋级3品上阶魂师。不过，他的魂力比一般的3品上阶魂师要强悍多了，就算是炼制准4品丹药，也不在话下。他刚闭关出来，妖玄天便带着一众第7殿的长老和执事，御剑腾飞而来，浩浩荡荡地降临在他的住所之外。妖瑶姿赫然也在其中。看到妖玄天搞这么大阵仗，陆萧也微微露出惊诧之色。妖瑶姿轻笑道：陆萧，我爹说了，这一次杀上灵狐一族，不仅是为了血灵圣池，也是为了给徐峰主和你讨一个公道。你要是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好，陆萧心中感动，点了点头。妖玄天意气风发地挥挥手：出发吧，直接去灵狐一族的族地百灵城。是，店主。第7殿的诸多长老和执事齐声回应，一个个神色激动。毕竟他们荒王殿也已经好多年没有开疆拓土了，这一次他们第7殿要是真的拿下这血灵圣池的话，以后其他6殿之人还敢在他们第7殿趾高气扬吗？都是弟弟，上来。妖瑶子美眸含笑，朝陆萧招了招手：我带你御剑飞行。陆萧看了一眼妖玄天，发现后者只是脸色微变，但并未多言，这才走向妖瑶姿，小心翼翼地踏上他玉足之下的飞剑。妖瑶姿咯咯轻笑，一把将他拉了过来，那柔媚声音轻轻在他耳边响起：呆子，还愣着干嘛？快搂住我的腰啊！陆萧喉结滚动了一下，有些颤颤巍巍地搂住了妖瑶姿的柳腰，柔软温润，靠紧一点点，别摔着了。妖瑶姿回眸一笑，刹那间风情万种。走了。妖玄天御剑而来，经过2人时还狠狠瞪了一眼陆萧，警告意味浓烈。刷刷刷，一道道飞剑御空而出，划过苍穹，朝着外边去。陆萧只觉耳边风声呼啸，脚下摇摇欲坠，只能紧紧抱着妖瑶姿的柳腰，生怕自己从飞剑之上跌落下来。他低声问道：瑶姿，你们神魄劲武者不都是可以御空飞行的吗？
怎么不直接御空飞行，而是御剑而行？夭夭姿发出银铃般的轻笑，因为你不是神魄劲武者，我们是为了照顾你才用飞剑。怎么抱着我，你不开心吗？陆萧看陆萧表情变化，夭夭姿又连忙笑道：这不是傻瓜，我这话逗你的，其实我爹就是为了拉风一点。陆萧无语，这理由很妖玄天。他又好奇问道：那之前妖店主是怎么突然出现在青兰宗的？我们就跟之前一样，直接前往灵狐一族的族地不就好了吗？夭夭姿耐心解释，以我父亲的修为还达不到破碎虚空一念千里的地步，上一次他能瞬间出现在青兰宗，是因为我用了他留给我的一个秘宝。那秘宝是一个子母法器，我手中的是子器，而我父亲手中的则是一个母器。只要催动我手中的子器，另一边的母器就可以感应到子器的位置，并且开启一个传送阵，将它传送到子器所在的位置。但现在这种秘宝极其稀少，而且大多数是一次性用品，所以这一次我们只能飞行过去了。原来如此。陆萧点头，顿了顿，夭夭姿又道：最重要的是，我父亲觉得这样带着众多人马一路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杀过去，拉风。陆萧，好吧，拉风就完了。2天后，陆萧等人在妖玄天的带领下到达了灵狐一族的核心之地百灵城。刷刷刷，妖玄天脚踩飞剑，双手负后，一马当先，带着众人直接闯了进去。一道道飞剑划过百灵城上空，数十道强大的气息在百灵城上空蔓延。一时间，整个百灵城都陷入了惊恐和混乱之中，无数灵狐一族的强者纷纷从城内腾空而起，冷着脸挡在了妖玄天等人面前。来者何人？居然敢不经允许擅闯我灵狐一族的族地！妖玄天面带淡笑，平淡而霸气的声音在整个百灵城上空荡开。我乃荒王殿第7殿殿主妖玄天，今天前来此地，乃是为了灵狐一族讨要一样东西。你还没资格跟我对话，让你们灵狐老族滚出来！放肆！大胆！就算你是荒王殿之人，也不可擅闯我灵狐一族。荒王殿和天武学宫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此举如此放肆，是想要挑起2大超凡势力之间的死斗吗？这些灵狐一族强者大怒，哼！妖玄天冷哼一声，挥手之间气劲席卷而出，这些神魄劲武者纷纷被这道可怕的力量震退，纷纷吐血。今日我妖玄天前来此地，师出有名，再敢挡路，生死自负。说完，他回头看了一眼陆萧众人，进去直接去找那老狗要个说法。说完，他率先带头继续一路前行，一路长驱直入，直奔百灵城核心之地灵狐一族的府邸所在。妖玄天的霸道让灵狐一族这些强者一个个脸色铁青的可怕，可他们这些低阶神魄劲武者压根无法在对方手下过上一招。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也隐约察觉到了妖玄天此番前来灵狐一族核心族的所谓何事了。听说前段时间灵狐大少在青兰宗受创，被打到道心崩溃，灵狐老祖和灵狐一族的诸多族老都怕他走不出心魔，所以将他带回了族的修养。今天这荒王殿之人大张旗鼓前来，怕是要让灵狐傲再度想起不堪之事，好不容易才平静的心境再度受到影响。而随着第7殿这些强者强势闯入灵狐一族府邸内，那些顶级强者也有所反应，他们一个个脸色凝重。身为灵狐一族当代家主灵狐修谋子咪起身躯缓缓腾空而起，在他身后一大群灵狐一族的族老门客纷纷现身。刷刷刷，顷刻之间，妖玄天已经带着第7殿的众人赶到了，双方凌立虚空之上，剑拔弩张。而陆萧也缓缓松开了放在妖瑶姿柳腰之上的那双手。灵狐修目光微冷，7殿主，我灵狐一族所在的百灵城乃是天武学宫管辖之内的城池，你带人贸然闯入，这是意欲何为？妖玄天淡淡道，无意冒犯，只是前来讨一笔账罢了。什么账？灵狐修淡漠反问。血灵圣池。妖玄天冷笑道，你灵狐一族该不会想要反悔吧？灵狐修神色平淡，我灵狐一族有答应过此事吗？再说了，这血灵圣池可是天武学宫之物，我灵狐一族只是代管罢了。那我不管。妖玄天嘴角戏谑，当初我只给你们老祖10天时间，现在期限快到了，该给个交代了。令狐修，虽然你是灵狐一族当代家主，但在我面前还不够看，让你家老祖滚出来说话。灵狐修眼里满是怒火，声音冷冽，妖玄天，你太狂妄了。妖玄天淡淡道，今天我师出有名，你们要是敢跟我东拉西扯的话，我不介意把这里搅得翻天覆地，再将你们灵狐一族麒麟子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打败，灵狐一族还赖账之事说出去，让你们沦为东荒域的笑柄。灵狐修冷冷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灵狐一族把血灵圣池输给了你们？就凭你们一面之词，你以为其他人会信吗？他说话之时，
那阴沉的目光也随之落在了陆骁身上。就是这家伙击败了他的儿子。他儿子灵狐傲天生麒麟子，从小就被他灵狐一族乃至天武学宫寄予厚望，自修行来堆砌了无数资源，结果却败给了陆骁。而且最重要的是，灵狐傲曾说过，此子体内有一根神秘道骨，威压强悍到连他体内的麒麟真血都隐隐有种被镇压的感觉。如今灵狐傲最大的心魔，除了败在陆骁手中之外，还有一个，那就是他做了梦都想要得到这根道骨。如果有麒麟血加上这根道骨，灵狐傲日后的前途必定不可限量，踏入那传说之中的荣天之境，基本是板上钉钉之事。这让他盯着陆骁的目光也灼热了几分。妖玄天彻底没了耐心，直接大手一挥，哗啦啦，下方无数房屋殿宇纷纷在他这一击之下轰塌。这血灵圣池你们是给还是不给？如果不给的话，我可就不敢保证我下一次的攻击会不会落在你们身上了。灵狐修脸色越发清白了，他很清楚血灵圣池从长久来看对一个势力有多么重要。这血灵圣池能年轻一代的弟子资质提升一小个档次，而这一小个档次说不定刚好就是能卡住无数人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们灵狐一族真要丢了这血灵圣池，天武学宫必然震怒，他们灵狐一族也会被天武学宫内的其他派系联合起来发难，后果很严重。可他也很无奈啊，连灵狐老祖都不是妖玄天的对手，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认账，再把天武学宫这座大山拉出来施压。血灵圣池乃是天武学宫之物，你妖玄天敢染指的话，你觉得天武学宫会同意吗？且你没有任何证据就敢对我们灵狐一族强取豪夺的话，我天武学宫也师出有名，到时候后果可就严重了。就在这时，陆骁冷笑一声，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想要证据是吧？我这就把证据给你们看。说着，他催动玄光镜，然后一个个画面映射在了虚空之中，从双方定下赌约，再到灵狐傲被他当场打成死狗，甚至连灵狐老祖被妖玄天打得吐血的画面都尽在其中。这一幕让灵狐一族的众人全都脸色铁青起来。小子，放肆！灵狐修脸色一冷，抬手就要去抓陆骁手中的玄光镜。这些画面一旦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他们灵狐一族将会颜面扫地，所以他必须要将这证据毁灭。然而他才刚出手，妖玄天同样出手了，后发制人，直接一巴掌把他拍落地面，整个身体好像炮弹一般射入地面之中，烟尘四飞，一个大坑出现。哇！灵狐修张嘴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当我不存在吗？妖玄天缓缓收回手掌，冷道：想死？他那庞大威压落下，让重伤的灵狐修如肩负重月，连膝盖都直不起来了，就要被压得跪倒在地上。妖玄天，你过了！一道苍老声音传了出来。一直龟缩不出的灵狐老祖终于现身。妖玄天嗤笑一声：老东西，怎么还想再比试比试？灵狐老祖老脸阴沉如水，最后他冷道：这血灵圣池我灵狐一族让给你们了，但这玄光镜内的所有画面你们要删掉，不可外泄。这血灵圣池眼看已经保不住了，他们还不如顺水推舟，提一个小小的条件，想办法保住灵狐一族的声誉。好，妖玄天一口答应下来。不过既然你们还有这种要求，那血灵圣池附近的那个古月城也归我们了，反正那古月城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个条件不过分吧？可以。灵狐老祖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忍着屈辱答应下这条件。妖玄天哈哈大笑，对第七殿的众多强者招了招手：走，去收取我们的战利品去。说着他还朝陆骁眨了眨眼：你小子有福气了，这血灵圣池对你们灵海境武者的裨益可是最大的。好。陆骁重重点头。现在他已经是灵海境5重，要是提升到灵海境6重的话，那他的战力将会再进一步，媲美真正的神魄境1重武者。只不过境界差距终究太大，估计也只是能跟最弱的那种神魄境1重武者抗衡而已。但这在外人看来已经很逆天了。陆骁突然问道：瑶子，我听说这血灵圣池能滋养武者血气之功效，不知道对我师尊的伤势可有作用？有。瑶子点了点头，不过也只是能减缓一下他的痛苦，滋补血肉精气，但依旧治标不治本。陆骁深吸一口气，如此的话也足够了。古月城距离灵狐一族的族地并不远，只有1000里距离。在御剑飞行的情况下，众人也只是花了4-5个时辰便赶到了。赶到此地的时候，灵狐一族那些镇守在这里的人已经撤出了古月城，而妖玄天则是大摇大摆的让第7殿的众多强者接管了城内的一切，然后直接强势入驻，命人去看守血灵圣池。妖玄天在城内逛了一圈后，有些惋惜的感慨道：这古月城确实贫瘠，除了有这么一个天地孕育的血灵圣池之外，再无其他资源了。
也难怪灵狐一族能这么爽快答应撤出去。陆骁问道：“店主，这血灵圣池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嘿嘿，妖玄天笑道：“这是我们第7殿拿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我们第7殿的人先享用，先让那些后辈提升一下。听说这血灵圣池一次性可以让30人接受洗礼，第一次嘛，我们第7殿就占15个，其他6大殿占15个，就让他们去抢这15个名额吧。”说到这，他似乎又想到了其他6大殿殿主为了这15个名额抢得头破血流的模样，脸上又不由露出贼笑。陆骁点了点头，这血灵圣池是可以无限使用的吗？半年可开启一次。妖玄天道：“虽然它是天地所孕育的灵池，但恢复也需要时间，一般来说半年时间可以恢复到最佳状态，洗礼的效果可以达到最大化。”原来如此。陆骁颔首。当然了，平时有特殊情况的话也可以开启洗礼。妖玄天道：“但人数不能太多，否则将会影响效果。”一旁的子郎开口道：“店主，那我现在就传这个信息回荒王殿。”去吧。妖玄天摆摆手，说完他又对陆骁和瑶瑶滋道：“我带你们去血灵圣池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情况。”顿了顿，他又道：“哦，对了，子郎，对外散布消息，就说灵狐一族的灵狐傲被我荒王殿弟子击败，把血灵圣池输给了我荒王殿。”子郎犹豫了一下：“店主，这……”妖玄天摆摆手：“别跟我讲什么信誉，是他们不讲信誉在先，要不是我杀上门去，他们会把血灵圣池交出来。再说了，他们欺压老子女婿，不灭他们全族算给脸了，现在只是让他们丢点脸而已，算便宜他们了。老子跟他们玩的就是不讲信用，玩的就是杀人诛心。”子郎点点头：“是。”陆骁对妖玄天的做法感到很解气，跟灵狐一族这种货色还讲什么道义，让他们颜面扫地都算便宜他们了。等他实力强大后，灵狐一族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古月城内，血灵圣池所在之地，陆骁和瑶瑶滋在妖玄天的带领下进入了血灵圣池。只见一个巨大的灵池出现在他们面前，血灵圣池周围灵气充沛，雾气萦绕，颇有几分人间仙境的味道。在这里，连呼吸都令人有种神清气爽之感，好一处洞天福地。妖玄天也嘿嘿一笑，看来这次还真从他们手里捡到大便宜了。而且看目前这情况，这血灵圣池里面的天地精气非常浓郁，这些家伙最近都没开启过，一直等着呢。再过几日，此地的灵气将会达到最顶点，正是开启洗礼的最佳时刻。陆骁眼神一亮：“那岂不是说这几天时间就可以开启洗礼了？”妖玄天点头：“这几天你们2个就在这古月城等着吧。”子郎把消息传回荒王殿后，其他人应该也很快从荒王殿赶过来了。我会吩咐子郎把你师尊也一起带过来接受洗礼，可让他肉身恢复些许。谢店主。陆骁感激不已。接下来的3天里，陆骁也将城内的大概情况摸索清楚了。古月城里也有一个凌霄宝阁的小分部，陆骁将自己所需的药材清单提交给这个小分部，让他们提交给总部，让凌霄宝阁帮忙收集炼制神元涅槃丹的天材地宝。因为陆骁拿出的贵宾令牌太过惊人，所以这些凌霄宝阁之人也不敢耽搁，第一时间恭恭敬敬地帮陆骁去处理此事。直到3天后，凌霄宝阁古月城分部阁主亲自上门找到了陆骁：“陆公子，您让我们凌霄宝阁找的药材有一些消息了，请说。”陆骁微笑：“你要找的这6种药材都非常珍贵，我们凌霄宝阁也只有其中3种而已。3种灵药分别是藏红花、龙须根、天灵玄草。”听到只找到这3种，陆骁眼中也露出一抹淡淡的失望之色，不过他还是拱了拱手：“有劳你们了。对了，陆公子，还有一件事。”凌霄宝阁分阁主又道：“您所需要的盘龙九玄果，我们凌霄宝阁无法获得。”陆骁一愣：“为何？”因为这盘龙九玄果母树乃是大商皇室的镇果之宝，1年只结9枚果子，而且还是4品中阶的灵果，大商皇室从不外卖。如果陆公子想要这盘龙九玄果，可能要亲自前往大商皇朝一趟。得到这个消息的陆骁内心微微一颤，旋即朝对方拱了拱手：“多谢凌霄宝阁为我提供这些额外的消息。东荒域境内只有一流势力建立一个国度才能称之为皇朝，这些一流势力也相当强悍，仅次于荒王殿和天武学宫2大超凡势力，而大商皇朝就是其中之一。”陆骁心里琢磨，怎样才能从对方手里拿到这盘龙九玄果？毕竟这可是炼制神元涅槃丹的4大主要之一，很珍惜，也很重要。顿了顿，他对阁主道：“过2日我再去你们凌霄宝阁取。这3种灵药的价格不低，他现在拿不出这么多灵石，那我们恭候陆公子。”凌霄宝阁分阁主告辞离去，陆骁亲自将他送到门外。目送阁主离开后，瑶瑶滋挑眉问道：“你最近一直在搜寻灵药，是有什么大用吗？”陆骁对他也没隐瞒，如实道：“
我偶然得知了一个丹方，这个丹药可修复我师尊的本源，我要收集这些灵药来为他炼丹。真假？居然还有这种神奇的丹药！夭夭子美眸微颤，看你收集的这些灵药，这丹药品级应该不低吧？4品上阶丹药，但它的药效应该不比准5品大丹药差。陆萧叹了一口气，想要凑齐这些药材很难，不过现在有了盘龙9玄果的消息，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夭夭子想了想，认真道：我跟你去大商皇朝讨要盘龙9玄果，要是搬出我爹的名头，他们应该会给个面子。陆萧点了点他的脑袋，笑道：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再说了，大商皇朝也不是吃素的主，说不定你借着荒王殿的威势去跟人家谈，人家反而更加排斥了。我再想想有没有两全其美之法。好吧，我也尽量找人帮你调查一下。夭夭子道。突然，夭夭子将眸子投向远方，我们荒王殿的人来了。陆萧闻言将神识释放，果然感受到了数十道强大气息正在朝这边赶来，浩浩荡荡，人数众多，其中他也感应到了徐须道的气息。没过多久，一群荒王殿的老辈人物便带着一群气度不凡的青年和少年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之中，正是荒王殿的众人。师尊，陆萧第一时间上前迎接徐须道。徐须道淡笑颔首。陆萧。洛清仙款款走来，面含温婉笑意，这么久才跟陆萧重逢，美眸里掩饰不住欣喜。而一旁的姬冷月依旧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只是那双清冽的眸子里的余光时不时在陆萧身上扫过。他们两人都获得了第5殿的名额，前来接受血灵圣池的洗礼，也算是鸿运给这2个刚收的亲传弟子的见面礼了。虽然姬冷月已经踏足神魄境，但依旧可以借血灵圣池的妙用巩固灵海境界，对他日后修行大有裨益。不仅是他，人群中有不少人同样是突破了神魄境的年轻一辈，甚至荒王殿10大序列都来齐了。突然，一道无喜无悲的清淡女声传出：清仙，此地人数众多，不要跟男人太过密切，来时师尊便交代过了，让我要看好2位师妹，而且他还是瑶子的未婚夫，你此举实在不妥。陆萧侧目望去，发现开口的是一个容颜气质都鹤立鸡群的绝美女子。她身穿一袭雪白不染的素衣，3000青丝以一条束带随意束起，丝带从腰间穿过，将那完美的身材曲线勾勒而出。哪怕她已经尽量穿得宽松素雅，但依旧可看出她身材的火爆。姬冷月冷艳，洛清仙清雅，而这女子就真的是极致的淡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动摇她的心境。此女正是南宫一儿，第5殿殿主鸿运的亲传大弟子，姬冷月和洛清仙的同门大师姐，10大序列之中排名第7。洛清仙笑：师姐，我也是她未婚妻，我们亲近一点也没事吧？未婚妻？一时间全场沉默了。夭夭子是陆萧的未婚妻，现在洛清仙说自己也是陆萧未婚妻，怎么一回事啊？曾子琪突然厉喝一声：陆萧，你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敢骗妖殿主和瑶姿！你跟瑶姿已有婚约在身，还敢跟其他女人有不清不楚的关系？瑶姿，这下你总算看清这家伙的真面目了吧？与你何干？夭夭子满脸厌恶：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曾子琪顿时巴结起来：瑶姿，我这是帮你说话啊，他这不是3心2意骗人感情吗？夭夭子白了他一眼道：陆萧有10几个未婚妻，我都是知道的，那又怎么了？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多嘴。10几个未婚妻，周围那些男弟子傻眼，全都齐刷刷地望向陆萧，眼神里满是羡慕嫉妒恨。陆萧只觉浑身凉飕飕的，头大如斗。这下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南宫一儿看着陆萧的眼神，更是多了几分厌恶。原来是个登徒浪子，清仙，这种男人不值得你托付，而且师尊也绝对不会同意你跟他在一起的。洛清仙甜甜一笑：师姐，我心里有数，陆萧他不是这种人。众人再度沉默。这家伙脚踏2只船，结果夭夭姿和洛清仙这2个绝色美女居然还这么对他死心塌地，百般维护，他们心都要碎了。这家伙何德何能啊？他是给2女下了情蛊吗？瑶姿，这家伙就是个渣男，脚踏2只船，你可千万不要给他蒙蔽了啊！曾子琪急道。夭夭姿妩媚一笑：优秀的男人多一点女人追求很正常。曾子琪脸色青白交加，这家伙究竟给夭夭姿灌了什么迷魂汤？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他疯了？夭夭姿和洛清仙，只要他们愿意，招招手就有无数青年才俊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结果他们却要2女抢一夫，为陆萧争风吃醋。就在这时，他身旁的一个青年语气略带玩味的开口，摇头笑道：曾大少，看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整个荒王殿谁不知道曾子琪从小就喜欢夭夭姿，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哪怕是夭夭姿去青兰宗修行10年，他都一直念念不忘。听到这嘲讽的曾子琪冷哼道：诸葛白，你还是管好自己的破事先吧，
南宫小姐的追求者也不少，你可要加把劲，免得这些年来的努力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诸葛白听到这话，脸上尴尬，但眼底笑意也收敛了些。曾子期在感情上不如意，他自己又何曾不是呢？他的女神南宫翊儿压根没正眼看过他，不过这不代表他没机会，只是他还没感动南宫翊儿而已。只要他继续付出，他相信南宫翊儿总有一天会对他敞开心扉。师姐，我就先走一步了。洛清仙不想听他们在这吵吵闹闹，立刻跟南宫翊儿打了个招呼，拉住陆潇的手，陆潇，我们边走边聊吧。陆潇，走这边。妖瑶姿毫不示弱地拉起陆潇的另一只手，看着被两大角色夹在中间，尽享奇人之福的陆潇，那些男弟子脸上满是羡慕嫉妒恨。这家伙是给这两个美女下了什么迷魂药？南宫翊儿摇头，他也想不明白，世间情爱哪有修炼香，哪有正的大道有意思。他侧头看了一眼，发现姬冷月孤傲地站在他身旁，对周围的男人不假辞色。南宫翊儿俏脸稍缓，冷月，还是你比较理智，对情爱这种虚无之物看得透彻。姬冷月语气嘲弄，师姐说得对，想不明白某些女人居然会把一个脚踏几只船的男人当成宝一样来对待，简直可笑。妖瑶姿似笑非笑，你最好是言行如一。姬冷月嗤之以鼻，他压根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跟陆潇相处，他可比这两个女人了解陆潇，可谓是知根知底。只要他把元阳丹往那一摆，再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这家伙立马就会如他所愿，成为他姬冷月的修炼炉鼎。再想到这两个女人视为珍宝的男人不过是自己的修炼炉鼎，姬冷月的嘴角笑意更加嘲弄。他姬冷月才是最大赢家，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大赢家。就在这时，一个长相英俊的玄衣青年上前，对姬冷月发出邀请：冷月，我们一起前行。他是第二殿殿主首徒陈峰，10大序列中排名第5。姬冷月从进入荒王殿的那一刻开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就喜欢这种冰山美人。姬冷月那种轻熟风韵是其他同龄女子身上所没有的，对他这种年纪的青年来说有着致命吸引力。再者，两人都是殿主亲传，天赋和实力都非常相近，简直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所以他打算趁这次前来百灵城的机会，跟姬冷月多相处相处，借这个难得的机会获得这冰山美人的青睐。姬冷月淡漠地瞥了一眼他，我跟你很熟。陈峰风度翩翩，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兴趣知道你是谁。姬冷月直接打断了他，又望向陆潇三人，你们三个在这卿卿我我，连我这个同为青兰宗出来的弟子声誉都被影响了，希望以后你们能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洛清仙道，尤其是清仙你，现在是我师妹，师尊叮嘱过我们千万不要被男人给骗了，所以我得看好你。说着，他发出一股气劲拂向三人，寒意顿时袭来，顿时间妖瑶姿和洛清仙都下意识松开了陆潇的手。陆潇被寒气击中，打了个冷战，两女有些气愤地看着他。妖瑶姿冷笑，姬冷月，你该不会也喜欢陆潇吧？姬冷月一脸冷傲，你放心，我就算是瞎了眼也看不上这种男人。喜欢这家伙？开什么玩笑，这家伙不过是他的一个修炼炉鼎罢了。南宫翊儿很是满意，姬冷月这话说的太对他胃口了，不愧是他南宫翊儿的师妹。妖瑶姿和洛清仙这种恋爱脑不利于修行，而他和姬冷月这种道心坚定一心求道之人不会被所谓情爱动摇，才能在武道上走得更远。而脸上淡漠的姬冷月已经在心中暗盘算着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好好利用一下陆潇，提升一下修为了。就今晚了，就当着这两个女人的面。每次看到陆潇跟这两女人卿卿我我，他心里就有一股无名怒火腾起。他姬冷月的专属修炼炉鼎，就算他不用，他也不想让其他女人随意染指。就在这时，第一殿首徒，也就是大殿主的亲传弟子楚凌风开口圆场：诸位，我们先去找七殿主吧，估计他已经等候多时了。楚凌风一发话，众人也不再吵闹了。楚凌风作为荒王殿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在他们中颇有威望，大家还是很给面子的。这些年来，荒王殿年轻一代中10大序列之争非常激烈，名次经常变动，可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楚凌风，一直稳居第一。他号称荒王殿100年来天赋最高之人，10大序列之首，傲视同代之人，先前也不是没人挑战过他，可最后也全都以落败告终。再加上他为人温和，风度翩翩，颇有长者之风，哪怕心高气傲如10大序列中的其他9人，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楚师兄或者大师兄。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前往古月城核心地带，前去拜见妖玄天。看见他们到来，妖玄天微微一笑，我已经叫人安排好住处了，你们暂且在此地歇息几日，血灵圣池大概还有几天时间，灵气就可以达到鼎盛，到时候你们再进入其中进行洗礼，效果最佳。众人纷纷点头，而后被安排到了住处。这一次从荒王殿来的人足足有几十人，
而此地每一个院落只有10个房间，所以只能分成几个院子入住。陆萧当然是跟徐须道住同一个院落，而妖瑶姿和洛清仙都选择了在这个院落入住，而姬冷月在犹豫片刻后也选择在这个院落之中入住，这方便他今晚提升修为。一旁的南宫颖儿微愣，冷月，你怎么也跑这个地方来了？姬冷月大义凛然道，师姐，清仙现在是我们师妹，我要看紧她，免得她被陆萧那小子图谋不轨，所以在这里入住是最好的选择。没错，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南宫颖儿深以为然，点头道，那我也在此地入住。作为大师姐，她有义务保护好师妹，不被渣男骗财骗色。4个绝色美女都选择了在此地入住，现在这院落只剩4个房间了。曾子琪也跟着走了进来，他当然是要跟着妖瑶姿一起，不盯着妖瑶姿他不放心。鬼知道陆萧这猥琐男会不会半夜跑到瑶姿房间里去。之后走进来的是诸葛白、刘云峰2人，这2人同样是10大序列之一，只不过2人望向对方的眼神很冷，因为他们都是南宫颖儿的追求者，之前还差一点大打出手。而对姬冷月有意的陈峰也走了进来，目光一直都放在姬冷月身上。姬冷月现在对他冷淡没关系，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正因为姬冷月如此冷艳，征服起来才更加有意思，不是吗？要是那些招招手就倒贴上来的庸脂俗粉，他反倒没兴趣了。这院落里的10个房间，1人1个，满了。但很快又有一个青年龙行虎步走进来，此人是第4殿首徒曾无忌，跟曾子琪一般，出自第4殿的极其显赫的曾家一脉。在荒王殿里，他是个让人头疼的角色，行事无所顾忌，而且霸道，就算是10大序列中的其他人也不太爱跟他相处。这下场上气氛变得有些尴尬起来，妖瑶姿微微蹙眉，这院里只有10个房间，可现在怎么有11个人？对啊，看来是要把一个人踢出去了。曾子琪淡笑回应。诸葛白也笑道，我们这群人里不是店主的亲传，就是店主的直系后辈，跟这2者无关之人可以自行离开了，不要自讨没趣。圈子不同，不要硬融。他嘴上说着，但那似有似无的目光却落在陆萧和徐须道的身上，暗示意味浓烈，很明显这群人里面就陆萧和徐须道的身份最为特殊。徐须道也似乎看出了剑拔弩张的气氛，当下也不想让陆萧为难，萧儿，你们这些年轻人住一块，也有更多共同话题，我这老古董就不跟你们一起了，我去其他院落入住。然而陆萧却直接拉住了他，师尊，这血灵圣池都是我拿下的，要不是有我，某些家伙连这古月城都进不来，也配在这指指点点。他语气略带嘲讽，我要是愿意，这院落里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想让谁滚就让谁滚，某些人未免有些分不清大小王了吧。他说这话的同时纷纷扫过曾子琪、诸葛白等人，毫不客气。虽然有点霸道，但好像有点道理。姬冷月微笑道，某些人受人恩惠还喧宾夺主，简直是可笑。南宫颖儿微愣，自己这师妹居然帮着花心的家伙说话。不过反应过来的他心中不由对姬冷月多了几分赞许，不愧是自己看中的师妹，明明是很讨厌陆萧，也依旧真正做到恩怨分明，不被情绪所左右。想到这，他内心有些羞愧，这一点他居然还不如姬冷月。他也缓缓开口道，冷月说的没错，要不是陆萧，你们连接受洗礼的机会都没有，哪有资格在这里为了争一个房间而恶语相向。看到连南宫颖儿都为陆萧说话，诸葛白眼底的不满更浓。颖儿，你说的很对，但有一点我却不敢苟同，我不认为他有实力击败灵狐傲，所以这血灵圣池真的是他拿下的吗？还是说妖店主为了给他这个女婿脸上贴金？我们只是看到了这血灵圣池是第7殿所掌控和支配。他这话落下后，曾无忌咧嘴一笑，这话我非常认同。那灵狐傲好歹也是天武学宫里的顶级天才，跟我们荒王殿10大序列乃是同一级别的人物，哪会如此废物？血灵圣池是陆萧帮荒王殿拿下的，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荒王殿，但作为荒王殿的顶级翘楚的他们一直都怀疑此事的真伪，如今不过是刚好趁这个机会将自己的质疑和轻蔑表达了出来罢了。这几天陆萧在荒王殿风头太劲，他们心中早就不服了。刘云峰也笑，是骡子是马还得溜过才能知道。曾无忌双手负后，其他话就不必多说了，某些人还是识趣点离开吧，免得在这自讨没趣。陆师弟，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看他们这些人一个个如此针对自己，陆萧也笑了，既然这些家伙都这么蹬鼻子上脸了，那他也没必要给面子了。陆萧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几位师兄说的很有道理，圈子不同不要硬融，这里是我先来的，瑶姿跟清仙都是我未婚妻，姬师姐是我青兰宗的同门，而南宫师姐是自己想入住此地，而我跟几位师兄压根不熟，几位师兄可以离开了。当然哪位师兄想把人带走我无所谓，只要他们愿意跟你们走。
看到陆骁居然敢这样忤逆他们，这几人的脸色都变得很阴沉。他们不仅身份尊贵，而且还是荒王殿10大序列，那些弟子哪个不是对他们恭恭敬敬的？而陆骁说难听点，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吃软饭的而已，有什么资格猖狂？听说陆师弟闯过了玲珑宝塔第11层，师兄我也一直想领教领教，就是不知道陆师弟是否有这个勇气。诸葛白冷笑，巧了，我也想看看闯过玲珑宝塔第11层的绝世妖孽有多妖孽。曾子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挫陆骁锐气的大好机会。玲珑宝塔可以说明很多东西，但也绝对不是绝对。刘云峰语气冷冽，真要把他当回事，最后的下场就是小丑。身为10大序列，他们哪个不是人中之龙？只凭传言，没有正面对决，他们断然是不可能对陆骁服气的。陆骁淡淡扫了一眼他们，不知诸位师兄想怎样讨教。他也没必要跟这几人客气，在任何地方想要让对方对你彻底服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他们打服。曾子琪冷笑，随你。他们都是神魄境强者，就算压制了境界，但肉身强度、经验所修行的武技都依旧是神魄境武者的水平，哪怕同境界一战，依旧无惧陆骁。打个比方，当年他们闯玲珑宝塔只能闯过第9层，但若是让他们压制境界重新去闯玲珑宝塔，他们可轻松闯过第10层，甚至也有机会闯过第11层。因为他们虽然压制了境界，但神魄境武者的一些基础还在。既然各位师兄不相信我能同境一战击败灵狐傲，那诸位师兄就来感受一下吧。陆骁面无表情的开口，我现在是灵海境五重，诸位师兄若想挑战我，便以灵海境五重修为来吧。我只用一只手，且站在原地不动，各位师兄可以一起上，省点时间。他跟灵狐傲同境一战，是同在灵海境这个大境界，准确来说，他是以灵海7重修为碾压了身为灵海巅峰境界的灵狐傲。这些人将修为压在灵海5重，照样不是他一招之敌。闻言，在场所有人齐齐变色，他们身为荒王殿10大序列，在年轻一代里牢牢占据前10位置，可不是靠嘴巴，而是靠实力，是踩着一个个弟子上位的。结果这家伙敢这么轻视他们，你太嚣张了。刘云峰双眼冰冷，诸葛青也冷道，像你这么狂妄的人，在荒王殿里我已经教训过无数个了，已经很多年没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曾子奇淡漠道，神魄境武者哪怕压制境界与你一战，你也绝不是对手，因为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我不屑跟你一战，免得别人说我以大欺小。你们谁想陪他玩玩，就上吧。曾无忌也淡漠道，有道理，一个灵海5重的毛头小子，没见过世面，我们要真是跟他同境一战，反倒是自折身份。陈峰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双手抱在胸前。他倒是对陆骁没什么恶感，毕竟他的目标是姬冷月，看这模样，陆骁跟姬冷月关系一般，说不定他们还可以成为朋友。而且陆骁跟姬冷月都是出自青兰宗，说不定他还能问一下陆骁，了解姬冷月的喜好，对症下药，把姬冷月追到手。当然，要是他知道姬冷月跟陆骁的关系的话，估计也会上去领教领教陆骁的本领，见识见识陆骁为何能得到这冰山美人的青睐。率先出手的是诸葛白，他将修为压制到灵海5重境界，微笑道，陆师弟，你可要小心了，你有如此天赋，我可不会手下留情。说完，他已经抬掌拍来，出手便是一招凶狠霸道的4品下阶掌法，呼啸的灵力在手掌之中凝聚，形成黑色漩涡，带着霸道的绞杀之力。陆骁运转纯阳天宫，身体纹丝不动，任由这巴掌拍在身上。砰，掌力席卷，陆骁居然稳如泰山，身体未曾动弹一下。诸葛白脸色铁青，他这掌法是4品武技，连8成的灵海7重武者拼尽全力也很难抵挡，结果这家伙居然就这样硬生生扛住了。有点东西，我要认真了。他说话间，手掌一紧化为拳头，再度朝陆骁的胸口砸出一拳，结果强大的反震之力居然将他震退了好几步，气血翻涌不已。师兄，没吃饭吗？陆骁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笑意来，你该不会以为我能闯过玲珑宝塔11层，就这点本事吧？他能闯过玲珑宝塔第11层，不是因为他只能闯过11层，而是因为玲珑宝塔只有11层。甚至为了低调一点，他还特地在第11层里多纠缠了一回。听到陆骁的嘲讽，诸葛白脸上火辣，要不叫上其他几位师兄一起吧，我有点赶时间。狂妄！诸葛白再也忍受不了了，直接使出杀手锏来，全身力量配合武技杀出，就连灵海8重武者都无法抵抗这一招。然而陆骁只是随意一抓，便将他的所有攻势碾碎，而后手掌猛然往他胸口一拍，直接将他打退出去，口吐鲜血，在场众人脸色大变。然而夭夭姿和洛清仙几女却很淡定。当初陆骁跟灵狐傲一战，灵狐傲只是将修为压制到了灵海9重巅峰，可依旧惨败在陆骁手下。
而他们则是压制到了灵海五重，又怎么可能是陆骁的对手？有点意思。岑无忌眼里腾起一抹亮光，我来领教你的实力。说完，他身体跃起，修长手掌上浮现2道漆黑的光芒，让他手掌犹如乌金锁住，就这样重重拍在陆骁的胸口上。陆骁身体依旧纹丝不动，纯阳天宫所形成的防护层坚硬如铠甲。下一秒，他猛然抓住了岑无忌的手臂，直接将他甩飞出去。岑无忌的身体在空中一连飞出10几丈，这才踉跄着落地。受教！他脸色有些难看，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诸葛白和岑无忌接连吃瘪，这也让其他几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是跟陆骁同进一战，也绝对不是陆骁的对手。再上去挑战，也不过是自取其辱。陆师弟确实厉害，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献丑了。刘云峰淡淡道，不过陆师弟才灵海5重，修为终究太低，还是要勤加修行，毕竟外界之人可不会跟我们一样这么讲道理，与你同境界一战。说完，他也没自讨没趣，直接离开。曾子琪脸色变了变，也是冷哼一声后拂袖而去。而陈峰嬉皮笑脸的笑了笑，师弟，我刚才可没针对你，你可别赶我走啊。再说了，我跟你也没什么竞争关系，是吧？说着，他还朝陆骁挑了挑眉，夭夭自道，陈师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都是女弟子，师兄在这里不太方便。陈峰脸一垮，那陆师弟也是男弟子，他不一样。夭夭自笑道，我们能来古月城都是因为陆骁，陈师兄要是能做到陆骁这样，我想你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待遇。陈峰脸上沮丧，行吧，再在这里纠缠下去就太没风度了。他有些恋恋不舍地离开此地，走之前还看了一眼姬冷月。这场风波总算停止。姬冷月淡淡扫了陆骁一眼，看来你还算懂事，知道我们不想跟那群狗皮膏药住一起，现在清静多了，人少点也方便他今晚的计划。南宫烨想了想，这个结果也还算让他比较满意。诸葛白和刘云峰2个家伙在这里，他烦都要被烦死。将几女都分别安顿下来后，陆骁来到徐须道的房间，他直接道，师尊，最近我一直在收集神元涅槃丹所需的天材地宝，过几天我应该要去大商皇朝一趟。哦，徐须道惊讶，去大商皇朝干嘛？陆骁道，大商皇室有一种灵果，名为盘龙九玄果，是炼制神元涅槃丹的天材地宝之一，我想去拿到它。听到这话，徐须道微微一愣，这盘龙九玄果我知道，当年还有幸见过。陆骁激动问道，师尊您见过这盘龙九玄果？我当年在外游历，还曾在大商皇朝待过一段时间。徐须道回忆道，大商皇朝武风极盛，皇室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场武道大会，以此来挑选人才。这武道大会非常盛大，大商皇朝境内的众多势力都会派出门下之人去参加，以求获得不错的名次，且大笔奖励非常丰盛，进入前10者都能给自己和身后的势力带来极大的名望和实际的利益。而大比冠军的奖励之一便是这盘龙九玄果。当年你师尊我就曾帮助大商皇朝的大将军府拿下过武道大比的冠军，帮他们夺得了这盘龙九玄果。师尊果然厉害。陆骁敬佩道，都是年轻时的一些荒唐事罢了。徐须道摆手笑了笑，突然他又道，对了，你在大商皇朝还有一门婚事。婚事？陆骁想了想，他好像确实有一封婚书来自大商皇朝，旋即苦笑，师尊您当年为什么要给我定下这么多婚事？现在我都被搞得头都大了。徐须道无奈道，当年你觉醒道骨，1月连破9个境界，你知道引来了多少轰动吗？这些婚约可不是我给你定下的，而是他们主动要求的。我已明说你已经有不少婚约在身，他们说多一个也不多，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你现在想去退婚也不是不行，毕竟这10年来你道骨被封，估计他们都觉得你已经泯然众人了，早就不把这婚约当回事了，你就顺手推舟，如他们所愿。徐须道也算活了几10年了，人情冷暖他很了解。当年陆骁有绝世之资，这些人巴不得立刻把女儿许配给他，可他沦为废物后呢？这些求着跟陆骁订婚的人全都逐渐销声匿迹了。陆骁问道，那跟我有婚约的就是大商皇朝大将军府的人？徐须道道，没错，跟你有婚约的是大将军府的第3代嫡长女叶精灵，他父亲当年曾一同闯荡过江湖，我也曾救过他性命。你到了大商皇朝可去将军府拜访，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会接待你，若是你想要退婚，可委婉一些提出，想必他们也不会为难你，甚至还会很开心。闻言，陆骁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对了，说到武道大会，似乎这段时日便是大商皇朝武道大会将要开启的时间，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陆骁听到这话，心头微震，点头道，师尊，我明白了。他打定主意，接受完凌迟洗礼后，便第一时间前往大商皇朝，从徐须道房间离开。陆骁回到房间，
发现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张纸条。此时速来房间姬冷月，他嘴角抽了抽，这女人想干嘛？夭夭子和洛清仙都在，连他师傅也在，这女人邀约自己，疯了吧？不过去一下应该也没事吧？他发誓他只是想去看看姬冷月找他干嘛罢了，就算姬冷月想对他图谋不轨，他也不会让对方如愿。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要是不去，岂不是显得自己怕了姬冷月，心里有鬼？那岂不是被这女人给小瞧了？所以陆潇当机立断去。艰难熬到了半夜子时，陆潇悄然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四周没人，以极快的速度溜进了姬冷月的房间里面，然后快速将门反锁上，狠狠松了一口气。这种跟做贼一样的感觉刺激。一抬头，他就看到姬冷月穿着一件月色睡袍，半靠在床榻之上，那张冷艳俏脸上浮现一抹似有似无的讥诮之色。你果然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敢呢，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急色，明知道自己2个未婚妻和师尊在一旁，也要来赴约。他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还有一丝成功拿捏陆潇后的得意。陆潇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垮了下来，然后一脸正色道：我只是过来问一下，你找我有什么事罢了，你不要太自作多情。有事请说事。姬冷月从床上站起来，迈步朝他走来，一双逆天的大长腿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身前的衣襟并未合拢，那若隐若现的风景看得陆潇口干舌燥。这女人肯定是故意的。下一刻，姬冷月掐住他的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你觉得我叫你过来还能有什么事？你在这跟我装什么正人君子？请你放尊重一点。陆潇拍开他的手，一脸正色，我不是你想的这种人，你找我要是没什么正事，那我可就要离开了。本来是想叫你来用神魄珠帮我巩固一下神魄道基的，既然你这么不愿意，那就滚吧。姬冷月冷道。陆潇淡淡道，你让我滚我就滚，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再说了，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一个小忙而已。姬冷月语气戏谑，不勉强，就算没有神魄珠，我一人也可修行。陆潇一本正经，恰好我也想趁此机会修炼一下自己的魂力，且我一向乐于助人，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岂能不帮？来都来了，他岂能空手而归？就在这时，外边传来一道声音：冷月，休息了吗？两人顿时一愣，这声音居然是南宫颖的声音。也幸亏姬冷月早就用法宝将房间内的动静与外界隔绝，否则刚才两人的对话怕是被南宫颖都听到了。陆潇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没地方躲啊！要是被发现他在这里的话，他就算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姬冷月深吸一口气，狠狠瞪了陆潇一眼，滚进被子里。陆潇也不敢耽搁，立马钻进里面。姬冷月顺势也钻进了被窝之中，只将脑袋和手臂露在外边，双腿弯曲而起，从外面看只能看到他修长玉腿撑起一片空间。冷月睡了。南宫颖的声音再次传来，师姐您怎么来了？姬冷月装作刚睡醒的模样，声音里似乎还带着些许迷糊。南宫颖立马大喜，冷月我睡不着，想跟你说2句话，要不你开一下门。再三确认南宫颖发现不了端倪后，姬冷月玉手一挥，房门被气劲拂开。师姐请进。穿着一件宽松睡袍的南宫颖从外面走了进来，看到姬冷月半靠在床榻上，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他嘴角露出笑意。方才你已休息？是。姬冷月淡笑回道，师姐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我心里忐忑啊。南宫颖柳眉轻蹙，陆潇那小子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东西，我怕他半夜跑到清仙房间对清仙图谋不轨，清仙又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很容易被他蛊惑的，我一定要盯紧他才行。姬冷月点头，师姐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清仙虽暂时被那狗贼迷惑了双眼，但他也是大家闺秀，不会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怎么会让一个男人深夜进入他的房间？闻言，南宫颖儿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也是，或许是我多虑了。姬冷月弯曲的玉腿稍微抬高了些，玉指抓住被褥，露出微笑道，师姐其实我们无需担心这么多，清仙会有分寸的。南宫颖儿挑眉叹气，冷月你说男女之情有那么吸引人吗？像清仙和瑶姿这种天之娇女，居然也会为了一个男人这么失去理智，实在是不可理喻。也只有你跟我心智坚定，是一心向道的同道之人了。我也不懂他们怎么想的。姬冷月笑容逐渐僵硬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陆潇那狗贼既卑鄙下流又无耻花心，他们肯定只是暂时被他的表面所迷惑了而已，很快就会清醒过来。依我看，他连今天对我释放好意的那个陈峰的1%都不如，一个无耻小贼罢了。看姬冷月骂陆潇骂得这么狠，南宫颖儿脸上惊诧，师妹，这家伙是不是对你做过什么？你对他成见如此之大？说着，他脸上露出寒色，一字一顿道，如果他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师姐必定将为你讨回公道，让他付出惨痛代价。没有。
姬冷月抢笑，我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毕竟区区一个林海静的小垃圾，又能对我如何？师姐，我有点困乏了，要不我们明天再续？看他状态确实不太好，南宫影也只能点了点头。行吧，我先回去歇歇了，你也早点歇歇，养好精神吧。说完，他将房门带上。姬冷月感觉到外面动静逐渐消失后，这才一把掀开被子，美眸里寒意爆发，一把掐住陆萧脖子。你找死！陆萧抬起手掌在他面前晃了晃，目光戏谑地看着他。我还以为你不善言辞呢，没想到你跟师姐说话之时倒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远胜以往。姬冷月俏脸滚烫，恼怒无比，把神魄珠拿出来，修行完魂力后就给我滚。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陆萧话锋一转，刚才你说我不如陈峰1%，难道不是？你说我无耻下流卑鄙，有何不对？你说谁不知廉耻？当然是当众与你卿卿我我的那2个女人，一点女儿家的矜持都没有。陆萧叹了一口气，你这答复我很不满意，所以我拒绝用神魄珠跟你修行。说完，他作势要走，然而姬冷月一把拉住他，修长玉指死死箍住了他脖子，反身将他压了下去，鲜红欲滴的俏脸贴近他俊秀的面容。走，我又让你走了吗？把他撩拨至此，还想拍拍屁股走人？他美眸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绯色的绝美面容上带着挑衅，想让我改口，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了。面对他的挑衅，陆萧不为所动，而是咧嘴一笑，你求我，我知道你想提升，求我，我就帮你提升。行，我去求陈峰，到时候你且看好。姬冷月也笑了。陆萧嘴角抽了抽，眼神一冷，立马挣脱他的束缚，反客为主。神魄珠从他识海之中飞了出来，悬浮在2人之间。1个多时辰后，陆萧神清气爽地吐出一口气，将悬浮在2人之间的神魄珠收回识海之中。他的魂力再度浑厚了不少，新增的灵力也被他尽数纳入灵海中。他一向是个爱惜时间的人，修炼混元断魂诀的同时，纯阳天宫当然也不能落下。看着旁边姬冷月幽怨又气愤的眼神，他内心十分舒爽。他就喜欢看这女人看不惯他，又不得不求饶的样子。而姬冷月在修炼过后，绝美的俏脸上也多了几分倦态，魂力和灵力同时增长的余劲太大，他还没缓过来，想到刚才的场景，他忍不住咬牙切齿起来。这家伙实在是报复心太强，居然在他修炼魂力的最关键时刻，将神魄珠收回，停止修行，逼迫他改口，这才愿意继续。可恨！没办法，主动权在陆萧那，他也只能不情不愿的改口了。毕竟修行时最关键时强行中断，谁受得了？不过效果他也还算满意。经过这次陆萧以神魄珠相助，他感觉到自己现在的神魄距离第一次完全蜕变已经非常接近了。神魄境共有9重，神魄境1重只是初入神魄，而若想要踏入神魄2重，就必须经历神魄1变，而在经历神魄9变之后，便可冲破神魄境的桎梏，到达传说中的荣天之境。见陆萧一脸得意，姬冷月心中不忿，嗤笑一声道：看你这嘚瑟的模样，你真觉得是自己拿捏了我吗？只可惜我从头到尾都只把你当成修炼工具罢了。说起来你也挺可悲的，我姬冷月不过是略施手段，招招手就让你跟条狗一样乖乖前来助我修行，也不知道你那2个未婚妻知道此事又会作何感想。想想他们的表情就很有趣。陆萧撇撇嘴，没必要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的嘴巴永远没有身体老实，对了，记得多喝点水补充一下。说完他大步离去。陆萧房间外，一道倩影蹑手蹑脚地推门而入，看到鼓起的床单，洛清仙鼓起勇气朝床榻走去，他掌心里全是汗水，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劲，悄悄钻进被窝里面，颤抖着抱住了陆萧。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怀里的这具身体很柔软，还传来一股迷人的体香，这是一个女人。而被子里的人也贴了上来，妩媚酥软的声音传来：大半夜的去哪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人家都在这等你好久了。洛清仙浑身一僵。夭夭姿。夭夭姿也听出了洛清仙的声音，在短暂错愕过后，他非但没有慌乱，反而咯咯轻笑起来，玉手顺势摸上他的脸颊，入手处一阵滚烫。清仙妹妹怎么也来了？莫非是知道我在陆萧这里，想加入我们？洛清仙尖叫一声，掀开被子，果然看到夭夭姿穿着一件轻薄睡衣，风情万种的半倚在那，美眸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他冷下脸来：你怎么在这里？陆萧呢？夭夭姿挑起柳眉，笑容玩味，或许是我索取无度，他有些乏了，暂时出去避难去了。清仙妹妹也知道男人总有极限的嘛，这几天一直跟陆萧待在一起，他实在是太不节制了，我劝不住。清仙妹妹，现在就算你想做点什么，他也怕是有心无力了呢。闻言，洛清仙脸色微白，莫非陆萧跟夭夭姿真的有了夫妻之实？短短几天里，
他就被夭夭姿偷了家。他红唇不由紧咬而起，而夭夭姿眸子也闪烁了一下，心里暗松了一口气。他来这里没多久，来的时候陆潇已经不在了，他内心也很忐忑，怕陆潇是去了洛清仙的房间。可看洛清仙这表情，他就知道陆潇并不在他那里。那么问题来了，陆潇大半夜跑去哪里了？就在两人大眼瞪小眼之时，陆潇从外边走了进来。看到房间内两女时，他懵了，你们怎么在这里？洛清仙盯着陆潇问道，我们还想问问你去哪了呢？夭夭姿嘴角含笑，也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似乎想要从他身上找到答案。陆潇沉默片刻道，我去找姬冷月了，在他房间待了会，纸包不住火，一直瞒着也不是事，所以陆潇打算直接坦白，就算两女气急败坏，从此跟他一刀两断，他也认了，总比瞒着他们好。这话落下后，屋内死寂了好一会，旋即两女都笑了。夭夭姿捂嘴笑道，真不知道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开这种玩笑，你觉得我们好骗吗？洛清仙也对陆潇这话感到无语，估计还没进姬冷月的房间就被他一巴掌打飞出去了吧。因为姬冷月和陆潇两人怎么看都不像有什么猫腻，退一万步来说，以他们对姬冷月的了解，这种女人看不上陆潇，至少看不上目前的陆潇。陆潇很无奈，自己说的明明是真话，怎么没人信呢？他只能正色道，我说的是真的。好好，我们信你。夭夭姿捂嘴而笑，你该不会还想说姬冷月跟你是道侣关系吧？陆潇尴尬道，也不算是道侣关系吧，毕竟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洛清仙笑道，陆潇，没想到你这么正经的一个人也会有这么幽默的一面，刚才你是去找徐峰主了吧？陆潇看他们实在不信，也不再解释，顺着他们的话道，我跟我师尊说了一下我要去大商皇朝之事，刚好最近大商皇朝要举行武道大比，而武道大比冠军的奖励就是我想要的盘龙酒选果，我打算在血灵圣池洗礼过后便第一时间前往大商皇朝，那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夭夭姿道，我也要去。洛清仙跟着道，这狐妹子当着自己的面都敢偷偷爬上陆潇的床了，要是真让两人单独前往大商皇朝干柴烈火，那还得了，他绝不能给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陆潇头疼，到时候再说吧，要不你们先离开。然而夭夭姿一把将他拉了下来，然后将他塞进被子里，紧接着两女一左一右紧紧抱住陆潇的手臂，半个娇躯都贴在他身上。陆潇可谓是极其难受，虽然他跟姬冷月修行了1个多时辰，略有倦怠，但如今被两个绝色美女死死摁在中间，何等折磨，压根不是男人能顶得住的。洛清仙还好，只是抓着他手臂而已，但一旁的夭夭姿可就大胆了，手脚并用，把他撩拨得热血沸腾，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最后陆潇苦笑道，要不你们还是离开这里吧，要是被其他人看到，指不定会传成什么样呢。我才不怕。夭夭姿咯咯轻笑，他们爱怎么传就怎么传，我不在乎名节，不过清仙妹妹可是第5殿殿主亲传，倒是要注意一下，要不清仙妹妹先离开，把机会留给我和陆潇。你做梦。洛清仙紧紧抓着陆潇，嘴上这么说着，可他心中却是芳心狂跳，没想到自己在夭夭姿的危机刺激之下居然会变得这么大胆，要是这件事传出去，他可就没脸见人了。但转念一想，自己也是陆潇名正言顺的未婚妻，谁敢乱嚼舌根，还有个夭夭姿陪着自己呢。两女谁也不让谁，最后陆潇也不管那么多了，默念大明清心经，逐渐恢复心境，开始闭眼睡觉。翌日等他醒来后，两女已经离开，被子上还残余着他们淡淡的幽香。陆潇松了一口气，这两个妖精，他好歹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啊，这两个女人是把他当和尚了，再这样下去他迟早要被憋死。他真怕这两个女人再这样争风吃醋下去，自己受不了。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陆潇开始闭关炼制丹药，最后亲自去了一趟凌霄宝阁分部，将4种珍稀灵药全部买下。而3天后，血灵圣池积蓄的灵气终于达到了最巅峰，妖玄天第一时间下令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开启洗礼。众人纷纷齐聚大殿，在妖玄天的带领下前往了血灵圣池。不过此刻的血灵圣池里面的池水都被引了出来，通过一个个水渠流向4面8方，最后流入了一个个被分隔开来的密室之中。这些密室周围被布置了阵法，从外边看不到里面的场景。一共30个密室，一人一个，还全都被标上了序号。看到这一幕，那些男弟子有些遗憾，他们还以为大家一起接受洗礼呢，这样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能一饱眼福，毕竟4大美女都在这里啊。看到他们的神色，妖玄天冷哼一声，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想什么，我告诉你们，谁哪个男的要是敢走错密室，我一巴掌拍死他。我女儿在这里，你们也敢动歪心思？妖玄天这话顿时让那些男弟子心头一凉，尴尬的笑了笑。下面分发令牌，一人一个，
只能拿着令牌进入自己所在的密室接受洗礼。陆萧看了一眼自己的令牌，他拿到的是6号。夭夭子走来，陆萧，我是7号令牌，你拿到的是哪个？6号。陆萧道，嘿嘿，看来我们是在隔壁。夭夭子压低声音，妩媚的话语落入陆萧耳中，那我待会去找你，我们一起洗鸳鸯浴。陆萧道，你父亲可是说了，谁要是敢走错密室，就一巴掌拍死他。夭夭子莞尔一笑，他只是说男人不能去其他池子接受洗礼，可没说女人不能跑去其他池子接受洗礼。陆萧，鸳鸯浴，就怕这个女流氓又是只管杀不管埋啊。而一旁的姬冷月默默将陆萧的号码记住。夭夭子说的对，妖玄天只是说男人不许跑去女人的池子，可从来没说女人不能跑去男人的池子。他要捷足先登，去陆萧的池子守着，让夭夭子不能进去。陆萧换了一件衣服，迈步走进自己所在的6号密室，推门而入。一进门，他就感觉一股磅礴无比的精气扑面而来，水雾朦胧，一股蒸腾的热气从下方池子里冲起。就在这时，他突然双目一颤，那朦胧水雾中，一道倩影若隐若现，那完美的背影冰肌玉骨，玲珑有致，曼妙动人，看得他双眼发直。夭夭子这么快就进来了，他咽了一口唾沫，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女人不是夭夭子，而是南宫翊儿。那一刹那间，他头皮发麻，难道自己也走错了？可他看了一眼，发现这里确实是6号池子。突然，南宫翊儿似乎有所感应，第一时间回过头来，谁在那里？他冰冷眼神扫来，看到陆萧居然在背后盯着他，顿时间陆萧立马浑身发寒。登徒子胆子还真不小，居然敢来我这里偷看。南宫翊儿又羞又怒，刚才这家伙肯定已经把自己看光了。娇躯掠动间，人已经出现在陆萧面前，纤纤玉手瞬间就抓住陆萧的脖子。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现在被我抓了个正着了吧？现在我就让青仙和瑶姿都看清你的真面目，我倒要看看妖店主怎么处置你这个胆大包天的色魔。陆萧只觉一股窒息感袭来，生死关头，鼻血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因为眼前的一幕冲击力太大了。看到陆萧鼻血流下，这让南宫翊儿眼中杀意更浓，赶紧用一只手挡住身前的风光，可一只手压根挡不住多少。他淡漠无波的俏脸上难得浮现了一抹绯红之色。师姐，误会，这是误会，我拿到的令牌真的是6号池子啊。陆萧赶紧将自己的令牌拿了出来，放在南宫雨宁面前。还敢狡辩？南宫翊儿怒笑不已，6号令牌在我手里，我真不知道你哪里的第2个6号令牌，看清楚没？我这才是6号令牌。陆萧看到他手中的令牌，愣了愣，旋即苦笑道：师姐，真是你走错了，你拿到的是9号令牌啊。这下轮到南宫翊儿懵逼了，他咬了咬银牙，你胡说八道。陆萧道：师姐，您应该是看反令牌了，不信您再看看是不是9号。南宫翊儿将信将疑，拿起来仔细端详，俏脸瞬间煞白起来，还真是9号。他一下子慌了起来，原来是自己走错了，这下闹大乌龙了，传出去他还怎么做人啊？不食人间烟火的第5殿大师姐是个不要脸的偷窥狂，想到这下场，他的内心就拔凉拔凉的，以至于他都忘了自己现在还完全暴露在陆萧视野之下。陆萧抹了一把鼻血，师姐，那个你先把衣服穿上。说着他将眼神瞥过一旁，南宫翊儿见他这副模样，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这家伙也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色嘛，居然还主动避嫌。其实陆萧倒是想多看几眼，只是鼻子实在是太不争气，只能侧开目光。南宫翊儿松开陆萧，正打算将衣服穿上，外边却传来了动静。开门，是姬冷月的声音。陆萧微愣，不是吧，又来一个？他已经背后发凉了。比他更慌的是南宫翊儿，他从小到大还没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怎么办？他急得团团转。师姐，你先躲一下，找机会离开。陆萧也顾不得那么多，将他的脑袋摁了下去。要是被人发现你在这里，你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南宫翊儿深吸一口气，谢了。谁说陆萧人不行的？人寒怪好脸，自己跑到他的池子来，还倒打一耙，他非但没有曝光自己，还这么为自己着想，这样高尚的品德实在难得。他深吸一口气，在陆萧面前潜了下去，整个娇躯没入池子之中。陆萧感觉浑身一紧，南宫翊儿潜下去的时候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下去的，这可要了他的老命了，毕竟南宫翊儿实在太突出，营养逆天。南宫翊儿施展龟息功，动都不敢动一下，就躲在陆萧下方。很快他俏脸绯红起来，想到现在自己一丝不挂，跟一个年轻男子如此近距离相处，就算他心里再强大，也难免浑身滚烫。
内心也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异样之感。而上方，姬冷月穿着一件半镂空的衣服走了进来，俏脸冷若冰霜，却略带戏谑。陆潇轻咳一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南宫影还在呢，他还真怕姬冷月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姬冷月冷笑不语，赤着玉足缓缓走进了池子之中，那衣服已然呈现半透明状，水雾蒸腾之间更是平添几分朦胧美感。而潜伏水下的南宫影惊诧，姬冷月怎么会来这里？莫非……结果他这个念头刚浮现，外边又传来了夭夭姿的声音：“陆潇，我来了。”陆潇瞬间汗流浃背，这下彻底完了。姬冷月勾住他的脖子，笑容玩味：“夭夭姿来了的正好，我给你一个机会，这里视线不好，我潜到水里，能不能让他不发现我，那就要看你本事如何了。”陆潇心里直骂娘，这女人怎么越玩越变态了？不等他说话，姬冷月直接扎入了水中。他今天倒要看看这家伙有多能忍，不让夭夭姿发现他的存在。结果一进水里，他傻眼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正懵逼地看着他，眼里带着惶恐、错愕和尴尬。姬冷月浑身发毛，师姐怎么会在这里？他脑海里瞬间100万个想法飞掠而过。南宫一儿第一时间捂住他的嘴，疯狂摇头示意。姬冷月也逐渐冷静下来。夭夭姿迈着莲步款款走入，笑意中充满妩媚和柔情，那完美的身材在衣袍下若隐若现。瑶姿，你来了。陆潇露出一抹抢笑，怎么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夭夭姿咯咯轻笑，该不会是约了其他妹妹，不想我过来吧？陆潇强作镇定，淡淡一笑，要不你潜到水里看看？好啊。夭夭姿美眸中带着促狭，你可别趁我潜进去的时候在背后偷袭我。说着他做事就要潜进水中，仓促之下，陆潇一把将他拉了过来，直接吻了下去。夭夭姿大脑一片空白，陆潇还是第一次如此主动，如此霸道。榆木脑袋开窍了，他娇躯一下子软了下来，呼吸逐渐急促，主动勾住了陆潇的脖子。陆潇一把抱起他，将他拖到远处，借这个机会遮挡住他的视线。刷潜在水下的姬冷月和南宫一儿也趁这个机会火速逃离。陆潇，我怎么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迷离间，夭夭姿谈口中发出疑惑之声。有吗？陆潇故作疑惑，你太敏感了。夭夭姿停下来，美眸盯着陆潇的双眼，笑意含春，该不会是清仙也在这里吧？说着他直接潜入水里扫视一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陆潇松了一口气，要是清仙在这，估计早就跳出来了。他不来才好，我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夭夭姿惬意地躺在池子旁，美眸微微眯起，一脸享受。突然他促狭一笑，要不要我帮你缓解一下疲劳？你好像火气有点大啊。陆潇心脏砰砰狂跳，感受着夭夭姿那纤纤柔体在他身上游走着，他也深吸一口气，不再装什么正经，主动上手。可下一秒他脸色微变，夭夭姿笑得花枝乱颤，还真是不巧呢，最近不太方便，要不然你觉得前几天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会放过你？陆潇叹气，难掩失落。再说了，我迟早是你的人，急什么？夭夭姿妩媚地盯着他，似笑非笑。陆潇连忙默念大明清心经，压下心中的心猿意马。如今正是吸收血灵圣池里的灵气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夭夭姿点了点头，血灵圣池中蕴含大量的生命精气，而且能够巩固开拓武者的灵海，这个机会不可浪费。尤其是你还在灵海境，用这血灵圣池洗礼的效果可比我们神魄境武者好多了。我们接受洗礼的效果只有你一半，要是早知道你能帮我们荒王殿拿下这血灵圣池，我就不急着突破神魄境了。这样一来，还能让灵海境的基础更加稳固。灵海境9重，每一重所需突破的标准都不一样。大部分刚突破到灵海境1重的武者，灵海的大小就是1丈大小，而灵海的大小至少要达到4丈才能突破到灵海2重，以此类推，灵海9重武者的灵海最低也有9981丈。大部分人穷极一生，哪怕到达了灵海巅峰境界，灵海最多也不过是100丈之内。然而传闻中灵海境武者的灵海极限可达到数百丈，夭夭姿的灵海已经远超100丈，算得上是天资妖孽，可他还是很不满意，因为他想要是每个境界都尽量修炼到极致圆满，这样武道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不过这一次经历灵池洗礼后，他的灵海应该还能再扩张些许，也算是强差人意了。陆潇开始平心静气，运转纯阳天宫，吸收血灵圣池里的灵气。他能感觉到这些特殊灵力进入他体内后，在不断加固和开辟他的灵海，境界一点点提升。另一边，洛清仙也在全力冲击境界，想要借助这股力量来增强自身基础。而9号池中，姬冷月和南宫影对坐，气氛有些尴尬。姬冷月先发制人，
师姐，你怎么会在陆萧的6号密室中？莫非您跟他？不是。南宫颖儿连忙解释，我只是走错了而已。走错了？姬冷月似有质疑。南宫颖儿连忙将自己的令牌拿了出来，我的是9号令牌，看反了，跑到6号去了。一想到闹出这么一个这大乌龙，南宫颖儿俏脸就变得无比绯红。听到这话，姬冷月心里已经有了数。南宫颖儿突然想起，对了，冷月，那你又是怎么去了6号池子？姬冷月道，我刚好经过那里，听到你们2人在里面争执，所以我就进去看看。因为我看到夭夭兹快要来了，怕你们生出什么误会，就想着进去混淆一下场面，至少不会让师姐你这么尴尬。他当然不会说，他就是想去闹陆萧的。南宫颖儿恍然大悟。姬冷月抓着他的手道，师姐，你放心吧，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南宫颖儿感动点头，冷月，你人真好，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可就身败名裂了。姬冷月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没想到南宫颖儿这么好骗，不过他必须要把这件事变成是他帮南宫颖儿保守秘密。好了，不提这件糟心事了，我们还是先吸收这血灵圣池里的精气吧。姬冷月道，陆萧那狗贼估计也不敢乱传，实在不行我再做个坏人去帮师姐您威胁一下他。南宫颖儿连忙摆手，不，其实我感觉陆萧人也还不错，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往外说的，你就别为难他了。姬冷月，南宫颖儿怎么帮这狗贼说起好话来了？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数个时辰后，6号池内，陆萧周身上下都被充盈的精气所弥漫，血灵圣池犹如沸腾一般，磅礴的灵力不断朝着灵海汇聚而去。夭夭兹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陆萧吸收灵气的速度太猛了，简直跟鲸吞一般恐怖，甚至可堪比他突破灵海9重时的闹出的动静。终于在到达一个顶点后，陆萧的灵海再度快速扩张起来，境界闸再度突破灵海6重。陆萧睁开双眼，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来。他突破灵海6重后，灵海的大小居然达到了80丈，这已经接近普通武者突破到灵海9重的标准。也就是说，现在的陆萧就算是只凭灵力的浑厚程度，便可媲美灵海境9重武者。但纯阳天功乃是地级功法，修炼出来纯阳灵力至阳至刚，霸道无比。在这等属性加持下，就算对上半部神魄境武者也毫不逊色。再加上他身怀神魔骨，催动之后战力已经可比初入神魄境1重的武者。他心中暗道，现在我的基础战力在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可堪比神魄境1重，但也仅限于最弱的那一批神魄境。对方说不定修行的武技更强，灵力也更加浑厚。想要让自己战力发挥到极致，他需要修行几门威力更强的武技才行。有了这等实力，接下来的大商皇朝之行应该会顺利很多。对于怎么把盘龙9玄果拿到手，陆萧其实心里也初步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从徐须道口中得知，大商皇朝的武道大比之所以如此盛大，就是因为奖励非常丰厚，各种珍稀丹药、灵药、武器、灵石矿脉等等。而且这武道大比只限制24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参战，所以每年临近武道大比之时，大商皇朝的诸多势力都会想花大代价找外援，以自己势力的名头参战。当年徐须道就是替将军府出战，帮将军府获得了不少资源，也让本来落寞的将军府重新焕发了生机。所以他这一次也想参战。至于将军府会不会答应他的条件，那他就不得而知了。陆萧将这些思绪压下，目光望向夭夭兹，你修炼进展如何？夭夭兹嗔怪地看着他，你吸得这么厉害，这些灵气都被你榨干了，我压根没机会啊！看来每个池子里的灵气都是有限的，我还是得回我那个池子才行。说完，他缓缓起身，大大方方地在陆萧面前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让陆萧也大饱了一顿眼福。临走前，还在陆萧脸上亲了一口，这才风情万种地扭着腰肢离开。片刻后，陆萧从里面出来，大厅中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这些荒王殿弟子都已经洗礼完毕，身上的气质都有了些许变化。陆萧一出来，他们就齐刷刷将眼神聚集在陆萧身上，目光里满是羡慕嫉妒恨。刚才夭夭兹是从6号池子出来的，而陆萧也从6号池子出来，也就是说夭夭兹刚才跟陆萧待在一起，两人都在里面做了什么，他们不得而知，但那场景一定很香艳，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跟夭夭兹鸳鸯浴得有多爽。而陆萧神色平静地朝人群走来，曾子期咬牙切齿地盯着他，陆萧，你最好是离瑶姿远一点。陆萧微微眯起双眸，瑶姿是我未婚妻，我为何要离她远点？曾子期冷道，我曾子期看上的东西，没人能跟我抢。陆萧有些无语，有病，你要是喜欢瑶姿，你应该想办法让瑶姿喜欢你，而不是跟个弱智一样来针对我。还有，青仙现在是我未婚妻，我也希望你要点脸，
不要对别人的未婚妻有什么觊觎之心，丢人现眼。曾子期一字一顿道：我曾氏一族世代掌控第4殿，而我曾子期作为曾氏一族嫡系，荒王殿10大序列之一，不管是从家世还是从实力层面来说，都可碾压你。我才是他的良配。你要是真为他着想，你应该主动离开他。陆萧淡淡道：10大序列很厉害吗？无需3个月，我也可进入10大序列。至于曾氏一族，我相信曾氏一族作为荒王殿顶尖大族，还不至于格局小到以是来欺压我一个后辈。这并非陆萧吹牛，神魔藏场内修行3个月，可比寻常人3年。追上曾子期很难吗？真是大言不惭。在曾子期身旁，一个青年怒斥一声：且不说3个月后跻身10大序列，跟子期大少齐平，恐怕现在的你连在我手下过3招都难。3个月后，你在子期大少面前依旧犹如蝼蚁般渺小。而此人名为曾和，也是第4殿弟子，出自曾氏一族。而曾氏一族执掌第4殿多年，这一代弟子之中更是有曾无忌和曾子期2大妖孽，同时挤入10大序列，可谓是鼎盛一时。而这曾和也不是普通人，年仅19岁，如今已经是临海9重武者，在曾氏一族虽然比不上曾无忌和曾子期2人，但也是被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曾子期也冷笑一声：我是神魄劲武者，不屑以大欺小。曾和，你也是临海劲武者，倒是可以跟他过2招，本少倒想看看他实力是否配得上他的狂妄。眼看气氛越发剑拔弩张，其他人纷纷面带笑意，准备看热闹。虽然荒王殿内弟子鲜少有什么生死决斗这种事情发生，但相互间小打小闹的切磋还是少不了的。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带着几个第7殿弟子龙行虎步走来，冷冷道：曾子期，你这是何意？想欺负我第7殿的弟子不成？要不是有陆师弟，你们有机会来此地接受洗礼。说话的是第7殿年轻一代弟子中第1人许流年。曾无忌咧嘴一笑：许流年，我们没有针对第7殿的意思，只是陆师弟年轻气盛，我这堂弟曾和也年轻气盛，2人起了比斗之心，很正常吧。再说了，陆师弟连过11层玲珑宝塔，被誉为荒王殿10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奇才，难道还怕曾和区区一个普通弟子？诸葛白也淡笑道：流年，子期说得很对，相互切磋一下很正常。说着他又望向陆萧：陆师弟，你刚才口出狂言，3个月内跻身10大序列，对自己的实力应该是非常自信，现在该不会怕了吧？刘云峰语气里满是奚落：诸葛白，陆师弟估计也只是口嗨罢了，你这么上纲上线，反倒让陆师弟有点难以下台了。一时间，其他几殿的弟子都露出了玩味之色。区区一个临海5重，扬言要3个月内跻身10大序列，传出去必然沦为笑柄。曾和挑衅道：陆萧，废话少说，这一战你敢还是不敢？他跟陆萧年纪相仿，这段时间以来陆萧在荒王殿内大出风头，作为同龄人的他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服气，所以这一次他挑战陆萧，有讨好曾子期的意思，也有想把陆萧踩在脚下扬眉吐气一番之意。不说他，其他几殿的弟子眼里也同样是跃跃欲试。这一次其他6殿弟子一共来了15人，除了神魄境之上的年轻一代外，还有5个神魄之下的临海劲武者，跟陆萧年纪相仿，潜力十足。他们对陆萧也是相当不服气的。曾和，陆师弟刚加入荒王殿不到半个月，而且实力跟你差了几个境界，你好意思挑战他？你要是想切磋，我来陪你。第7殿方向，一个站在许流年身后的青年站了出来：我们第7殿也不是好欺负的。他这话落下，第7殿的10来个弟子纷纷站了出来：想欺负陆师弟，先过我们这一关。你们想挑衅，我们奉陪到底。因为陆萧拿下了血灵圣池，他们第7殿在荒王殿里大出风头，且占据了洗礼的1半名额。此行途中，其他6殿之人话里话外隐隐有针对的他们第7殿弟子的意思。这口恶气他们也憋很久了。曾和冷笑着道：你们第7殿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想群殴我？你们第7殿这是要仗着人多吓人啊！第2殿方向又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要不是总殿主这一次给了你们特权，你们第7殿能有这么多人来接受洗礼？若论天赋，你们第7殿的15人里面能有3个前来接受洗礼都不错了，其他人不过都是滥竽充数罢了。这对其他本该有资格接受洗礼的其他6殿弟子公平吗？许流年淡淡道：在接受洗礼前，不见你们跳出来狗叫，洗礼完后就按耐不住了。说句难听点的，就算这次接受洗礼的30个人都是我们第7殿的人，那也是应该的。这一次你们有机会接受洗礼，是陆师弟和我第7殿上给你们的。某些人接受洗礼前跟狗一样，接受洗礼后就变成恶犬了。陆萧冷冷嘲讽：连狗都知道问别人要吃的要摇尾巴。这话让其他6殿弟子脸上火辣。曾和怒道：陆萧，
少他妈在这东拉西扯，我就问你敢不敢应战？挑战我，你还不够资格。陆萧冷眼横扫四周，要不你们这6殿弟子里神破境之下一起上，我知道你们不服我，那我今天就把你们打到服为止。陆萧这嚣张的话立马让在场的其他6殿之人面露冷色。嚣张，太嚣张了。要知道在进入血灵圣池之前，陆萧的战力也不过是灵海5重而已，就算能勉强打赢同境界的曾无忌等人，那也仅限于灵海5重状态下的他们。而他们这8个前来接受洗礼的6殿弟子可都是灵海9重5，越级挑战的能力也是同龄人中顶级的存在，至少大多数都拥有媲美半步神破境的强大实力。结果这家伙让他们一起上，不仅是其他6殿弟子，就连第7殿那些弟子也全都傻眼。陆萧，这牛逼吹得有点过头了吧？如此大的境界差距，别说一个人打8个了，就算是1对1，他也没什么胜算啊。许流年开口道：“陆师弟，不要冲动，中了他们的计。他们这些家伙就是故意激你的，你别理会他们就行。”陆萧淡淡道：“承蒙诸位第7殿的师兄弟为我撑腰，今天我要是怂了，那岂不是堕了第7殿的名声？所以不管胜败，我都要跟他们一战。”就在这时，又是一道淡漠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怎么回事？都聚在这里闹什么？”发话的是从血灵圣池里洗礼完毕后走出来的南宫影儿，他迈着大长腿走来，目光扫过全场。陆师弟对自己太自信了，扬言要自己一人代替第7殿出战，同时挑战我们其他6殿神破境之下所有人。现在我们都想见识见识陆师弟的本事呢。诸葛白嘴角带着嘲讽笑意。闻言，南宫影儿挑眉：“陆师弟的为人我很清楚，不是主动生事之人。依我看，是你们刚才说了什么话，陆师弟才会如此吧？而且以多欺少，就算赢了，你们也胜之不武。”众人一愣，他们都没想到南宫影儿居然会帮陆萧说话。先前南宫影儿不是因为陆萧跟洛清仙的关系对陆萧颇为厌恶的吗？怎么突然转性子了？南宫影儿继续冷道：“我们有机会接受血灵圣池洗礼，完全是因为陆师弟的功劳。如今你们过河拆桥，此举未免太过分。南宫师姐，这可怪不得我们，我们本想跟他一对一切切磋，他偏要一个打10个，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成全他了一个第2殿弟子道。”南宫影儿冷眼横扫场上：“陆师弟，你不用理会他们，今天师姐在这，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你。”看到南宫影儿出面护着陆萧，那些弟子也顿时不敢吱声了。然而陆萧却淡笑道：“师姐好意心领，但今天是关我第7殿颜面，所以我陆萧言出必行，说要打10个，那就打10个。”这时姬冷月嗤笑一声：“自不量力，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知道吗？神破境之下能把虐你人太多太多了，何须10个，只需1个就能把你道心打到崩溃。”陆萧一愣，这女人怎么回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实力，结果却在这时对自己冷嘲热讽。紧接着姬冷月又道：“南宫师姐好言劝你，你非但不听，还死要面子。既然你这么自信，我跟你赌一场如何？”说到这，他顿了顿语气：“我就跟你赌1万下品灵石，你要是能赢他们的话，我给你10万下品灵石，10倍赌注，你该不会不敢接吧？”陆萧眸子闪烁，这女人是想要白白给他送灵石？不对劲，100万个不对劲。姬冷月还不至于这么蠢，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应该另有目的。果然，姬冷月望向其他人：“诸位，既然他这么自信，要不你们也添点彩头，看他这家伙敢不敢接？他一个打10个，要是能赢，我们给他10倍赌注又如何？就怕某些口出狂言之人没有这个胆量接我们的赌注。”陆萧心头微颤，这下他明白姬冷月的意思了。姬冷月这是要以身为饵，帮他坑这些家伙啊。南宫影儿有些蒙圈了，姬冷月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他深吸一口气：“冷月，你这……”姬冷月道：“大师姐，这种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你无需为他说话。您刚才好心帮他解围，结果他却不识好歹，我实在气不过，我看他敢不敢接着赌注。”南宫影儿心中复杂，原来姬冷月是在为自己鸣不平，可此举明显是把陆萧往火坑里推。陆萧也瞬间明白了姬冷月的意思，他并没有当场答应下来，而是面露难看：“姬冷月，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姬冷月继续挑衅，嘴上冷面：“看来刚才你真是在口出狂言，实际上心里也没底。1万下品灵石而已，赢了你就可以获得10万下品灵石，这你都不敢。”陆萧脸上阴晴不定，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接下这赌注，可实际上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两人这一唱一和演下来，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上钩。他这一犹豫，顿时间其他人也纷纷跟着跳出来挑衅：“陆萧，现在我们也给你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我也跟你赌1万灵石，输了
立马给你10万灵石。我也赌1万。呵呵，我赌2万。曾子期冷冷一笑，输了的话给你20万。我也赌2万。诸葛白跟刘云峰等人也纷纷下注，毕竟哪怕是10倍赔率，他们也没有半点犹豫，因为陆骁压根没有赢的希望，他们不会输。欺人太甚。第7殿的众多弟子一个个义愤填膺，南宫颖儿也面容凝重，事态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曾子期双手负后，冷笑着道：陆骁，看来你是不敢赌了。这样吧，也别说我们欺负你，只要你承认自己刚才口出狂言，给我们6殿弟子鞠个躬道个歉，以后在我们面前夹起尾巴做人，这件事就算了，如何？毕竟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有20万下令灵石的赌注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没必要为了装个逼硬亏20万下品灵石吧。曾兄说的对，只要你认个怂，我们可既往不咎。诸葛白也微笑道，他们下这么大的赌注，就是想给陆骁压力，让他认怂。陆骁咬咬牙，20万下品灵石对吧？为了第7殿的尊严，这赌注我接了，大不了我陆骁一个人抗下这笔账。第7殿的众弟子心中一颤，陆骁本可不接这一场豪赌，如今硬着头皮接下来，肯定是为了他们第7殿的尊严，他们能不动容吗？连南宫颖儿也不由感慨，虽然陆骁是轻狂了点，但这股血性他很佩服。看到陆骁居然真接了这赌注，曾子期和诸葛白等人脸色也有些难看，他们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就在这时，陆骁话锋再度一转，不过你们下注的人得先拿出200万下品灵石吧，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姬冷月第一时间拿出了自己的乾坤袋，里面有1000中品灵石，赢了就是你的，我姬冷月说得出做得到，有本事你就把它拿走。姬冷月又望向其他人，他就是在虚张声势而已，你们别被他吓到，我一个女人都不怕，诸位师兄该不会怕了吧？如果几位师兄没信心的话，把我也得考虑一下赌不赌了。姬冷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些刚才说要跟陆骁对赌之人也只能硬着头皮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这是7万下品灵石，再加一把3品上阶的武器，加起来有10万下品灵石了。有本事你就拿走。这是3枚3品中阶纯元丹，还有600下品灵石，有种你带走它。这些弟子拿出自己全副身家的时候，一个个气焰嚣张，想要在气势上彻底把陆骁给压垮下去。陆骁望向曾子期等人，你们的20万下品灵石呢？曾子期脸色铁青，我身上并没有这么多下品灵石，不过区20万下品灵石，我曾氏一族压根不放在眼里。你若是赢了，随时可上门讨要。诸葛白淡淡道，这是一把4品下阶神兵，价值接近20万下品灵石，我直接压在这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带走了。说完，他极其潇洒地将腰间利剑丢到陆骁面前。不过他表面淡定，可心中却也有些担忧起来，这可是他的贴身武器，是他师尊亲自赏给他的，要是真的输了，那怎么办？不过很快他就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荒谬，就算这家伙是神仙，也不可能以灵海5、6重修为硬汉8个灵海9重的天骄。说到这，他冷笑一声，反问，我们的赌注拿出来了，你的赌注呢？陆骁看了一眼南宫颖儿，师姐，借我20万下品灵石赌一下。这些人里应该就南宫颖儿最富有了。南宫颖儿，众人曾和嗤笑不已，这一场赌斗你已经必输无疑，你觉得颖儿师姐会理你吗？20万下品灵石都拿不出来，你还敢跟我们赌？看来这次你不仅要倾家荡产，还要欠上一屁股债了。然而南宫颖儿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我借。一刹那间场上死寂一片。南宫颖儿扫了一眼他们，沉声道，陆师弟明知这是必输之局，但为了第7殿的颜面，依旧愿意接受这赌注，这勇气我很欣赏。不就是20万下品灵石吗？我有。说完，他将玉指上的空间戒指摘了下来，一字一顿道，这里面的物资加起来应该值20万下品灵石，你们随意检查。看到南宫颖儿明知道这20万下品灵石一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却依旧愿意为陆骁垫付。诸葛白和刘云峰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南宫颖儿何曾为了一个男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要知道20万下品灵石可不是小数目啊，就算是南宫颖儿想要攒下这么多灵石也不容易。陆骁将戒指拿了过来，呵呵一笑，师姐放心吧，马上我会让你这20万下品灵石变成40万。既然南宫颖儿相信他，他也绝对不会让对方失望。这200万下品灵石他要定了。姬冷月淡漠扫了他一眼，五指微微张开，又悄无声息地收了回来。陆骁立马会意，很明显这女人也想分一杯羹，也不知道是想要55分账还是50万下品灵石。不过没有姬冷月的配合，他也赚不到这一笔横财，他断然不可能一个人吃独食。他收回目光，微微一笑，
望向曾和等人，身上气息缓缓释放而开。你们可以一起上了，30息之内不把你们全部解决，算我输。这嚣张到极点的挑衅，让曾和等人眼皮不住狂跳。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嚣张！曾和立马大喝一声：“我来试试你有多少本事！”话落瞬间，他凌空跃起，五指成拳，带着可怕力量朝陆骁砸了过来。如今他在经历灵池洗礼后，实力已然再进一步，灵海扩张到了90丈左右，在灵海9重境里算是强者。而他这一拳看似简单，可实际上却是一门刚猛霸道的准4品拳法镇山拳，威力已经快接近半步神破境的战力了。陆骁面无表情，一拳轰了出去，两拳碰撞，气浪席卷，砰！曾和的身体倒飞出去，一口鲜血从嘴里吐出，他踉跄落地，如遭重创，站立不稳，甚至拳头处还隐隐有灼烧的痕迹，剧痛无比。什么？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眼神中露出浓烈震撼。这家伙明明才灵海6重，为什么会拥有这么恐怖的战力？曾和也是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拳头，感受到手臂和胸口上传来的剧痛，再加上看到周围人那怪异的目光，立马怒吼一声：“刚才我只是大意了，再来！”说完，他再度沉气，抬掌拍来，那浑厚的掌气形成一个掌印，夹杂凌厉劲风扑向陆骁。滚！陆骁直接催动神魔骨，身体宛若一道闪电般消失原地。咔嚓，那道掌印被他一拳轰碎，而他拳头去势不减，直接落在了曾和身上。咔嚓，骨裂声传来，曾和的身体好像破布袋一样被击飞出去，狠狠砸在地面上。要不是陆骁关键时刻收了力，恐怕就刚才的那一击的力量就足以贯穿他的身体，让他当场毙命。全场死寂，这一次就算是南宫一儿也傻眼了。本来他已经做好了这20万下品灵石打水漂的打算，可现在事情好像有了反转。至于其他人，此刻脸上已经变得极其难看。从刚才的情况来看，曾和完全是被陆骁彻底碾压。陆骁淡淡望向其他7人：“你们一起上，或许还有一点点胜算。”曾子琪冷着脸道：“既然他都这么说了，你们也无需客气。”现在他慌了，真要一个个上的话，他还真怕这些家伙被陆骁逐个击破，最后他们这些人一败涂地，沦为笑柄。诸葛白也冷冷喝道：“都给我全力以赴，不要输了！”得到他们的指示后，几人也不再犹豫，直接爆掠而出。刷刷刷，7道身影齐刷刷冲向陆骁，各施手段，来势汹汹。陆骁身体好像鬼魅一般消失在原地。砰砰砰，他直接粗暴地将拳头轰了出去，每一击的力量都堪比神破境武者。转眼间又是几道身影跟炮弹一样被轰了出去。这他妈怪物吧！所有人心底都充满了骇然。这些弟子虽然只是灵海境9重，但每一个都是荒王殿里的栋梁之才，都有越级而战的强大实力。结果陆骁一拳一个。最离谱的是，陆骁才灵海境6重而已，第7殿的众人一个个傻眼，不敢置信，最后脸上狂喜。陆师弟，好样的！陆师弟，牛逼！哈哈哈，看来这次某些家伙是要输得彻彻底底了。陆骁一路摧枯拉朽，出手精准凶悍，转眼间8道身影已经全都躺在了地上，嘴里发出凄厉哀嚎，而他依旧气定神闲。直到他彻底解决战斗，众人都还没从震撼中缓过神来。灵海境9重也不过如此，看来我拿下这血灵圣池给你们接受洗礼，还不如给一头猪，实在太让我失望了。刚才看你们一个个这么嚣张，还这么自信，要跟我赌这么大，我还以为我要费点劲呢，没想到居然这么轻松。陆骁摇头感叹，真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失望，实在失望。听到他毫不客气的嘲讽，这些6殿弟子一个个面露怒色，却又哑口无言。在刚才的对战之中，他们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跟陆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陆骁那恐怖的力道落在他身上，他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听到他这话，那几个6殿弟子郁闷得快要吐出血来。这家伙简直可恨啊，一群废物！刘云峰怒骂一声：“20万下品灵石啊，他肉痛啊！”而许流年等一众第7殿弟子反应过来后，一个个脸色涨红，激动无比。陆骁赢了，而且还是以碾压之势完虐这些所谓的6大殿天才弟子。他们第7殿站起来了。许流年哈哈大笑，上前拍拍陆骁的肩膀：“陆师弟说的对，某些人天天吹得自己多厉害，结果陆师弟略微出手，就让他们原形毕露了。早知道某些人这么不行，这30个名额还不如全部给我们第7殿的弟子算了，真是浪费，浪费啊！”哈哈哈，许师兄说的对，我还真怀疑他们是不是进去泡了个澡，什么提升都没有，真是浪费我们第7殿的一番好意。此刻的第7殿弟子一个个嘴巴跟开了光一样，全都扬眉吐气的嘲讽起来，
让其他6殿弟子无地自容。陆骁呵呵一笑，各位师兄说的对，不过我们第7殿向来大方，就当从来没这回事就好了，无需介怀。有道理有道理，果然还是陆师弟格局大。陆师弟这等心胸，我等自愧不如。第7殿的弟子纷纷对陆骁拍起彩虹屁来。他们中本来也有一些人对陆骁享有如此荣耀和待遇略有不服，可现在他们对陆骁彻底服气了。陆骁才进荒王殿多久？短短几天，陆骁就以一人之力让他们第7殿的弟子聚于熔烟，一个个抬起头做人，如今还展现出了如此强大的实力，他们还有什么不服的？陆骁扫了一眼众人，而后直接将他们拿出来的那些赌注全都搜刮了过来，脸上堆起浓郁笑容。多谢各位师兄的馈赠，我也没想到我居然赢得这么轻松，真是不好意思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设局坑你们呢。200万下品灵石要怎么花啊？真的好头疼啊。看到他这副嘚瑟模样，曾子琪等人脸色黑得跟木炭一样，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尤其是诸葛白，此刻心态更是近乎炸裂，他师尊送给他的剑都输给陆骁来，要是让他师尊知道此事，还不得把他的皮都给扒了。想到这，他硬着头皮开口道，陆师弟，我输给你的那20万下品灵石我会尽快给你，但此剑乃是我师尊送我的傍身武器，对我来说颇为重要。这话说出来，他脸上火辣辣一片。陆骁一脸正色，打断了他的欲言又止，师兄请放心，我不是那种乱动别人宝物的人，所以在师兄把这把剑赎回去之前，我不会用它。等20万下品灵石到账，我会第一时间把此剑还给你。我的意思是说，我先把剑拿回来，20万下品灵石尽快给你。诸葛白咬牙道，这家伙就是故意听不懂他的话。陆骁这才恍然大悟，脸色陡然一沉，师兄，你这样做就不合规矩了，我辛辛苦苦才赢来200万下品，都是血汗钱，不是我不近人情，而是开了这个口子后，大家都要把东西拿回去，那我赢了个寂寞。行，算你狠。诸葛白脸色青白交加，冷哼一声离开。陆骁又笑了笑道，师兄，想要拿回这件18万下品灵石就行了，师弟我给你打个折，千万不要感谢我。诸葛白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这家伙太气人了。说到这，陆骁又看了一眼曾子琪，脸上笑意浓郁。你欠我的那20万下品灵石，到时候是自己主动送上来呢，还是我让妖店主去找你长辈谈谈，也给你打个折？曾子琪拳头握起，我曾子琪还不至于给不起20万下品灵石。他曾是一族的底蕴，可比诸葛白他们强得多了。20万下品灵石不是小数目，可也还不至于让他伤筋动骨。不过这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他也愤然离去。刘云峰最为难受，3个人里就他真金白银的拿出了20万下品灵石，就算想讨回来也开不了这个口子。修炼资源对武者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消耗也极大，这20万下品灵石差不多是他1年多的积累了。他脸上阴晴不定，最后也是忍着憋屈离开了此地。肉痛啊！接下来陆骁直接将南宫颖儿的空间戒指还给了他，然后将赢来的灵石、物资、丹药通通当场拿出来一一清算。这一幕让那些输得连裤衩子都没有了的6殿弟子脸色跟吃了屎一样难看，还有比这更打脸的吗？刚才这些东西都属于他们，可现在都变成陆骁的了。紧接着陆骁从里面取了2000下品灵石，当着众人的面拿给南宫颖儿，南宫师姐，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利息。南宫颖儿美眸瞪大，心情再也难以淡定，连连摆手道，我这真不能收下。2000中品灵石，这可是接近20万下品灵石啊，他手里这些物资也是积累了很久，价值才接近20万下品灵石。陆骁笑道，南宫师姐，刚才你这么信任我，想都不想就把自己所有东西借给我，现在我拿到回报了，当然也有你的一份。再说了，我陆骁一向一言九鼎，刚才我已经把话放出去了，大家都听到了，我要把你借给我的灵石双倍奉还，你要是不收下，那我岂不是成了言而无信之人了？南宫颖儿咬了咬红唇，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太贵重了，要不你给冷月吧，冷月输了10万下品灵石给你，你把他那一份还给他就行了。陆骁看他再三婉拒，二话不说，直接就把装着灵石的空间戒指色到了他手里，拿着，你不拿着那就是看不起我。南宫颖儿呆滞原地，最后抿了抿嘴唇，将灵石收了下来，这还是他有生以来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没想到居然是陆骁送的。刚才他还预备好了要血本无归，没想到现在手里的修炼资源居然翻倍了，就算是做梦他也完全不敢这样想了，可现在却确确实实发生了。就在这时，洛清仙也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大厅中一片狼藉，俏脸惊诧，陆骁，2位师姐，这是发生什么了？南宫颖儿简单将事情说了一遍。洛清仙有些怒火，这些家伙太过分了，居然这样针对陆骁。不过所幸陆骁有实力，狠狠打脸了他们。
没伤到哪里吧？他快步走来，脸上浮现关切。就凭他们的实力，还不至于伤到我。陆萧淡淡一笑。洛清仙想想也笑了，秦萧先前的战力便已经非常强了，如今在接受血灵圣池洗礼后，怕是变得更加强大了。就凭这些家伙，怎么可能伤得了陆萧呢？他倒是多虑了。不过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姬冷月可是也亲眼见识过陆萧的实力的，应该很清楚这群弟子不是陆萧的对手。可他居然带头跟陆萧对赌，而且还赌陆萧输，不对劲。他总感觉哪里有问题。就算姬冷月再怎么看不上陆萧，也不会拿自己的修炼资源开这种玩笑吧。他内心很是狐疑。陆萧很适时地转移了话题。清仙，这一次接受血灵圣池的洗礼后感觉如何？可有突破？提到此事，洛清仙这才展露笑容。还行，成功突破到了灵海境9重。现在他距离神魄境也很近了。他的基础非常扎实，当初灵海境7重之时便可跟灵海9重武者过招，如今突破灵海境9重之后，灵海大小轻松达到110多丈，这灵力的雄厚程度已经比7成半步神魄境武者厉害了。其实一般的半步神魄境武者也就相当于100丈灵海大小的灵海境武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体内已经在酝养神魄雏形，而真正突破到神魄境后，战力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每个大境界之间都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有着天大差距。打个比方，陆萧灵海境6重便拥有媲美神魄境1重的战力，但他灵海7重之时，在没有其他特殊条件的加持下，绝不是神魄2重武者的对手。毕竟灵海境6重提升到灵海7重，跟神魄境1重提升到2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陆萧笑了笑道：那你抓紧时间修炼，等你要突破神魄境之时，我再送你一份大礼。洛清仙俏脸上欣喜，羞涩道：你有这个心便好，我现在可是有钱人，这些东西真要拿去凌霄宝阁置换，可能换不少灵石呢。陆萧笑道：他向来不是小气之人，洛清仙先前如何待他，他看在眼里。洛清仙双颊绯红的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陆萧的心意了。这让那群6殿弟子悲痛欲绝，此刻杀人的心都有了，尤其是看到洛清仙娇羞的模样，他们心如刀绞。这些修炼资源可都是他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老本啊，这家伙转头当着他们的面拿去他们的女神了，简直是杀人诛心。就在这时，夭夭姿也紧随其后，从血灵圣池里出来。当看到陆萧眼前堆积成山的物资后，他美眸也是微微一亮。这些东西哪来的？陆萧嘴角勾起，一不小心就赢了这么多，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真是难啊。听到这话的众人嘴角狠狠抽搐了几下，小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打击，一个个从地面上艰难爬起来，灰头土脸的离开此地，连吭都不敢吭一声。看到他们一个个如丧考妣般离去，陆萧等人对视一眼，都笑了起来。许流年心情无比舒畅：瑶姿，你真是有眼光啊。陆师弟刚加入我们第7殿没多久，我们第7殿便在其他几殿面前挺直了腰板，这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第7殿积弱已久，从未如此扬眉吐气过，而现在他们却感受到了这种滋味，一个字：爽。夭夭姿闻言，那水雾连连的眸光落在一旁的陆萧身上：我挑的男人会有错吗？洛清仙淡淡道：是谁的男人还不一定呢，陆萧可不止你一个未婚妻。姬冷月也笑：清仙说的没错，说不定某些不是未婚妻的人威胁更大呢，毕竟说不定某些狗贼就喜欢玩刺激的。他这笑意有些意味深长。陆萧头疼，这一转眼又扯到这上面了。3个女人一台戏啊，南宫颖儿也暗叹不已，果然优秀的男人总是那么抢手。不过他突然有点理解洛清仙和瑶瑶姿对陆萧死不撒手了，重情重义，出手大方，长得英俊，还一身正气，要不是他道心坚定，他都要动心了。不过这个念头刚升起，他俏脸便是微微滚烫。南宫颖儿，你修炼的可是无情道啊，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陆萧眼见气氛古怪，连忙转移话题：我师尊怎么在里面待这么久？夭夭姿缓缓解释道：徐峰主这一次进入血灵圣池是治疗本源之伤，跟我们直接吸收灵气不一样，所需的时间要更久。接下来陆萧默默在外面等待，直到2个时辰之后，他才看到徐须道从里面走了出来。师尊！陆萧第一时间上前，看到徐须道脸色没有那么苍白了，气色好了不少后，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徐须道微微一笑：这血灵圣池果然不俗，我感觉现在状态好多了。陆萧笑道：那就好，我还怕这血灵圣池效果不明显呢。寒暄几句后，陆萧当即打定主意，第2天马上前往大商皇朝，而夭夭姿和洛清仙也嚷嚷着要跟着去。陆萧实在拗不过，也只能同意。听完陆萧的想法，妖玄天微微蹙眉：你要前往大商皇朝我没有意见，不过路上小心一点，你可别忘了灵狐一族还对你虎视眈眈，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这次你们让他们吃了这么一个大亏，他们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几天，我一直都派人在古月城暗中探查，有没有灵狐一族留下来的奸细，目前并未发现什么端倪，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感受到妖玄天语气中的关切，陆骁心中感动道：“我会注意的。”妖玄天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咧嘴一笑：“你小子现在可是我们第7殿，乃至整个荒王殿的宝贝疙瘩，可不能出了什么事，否则那群太上长老会把我给撕了。”陆骁干笑2声：“有那么夸张吗？”“废话。”妖玄天瞪了他一眼：“你知道那群老家伙私下找过我多少次，想要收你为徒吗？不过我都还没答应下来，到时候看看哪个老家伙更舍得一点，毕竟我总得给你找个有实力一点的师傅，是吧？”陆骁，得，看来自己又要被高价拍卖了。妖玄天这个老狐狸是要把自己的价值榨得一点都不剩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在玲珑宝塔里获得的大明清心经和玲珑宝塔真身。店主，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跟您汇报一下。我闯过玲珑宝塔第11层后期，曾在里面获得2样东西，其一就是一门心法，名为大明清心经。大明清心经这5个字眼一出，妖玄天傻眼了。你确定你获得的是我们荒王殿失传已久的大明清心经？这可是我们荒王殿祖师爷作化之后留下的顶级心法啊！此心法可洗涤人之精神，有助人悟道之神效。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这大明清心经，只要派个人在大殿里诵经，不出几个月就可让我们荒王殿的弟子实力统统涨一个档次。陆骁摸了摸鼻子，有那么牛逼吗？当然有。妖玄天语气急切：“好女婿，你把这大明清心经传给我吧，我用这个去跟那群老家伙和其他6殿殿主谈谈条件，这下他们估计要哭着求我妖玄天把这经文拿出来了。”陆骁获得大明清心经的消息被那些家伙知道的话，他们恐怕会比自己更加激动。不过他们想要这大明清心经的话，不出点血，他妖玄天肯定不会同意的。陆骁点了点头：“我将经文抄录出来，店主您到时候想怎样处置就看您了，这本来就是属于整个荒王殿的传承。”妖玄天嘿嘿一笑：“荒王殿的传承没错，可没有你的话，这传承未必能重见天日，所以你才是大功臣。”说着他又问道：“那你在玲珑宝塔里获得的第2件东西是什么？”他话音落下后，下一刻陆骁的手掌之中浮现了一尊小塔。妖玄天颔首赞许道：“这难道是玲珑宝塔的仿制品？看起来还挺像这么一回事，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宝器。”陆骁尴尬道：“这不是仿制品，而是真正的玲珑宝塔。荒王殿里那玲珑宝塔只是它的一具投影，而我手中这尊才是本体。店主，真不是我贪心，这玲珑宝塔认我为主不是我的本意，是他自己主动划破我的手掌，强行认我为主的。”妖玄天脸色一僵，说着陆骁往玲珑宝塔内灌注灵力，顷刻之间，那独属五品法器的强大威压瞬间蔓延了整个房间。妖玄天彻底麻了，这玲珑宝塔可是荒王殿的顶级法器，自从祖师爷陨落后，这就一直是无主之物，无数先辈包括他们在内做梦都想将其收为己用，却压根束手无策。结果第1天加入荒王殿的陆骁直接把他给收服了。这小子干的还是人事吗？这是要气死谁？只能说这小子确实是有大气运之人，不过一想到这是自己未来女婿，他心中便有些暗爽。这下那些家伙还不得嫉妒疯了。陆骁道：“店主，这玲珑宝塔我拿着烫手啊，这本来便是荒王殿之物，现在我将它归还。”“还什么还？”妖玄天大手一摆：“现在这玲珑宝塔已经认你为主，其他人也无法掌控，你就暂且留着用。你也是荒王殿的弟子，既然他选择了你，那就是你的造化。再说了，荒王殿里面不是还有一个投影吗？有个投影就够了。刚好你要去大商皇朝，这玲珑宝塔刚好可以当你的护身法器。它本来就是护短的主，如今这玲珑宝塔都落到了陆骁手里，哪里还有吐出来的道理？行吧。”陆骁颔首，心里也很是感激。妖玄天是真把他当自己人了。小子，我可警告你，这一次瑶姿跟着你一起去大商王朝，你要是敢让他受到任何伤害，我可饶不了你。陆骁郑重点头：“店主放心，谁要动瑶姿，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行，那我也不说废话了，滚吧。”妖玄天摆了摆手。翌日一大早，陆骁和洛清仙2女便直接出发前往大商皇朝。为了避人耳目，几人出行之时非常低调，悄然离开了古月城。而另一边，他们刚离开古月城，灵狐一族族地之内，灵狐修腰间的一枚玉佩也在此刻悄然裂开，而玉佩之内也传来一道传音。听完这道传音后，灵狐修双眼微冷，这小子真以为自己偷偷出古月城就没人发现得了吗？真是天真。妖玄天啊妖玄天，我说过，你护得了他一时，护不了他一辈子，我倒要看看他的命有多大。
灵狐一族在古月城苦心经营多年，势力可谓是根深蒂固。虽然灵狐一族的核心成员已经离开了古月城，可依旧留下了不少耳目。而这些耳目实力不强，所以不会引起荒王殿的注意。自从陆骁进入古月城后，灵狐一族的耳目一直都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是一直都没找到机会出手而已。如今机会来了，他一直在暗中潜伏的人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一旁的灵狐傲神色阴冷：“父亲，我要亲自过去一趟，手刃此子。”不行，灵狐羞淡淡道：“如今也不知道暗处有没有其他强者在护着他，所以我还是派几个人去办此事吧。”灵狐傲对灵狐一族极为重要，他不会让灵狐傲如此冒险。可不亲手杀他，我内心难以平静。灵狐傲握紧双拳，作为天之骄子的他被陆骁碾压，这对他的打击非常之大，已经成了他的心魔。这段时间以来根本无心修行，对他而言，败在这一个毛头小子手上乃是奇耻大辱，他必须要亲手洗刷这个耻辱。灵狐傲目光阴鸷：“我要将他胸口中那道神秘道骨活生生挖出来，移植到我身上。”听到这话的灵狐羞安慰道：“别急，我会尽量让人捉活他回来，到时候把他不过是待宰羔羊罢了，还不是随你处置。”灵狐傲还想说些什么，但灵狐羞摆摆手，直接打断了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无需争一时之输赢。”看到灵狐羞态度坚决，灵狐傲心中就算再不爽，也只能妥协。灵狐羞笑呵呵道：“二，只要你移植了这根神秘道骨，东荒域年轻一代中还有何人是你的对手？我灵狐家很快就要再度出笼了。”灵狐傲沉默不语，他现在已经心魔难除，如果不过这一关，他难以有所突破。灵狐羞喝了一口茶，悠悠道：“我派出去的这些暗卫全都是神破2重3重境界，而跟那小子同行的不过是2个黄毛丫头，对付他们不是问题。只要他们离开妖玄天的保护范围，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另一边，古月城外数十里地外，陆骁3人快速朝着大商皇朝方向而去。就在这时，几人突然神色微变，突然感觉几道凌厉杀气从远处传来。他们猛然回头，视野之中几道杀气凛然的身影御空而来。这几人身穿黑衣，脸上戴着面具，浑身散发出一股强悍气息。4个人，3个神破2重，1个神破境3重武者。妖瑶姿心猛然沉到了谷底，他现在的实力最多也就能对付1个神破境2重武者而已，但对面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强，更何况还有陆骁和洛清仙2人。看来我父亲猜得不错，灵狐一族的人一直都在暗处对着，估计就等这一刻呢。洛清仙和陆骁的眼神都变得很是凝重。陆骁深吸一口气：“瑶姿，你现在带着清仙哲返古月城，这里交给我来解决，他们是冲着我来的。”看来灵狐一族真的很想他死。妖玄天在古月城内排查了我这么长时间，没想到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妖瑶姿微微一笑：“我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走呢？”洛清仙也咬了咬牙：“我也不走。”虽然有些恐惧，他还是选择跟陆骁共同面对。4大神破境强者从4面8方逼近而来，陆骁冷冷盯着他们，开口道：“你们是灵狐一族的人吧？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来的，放他们离开，我陪你们玩。”呵呵。其中一个黑衣面具人嘴里发出嘲讽之声：“你觉得我们会这么蠢吗？既然我们来了，那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你小子好运，我们要抓活的，可这2个细皮嫩肉的小妞，我们兄弟几人可就不客气了，先玩弄一番，再送他们上路。”妖瑶姿和洛清仙都是人间绝色，就算是他们看到这等绝色，内心也忍不住悸动起来，所以断然不会放过这个舒服的机会。陆骁闻言也不再废话，直接将玲珑宝塔祭了出来，一股恐怖的威压从玲珑宝塔上席卷而出。这一幕也让这4个神破境武者眼神里露出贪婪之色。这是什么法器？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压！他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可还真未曾见过威压如此强烈的法器。莫非是传说中的5品法器？妖瑶姿和洛清仙也有些傻眼，这不是玲珑宝塔吗？怎么会在陆骁手里？那荒王殿里的那巨大的玲珑宝塔又是什么？法器分很多种，除了分品阶外，还有一些法器有特殊禁制，只有滴血认主后才可使用这种法器。一般而言，炼制难度更高，同时跟主人的契合度也更高，可以发挥出一般法器无法发挥的强大战力。而陆骁的玲珑宝塔便是如此，如今他的战力也可比奸神破境一重了。要是加上玲珑宝塔，再用燃血秘术提升一下子自己的境界，未必不能跟这些家伙一战。瑶姿，带清仙离开。陆骁深吸一口气，相信我，还不用不找你拼命。瑶瑶姿咯咯轻笑，你也真是憨，你以为我父亲既然猜到他们会出现于此，会不给我准备一些保命的东西吗？陆骁一愣，
旋即立马明白过来，妖玄天老谋深算，要是没有准备，又怎会让妖瑶姿如此冒险？而此刻4个神魄劲武者已经逼近，而妖瑶姿玉手之中也出现了一把剑，这把剑通体漆黑，上面密布着一道道符文，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静气。看到这一幕，4个神魄劲武者眼里露出忌惮之色。所谓静气也是法器的一种，但跟普通法器不一样，他们只能使用1次或者2次，威力非常恐怖。先解决这个丫头。他们对视一眼，齐齐朝妖瑶姿扑杀而来。妖瑶姿也不废话，手持利剑腾空而上，迎接他们4人。利剑划过，扑哧，一个武者当场被恐怖的剑气斩成了2半。那凌厉的剑气余波似乎都要将这片虚空给斩裂开来。这他妈是什么劲气？威力居然这么可怕！其他3人骇然，没想到妖瑶姿手持着劲气，居然能瞬间秒杀他们1人。就连那神魄境3重武者也骇然不已。妖瑶姿嘴角带着妩媚笑意，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放心让我跟陆萧一起出来吗？因为他就是想要引蛇出洞，把你们全都灭掉啊！这劲气可是他花了好大的代价才炼制出来的呢，里面封印的力量是他全力一击的力量。虽然这法器的材质无法完全将这股力量全部释放，但对付你们也足够了。说话之间，他又是一剑劈出，剑气浩瀚犹如长河，劈开了一切，只是转眼之间便来到了他们面前。扑哧扑哧，2个神魄境2重的武者连躲避都来不及，就被拦腰斩断。而另外一个神魄境3重武者虽然艰难避开，但也被砍断了一条手臂。他已经被吓破了胆，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既然来了，那就都留下吧。妖瑶姿那淡漠妩媚的轻笑声响起，剑气瞬间贯穿长空，血花绽放。这神魄境3重武者在一声不甘的惨叫声中当场陨落。陆萧和洛清仙2人目瞪口呆，这劲气的威力确实强大，居然瞬间就将神魄境3重武者秒杀了。而妖瑶姿收回这把通体漆黑的利剑，看到上面的符文居然暗淡了不少，甚至那剑身之上还有裂纹浮现，脸上也露出了心疼之色。看来这劲气用不了几次了，这可是他父亲刚给他炼制的保命之物，居然浪费在这几个小喽啰身上，他很不爽。要是来的是灵狐一族的骨干，那就好了。他惋惜道，这劲气在我手里，斩杀神魄境5重的武者不是问题，真是大材小用。听到这话的陆萧和洛清仙2人也唏嘘不已。妖瑶姿笑了笑，眼神落在洛清仙身上，表情中带着些许得意。清仙妹妹，你看陆萧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是得靠我这种强大的女人才能保护他，你可要尽快强大起来呢。洛清仙轻哼一声，压根不理会他的阴阳怪气。2人年纪差不多，妖瑶姿却已经突破神魄境，他才灵海9重，他心中肯定是不服气的。不过若是他能突破到神魄境，再将体内的2道封印解开，到时候他的修炼速度只会比妖瑶姿更快。只是解开这2道封印后，他的血脉也会被自己族人所感应到，到时候他侧头看了一眼陆萧，眼里带着一丝不舍。陆萧连忙道，我去搜一下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最后他在几人身上一顿摸索，取出了一些丹药，还有他们所使用的法器，居然都是4品法器，也还算有所收获。他直接将这些东西拿给妖瑶姿。妖瑶姿摇头笑道，这些法器你留着用吧，这些玩意对我用处不大，看看他们身上的丹药有没有用得上的。陆萧将这些药瓶打开，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补充灵力的丹药，整体来说没什么卵用。不过很快他就在里面找到了一样好东西，4品破神丹。破神丹乃是4品下阶的丹药，可助灵海巅峰武者突破神魄境时增加一定的成功率。我已经是神魄境了，这破神丹就留给清仙妹妹用吧。妖瑶姿主动开口道。看到他这么大方，洛清仙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我才不要你的施舍，他要是收了妖瑶姿的好处，那他以后岂不是要低妖瑶姿一头？听到这话，妖瑶姿妩媚轻笑，将破神丹放到他的手掌之上，都是姐妹，这么见外干嘛？虽然2人偶尔会争风吃醋，但妖瑶姿还不至于小气到这种程度。洛清仙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红唇，似乎在进行剧烈的思想挣扎，最后深吸一口气，谢了，这个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那就把陆萧让给我吧。妖瑶姿咯咯一笑，我不要了。洛清仙脸一黑，连忙将这4品破神丹塞回妖瑶姿手里。逗你的。妖瑶姿轻轻刮了刮他的脸颊，看到他逐渐通红起来的脸蛋儿，那美眸里的笑意变得更加浓郁。洛清仙这副模样，他觉得很可爱，偶尔逗一下洛清仙也挺好玩的。陆萧继续在这些丹药之中搜寻，很快他便再度露出喜色。瑶姿，这是一枚4品真元大海丹，
神魄境1重到3重都可使用，可增加修为。这一枚真元大海丹的药效，可比进行一次血灵圣池的洗礼要好得多了。闻言，妖瑶姿双眸也是一亮，这丹药对他有用。要知道，一枚真元大还丹在外界价值至少在10万下品灵石以上，他也没有客气，将这真元大还丹收了下来。毕竟他确实需要。此外，陆骁还在他们身上搜刮出了一些3品上阶的灵丹，都是可以提升修为的，对他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用处。他现在是灵海6重修为，这3品上阶丹药也能用，只是他突破需要的灵气量已经很大了，跟灵海9重武者相差无几，所以哪怕是使用3、4枚这种丹药，也很难突破到灵海7重。不过陆骁还算满意，毕竟这些物资对其他人来说已经是天价之物了。这神魄境武者就是不一样，够肥，干脆利落的将这些东西搜刮完毕。陆骁几人继续赶路，而此刻，在灵狐一族的族地百灵城内，令府邸之内，咔嚓咔嚓咔嚓，接连几道声响传出。灵狐修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因为刚才破碎的是他派出去的那几个修士的命符，如今这命符破碎，也就说明他派过去的那几个武者此刻已经陨落了。行动失败。砰！他一巴掌将桌子拍得粉碎，一股恐怖煞气不断在身上升腾。灵狐傲眼神也冷了下来，看来那妖玄天是铁了心要维护这小子了，真是该死。这几个暗卫可是他灵狐一族花了很多资源才培养出来的强者，如今就这样白白陨落，这等损失就算是灵狐一族也难以承受。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半点收获。灵狐修脸上一阵肉痛，看来这小子的命确实足够大，但是凭借我们灵狐一族自己的实力，也很难跟妖玄天抗衡。妖玄天跟灵狐老祖虽然差距不大，但顶级强者之间的差距哪怕是一丁点，也足够分出生死了，在青蓝宗之时便可窥见一二。看来我要立刻向老祖禀告，让他出面请求天武学宫对此子颁布悬赏令才行，只有搬出天武学宫才能压制此子了。灵狐傲也冷冷道，不管怎样，他身上那道蛊我一定要拿到手，那东西真要给了他，那他灵狐傲的资质将会再上1、2个档次，在东荒域的同龄人之中一骑绝尘，无人是其对手。那就请天武学宫颁布悬赏令，活捉此子者重赏之。天武学宫的悬赏令已经有几年没颁布过了，一旦颁布这悬赏令，可以说此人将会在东荒域内举世皆敌。因为东荒域境内天武学宫占据半壁江山，麾下的势力英才不计其数，而这悬赏令一向悬赏丰厚，一经发布便会让东荒域震动，无数人都会抢着去讨好天武学宫，去争这悬赏。而上一次天武学宫颁布悬赏令，还是因为5年前绞杀东荒域第1魔道修士楚星天，在整个东荒都掀起了滔天波澜。而楚星天也在此悬赏令颁布的半个月后，便被众多修士围杀陨落。我们可以借天武学宫之名颁布悬赏令，但此事乃是我们灵狐一族私事，这悬赏金肯定是我们灵狐一族来出。父亲为了区区一个灵海境修士，值得吗？灵狐傲双目闪烁，说到底他对陆骁依旧不屑，觉得对付一个陆骁无需如此大动干戈。灵狐羞淡淡开口道，只要他们真的能将此子抓到我们面前，到时候你移植了他身上的道蛊，假以时日，我们灵狐一族将会站在东荒域之巅，区区一点悬赏金又算得了什么？灵狐傲眼里闪过一抹炙热，而后点了点头，我亲自去请老祖出关。灵狐羞冷道。1日后，一则消息犹如潮水一般席卷了整个东荒域，天武学宫颁布悬赏令，悬赏荒王殿弟子陆骁200万下品灵石，要求活捉。一时间无数人为之震动。时隔5年，东荒域巨头天武学宫在颁布悬赏令，居然是为了荒王殿区区一个弟子而已，这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虽然悬赏令上是说陆骁杀了天武学宫弟子，罪不可赦，他们这才颁布悬赏令，可只要是个明眼人都知道，事情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陆骁只是杀了天武学宫弟子，以天武学宫的势力，也绝不可能如此大动干戈，其中必然还有其他内情。一时间无数势力都开始虎视眈眈。虽然陆骁是荒王殿弟子，可天武学宫给出的奖励实在是太诱人。古月城内，妖玄天听到手下传来的汇报，脸色无比铁青，这灵狐一族真是疯了，居然为了陆骁这小子颁布悬赏令，他妈的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他用屁股想也知道，天武学宫绝对不会关注到如今还是一个小小灵海境的陆骁，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灵狐一族在从中作梗。妈的，不给你们不上一点手段，真当老子是吃素的。妖玄天没有半点犹豫，第一时间便回到了荒王殿之中。死狼！
立刻帮我去请个店主过来，就说我有事要跟他们相商。是。子郎身形一闪，消失原地。很快，其他6店店主一一到来。老七，脸色怎么这么黑啊？老七，别生气嘛，陆骁这小子还真可以啊，创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啊！这还是天武学宫第一次颁布对一个临海境的悬赏令呢，这都可以记录进去东荒大事记了。第4店店主曾龙鳞笑道：“真给我们荒王店长脸。”其他店主也略带调侃的笑着开口：“老七，这不得摆2桌，这说明咱这陆小子还真是有逆天资质啊，否则天武学宫怎么可能会如此赶尽杀绝？”看到这些店主一脸见笑的模样，妖玄天心里更是窝火。好了，平时跟老子开玩笑，老子也不跟你们计较那么多，但今天我心情不好，你们最好别惹我。听到这话，其他6店店主也收敛起笑容，纷纷落座，然后脸色逐渐凝重起来。他们也只是调侃而已，可心里也明白此事的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尤其是天武学宫指名道姓要杀他们荒王殿的弟子，真当他们荒王殿是吃素的？他们不要脸的吗？妖玄天淡淡道：“不用想，这事肯定是灵狐一族在背后搞鬼，敢动我妖玄天的人，我会让他们灵狐一族知道错字怎么写。”总店主任天笑淡淡道：“老七，你想怎样？”妖玄天平静道：“把他们灵狐一族的老祖送上西天，再把他们灵狐一族这一代的天才子弟一个个斩了，让他们灵狐一族王族灭种。”他的语气很淡定，仿佛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一般。而其他6店店主都眼皮狂跳，妖玄天这想法简直太疯狂了。但他们很清楚，以妖玄天这护短霸道的性子，还真做得出来。灵狐一族在天武学宫中算是非常核心的一脉了，这一点人尽皆知。任天笑开口道：“我们要是真敢动手，2大势力之间必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导致生灵涂炭。那便战。”妖玄天道。任天笑蹙眉：“我们荒王殿作为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之一，如果爆发大战，那我们宗内弟子和诸多势力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妖玄天沉默了。确实，他们作为举手投足便能让东荒域震动的大人物，一言一行，一个决定都会关乎到无数人的生死，影响巨大。深吸一口气后，他冷道：“但这口恶气我咽不下。”任天笑呵呵一笑：“我们也咽不下这口恶气。既然他们想这样玩，我们就奉陪到底。我们先礼后兵，给天武学宫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现在我立刻就发出消息，勒令天武学宫立刻将这悬赏令撤下，否则他们颁布悬赏令，那我们就颁布追杀令。以后若有天武学宫弟子在外行走，将其斩杀，前来我们荒王殿领赏。普通弟子可奖励5万下品灵石，核心弟子奖励10万下品灵石，亲传弟子奖励50万下品灵石。如果他们执意要玩，那我们就陪他们玩大一点。”任天笑这话让妖玄天嘴角抽了抽。任天笑嘴上说着先礼后兵，这追杀令可比他的做法很多了。一旦真的执行的话，那么接下来天武学宫的弟子没有人敢在外面行走，否则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尽的追杀和暗算。然而其他几个店主却纷纷颔首表示赞同，就连最平和的第5店店主鸿运也同样赞同了这个疯狂的想法。任天笑淡淡道：“那我现在就去发布此令，宣告整个东荒域。”随着荒王殿这回应发出，整个东荒域再度因此震动。荒王殿这是疯了，这是要将天武学宫的新生代斩杀个一干二净的节奏吗？他们没想到区区一个临海境武者，居然会引来2大势力之间的正面碰撞，而这一次碰撞却会影响到无数人。随着荒王殿的强势回应传出，一时间天武学宫那边也瞬间哑火了。他们这次要针对的只是荒王殿的一个普通弟子，而现在荒王殿就跟疯狗一样，要下追杀令，让他们的新生代弟子灭个一干二净。得知此事的天武学宫的诸多弟子顿时人人自危，连门都不敢出了。天武学宫议事大堂内，天武学宫公主亲自召集天地玄黄4院院长以及一些实力强大的核心元老，亲自讨论了此事。灵狐老祖自然也在其中。天武学宫冷冷道：“你灵狐一族要借我天武学宫的名头颁发对那小子的悬赏，结果荒王殿却要死护此子，甚至还公开颁布了悬赏令。如今整个东荒域都被此事吸引了注意，我天武学宫话已放出，如今进退两难，你说此事该如何解决？”灵狐老祖脸色铁青：“我也不知道此事会如此严重。灵狐老祖，你这是公器私用啊！我们天武学宫的悬赏令成了你灵狐家耀武扬威的工具了。”哼，灵狐一族这些年来真是越来越霸道，不把其他人放眼里了。听说前段时间灵狐一族还把我们天武学宫的血灵圣池输给了荒王殿，这仗一比一庄，
算不清啊。其他人也纷纷对灵狐老祖发难。天武学宫内派系复杂，灵狐一族只是其中一脉而已。如今捅出了这么一个大篓子，其他人肯定借机发难。灵狐老祖脸色铁青，片刻后声音嘶哑地开口道：“公主，说白了，这陆骁不过是天武学宫一个小小的弟子而已。荒王殿此番发话，也不过是脸上挂不住，想要我天武学宫主动退步罢了。可这一退，我们天武学宫颜面何存？再说了，我们天武学宫怕他们吗？荒王殿的声明，我们不予理会即可。到时候就算陆骁真的死了，以他们的尿性，估计也只会憋下这口恶气，不敢真正开战。可要是他们愿意开战，那岂不是更中我们的下怀？我们养精蓄锐多年，为的不就是今天这个机会吗？如今我们天武学宫实力已经远超荒王殿，背后也有了靠山，或许正是找个借口把荒王殿彻底抹除大好机会。灵狐老祖说到这，场上也陷入了沉寂。他们都是天武学宫的核心人物，天武学宫这些年来的谋划，他们心中自然清楚，而灵狐老祖所说也不无道理。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荒王殿跟天武学宫并称东荒域两大超凡势力，各据半壁江山，天武学宫的众人早已不满。而如今他们兵强马壮，或许也是该发难之时了。天武学宫公主深吸一口气，转头望向其他众人：“诸位，意下如何？”其他人沉默片刻，也冷冷开口道：“灵狐老祖说的不错，只是区区一个灵海境而已。要是荒王殿真要为了他而跟我们开战，那他们自己找死，也怪不得我们。”对荒王殿的声明不予理会，这悬赏令继续留在那，且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试探一下荒王殿的态度。或许这也是一个天意，我们天武学宫布局多年，称霸东荒域的夙愿很快就要达成了。而另一边，作为搅动了东荒域风云，让两大超凡势力都大震动的陆骁，此刻还不曾得知这些消息。大商皇朝将军府门前，陆骁拱手望向几个守门护卫，客气道：“晚辈陆骁乃是青蓝宗徐须道之徒，我师尊与将军府颇有渊源，今日特来将军府拜访。”这话才刚落下，那门口的众多护卫便露出了不屑之色。什么徐须道？我们从没听说过，想要跟我们将军府攀关系的人多了去了，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攀上我将军府的。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他们眼里满是厌弃和不耐，毕竟这样的人他们见得多了。而上面主子的意思是，碰上这样的人直接赶出去即可。陆骁深吸一口气，我师尊说了，当年他跟魏镇江前辈乃是生死之交，且我与你们将军府大千金有婚约，什么阿猫阿狗也敢在这做梦？几个护卫闻言大怒，我们大小姐金枝玉叶，可未曾听说过她与何人有婚约，赶紧滚，否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几个护卫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就要动手。就在这时，一道清脆如银铃般的女声从他们身后传来：“怎么回事？这几人又是何人？怎会在我将军府门前？”陆骁一回头，便见到一身穿劲装、明眸皓齿的年轻女孩走了过来。她眸光扫过这些护卫，最后落在陆骁身上，而陆骁也盯着她。此女的姿色并不在洛清仙和夭夭子两人之下，亭亭玉立，身子婀娜，眉宇间还带着一股女子少有的英气。而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华服青年，匆匆跟着走来。大小姐，这些护卫见到这女子，立马恭敬行礼。好了，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直接说怎么回事吧。叶静灵身上露出一股威严。大小姐，是这样的，此人说他师尊跟我们大爷是生死之交，前来攀附我们大将军府，且他还说大小姐您跟他还有婚约在身。陆骁听到这话也微微一愣，眼前这女子便是他的未婚妻，大将军府嫡长女叶静灵。叶静灵也蹙起眉头，打量着陆骁，并未立即开口。而在他身后的青年男子却冷笑一声站出来道，气势汹汹的看着望向陆骁，目光冰冷：“你这乡巴佬，再敢在此胡言乱语，可别怪本少对你不客气，赶紧给我滚，离开静灵的视野。”陆骁直接无视了这个煞笔，而叶静灵美眸眨了眨，突然笑了起来，朝陆骁点了点头：“原来你就是我父亲提过的未婚夫啊，我记得确有此事。”他回头盯着那青年，态度冷漠：“秦真，你也看到了，我未婚夫都找上门来了，你就别跟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了。你堂堂一个国公之长孙，天天黏着一个有妇之妇，也不嫌丢人。”说着，他迈开大长腿，双手附在身后，对陆骁几人道：“你们随本小姐进来吧。”陆骁也没多说什么，而是直接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而秦真愣了一下，叶静灵居然承认这门婚事了，也赶紧跟上叶静灵几人。静灵，你看他这副模样，哪里配得上当你未婚夫啊？让他进入大将军府，此事被传出去的话，你名节何在？这是我的事。叶静灵一脸嫌恶：“你少瞎吃萝卜淡操心，再在这里狗叫，我让我未婚夫把你给打出屎来。”秦真嗤笑一声：“静灵，就凭他也配当我的对手？”
他当了叶静陵多年舔狗，当然了解叶静陵的一切。这个未婚夫却是来自一个二流宗门，好像叫什么青兰宗。且通过大将军府之人的口中得知，传闻这未婚夫当年经才绝艳，可最后却发现是个银枪蜡样头，一连几年修为都未曾有过进展。所以大将军府之人早就不把这婚约当回事了。喂，未婚夫，有人当着你的面调戏你的未婚妻，你也不表示一下？叶静陵朝陆萧抛来一个眼神。秦真挑衅地看着陆萧，我听说过你，来自青兰宗对吧？一个好几年都只停留在炼体9重的废物。最后警告你一句，立刻离开大将军府，不要自寻死路。真是聒噪。陆萧不悦蹙眉，转头看着叶静陵，我可以打他。可以。叶静陵似笑非笑道，前提是你打得过他，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一句，他可是林海境7重。好。听到这个答复后，陆萧眼神冷锐地盯着秦真，你自己乖乖滚，还是我送你滚？叶静陵微愣，这家伙这么勇的吗？一个10年都提升不了境界的废物，敢这样跟秦真说话，这不是找死吗？他刚才不过是随便说说，想要找机会嘲弄一下陆萧，结果这家伙为了舔他当真了。看来又是一个跟秦真一样肤浅的舔狗，为了舔他连命都不要了，实在是无趣。他对陆萧的感官与陌生人无异，谈不上好感恶感，而且陆萧的师傅跟自己父亲也有些许交情，真要在这出了什么事的话，他也不好跟父亲交代。想到这，他淡淡道，秦真，你离开吧，这是我将军府的客人，你要是敢。然而他话还没说完，秦真的身体已经犹如闪电一般冲了出去，五指成钩，上面弥漫着一股锋锐的灵力波动，凶狠霸道地扣向陆萧咽喉。叶静陵刚要阻拦，却已经来不及。陆萧双目一凛，这家伙出手显然是冲着他的命来的，下手够凶狠。既然这样，那他也没必要客气了。啪的一声脆响传出，秦真哀嚎一声，身体狠狠摔飞出去，砸落地面，双眼翻白，当场昏死过去。叶静陵顿时一懵，秦真虽然纨绔，也谈不上什么顶尖天才，但好歹也是林海7重修为，就这样被陆萧一巴掌抽晕过去了。这家伙莫非父亲当年的情报有误？陆萧淡淡收回手掌，叶小姐，你拿我当枪使，让我帮你解决了一个难缠的追求者，接下来其他麻烦我可不管，你自己处理好吧。现在请带我去见一下令尊吧。陆萧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淡淡压迫感，让叶静陵有些懵逼。一向古灵精怪、伶牙俐齿的他，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好，好。半晌后，他这才回过神来，不对，你不是不能修炼吗？最近吃了点丹药，修为有所提升。陆萧平静道，他大意了没有闪，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一巴掌打晕他。也对，5年前我父亲去青兰宗时，你都还是炼体9重呢。正常来说，5年时间能提升到灵海境都算不错了。叶金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听到动静的大将军府之人纷纷赶了过来。大小姐，发生什么事了？这秦公子怎么会躺在地上？这可是秦国公的长孙啊！他们顿时满头大汗。秦真在他们将军府被打了，此事要是秦国公知道，必然会勃然大怒。虽然将军府也不怕对方，可这终究是一个麻烦之事。叶金陵淡淡道，这家伙刚才想要摸我胸，被我未婚夫教训，所以把他打昏过去了。要是秦国公府邸之人问起来，就这样告诉他们。陆萧、洛清仙两女，这叶金陵确实也有点性格，居然能毫无心理压力的说出这种话来，确实也是个直爽的女汉子。要知道，一般女孩子可不敢说什么自己胸被摸了这种话，这可是关乎到名节的。听到这话的下人们连忙点了点头，将昏死过去的秦真给拉了下去。而叶金陵一路带着陆萧几人前行，路上他突然反应过来，问道：这两个姐姐谁啊？未婚妻。洛清仙和瑶瑶姿两人异口同声道。叶金陵哑然，他端详了一下两女，又眨眨眼看了一下陆萧。他想不通，以两女的姿色，断然是不可能缺追求者的，怎么会选择了陆萧？而且他能感觉到两女来历不俗，不仅气质超然，修为也不弱。说句难听点的，他觉得陆萧配不上这两位姐姐。不过他只是呵呵一笑，没想到你还挺有魅力，居然能让这么绝色倾城的两个姐姐对你倾心。至于我吗？不等他说完，陆萧直接开口道：叶小姐，我懂，我这次前来也不是为了纠缠而来，是另有要事，而且我也是准备前来退婚的。这是婚书。说完，他直接将婚书交给了叶静陵。现在我把它交给您处理了，您想要撕了、毁了、烧了都行。叶静陵一愣，这家伙居然主动退婚，难道是欲擒故纵？可看陆萧真诚的眼神也不像啊，这家伙确实从一开始就打算来大将军府退婚的。这下
轮到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了。这种感觉好像是自己被人给嫌弃了一样。看叶静玲表情似乎有些不对劲，陆潇连忙解释道：“叶小姐，您放心，我此举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你也不用害怕我会勒索将军府。毕竟考虑到先前我们也没相处过，您肯定也不想跟我有这种婚约，所以我把主动权交给你，尊重你的意见。现在洛清仙和夭夭姿都让他头疼了，他可不想再扯上什么感情债。”叶静玲听到这话后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不错，我们没什么感情基础，再加上我叶静玲对自己男人的要求很高，所以这个婚约我肯定是要退的。如今你主动提出来，反倒让我没那么难做了。”他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表面还是很淡定地将婚书拿了过来。至于刚才突然有些难受，不过是一下子无法接受而已。可一想到陆潇连自己都不如，跟自己理想中的伴侣差了10万8千里，这种感受也就瞬间消失了。他笑道：“你师父跟我父亲乃是故交，你既然来了将军府，我们将军府自然也不会失了礼数，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客气。陆潇拱拱手。对了，叶静玲又问道：“你说你来将军府是另有其事，我想问问究竟是何事？”陆潇笑道：“此事我想跟叶振江前辈亲自商讨一下。”行吧。叶静玲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带着陆潇等人往前走去。到了一处客厅后，他远远就喊了一声：“父亲，你有客人来了。”客人？叶振江眉头轻蹙：“请进来吧。”陆潇几人进门后，发现客厅内坐着好几个人，都在端详着他。其中一个身材伟岸、身穿紫旋金线锦袍的中年缓缓开腔：“静玲，这几位是？”说着，他将疑惑的目光望向了陆潇。叶金玲道：“他们来自青兰宗。”这话让叶振江微愣，而后陆潇恭敬拱手道：“叶前辈，家师徐须道。”原来是老徐的徒儿。叶振江脸上笑容顿时浓郁了几分，不过很快他便露出担忧之色，他已经猜到陆潇此行前来的目的了。不过此地还有其他人在，有些事不方便在此的说。他笑着问道：“老徐最近身体怎样？”陆潇犹豫了一下：“家师最近修炼出了一点小问题。”什么？叶振江脸色微变，老徐一向谨慎，怎么会突然出问题？虽然这些年来因为陆潇跟叶静玲的婚事有些尴尬，让双方的交往逐渐减少，但作为老友，叶振江还是比较关心徐须道的。陆潇看了一眼其他人，道：“叶前辈，此事我们还是到时候再细说吧。”也好，也好。叶振江呵呵一笑道：“待会我们再好好叙叙旧，我作为东道主，可得把你这晚辈招待好，否则老徐可就要骂我了。”从内心而言，他也不希望继续陆潇在这里多说什么，尤其是提到婚约。毕竟这些年来，因为当初一时脑热而给两人定下的这婚约，让他被老二和老三这两脉足足嘲笑了10年8年。另外，作为一个父亲的角度，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庸才，所以把这件婚事退掉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婚事归婚事，他跟徐须道的感情也并非虚情假意。陆潇似乎也看出了叶振江的顾忌，只是微微一笑便退到了一旁。他跟叶静玲之间有婚约，而如今又主动上门来了，叶振江难免多想。然而场上另一个年纪稍显年轻的中年突然开口道：“大哥，这个便是你那青兰宗的女婿，静玲的未婚夫，看起来倒是一表人才。今天他前来我们将军府，也是想着将当年这桩婚事给定下来了吧？”说话之人便是叶振江的二弟叶振海，此刻他的脸上也带着淡淡的戏谑意味。谁不知道叶振江当年想要捡漏，给叶静玲安排一个绝世妖孽，结果对方却是一个银枪蜡样头的废物。果然，他一提起这件事，叶振江的脸色便彻底阴沉了下来。他这二弟哪壶不开提哪壶，心里卖的什么药他心里清楚得很，无非就是想当众落他面子罢了。叶振江淡淡道：“两人之间确实有婚约，但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这还得看两人是否相处得来。小陆，你说对吧？”陆潇点了点头：“叶前辈说的对，我跟叶小姐之间相处不多，两人对对方了解也甚少，这婚约也只是当年长辈所定下，最后还得看我们双方对对方感觉如何。”看到陆潇如此明事理，叶振江的脸上也浮现出了浓郁笑容。这小子可以啊。就在这时，叶家老三叶振山开口道：“小陆，你这话就不对了。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跟静玲间既然有婚约，那就该履行才对。我们将军府也不是那种出尔反尔之人，大哥你说对吧？”叶振山这话让叶振江脸色尤为铁青，这两个家伙就是看不得自己好，巴不得把自己这宝贝女儿送到一个没有修炼资质的庸才手上。此事乃是我之家事，二弟三弟还是不要过多参与比较好。他声音冷了几分。叶振海微微一笑：“大哥，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将军府作为大商皇朝的顶级势力之一，一举一动都会被世人无限放大，所以有关我们将军府信誉之事，还望大哥多思虑一番。我提这一嘴也没其他意思，只是想到我家妮儿跟罗西刚好准备成婚，而这小路来的正好，要是静灵跟妮儿同时成婚的话，岂不是我将军府的一大盛事？叶振江的脸上难看的快要滴出水来了。叶振海口中所说的罗西，乃是大商皇朝镇西王之子，从小便是人中龙凤，如今不过是年方19，便已经是天武学宫地院弟子，有朝一日晋级天院弟子不在话下。叶振海可没少在自己面前拿自己这未来女婿跟陆萧相比。如今陆萧亲自前来将军府，他居然还提出要让双方女儿一同成婚，这不是想要让他女婿把自己女婿踩在脚下，把他叶振江的脸面也彻底踩在脚下。叶金灵淡漠道：“二叔，我的婚事，您未免也管得太宽了吧？怎么做决定，是我的事。”叶振海皮笑肉不笑：“静灵，你这话二叔就不爱听了。二叔这不是关心你的人生大事吗？你跟妮儿一同成婚的话，那我们大将军府可大摆宴席，昭告天下，乃是一件盛事啊。”好了，叶振江冷冷道：“不必多说了，多操心操心你们自己吧。如今武道大比将至，我们将军府还没派出合适的人选呢。这次参赛，我们将军府一共有4个参赛名额，这4个名额给谁？这10年来，我们将军府参加武道大比，却连前5都没进去过，早就沦为了他人笑柄。这一次要是再进不去前5，其他势力也不知道会怎样嘲笑我们。”叶振海淡淡一笑：“巧了，我这女婿罗西这一次已答应替我们将军府出战，有他在，且不说夺冠，至少前3是稳妥的。在年轻一代中，他的实力哪怕是在天武学宫那等天才云集之地，也排得上前列，区区一个武道大比，还不是易如反掌。对了，大哥，听说你这一次并未请到合适的外援，要不这一次就刚好让你这未来女婿参加武道大比，也好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兄弟3人识人的眼光。”叶振江脸上怒火隐现：“老二，你过分了。”叶振海一而再再而三地踩他脸面，他涵养再怎么好也受不了了。叶振山呵呵一笑：“大哥，二哥说的也不无道理，他的女婿可替我们将军府出战，您的女婿也不无不可。还是说您认为自己这女婿比不上二哥的女婿？”叶振将拳头紧握而起：“你们明明知道陆萧指示。”最后废物2个字他硬生生憋了回去。不管怎样，他总要给点颜面给徐虚道。而且陆萧此番前来将军府，也并未有什么无理举动，他也要拿出气度来。就在这时，陆萧却上前一步，沉声道：“叶前辈，我觉得2位说的很有道理，这武道大比，陆萧愿意一试。”这话让在场之人全都一愣，这家伙在说梦话吗？陆萧又继续道：“此事也正是我此行前来将军府的目的。我师尊身受重伤，急需盘龙9玄果疗伤，我前来将军府就是想要借将军府名额一用，帮将军府获得名次，争一争那盘龙9玄果。既然叶前辈这边也还没有合适人选，那晚辈刚好可以顶上。”这话一出，叶振海和叶振山2人都发出了嗤笑声。就你也妄想争这盘龙9玄果？我大商皇朝乃东荒域一流势力，人才济济，英才无数，而你一个青蓝宗2流势力来的小家伙，也敢大放厥词？陆萧目光紧盯2人，淡淡道：“当年我师尊也是出自青蓝宗这2等势力，不也在英才如云的武道大比上帮将军府获得了冠军？莫非2位是将此事忘了？”这话一出，2人脸色微变。叶振海冷道：“你这小子倒是伶牙俐齿，但你一个修行10年都未曾有过进展的废物，也敢跟你师尊当年相比？”叶振山也跟着嗤笑道：“你以为我将军府这个名额是烂白菜，你想要就能要？我儿叶泽如今刚成年，已是灵海7重巅峰修为，也才堪堪有资格获得出战资格。你又是何等修为？这些年来可有突破到辟脉境了？还是依旧在炼体境9重？”这话语中嘲讽意味浓烈。陆萧目光锐利地扫向叶振山：“我目前是何等修为，不劳前辈关心，但打败灵海7重巅峰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连他都有资格出战，那岂不是已证明我也有？”你叶振山气得拍桌起：“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相比？”叶振江笑眯眯地摆摆手：“老三，你跟一个晚辈计较，未免太失风度了。要是让外人知道，岂不是丢了我将军府的脸面？”叶振山一字一顿道：“大哥，既然你这女婿如此嚣张，那不妨让叶泽跟他比试比试，试探一下他有几分实力。”叶振江面容微沉，开口对陆萧道：“小陆，这武道大比对我将军府至关重要，并非儿戏。而且以你的修为上场的话，怕是有性命之忧，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他这话已经说得很委婉了，说白了就是觉得陆萧是在大放厥词，并无真正本事。陆萧刚想说话，就在这时
门外一个下人匆匆走了进来。三位爷，不好了，叶晨少爷跟叶泽少爷在演武场上打起来了，叶泽少爷一不小心把叶晨少爷打成重伤了。这话一出，叶震江脸一黑，猛然拍桌而起。叶晨就是他小儿子，也是叶精灵的弟弟。叶精灵更是怒火冲天，那叶泽与我同年，还比我弟弟大了1岁，他好意思欺负我弟弟？叶震山呵呵一笑，大哥，小辈之间切磋一下而已，你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跟一个小辈计较，未免太失风度。小辈间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有竞争才有进步嘛。精灵，你说是吧？叶精灵冷道，三叔，你说的对，我们小辈间的事情自己解决，要是我也不小心失手将叶泽打伤了你，可别出来狗叫。可别忘了，你这儿子可是10来年都被我压叶静凌压着打的。说完，他气势汹汹地往外走去。叶震山冷哼一声，心里却很淡定，他早已安排好一切。叶震江沉了沉脸，看了一眼身旁的陆骁，开腔道，小陆，劳烦你跟过去看看，别让静灵太冲动了。陆骁微微颔首，迈步跟了出去，两女也默默跟在他身后。叶震江这才注意到妖瑶姿和洛清仙两女都气质不俗，容颜绝色，显然来历不俗，但刚才全程安安静静跟在陆骁身后。与此同时，将军府演武场上，周围围了一大堆人，全都是将军府的旁系和支脉子弟。而擂台上，一个少年傲然而立，脸上挂着冷面笑，一望向前方，不远处倒在地上，嘴角挂着鲜血的少年。叶晨，就你这三脚猫功夫也敢跟我比试，简直自不量力。现在就算是你姐来了，在我面前也得趴下。你姐那未婚夫是个废物，你也是个废物，你姐现在也泯然众人，你们这一家子还想继承将军府？叶晨眼里满是怒火，再来，他就要强行起身，还要再战，结果再度咳出鲜血来。叶泽冷冷一笑，冷冽道，滚下去吧。这么多人在这里看着，你不嫌丢人，我都嫌给我们嫡系一脉丢人。你羞辱我可以，不可以羞辱我姐。叶泽死死握紧双拳，哼，她一个女人整天跟个假小子一样打打杀杀，还真以为这样将军府就可以传承到她手里了吗？做梦。就在这时，一道冷冽声音传来，叶泽，我一个女人又怎么了？你不是女人生出来的，难道是从狗肚子里钻出来的？在众人瞩目下，叶精灵风风火火赶来，曼妙倩影纵身跃上擂台。我弟弟比你小1岁，你欺负他不嫌丢人？今天我再来陪你玩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姐，叶晨弱喊了一声，滚下去。明知道不是别人对手，还偏要自找苦吃。被叶精灵这么一瞪，叶泽缩了缩脑袋。没办法，从小就被叶精灵各种操练，这血脉压制他抵抗不了。叶泽冷笑，叶精灵，之前你胜我半分，可现在你未必是我对手了。叶精灵淡淡开腔道，你说错了，我不是胜你半分，而是从小就压你一头。废物！你叶精灵毫不留情的话语彻底戳到了叶泽的肺管子。确实，他跟叶精灵同年，身为将军府的嫡系男儿，却一直被叶精灵压一头，这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所以今天才会故意挑衅叶晨，想要借此机会一雪前耻。他咬牙切齿道，叶精灵，听说你那废物未婚夫今天已经到了将军府，今天我就彻底把你打得抬不起头来，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嫁给这个废物吧，那就看你本事了。叶精灵不咸不淡地回应道，说话的同时，腰间的鞭子已经快如闪电般挥了出去。林海八重修为爆发，密密麻麻的鞭影犹如毒蛇一般扑向叶泽，毫不留情。叶泽哈哈大笑起来，你以为就你是林海八众啊？我也是。说着，他的修为也不再掩饰，双方激烈缠杀在一起。可叶泽依旧被狠狠压制，处于下风。10来个回合后，他脸色铁青，怒吼一声，横扫千军。随着他这一剑挥出，顿时间一股可怕的威势浩浩荡荡席卷而来。这横扫千军乃是4品武技，威力凶猛。叶精灵脸色微变，怒道，你还没到达灵海9重，按照我将军府规矩，怎可修炼横扫千军这种4品武技？三叔也真是煞费苦心，居然偷偷把这武技传授于你。面对这强大的攻势，他挥鞭抵挡，可最后还是被震退出去，嘴角一血。叶泽双眼血红，臭娘们，给我去死！他手中利剑再度化为几道残影，快如闪电的刺向叶精灵周身要害。叶精灵脸色苍白，这叶泽简直是疯了，这攻势完全是冲着废了他来的。而此刻他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道修长身影从天而降，横挡在了他和叶泽之间，正是陆骁。小心！叶精灵大喊一声，这家伙疯了，居然敢插入他和叶泽之间的战斗，命都不要了。然而下一刻，
陆骁只是随意伸出2根手指，那漫天剑影尽数消散，而叶泽的利剑就这样被他轻描淡写地夹在了2指之间，哪怕是咬牙切齿，也再无法往前半分。全场傻眼，这人谁啊？居然能用2根手指便挡下了叶泽的攻势。陆骁淡淡一笑，刚才叶前辈叮嘱我看好他女儿，叶大小姐要是出了事的话，我很难跟她交代啊。陆骁这话落下，轻轻发力，一股强大气劲从剑身上反弹回去，噗嗤，叶泽直接被震退了几步，张口吐出一口鲜血。叶静灵呆滞地看着眼前修长的背影，陆骁居然伤了叶泽，其他人也有些错愕，这青年什么来头？叶泽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眼里浮现怒火。你是谁？敢管我将军府之事？陆骁淡淡道，我是谁你管不着，你可以滚下去了。他对将军府现在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将军府内部的矛盾很大，这叶泽很明显跟叶静灵父女不和，他肯定是站在叶振江父女这边的。叶泽冷道，刚才我不过是被你偷袭而已，这一次我要你这不知死活的家伙的狗命。话落，他大喝一声，横扫千军，浩浩荡荡的剑气再度带着横扫一切的狂暴气势碾压而来，一路摧枯拉朽，冥顽不灵。陆骁摇了摇头，而后手掌往前拍了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叶泽的剑上。叶泽脸上微变，下一秒整把利剑脱手而出，人也跟断线风筝一样被击飞出去，狠狠砸落擂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全场死寂一片，最为震撼的还是叶静灵。不是说陆骁几年都没突破一个境界吗？5年前他们将军府去打探情况，陆骁都还是炼体9重啊，5年突破到灵海巅峰境界了，不可思议。要是让他知道陆骁仅仅是用了1个多月时间便达到了如今的境界，恐怕会惊讶的小嘴吞得下鸡蛋。而台下妖瑶姿和洛清仙2女对视了一眼，眼里满是无奈。这一次陆骁还想要退婚，怕是难了，又要多一个竞争对手，他们头疼啊。而解决完叶泽后，陆骁淡淡收回了手掌，回头看了一眼叶静灵，叶大小姐，你没伤到哪里吧？看到陆骁那温和关切的目光，叶静灵俏脸有些绯红，结结巴巴道，没有。她此刻的内心是复杂的，毕竟作为将军府嫡长女，从小便极为好强的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从来没有一个男子犹如神兵天将一般救下她，这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快呢？就在这时，叶晨也屁颠屁颠地跑了上来，姐姐，这谁啊？他好奇地端详着陆骁，长相英俊，实力强大，这样的青年才俊才配得上姐姐啊。他又侧头看了一眼叶静灵，发现自己这个向来都跟假小子一样的姐姐居然俏脸绯红，有些不敢直视陆骁。姐，你害羞了？叶晨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叶静灵羞恼，一脚踹了过去。哦！叶晨惨叫，姐，你这算是被我戳破了恼羞成怒吗？闭嘴！叶静灵瞪大双眼，信不信我抽你？鞭子还没抬起来，叶晨就要吓得跪下了。叶静灵深吸一口气，将自己内心平复。陆公子，我弟弟他就是这么口无遮拦，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陆骁微微颔首。叶泽又继续道，姐，我哪有乱说？你刚才明明就害羞了，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英雄救美？我看这帅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实力高强，完全配得上你啊，这不比你那个什么未婚夫强？姐，要勇敢追求真爱啊，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大不了这个坏人我做，待会我亲自去帮你退了这个婚。叶静灵此刻杀人的心都有了，咬牙切齿地看着叶晨，陆公子就是跟我有婚约之人。叶晨拍了拍手掌，那岂不是更好？那你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话说到一半，他突然停滞住了，又看了一眼含笑看着他的陆骁，你是我姐未婚夫，理论上还是。陆骁笑着点了点头，呵呵呵呵，哈哈哈。叶晨挠了挠头，最后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姐夫，刚才我就是开玩笑，哈哈。将军府的人都知道我向来幽默，我就知道这么英俊帅气，气宇不凡，实力高强的青年才俊，肯定就是我姐的那位真命天子。姐夫，你说对吧？哦。陆骁笑了笑，刚才我怎么听到你要替你姐退婚呢？怎么可能？叶晨立马跳了起来，谁刚才说要退婚了？谁说的？没有人能证明我说过这句话吧？众人，陆骁倒也没跟这个活宝一般计较，而是看了一眼旁边已经尴尬到无地自容的叶静灵，笑道，叶小姐，我们该回去了，否则叶前辈该担心了。叶静灵的语气都不由稍微放柔糊了一些。但就在这时，叶振江3兄弟也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叶振江脸色铁青，叶振海和叶振兄弟2人脸上得意。叶振山人位置，声先道，
叶泽，你个逆子怎么回事？出手也要有个分寸啊！怎么把叶晨和你堂姐打成这样？这让你大伯颜面何在啊？叶泽的4品武技横扫千军，就是他偷偷拿给叶泽的，为的就是能出其不意，把叶静玲姐弟2人击败，狠狠落叶镇江的面子。所以他觉得赶来的时候，叶泽肯定已经把姐弟2人解决了。然而他声音传出，却久久没听到叶泽的任何回应。心中惊诧的他立马拨开人群，结果发现擂台上只有陆潇和叶静玲姐弟2人站在那里。叶泽呢？赢了，跑了。他摇头叹了一口气，大哥，你看我这逆子，真是丢人啊！赢了静玲和叶晨，知道自己闯祸了，居然吓跑了。您该不会真的要跟他一个小辈计较吧？看到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叶振江的脸色阴沉如水。叶振海也呵呵一笑，大哥，小辈间的比试而已，输了你也千万不要介意，毕竟静玲和叶晨2人努力追赶，还是有希望追上来的嘛。叶振江冷道，好了，小辈间的比试而已，我还不至于这么小气。这2人的嘴脸他也知道，既然叶晨和自己宝贝女儿没事，那他也懒得跟叶泽计较了。然而就在叶振山和叶振海得意之际，叶静玲却淡淡开口道，三叔，我建议还是去看一下叶泽吧，免得死在那里了。叶振山脸色微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叶泽呢？他去哪了？三爷，叶泽少爷他躺在那里呢。一个叶家旁系子弟战战兢兢开口。叶振山一愣，叶振海脸上笑容凝固，而叶振江面露疑惑。叶振山大步走过去，果然看到叶泽躺在地上，双眼泛白，昏死过去。怎么可能？他已经暗中提供丹药，让叶泽突破到了灵海8重，还让他修行了4品武技，为的就是能让他出其不意拿捏叶静玲。结果叶泽躺在这里了，他顿时怒不可遏。叶静玲，他可是你堂弟啊，你怎么下得了这种狠手？大哥，他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叶静玲冷笑一声，过分？三叔，叶泽破坏我们将军府的规矩，还没突破到灵海9重就偷偷修行4品武技，最后还要下狠手废了我。要不是陆潇及时出手救了我，恐怕我的修为已经被他给废掉了。现在他没死，我都算给脸您了。闻言，叶振江3兄弟面容微变。叶振江蹙眉，等等，静玲，你说是小陆出手救了你？以陆潇的实力，有资格参与到2人间的战斗吗？更别说在激烈的战斗中救下叶静玲。叶静玲点了点头，是，陆公子只是略微出手，便把叶泽打得屁滚尿流，才1巴掌而已，就把叶泽给打昏死过去了。他语气中带着浓浓嘲讽，不是陆公子下手太狠，估计是某些人太废了。三叔，比试而已，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该不会要跟一个晚辈计较吧？你叶振海气得浑身发抖。旋即他阴沉的目光落在陆潇身上，小子，你敢对我儿子下如此毒手，今天浙江军府你休想完整走出去。说完，他身形一纵，居然扑身朝陆潇袭来。然而下一刻，叶振江的身躯消失原地。砰！2人手掌碰撞，气浪席卷间，叶振山身躯倒退，手臂发麻。叶振江收回手掌，挥了挥衣袖，陆潇乃是我叶振江的贵客，谁敢动他，就是跟我叶振江作对。还有老三，叶泽偷学将军府绝学之时，又该如何处理？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叶振江身上爆发，你这个当父亲的要给个交代吧。我叶振山咬了咬牙，我不知道。行，既然你不知道，那就按家法处置，关入地牢里拷打一番，便知道事情经过了。这个处置你没意见吧？叶振山脸上汗水渗出，冷道，大哥，一件小事而已，用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哼，你儿子偷学将军府绝学，还想要废了我女儿，这也叫小事？叶振江虎目冷瞪，老三，是不是我这些年来脾气太好了，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叶振山脸上铁青，沉默不语，最后还是低头认了怂。大哥，这件事是叶泽的错，我这就责罚他，不过这陆潇也把他给打伤了，此事便一笔勾销，如何？叶振江淡淡道，一笔勾销，你说的倒是简单，将军府的规矩乃是历代先祖定下来的，你说破了就破了，你说吧，要怎么处理？叶振海也站出来道，大哥，这样吧，既然叶泽学了这绝学，那我们就顺便改一下规矩，限制灵海7重之上的将军府子弟都可修行4品武技，如何？叶振江闻言，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还差不多。叶泽修行了4品武技，他的儿女自然也不能落后吃亏，这个答复他还算满意。看到叶振海和叶振山2人脸上都带着不服，叶振江又警告道，老二、老三，陆潇是我叶振江的贵客，也是我故人之徒，他要是在将军府出了什么事，休怪我不念手足之情。还有，
这一次将军府4个参加武道大比的名额，我打算给陆萧一个，你们没意见吧？叶震山深吸一口气，大哥，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就凭他实力强。叶震将一字一顿道，如果他没资格，叶泽败在他手里，又有何资格？这话落下后，两人都是哑口无言。确实，将军府的规矩向来如此，参加武道大比的名额，谁强谁就上。先前连叶泽都能代替将军府出战，陆萧又有何不可？看他们脸色难看，叶震将内心舒爽无比，有些得意地扫了一眼他们二人。二弟、三弟，我这挑女婿的眼光还算不错吧？这一次我们将军府正是缺人之际，陆萧来了，可是刚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叶震还冷哼一声，大哥，你这女婿是有点本事不错，但跟我那在天武学宫修行的女婿罗西比起来，估计还差一些。小有本事，但没法跟那种绝世妖孽相比，或者说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要知道天武学宫这10-20年来基本都不去青兰宗招收弟子，说白了就是对这种小势力出来的人压根就看不上眼。而我那女婿距离进入天武学宫最高级的天院修行也不过是一步之遥，双方有什么可比性吗？父亲说的对。突然又是一道娇滴滴的声音传来，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也配出来碰瓷天武学宫的顶级天骄了。某些小地方的天才去了天武学宫那等天才如云的地方，连给那些真正的妖孽提鞋都不配。罗西，你说是吧？这话落下，众人侧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绿衫的年轻女子挽着一个身穿锦袍脸带傲然的青年缓缓走来，这女子便是叶震海的女儿叶念念，而在她身旁的男子赫然便是叶震海先前口中所提到过的罗西，乃是大商皇朝振西王之子。念儿，叶震海脸上立马露出笑容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我听到演武场这里发生了点事，就跟罗西过来看看。叶念念紧紧挽住罗西的手臂，一副亲昵的模样，甚至还若有若无的朝叶精灵投去挑衅的目光。叶静灵也算是天之骄女了，从小便在将军府年轻一代子弟中脱颖而出，若不是女子之身，恐怕这将军府未来之主的位置非她莫属。也正因为是这女子之身的限制，让叶静灵承受了太多压力。毕竟叶晨年幼，而叶震海和叶震山两家的男丁又跟他同龄，想要维护住父亲的脸面，他也只能咬牙承受住压力。至于叶念念，同为女眷却天资平庸，甚至就连容貌也被叶静灵压住一头，被衬托得暗淡无光，所以心中一直憋着一股气。如今在跟罗西联姻后，他也有了扬眉吐气的资本。他叶念念是很普通，可他有眼光，选中的未婚夫比叶静灵厉害，更比他叶静灵那废物未婚夫要强100倍。罗西就是他的依仗，而罗西一双眼睛则是在叶静灵身上打量着。同为姐妹，怎么差距这么大？叶念念是有点姿色，但跟气质出众、容貌卓绝的叶静灵相比，那就差远了。突然他看到不远处还站着2个犹如天仙般的女子，更是惊为天人，一时间都看呆了，难以移开双眼。这2个女子又是何来头？叶念念风骚地扭着娇躯，堂姐，听说今天你那传闻中的未婚夫来了，怎么不让他出来跟我们会面？你该不会是怕他太过平庸，被我家罗西衬托得暗淡无光吧？叶静灵淡淡道，我可不像你这般一无是处，全身上下能拿出来炫耀的也只有男人。你被戳到痛处，叶念念当场气得胸膛剧烈起伏。叶震海也皮笑肉不笑的开口，大哥，年轻人之间多多切磋切磋是一件好事，要不就让小陆跟我们家罗西过2招。叶震江脸色微僵，虽然陆萧也算厉害，但也只是对比叶泽而已，可跟天武学宫修行归来的罗西应该还有些差距。不过要是拒绝的话，他这脸面多多少少也有些挂不住。他想了想，对陆萧道，小陆啊，刚才你跟叶泽一战可有损耗？只出了1掌，并无损耗。陆萧平静道，那你可愿跟罗西比试比试？叶震江轻咳一声，朝陆萧疯狂使眼色。陆萧不明所以，沉吟几秒，比试一番倒也无妨。叶震江脸上尴尬，这小子怎么就听不懂自己的话呢？自己这分明就是叫他不要答应啊，他顿时头疼起来，现在反倒有些骑虎难下了。要是跟罗西一战，丢脸是小事，这老二一向都想压他一头，这罗西怕是会下狠手，那陆萧可就遭殃了。叶震海得意一笑，那罗西你就陪这位小陆玩一玩。他特意加重了一下玩一玩这几个字眼。罗西淡漠道，叶叔，我乃天武学宫弟子，虽然未进入天院，但也是地院排名前列的天骄，什么阿猫阿狗都想跟我切磋，那我岂不是要累死？跟某些人切磋自降身份罢了。他语气里满是轻蔑和不屑，盯着陆萧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垃圾。叶震海哈哈一笑，你这么说倒也是有道理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叶念念捂嘴而笑，那娇滴滴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父亲，你也理解一下，罗西是什么身份？天武学宫弟子啊，岂是某些小地方出来的阿猫阿狗可挑衅的？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胜负毫无悬念，还有什么可切磋的？有道理，有道理。叶振海脸上笑得更加灿烂了。罗西不屑跟陆萧一战，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可比把陆萧暴打一顿还要羞辱人。他心里爽到了极点。就在这时，一旁的洛清先淡漠开口：“天武学宫弟子，很了不起吗？”罗西一下子被吸引了目光，不悦地反问：“我天武学宫乃东荒域2大超凡势力之一，不了不起吗？”这位姑娘，慎言。瑶瑶子轻笑：“天武学宫这妖牛逼，我怎么听说前段时间连血灵圣池都输给了荒王殿了？难道是我们消息有误？对了，听说还是灵狐傲这位天之骄子亲自输的，连灵狐傲都不过如此，你一个地院弟子又算哪根葱啊？你跟我们家陆萧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你不配。”罗西被两女嘲讽的脸色涨红，而后目光落在陆萧身上，看来跟你同行的这2位美女对你很有信心啊。既然这样，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差距。我与你一战只用1只手，那就多谢承让了。陆萧笑了笑，下一秒身体犹如迅雷般暴掠而出，冲向罗西，只在瞬间就杀到了他面前，一巴掌朝他脸上狠狠抽了过去。对这种货色，他压根都懒得费劲，直接抽他就完了。陆萧的速度让罗西大吃一惊，仓促之下，他连忙施展步伐，仓皇逃窜。然而根本无济于事，陆萧穷追不舍，依旧是一个大嘴巴子照着他的脸抽来。来势汹汹，你妈！罗西气得发抖，狼狈的躲避，眼神也变得冷酷起来。打人不打脸，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你实力不是很强吗？既然如此，那就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哼！罗西大怒，这是你自找的。说着，他身上气势陡然一变。灵海8重巅峰，虽然都同为灵海8重，但他的实力却比叶泽要强大得多。因为在天武学宫，他所能获得的资源远比在将军府要大得多。再一个，本身天赋问题，他的越级挑战能力比叶泽要强大一个档次不止。你找死，我成全你！他一出手就是一门准4品的掌法，掌风无比凌厉。然而面对他这一招，陆萧只是轻描淡写的躲避过去。他扑了个空，反应过来后立马变招，但已经迟了。陆萧的耳光犹如闪电一般狠狠抽在了他的脸上，啪！他被打得眼冒金星，当场头晕目眩，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啊！罗西发狂大吼，他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10字杀剑！他怒吼一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以手为剑，直接将灵力灌注在手臂上，劈出2道剑气，化为一个10字朝陆萧斩杀而去。那恐怖的杀气波动让叶静灵等人心脏狂跳。然而陆萧同样是掌中汇聚力量，狠狠往前拍了过去。一声炸响传出，这10字剑气被陆萧摧枯拉朽一般轻松摧毁。罗西还在愣神之间，整个人被陆萧一巴掌拍在了身上，他立马飞出去3、4丈，远口吐鲜血，5脏6腑仿佛破碎般剧痛，全场死寂。叶振海脸上得意的表情不知何时已经彻底凝固，而叶念念则是俏脸惨白，得意嚣张的表情全都变成了不敢置信。叶振江也有些懵逼，但懵逼过后，他立马哈哈大笑起来：“老二，看来还是我这个大哥的女婿略胜一筹啊，你这女婿还得练。”叶振海沉默不语，那铁青的脸色比死了妈还要难看。他本以为这一把稳稳拿捏陆萧，没想到罗西居然会败得这么惨。叶静灵淡淡道：“看来你这未婚夫连我这个废物未婚夫都打不过呢。如果陆萧是废物，他又是什么？”一句话当场让叶念念面如死灰，无言以对。他有些愤怒地盯着罗西，本以为这家伙有点本事能帮自己狠狠出一口恶气，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废，连陆萧都打不过。而罗西最为难受，不但挨了一顿毒打，还颜面扫地，这让向来高傲的他怎么忍受得了？然而这个事实却摆在了他面前，他不接受也得接受。叶念念不情不愿地跑去将罗西扶起：“你怎么一回事？居然连他都打不过？你不是天武学宫的天才子弟吗？”罗西心里也异常不满，他这不也是在为叶念念出头吗？否则他又怎会惨败？想到这，他脸色难看，解释道：“我最近在突破境界，马上就要踏足灵海9重，气息有些不稳，再加上一开始大意了，否则他没机会赢我。”叶念念也咬了咬牙：“我就知道，就凭他这废物怎么可能赢你？等你突破到灵海9重，必定要一雪前耻。”罗西微微点头，盯着陆萧的眼神颇为冷冽。
距离武道大比开启还有一点时间，他刚好借此机会突破到灵海九重，到时候战力无限接近半步神破。这家伙怎么还可能是他对手？一旦进入灵海九重境界，已经可以加入天武学宫的天院了，那可是真正的天骄云集之地。这每一个天院出来的弟子都将是天武学宫的栋梁。叶震海脸色难看，还在这愣着干嘛？还不走？留在这里丢人吗？说完，他率先迈步离开。叶念念和罗西也只能狼狈跟着他离去。叶震山也深吸一口气，叫人把昏死过去的叶泽带走，拂袖而去。叶震江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快意。这些年来，他可受了不少鸟气。叶震海和叶震山两兄弟没少嘲讽他有眼无珠，选了这个一个废物当叶静玲的未婚夫。可结果呢？陆骁的实力碾压他们的儿子女婿，今天算是给他长脸了。他这口闷气也算是彻底吐出来了。想到这，他心情舒畅地看了一眼陆骁：“小陆啊，你跟叶叔过来，叶叔跟你谈点事。静玲，你也跟着过来。”叶静玲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也只能叹了一口气跟上去。除了说两人的婚约外，还有什么可谈的？可陆骁已经将婚书给回他了，这件事得跟叶震江说才行，否则怕是要闹乌龙。一想到自己居然是被主动退婚，叶静玲就有些哭笑不得。她堂堂大商皇朝将军府嫡长女，在大商皇朝绝对算得上是顶级天之娇女，修为出众，容貌卓绝，气质超凡。结果陆骁似乎压根没有要跟她履行婚约的打算。叶震江带着一行人往主堂走去，最后来到了他这一脉的课堂之中。小陆，坐。两位小姐也请坐。他极有风度地将几人安顿好，然后踹了一脚一旁的叶晨，还愣着干嘛？去给几位倒茶，在这当少爷啊？叶晨哭丧着脸，连忙上前给几人斟茶倒水。叶震江先在陆骁身上扫视一圈，最后又落在了身旁的洛清仙和瑶瑶子两人身上。现在他也大概清楚了陆骁和两女之间的关系，毕竟跟陆骁有婚约的可不仅仅自己女儿而已。顿了顿，他还是试探性问道：“小陆啊，这两位是？”这位都是我先前在青兰宗修行的同门，也是跟我有婚约的两个女子，如今我们都在荒王殿修行。闻言，叶震江挑眉：“现在在荒王殿修行了？”“没错。”陆骁点了点头。叶震江脸色颇为凝重：“此事你在将军府切不可跟其他人再提起。”看叶震江脸色如此凝重，陆骁隐约感觉不太对劲，连忙问道：“叶前辈，我怎么不太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叶震江开口道：“你难道不知道最近发生之事？”整个东荒域都震动了。陆骁一愣，旋即拱手道：“还请叶前辈明示，这2日我都在赶路之中，并未知晓最近2日的任何动向。”叶震江深吸一口气，摇头道：“你啊，也算是运气不错了，误打误撞，一路安全到达了此地。就在昨日，天武学宫突然发出悬赏令，悬赏荒王殿弟子陆骁，要求活捉对方，活捉之后可获得100万下品灵石奖励。这悬赏令一出，东荒域为之震动。只是我并未知道你加入了荒王殿，还以为那位陆骁与你同名罢了。如今看来，天武学宫所悬赏之人便是你无疑了。”听到悬赏令3个字眼，瑶瑶子脸色微变，这天武学宫真是疯了，居然下悬赏令追杀陆骁。这悬赏令上一次发布还是5年前悬赏魔道巨擘楚星天，他们这是要陆骁举世皆敌啊！陆骁也傻眼了，100万下品灵石悬赏他，就连神破境都要眼红。这天武学宫确实疯了，不过他稍加揣摩就明白了其中的道道，肯定是灵狐一族在背后搞鬼。只是灵狐一族花这么大代价来悬赏他，也实属让他没想到。叶震江眯起双眼，如今荒王殿那边也发话了，要是天武学宫不撤销这悬赏令，荒王殿就发布追杀令，针对所有天武学宫弟子，普通弟子赏5万下品灵石，核心弟子10万下品灵石，亲传弟子50万下品灵石，只要提着天武学宫弟子的人头，即可去荒王殿领赏。这话让叶静玲和叶晨都有些蒙圈，这2大超凡势力是因为一个陆骁而正面硬刚起来了。姐夫牛逼啊！叶晨给陆骁竖起了个大拇指，无比钦佩。叶震江顿时大怒，在他脑袋上狠狠拍了一巴掌：“牛逼你个头啊！你知道这事态有多严重吗？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盯着你姐夫呢。”叶晨捂着脑袋，委屈巴巴，不敢再吭声。陆骁听到这话，心中却有些感动。荒王殿居然会为了他直接跟天武学宫叫板，且发言如此霸道。想到自己在之前在青兰宗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再对比荒王殿对他的态度，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叶震江深吸一口气，方才那罗西可是天武学宫之人，估计他也是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
要是他反应过来后，估计也会采取措施，所以我建议你先离开将军府，回荒王殿。叶振江的关切让陆骁心头微暖，但他却摇了摇头道：叶前辈，此番我前来大商皇朝，为的就是这盘龙九玄果。盘龙九玄果没拿到之前，我绝不会离开。也请叶前辈放心，若真出了什么事，我绝不拖累你。叶振江叹气：我不是怕你拖累，天武学宫还不至于迁怒于我，我只怕我庇护不了你，实在是无法跟你师尊交代。若是你登上武道大会这个舞台，那就是将你身份曝光众人面前，很危险。而且你也未必能获得冠军，拿到这盘龙九玄果。我相信你师尊也不愿让你冒如此风险为他做此事。陆骁坚定道：师尊对我如师如父，他如今有难，我若退缩，又怎么对得起他这些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叶振江看他心意坚决，也只能叹一口气，不再多说。那你留在将军府之时，可要多多注意安全，不可泄露自己身份。至于你参加武道大比，我会让你取一个化名参赛，免得被人怀疑，这样也可最大程度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也不用过多担心，荒王殿已经发了如此声明，天武学宫若是识趣的话，应该也会很快撤销这悬赏令。毕竟两大超凡势力真要斗起来，那绝对是整个东荒域都天翻地覆的情形。陆骁拱了拱手，多谢叶前辈。叶振江呵呵一笑，不用这么客气，你跟静灵有婚约在身，以后叫我叶叔即可，说不定以后还要叫岳父呢。叶静灵轻咳一声：爹，有件事我想要跟您说一下。方才陆公子已经将他手上那份婚书三交还于我了，说任由我处置。爹，您说这婚书该怎么处理？叶振江脸上笑容微微僵硬，陆骁此举是想要退婚吗？可他也是个老狐狸，既然陆骁没有明说此事，那他也就装糊涂了。当下他板下脸来：小陆，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婚书对你们两人可是很重要的，将它还给静灵，这丫头毛毛躁躁，要是不小心弄丢了怎么办啊？陆骁顿了顿道：叶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们现在年轻人都讲究要有感情，要有相处，我理解。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先跟静灵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再做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替我们将军府出战，还要拿走这盘龙九玄果，如此珍贵之物，要是没点身份的话，叶叔也很难跟其他人交代啊。可你要是静灵的未婚夫，那这件事叶叔可以拍着胸口大声告诉他们，你是我未来女婿，也是将军府的人，这盘龙九玄果给你又如何？陆骁也听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了。叶振江的话说得很隐晦，要是两人婚约不存在了的话，那他不好交代，可要是婚约继续，那他可以帮忙。虽然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但为了徐徐道的身体，陆骁也只能苦笑。叶叔，我明白了。叶晨跟个狗腿子一般，将婚书重新放回陆骁的手中。姐夫，这可是很宝贵的东西啊，你可要保管好了。夭夭姿和洛清仙都无奈，退婚失败。第三个竞争者出现了。叶精灵余光看了一眼陆骁，眼神里也略带一丝羞怯。叶振江轻咳一声道：小陆啊，我跟你师尊当年可是生死之交，你们两人的婚事呢，确实是我舔着老脸求来的，但静灵是个好女孩，叶叔希望你们能好好交流交流感情。至于洛清仙和瑶瑶姿两女，他还能怎样？当作不知道呗。谁能抢到陆骁这块香饽饽，就看他们各自的本事了。陆骁笑道：陆叔，我会尽力多照顾叶小姐的，以后该称呼为静灵了，这样亲切一点。叶振江笑眯眯道：好了，今日暂且不说这么多，你们几个远道而来也累了，我叫人安排地方给你们住，好好休息几日。武道大比将会在7日之后举行。好，陆骁点头。很快叶静灵和叶晨姐弟就亲自带着他们到了住处。叶静灵道：这是你们的客房，旁边是我和叶晨的房间。叶静灵道：陆公子，我爹今天说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感情之事强求不来，我们顺其自然即可。陆骁点了点头，叶小姐深明大义。叶静灵苦笑，她深明大义个鬼啊，她也看出了陆骁对自己似乎没这方面的意思，也只能强行按捺下自己的微弱情愫了。她一向是个理智之人，既然陆骁无意，她也不想跪舔。或许这份刚诞生出来的微弱情愫很快就会随着时间而消散。突然陆骁又问道：叶小姐，冒昧问一句，您是否经常服用丹药提升修为？叶静灵一愣：陆公子，您这话什么意思？陆骁解释道：我没其他的意思，只是我看叶小姐脸色隐隐有些不同，似乎是丹毒沉积的表现，所以就冒昧问一句，如果这丹毒不去除的话，恐怕会影响你的修炼根基。叶晨连忙道：不可能，我姐修炼临海境之前甚至都没用过丹药，怎么可能丹毒沉积？而且我姐可是我们大商皇朝有名的修炼天才，2年前便是青云榜前10的存在。叶静灵苦笑一声：
陆公子，实话实说，我修炼从来靠的苦修，鲜少使用丹药。2年前，我的修为变已经达到了灵海5重。按照这种修炼进度，我如今至少也该是灵海9重巅峰，甚至已经踏破半步神破境门槛了。可这2年来，我修炼进度比先前慢了不少，2年居然才突破2个境界。闻言，陆萧有些错愕：“你真没怎么服用过丹药？”叶静灵点头：“当然。”陆萧又望向叶晨：“你也没有？”“没有。”叶晨摇头：“不过，我也感觉这2年修炼进度比先前慢了许多。他天赋也不差，只不过是年龄稍微小了一点而已。”陆萧蹙眉，他应该不会看错，2人这模样分明是单独沉积的症状。想到这，他开口道：“方便把手给我看一下吗？”叶晨呆滞了一下，伸出手来：“姐夫，你来看吧。”叶静灵拍掉他的手，瞪了他一眼，而后将自己那纤纤柔衣放到陆萧面前：“陆公子，你看。”陆萧给他搭脉，探查体内情况，越看他就越是心惊。这叶静灵体内单独沉积不少，已经完全影响到了他的修炼速度。最重要的是，他从这些沉积的丹毒之中，能感觉到这些都是一些废丹，而且还是在不知不觉中长期积累的。可这并不符合常理。第一，以将军府的底蕴，不至于让叶静灵使用品质低劣的丹药。第二，一般武者正常吸收丹药，那至少也会把丹药里的杂质炼化出来，不至于会让体内沉淀如此多的丹毒。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了，这些废丹是叶静灵不知不觉中吞服进去的，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短了，经过日积月累，弊端渐现。他又将叶晨拉了过来，探查一番，发现叶晨同样如此。片刻后，他脸色凝重，道：“你们2人体内确实有丹毒沉积，而且还非常严重。”姐弟2人错愕，可是我们2人明明很少服用丹药啊。陆萧道：“你们自己确实很少服用丹药，可若是其他人给你们服用的呢？又或者在饭菜里加入一些揉碎的废丹，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你们吃了下去呢？”陆萧这话让姐弟2人心中骤然一沉。陆萧又道：“你们2人服用丹药少，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修炼速度变慢，就是因为体内这些不容易发现的丹毒，这些杂质在你们经脉里面沉淀，对你们的修行影响极大，这也是你们修炼进度变慢的原因。浙江军府里有人要害你们。”叶静灵咬牙切齿，这些丹毒虽然不致命，可却能让他们修炼天赋越来越低下，基础崩碎，最后修为难以寸进。用心不可谓不带毒，此事我必须彻查，不管是谁敢对我们姐弟2人下如此毒手，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叶静灵冷道：“只是就算惩罚了他们，我们姐弟2人体内这些丹毒怕是也难以清除。”想到这，叶静灵眼里露出黯然之色。陆萧淡淡一笑：“这一点叶小姐无需担心，我有办法可以解决。”这话一出，姐弟2人双眼再度一亮：“你有办法？”要知道，丹毒本来就很难驱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武者都谨慎使用丹药的原因。一旦丹毒沉积过多，修炼天赋和根基都会受到影响，麻烦不小。陆萧居然说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也让他们来了兴趣。陆公子，请问你会怎么解决我们体内的丹毒？叶静灵一脸好奇。陆萧道：“我修炼的功法有点特殊，可直接替你们驱除丹毒。纯阳天功乃是地级功法，至阳至刚，霸道无比，驱除区区一点丹毒自然不在话下。”陆萧吞服丹药的时候，只要纯阳天功运转，体内的丹药杂质很快就可以清除，同理用到叶静灵姐弟2人身上也可。这话不仅是叶静灵姐弟惊诧，就连妖瑶姿和洛清仙2女都感到有些不可置信。真有那么神奇？毕竟这种功法还闻所未闻。陆萧道：“你们若是信得过我，那就可让我试一下；若是信不过的话，那我再另想他法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但其他法子效果可能没有这方法那么好。”叶晨毫不犹豫：“姐夫，我当然信你了，反正他又不吃亏。”叶静灵也点了点头：“陆公子言重了，你愿意跟我们说我们体内的问题，还愿意帮我们处理此事，我们感激都还来不及，又怎会质疑你们？那陆公子什么时候可帮我们？”陆萧沉吟片刻：“那就今晚吧。”他帮着姐弟2人也是看在叶振江愿意将这个参赛名额给他的份上。虽然叶振江是有点鸡贼，但并无恶意，相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对他有恩。陆萧向来是有恩必报之人，欠了他人人情定会铭记于心。那就有劳陆公子了。叶静灵一脸感激。叶晨，我们去找一下父亲，他们被人下毒陷害一事，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不能就这样吃个哑巴亏。而姐弟2人离开后，妖瑶姿和洛清仙2女问陆萧：“你真的可以帮他们驱除丹毒？”陆萧苦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会随便乱说吗？不愧是我男人，棒！”妖瑶姿巧笑嫣然地拉住陆萧走进院落。而此刻，
将军府另一边，罗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跟陆萧一战，他受伤不轻，如今需要休养。而叶念念在一旁侍奉着他，可表情里却满是不耐。他心里异常不忿，他本以为自己这一次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男子，可以让他长脸面，可以庇护他。没想到罗西居然连陆萧那废物都打不过，还害他在大家面前丢了脸。他唯一可以值得骄傲的就是自己的男人比叶静玲的出色，可现在他连唯一可以在对方面前趾高气扬的资本都被抹灭了，他能不气吗？只不过碍于情面，他还是要在这里照顾一下罗西，毕竟对方除了是他未婚夫外，还是镇西王之子。罗西脸上青白交加，沉声问道：念念，那小子什么来头来着？他有些质疑陆萧的来历，毕竟东荒域内能战胜他的年轻一辈不多，就青兰宗来的一个小子罢了。叶念念语气中满是不满，真没想到你在天武学宫修行几年，结果到头来连一个从二流势力出来的家伙都打不过了。罗西脸上难看，轻哼一声，二流势力也有可能会出一些天才，他那战力已经有灵海9重了，就算是在我天武学宫也是少有的天才。而且我都说了，我是一开始大意了，而且正处于突破关卡，一时不察，这才被他给得逞了而已。他还在强行挽尊。叶念念也深吸一口气道：那这几日你就趁机突破到灵海9重，到时候再帮我找回这个场子。罗西颔首，眼里闪过一抹寒色，不过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那小子叫什么来着？姓陆，名字叫什么？他先前压根没把陆萧放心里，所以也没记住陆萧的名字。陆萧。叶念念不耐烦了，你这么婆婆妈妈问这么多干嘛？然而罗西心神却是一震，陆萧，这不是我天武学宫悬赏令上的那个人吗？悬赏令？什么悬赏令？叶念念有些懵了。她修炼天赋并不高，平时对修行界之事关注不多，也就经常跟她那些塑料姐妹一起出门吃喝玩乐居多。我天武学宫的高层最近下了一个悬赏令，悬赏一个名为陆萧的年轻人，不过那个陆萧是荒王殿弟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悬赏金额足足有100万下品灵石呢，这可是一笔天大的悬赏金。听到这话，叶念念顿时瞪大双眼，那还不快去把他抓了？不急。罗西眼底露出一抹冷色，还不确定他是不是那个陆萧，不可惊动我天武学宫的那些长辈人物，而且这可是在整个东荒域境内悬赏啊，正常来说那家伙也不敢在外行走，怎会出现在我大商皇朝？叶念念眸子闪烁，冷道：是不是他？到时候试探一番不就知道了。我们所有参加武道大比之人都是要提交姓名上去的，如果他就是那个陆萧的话，大概率是不敢用真名出现在武道大比之上的，那样太引人瞩目了。罗西一拍手掌，念念，你真是个天才，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辨认方法。只要陆萧露出马脚，他立马就通知天武学宫那边的长辈前来捉拿陆萧，到时候他便是大功臣一个。虽然他不知道陆萧犯了什么事，可能让天武学宫花这么大代价去捉拿的人定然不会简单，说不定是荒王殿的重要人物。而另一边的陆萧几人并不知道叶念念和罗西此刻心中所想。叶静玲和叶晨姐弟在解决完内奸后，便直接过来找他处理体内丹毒的问题了。陆萧直接给叶晨解决了体内的丹毒，只用了半个时辰，纯阳之力就跟灼烧一般，便让叶晨满身大汗，在结束后的第一时间就跑了出去，浑身衣服都湿透了。看到叶晨这副模样，叶静玲有些犹豫，我要不要换一件衣服？看起来好像很热。他很怕热，要是跟叶晨一样全身被汗水浸透，不敢想象有多痛苦。那你换吧。陆萧道，我调戏一下。给叶晨处理完体内丹毒，他的消耗也是非常之大。很快叶静玲重新走了进来，这一次他换了一件白色丝绸薄衫，都快接近半透明了。陆萧眼前一亮，叶静玲本来就姿色不俗，先前身穿劲装也难掩其绝世容颜，还多了几分英气，如今换上女子服饰后更是绝美。叶静玲发觉陆萧看着自己也有些羞涩，我很少穿这种衣服，也不知道好不好看，陆公子见笑了。挺好看的。陆萧淡淡一笑，称得上是倾国倾城。这夸奖让叶静玲更是羞涩。坐下来，开始吧。叶静玲在陆萧前方坐下，陆萧开始运转纯阳天宫，那纯阳之力汹涌进他体内，让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哼。陆萧有些尴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点点怪异感，但这是正常的，叶小姐不要放在心上。他这纯阳天宫的灵力至刚至阳，对女子来说就是一种另类的催化剂。叶静玲咬了咬红唇，轻嗯一声，但随着纯阳之力不断涌入体内，她那种异样感越来越强烈，嘴里不时发出轻哼声，这轻哼声听在陆萧耳中无疑是致命的。叶静玲的声音那是一点也不比姬冷月差啊。
他突然有点想击冷月了。半个时辰后，陆萧终于帮他将体内的余毒给清除干净了。叶静灵也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陆萧怀里。陆公子，你这是什么功法？这灵力怎么让人浑身发软？叶静灵咬了咬红唇，该不会是传说中那种邪门歪道合欢之法吧？陆萧，他脸部红气不喘，硬着头皮道：叶小姐，你见过灵力如此至阳至刚、正气浩然的合欢之法吗？他断然是不可能承认的，否则人设就崩了。此刻的叶静灵倒在他怀里，浑身香汗淋漓，那衣物紧贴娇躯之上，春光若现。陆萧忍不住瞄了两眼，很大很白，甚至比姬冷月的还要略大一些。叶静灵有些羞怯，陆萧为自己驱毒，结果自己却这样怀疑他，实在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看来只是自己太敏感了。他连忙从陆萧怀里挣脱，红着脸道：多谢陆公子出手相助，我现在先回去换件衣服。他全身都湿透了，黏腻的难受。说完，他逃一般离开了此地。陆萧刚走出门，便看到叶晨去而复返，匆匆朝他赶来。姐夫，不好了！怎么了？陆萧挑眉，国公府的秦家过来找你麻烦了，说你打了秦真，要我们将军府把你交出来，现在正在纠缠着我爹呢。叶晨道：你可千万别出去，那国公府是出了名的霸道不讲理，还跟商皇有着姻亲关系，交给我爹处理此事就行了。突然一道冷哼传来：叶晨，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会偷偷跑来通风报信，果然被我抓到了，这废物敢打本少，今天我必须要讨个说法。叶晨回头便看到秦真脸色铁青的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闯进来。秦真双眼冷冽：小子，今天你打本少一巴掌，本少也不过分，就要你2条腿，也算是宽宏大量了。二少，这就是打了您的那小子。秦真身后一个鹰钩鼻男子紧盯着陆萧，目光阴沉。就是他。秦真怒道：小子，你是自己打断自己2条腿，还是让我亲自来？鹰钩鼻男子身上一股强横气势缓缓释放而开。叶晨脸色微变，这鹰钩鼻男子是国公府的3管家，实力非常强大，听说已经达到半步神破境，他要是出手的话，陆萧又怎会是对手？秦真，你要是敢在我将军府撒野，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秦真怒笑：叶晨，我爷爷此刻还在跟你爹纠缠着呢，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小子已经被我给废掉了，那时候他又能奈何我？难道真敢杀我不成？说完，他对那鹰钩鼻男子沉声道：雷管家，动手！你敢！叶晨下意识挡在陆萧面前，然而陆萧却轻轻拨开了他，就凭着这些虾兵蟹将还伤不了我，你退到一旁去吧。雷管家冷笑一声，身形犹如猎鹰一般迅速朝陆萧扑来，他的手掌猛然暴涨，变得犹如磨盘大小，五指上缠绕着穿透力十足的气劲，径直朝陆萧天灵盖压下。陆萧目光一沉，往前拍出一掌，砰！两人各退一步。咦，这小子有点实力。雷管家脸上露出震撼，不过林海境跟半步神破境之间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小子，认命吧！话落之间，他的身体再度扑来，浩瀚威压瞬间冲击而下。而与此同时，陆萧也动了。这一次，他直接运转全部灵力，再加上稍微催动了神魔骨的力量，顷刻间，他的全力穿透雷管家的手掌。雷管家手掌炸开，剧痛钻心，让他忍不住发出惨叫。而陆萧身形一闪，咔嚓咔嚓，雷管家的2条腿被尽数踢断，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怨毒地盯着陆萧。看到他这怨毒的目光，陆萧毫不留情，一掌废掉了他的灵海。顷刻间，雷管家修为尽废。叶晨和秦真都懵了，半步神破境的雷管家就这样被击败了。陆萧迈步朝秦真走去，秦真吓得双腿发软，你别过来啊！陆萧一手掐住他脖子，将他提了起来，杀意袭来，让秦真浑身发寒，不住颤抖，再加上那窒息感越来越强烈，他不断挣扎。陆萧抬脚直接废掉了他1条腿。秦真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凄厉无比。叶晨连忙道：姐夫，这家伙身份不简单，咱们还是……他话音还没落下，叶震江那怒吼声便远远传来：给我住手！然而另一旁一道冷笑响起：震江侄儿，雷管家下手会有分寸的看，不会伤了他性命，最多也就是断手断脚而已。陆萧回头，夜色之下，2道身影踏空而来。叶震江脸色铁青无比，可当看到秦真被陆萧提在手中，而一旁的雷管家已经双腿尽废，他也懵了一下。陆萧有些歉意：叶叔，不好意思，又给你添麻烦了。叶震江咧嘴一笑，摆了摆手：没事，你继续吧，刚才我看错了，还以为是国公府的某个走狗在对你出手呢。闯进我将军府来伤我叶震江的女婿，
是该给一个教训。而一旁的老者看到眼前这一幕后，顿时笑意凝固，目眦欲裂。小子，放开我孙儿！神魄境气息瞬间在他身上爆发开来，威压可怕无比。此人便是大商皇朝的秦国公，同样也是一个实力高深的神魄境武者。秦国公，您可别忘了，此地可是我将军府的地盘。叶振江淡漠开枪，语气霸道。你要是伤了他半根毫毛，我保证，你这孙儿无法活着离开此地。陆萧如今是他认定的未来女婿，也是他生死之交的弟子。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断然不会让秦国公对陆萧不利。更何况，如今陆萧居然展现出了能将半步神破境的雷管家镇压的强大实力，那么他就更加不会让秦国公伤害他了。秦国公震怒，叶振江，此子当着我的面打断了我孙儿的腿，你还要护着他？真当我国公府是吃素的吗？他对我女儿图谋不轨，该打。叶振江淡淡开口道。这秦真整天跟个狗屁膏药一样黏着他女儿，如今被陆萧教训，他心里舒爽得很。至于跟国公府撕破脸了也没办法，本来双方在朝堂之上，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秦国公让自己孙儿来缠着叶敬灵，也是抱着恶心他的想法来的。秦国公冷哼一声，不再忌惮，直接对陆萧出手。而叶振江同样瞬间出击，砰！双方碰撞瞬间，可怕力量席卷而出。转眼间，两人交手10来个回合，都略受了一点轻伤，确实不分上下。而就在这时，一股寒意突然席卷而来，让秦国公浑身一颤。他下意识回头，却见一把无比冰冷的利剑已经架在了他脖子上。一时间，他浑身发寒。他乃是神魄境3重强者，可这一把剑却让他感受到了极致的危险。定睛一看，他身后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脸上带着盈盈笑意，就这样平淡地盯着他。老头，你最好别动，我这静气前2天刚杀了一个神魄境3重的武者呢，你再敢乱动，这小命可就没了。现身的正是妖瑶姿。秦国公惊出一身冷汗，这女子是什么来头？手里居然有如此可怕的劲气。深吸一口气后，他也只能认怂。叶振江，你好样的，今天我认栽了。说完，他满脸不甘地带着国公府的人离开。离开之时，还怨毒地看了一眼陆萧。妖瑶姿将手中利剑收回，算他识趣，没浪费我一次使用劲气的机会。这劲气可是保命之物，要是浪费在这种人身上，实在是可惜。陆萧有些抱歉，叶叔，对不起，一下子出手太重了，给你带来麻烦了。不必客气。叶振江摆摆手，我早就看那狗皮膏药不顺眼了，要不是碍于长辈身份，我都出手教训他了。以后估计他也没胆量来我将军府骚扰静灵了。就在这时，叶静灵也匆匆赶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叶晨将刚才发生之事告诉了他。叶静灵眼中震撼，没想到陆萧的战力比他想的还要厉害许多，连半步神破境的雷管家都不是他的对手。这雷管家可是国公府的一条恶犬，在黄都凶名赫赫，没少干仗势欺人的事，今天被陆萧所废也算是活该了。至于那秦真，更是让他厌恶。不过父亲，陆萧现在彻底把国公府得罪死了，这武道大比上怕是会有些麻烦。那秦家的秦龙可不是简单货色。听到秦龙这个名字，叶振江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凝重。陆萧问道，秦龙是何人？秦龙乃是秦真异母同胞的哥哥，2年前乃是我大商皇朝青云榜上前5的强者，那时他才18岁，已经踏入了灵海9重巅峰。后来他被引荐进入了天武学宫修行，2年过去，我估计他已经踏破了那道门槛，正式跨入了神魄境。我听说此番他会回来，代替国公府出战武道大比。陆萧蹙眉，看来大商皇朝各大势力中也有不少人跟天武学宫有牵连。正常。叶静灵道，毕竟我们大商皇朝乃是一个国家，统治的区域内有凡人，也有诸多武道世家，还有为皇朝效力的诸多臣子。但天武学宫和荒王殿却是实打实的修行圣地，真正的顶级天才都会前往这2大超凡势力修行。说到荒王殿，我倒是知道，我们黄都的诸多势力中，有哪家的后辈在荒王殿修行？瑶瑶自笑道，哦，是谁？或许我们还真认识对方呢。陈国公府的2公子陈峰。叶振江道，他是2年前的武道大比冠军，只是今年他年龄已经超出限制，已经不能参赛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观战。原来是他。妖瑶姿和陆萧几人眼里露出惊诧之色，没想到陈峰居然出自大商皇朝，以对方的天赋获得武道大比的冠军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毕竟怎么说也是荒王殿10大序列之一，肯定有点本事。陆萧眸子微凝，看来这武道大比想要获得冠军也不简单，诸多天骄都会在此争霸，甚至连2大超凡势力中
那些顶级天赋的年轻一辈都会前来。他深吸一口气，道：“叶叔，这一次的竞争对手都有哪些强人？我想提前了解一下，简单做个准备。”叶振江道：“跟我来，我与你细说。”说着，他便带着陆骁往大堂走去。到了大堂后，叶振江示意他们坐下，这才缓缓开口道：“我们大商皇朝的武道大比，皇室不参与大比，都是由麾下诸多势力角逐。去年获得武道大比冠军的镇南王府的二公子徐骁，今年根据内部消息得知，他应该还会继续参战，同时也是这一次武道大比冠军的最热门人选，实力已深不可测。第二个便是国公府的秦龙，同样是有着妖孽之姿，去年跟徐骁大战，惜败一招，获得了亚军，但他年龄比徐骁稍小，潜力更大。如今1年过去，孰强孰弱不好说。此外，我们大商皇朝还有3大宗门，都是我们皇朝内部的顶级势力。这3大宗门同样招揽了不少天才，尤其是3大宗门之一的玄海门，听说出了一个顶级妖孽，未曾在武道大比上亮相过，要趁这次机会一鸣惊人。至于其他势力也各有隐藏手段，就算是自家没有特别出众的妖孽，也很有可能会请外援，比如我们将军府。说到这，叶振江脸上有些尴尬，毕竟将军府也算是大商皇朝的顶尖势力，却后继无人，实在无奈。不过叶静灵姐弟也是因为被人暗中陷害，才导致修为停滞不前，否则以叶静灵的天赋，恐怕也早已经踏足灵海境9重，甚至灵海境9重巅峰了。18岁到达如此境界，放眼整个东荒域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天赋。一想到自己儿女被白白浪费1-2年时间，他心中便多了几分怒火。虽然给他们饭菜里下毒的内奸已经揪出，但却未供出幕后黑手，但叶振江大概可猜测到，下手的应该就是自己那2个好弟弟了。陆骁问道：“他们当年参加武道大比时实力有多强？”徐骁去年参加武道大比已经是半步神魄境了，战力估计不比普通那些刚踏入神魄境的武者弱。秦龙也差不多，而这1年过去，估计2人已经踏出了那一步，也不奇怪。陆骁点了点头，明白了。看来想要稳稳拿下这次武道大比的桂冠，拿道盘龙9玄果，并非一件简单之事，自己还要将实力提升上去才行。现在距离武道大比开始还有几天时间，他要全力冲击下一个境界了，这可是事关自己师尊的生死。好了，也无需给自己太大压力，或许他们还没踏入那一步呢，以你的实力也未曾不可赢过他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吧。叶振江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到房间后，陆骁便开始盘坐腿上，开始闭关修炼，进入了神魔葬场之中。妖媚女子那妩媚声音传来：“小家伙，看来这是又遇上麻烦了。”陆骁道：“是有点麻烦。”他突然问道：“姐姐，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我没达到神魄境，就可跟神魄境一般御空而行战斗？”现在他要面对的对手是神魄境武者，而对方可以御空而行，那么对他来说，速度这方面将会是降维打击。虽然力量之上相差无几，但陆骁想要击中对方都很难。这个简单，修行一门飞行武技即可。妖媚女子道：“这是一门名为飞雷翼的武技，你拿去修行吧。”说着，陆骁感觉眉心涌入了无数信息。飞雷翼在体内凝聚出雷种，以雷种化作双翼飞行，修炼至达成，可一念千里，甚至直接撕裂虚空，横渡万界。听起来还挺牛逼。陆骁简单看了一眼，便知道这飞雷翼不简单。根据这武技介绍，在体内凝聚出雷种后，对武者感悟雷霆法则也有莫大好处，而且这雷种还可以通过吞噬天地间的各种特殊雷霆不断变强。陆骁开始潜心钻研这飞雷翼，花了10天时间，终于凝聚出雷种。而此刻外界也不过是过去了1天时间。数日之后，他终于可以控制这一枚雷种化为雷霆双翼。随着无数电弧在他背后浮现，凝聚成一双雷霆所化的双翼，也试着煽动这一双雷霆羽翼，身体缓缓腾空而起。成功了！陆骁眼中满是欣喜。接下来就是炼化从灵狐一族那几个家伙手里获得的那些丹药了，只是不知道这些丹药能不能让我突破一个境界。陆骁将那些零零散散的丹药拿了出来，然后开始炼化。随着这些丹药被他炼化成精纯无比的纯阳之气，他的修为也在缓慢地增长着。这一炼化就是20天。20天后，陆骁睁开双眼，这些3品上阶丹药对我来说还是不太够用，看来至少要准4品丹药才能助我突破了。而且他虽然是灵海6重，可突破所需的灵力量甚至超过灵海9重武者。3品丹药里灵气的量不够，且蕴含的灵力的质也没那么纯粹，所以陆骁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提炼丹药里面的杂质，效果不大。武者的实力越高，对天地灵力的量和质有更高的要求，想要突破缺一不可。以陆骁现在的境界来说，
至少要吸收4位数的中品灵石才能突破，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丹药则是各种天材地宝的结合体，更利于武者吸收。除非有更高质量的灵石供他修炼，比如说神魄境强者常用的上品灵石。之前炼制了这么多丹药，用在自己身上的却寥寥无几。看来这一次是要炼制一些丹药给自己用了。打定主意后，陆萧从房间走出来，外面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妖瑶姿和洛清仙两女也清楚地知道陆萧在潜心闭关，所以都很默契的没有打扰。当陆萧出来后，发现3女居然在一起相互切磋交流武技。3人境界不同，但对武技的理解都不低。而且陆萧发现叶静灵居然也在这2天时间内修炼了2门4品武技，颇为高深，从他出手可窥探1二。最让他惊诧的是，叶静灵体内的丹毒才驱除几天时间，实力居然再度有所精进，看来确实是天赋异禀，厚积薄发。3女相互切磋了一会，这才香汗淋漓地回到一旁观战的陆萧身旁。叶静灵叹了一口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天才都要进入荒王殿修行了，修行圣地确实不同凡响。他的修炼天赋并不比2女低多少，可武技这方面却略有不如，这是修炼资源上的差距。瑶瑶姿笑道，妹妹要是愿意，我可引荐你入荒王殿修行。真的？叶静灵大喜。当然。瑶瑶姿道，你加入第7殿即可。叶静灵有些担忧，可我听说荒王殿招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走个后门不就行了？瑶瑶姿道，你这种天赋不进荒王殿修行，那可就太浪费了。陆萧头疼，瑶瑶姿这是要给自己找麻烦吧？3个未婚妻加上一个姬冷月，想想就头皮发麻了。陆萧顿了顿道，叶小姐，请问这大商皇都的凌霄宝阁该怎么走？你要去买东西？叶静灵愣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行。陆萧点头。瑶瑶姿和洛清仙两女当然也是要跟着一起过去凑热闹。凌霄宝阁，陆萧带着这3个绝色女子进入场中，第一时间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望向她的眼神里都充满羡慕。而一个凌霄宝阁的人马上认出了叶静灵，毕恭毕敬上前，叶小姐您来了，今天请问您是想来买东西呢，还是卖东西呢？叶静灵开口道，这位公子要买点东西。陆萧直接拿出一张清单，就按上面的清单给我准备吧。那中年看了一眼这清单，道，公子请稍等一下。这一次陆萧要炼制的是3枚准4品丹药大金鸾丹，这丹药能让神魄境之下武者无条件提升一个境界，刚好他1枚，洛清仙1枚，叶静灵1枚。至于妖瑶姿，陆萧倒是想给他炼制丹药，只可惜他已经是神魄境，陆萧距离炼制4品丹药还有些许距离。很快那中年便火速派人将陆萧所需的药材准备好了，价格15万下品灵石，真贵啊！这让陆萧咂了咂舌，他总算是理解为什么青蓝宗的神魄境武者这么少了，修炼资源跟不上，就算你有天纵之姿，也很难有所突破。不过想到这些药材要是能够利用得好，能够炼制出3枚准4品丹药，能卖30-40万下品灵石之后，陆萧也就不觉得贵了。而且他拿出贵宾卡还能打折扣。行，刚好我还要置换一些物资，顺便帮我算一下价格吧。说完，他将先前跟曾子期等人打赌赢来的那些物资拿了出来，这让这中年一愣，没想到陆萧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物资。要知道，就算是这大商皇兜里的那些顶级大家族的后辈，也不是随手就能拿出10万8万下品灵石的。而这青年，这些物资看起来足足价值几10万下品灵石。叶静灵也傻眼了，陆萧身上拥有的财富比他想象中的要吓人。最后凌霄宝阁在扣除费用后，还给陆萧拿了2500多的中品灵石出来。陆萧微微蹙眉，请问你们这里有上品灵石吗？我想把手里的中品灵石全都置换成上品灵石。上品灵石跟中品灵石的兑换比例同样是1比100，虽然灵力浓郁程度没有中品灵石的100倍，但更加精纯，适合神魄境武者修行。有，但是存货不多。这凌霄宝阁的工作人员脸上露出尴尬，公子，您手上的中品灵石实在太多了。灵石出自灵矿，灵矿秉天地而生，就算是一个大型灵矿都很难出现上品灵石，可谓是非常稀罕。也正因为上品灵石稀罕，所以东荒域的神魄境武者极少。那就尽量给我换一点吧。陆萧道。最后凌霄宝阁还是给陆萧将他手中的2000下品灵石换成了20块上品灵石。就在几人将要离开之际，外边一个青衫青年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而看到这青衫青年，叶静灵脸色瞬间就不好看了。叶大小姐，还真巧啊。青年笑眯眯地看着叶静灵，语气里满是玩味之意。雷坤，别碍眼，滚一边去。叶静灵不爽地蹙眉，毫不客气。来人是当朝左相的次子雷坤。
而左相跟将军府向来不和，所以叶敬灵当然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不过这雷坤也不简单，今年23岁，乃是如今大商皇朝青云榜上第3的天骄，实力略在叶敬灵之上，所以态度才会如此嚣张。雷坤呵呵一笑，叶小姐，你我父亲好歹同朝为官，也算是同僚，你对我这般不客气，外人见了会怎么想？怎么，今天不见你那小舔狗秦真在一旁给你舔脚？叶敬灵大怒，腰间利剑拔出，铿锵，利剑犹如毒蛇一般直奔雷坤而去。然而雷坤却只是冷笑一声，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击给躲了过去，手上运足灵力，猛然在他利剑上一拍。叶敬灵倒退2步。雷坤不屑嗤笑，叶敬灵，2年前我不是你的对手，2年后你连给我舔鞋都不配，看来你潜力用尽，将军府这一带算是没人了。听说今年你还要代替将军府出战，到时候可别碰上我，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当众颜面扫地。说着，他心情舒畅地望向凌霄宝阁之人，上次本少咨询的那雪灵玉藤可还在？给本少拿出来吧。那中年尴尬道，雷少，不好意思，已经没了。雷坤不悦蹙眉，你这是什么意思？上次我来询问，明明还有树珠，这才过去几天，这就突然没了。你在耍本少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强横气息，让那中年冷汗冒得更加厉害。这雷少，真不是我故意为难你，而是这雪灵玉藤只剩3株，刚才都被这位陆公子给要了。说着，他侧头看了一眼陆萧。雷坤目光落在陆萧身上，看他是跟叶敬灵一起同行的，态度更加不客气了。小子，这雪灵玉藤对我有用，拿出来吧。你花多少钱买的？本少用1半价格买，算是欠你一个人情。然而陆萧却挑了挑眉，淡漠的声音从口中缓缓吐出，你的人情很值钱吗？小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雷坤的语气一沉，那威势朝陆萧压来。陆萧始终语气平淡，给敬灵道个歉，然后滚离我们的视线。狂妄！气愤到极点的雷坤怒极反笑，看来你是不知道本少的厉害，既然如此，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他身为青云榜上第3的翘楚，自认在大商皇朝年轻一辈中实力高强，能胜过他的同辈不超过1手之数。这小子敢如此挑衅他！雷坤一步迈出，五指成拳，径直朝陆萧的胸口砸来。林海9重劲，有点实力，但不多。陆萧摇了摇头，猛然伸手，将他冲来的拳头包裹在手掌之中，身躯巍峨不动。你雷坤瞪大双眼，这家伙居然一只手接下了自己的攻击，而且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在接触到陆萧躯体的那一刻，便瞬间犹如泥牛入海一般，瞬间被化解得一干二净。下一刻，陆萧手用力一扭，咔嚓，雷坤惨叫一声，手腕当场被陆萧扭断。